喂，听说神域明天正式公测，我当然知道了，2023年5月1号嘛。作为网游界资深玩家，我可是期待很久了。听说这个神域是由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一起研发的划时代网游，还是新型的意识模拟网游。是的，有些测试的玩家说，只要戴上他们公司的登录头盔，玩家的意识就可以在游戏世界中随意活动。哈哈，那这下那些网吧网咖怕是难以生存了。谁说不是呢？不过那个头盔也不便宜，官网上需要1999呢，还是普通版。站在公交车站等车的陆枫听着旁边两人的谈话，心里微微有些小激动，因为他手里提着一个纸箱子，里面正装着神域游戏的登录头盔。本就只剩下5000生活费的他，还是咬咬牙买下了这个头盔。由于父母早亡，家里没有生活来源，还有一个比他小3岁的妹妹需要照顾，靠着父母剩余的几万存款，一直坚持到他高中读完。实在没办法的陆枫放弃了大学，早早的就出来打工了。别看他现在才20岁，但在市里的一家货运公司已经工作2年多了。虽然没攒到多少钱，但养活兄妹俩还是可以的。现在妹妹也上高中了，自己除了上班就是玩玩游戏，打打拳，到如今还是个单身狗。不过他长得却仪表堂堂，身材也极好。几个和他玩的好的哥们都说他不开窍，有这么好的资本不去多勾搭两妹子，真是浪费了。希望这个神域不会让我失望，别再是那些国产的1刀999游戏。陆枫有些期待地说着。这款神域已经提前在全世界推广宣传了3个月时间，不仅游戏模式打破传统，而且游戏内没有任何商城和官方售卖东西，真正做到公平公正的游戏环境，并且所有玩家一次只可以创建一个角色，并绑定身份 ID。若想换个角色玩，必须先删除之前创建的角色，再等待3日后确定最终删除，才能创建新角色。神域由大数据主脑直接管理各大战区服务器，运营公司 AEON 只有后台查看权和建议权，并不能直接干预大数据主脑的运营。不管从氪金方面还是游戏官方方面，神域都将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做到真正公平的游戏。而神域游戏宣言正式，若您感到现实世界的不公平，那您可以来神域世界，这里将会带给您完全公平的第二世界。同时，华夏国的神域代言人正是知名的渣渣辉，是兄弟就来砍我吧，我在神域等你。作为华夏国华男士的陆枫也想体验下这所谓的公平世界。回到家后，二话没说拆开了纸箱，里面是一副和鸭舌帽一般大小的头盔，还有一根充电插线和一本说明书。陆枫打开说明书看了起来，原来这头盔是充电的，30分钟即可充满，一次充满电可用8个小时，也可以一边充电一边玩。玩家戴上头盔10秒后，会议时进入游戏登录界面，这时头盔会扫描你的各项特征，然后进入角色开始游戏。从源头拒绝了盗号卖号事件。玩家在戴上头盔进入游戏后，身体会进入睡眠模式，只有3种情况会被迫下线：一是电量用完，2是外界有伤害玩家身体的情况发生，3是玩家身体状态极差也会被迫下线。陆枫看完说明书，还是介绍的挺清楚的。先充电吧，等充满电看看能不能登录进去。虽然今天才4月30号，还没开服，不过可以登录试试。砰！老哥，我回来了。咦，小慧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这才不到晚上6点啊！哎呀，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学校说高1高2的晚自习以后全在家里自学，也不知道学校什么情况。真的？你没骗老哥吧？哎呀，你真啰嗦！你要是不信，可以打电话问我班主任。哼！陆小慧把鞋子一甩，直接跑回自己的房间了。陆枫还是有些不信，随后拨打了小慧班主任的电话。你好，陈老师，我是陆小慧的哥哥。今天小慧说学校取消了晚自习，我想问下，可有这个情况？哦，你好，学校是今天下的通知，以后就让陆小慧在家里晚自习吧，这样也不用你天天来接她了。好好好，那就麻烦陈老师了。挂断电话后，陆枫端着一盘水果敲了敲妹妹的门。小慧，哥哥给拿了爱吃的水果，快开门吧。吱呀，果盘放下，人可以走了。陆小慧开门道。陆枫一脸无奈地放下果盘，回到了大厅。他这些年是既当爸又当妈，你问他为啥没对象，那也得有时间谈才行啊。妹妹上初中的时候还听话一些，现在也大了，叛逆期到了，经常不听话。陆枫又不舍得打骂这个妹妹，只能默默承受。他对着小慧房间又喊了一句：学累了别忘了洗澡睡觉，还有别忘了关灯。妹妹没回他。电充满了，我来试试怎么个试。随即抱着游戏头盔来到了他的卧室，然后按说明书的方式戴好头盔，按动右边开关。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等待中意时进入游戏世界。10秒后，他的意识听到一个机械女声：叮，欢迎来到神域世界，正在为您验证绑定，请稍等。叮，
验证绑定成功。华夏国陆风编号9527。丁，请问是否进入游戏角色创建环节？陆风没有犹豫，选择了是。陆风的意识从黑暗的画面立即来到了一处圣殿内，圣殿中有着6座巨大人形雕像。卧槽，感觉就跟现实世界一毛一样，牛逼！丁，玩家编号9527，请选择您的职业。圣殿内再次传来系统的提示音。陆风看着6座巨大雕像后面都对应着一个传送门，看来是进入传送门就算选择了职业。而这6座雕像分别有战士、刺客、弓箭手、召唤师、魔法师和牧师。男人当然要选择勇猛的战士了，别问为什么，问就是信仰。不要和我说什么战士无脑，战士不行，哥主打的就是简单粗暴，不服就干。陆风很快走进了战士的传送门，画面一转，陆风来到了一处山谷内，山谷中也摆放着一个2米高的银色圆球。这是什么鬼？陆风一脸疑惑地看着这个巨大银色圆球。丁，编号9527玩家，请随即觉醒您的职业天赋。原来还有职业天赋一说，那这个银色圆球就是觉醒职业天赋用的喽。随后他就走到圆球旁边，用手轻轻触碰在上面，银色圆球突然一阵闪光，10秒后闪光停止。丁，恭喜编号9527玩家觉醒2级天赋切割。陆风第2章针灸一刀999。卧槽，2级天赋切割，我怎么越听越像一刀999的游戏？跟我哥这开玩笑呢？随后他看到巨大圆球旁边有一个小石碑，上面刻着职业天赋的简介。神域世界中的任何职业在创建角色时都有一次随机觉醒职业天赋的机会。职业天赋从1级到 SSS 级，1级最低， SSS 级最高。而玩家觉醒 B 级天赋只有 15% 的几率，觉醒 A 级天赋只有 10% 的几率，觉醒 S 级天赋只有 5% 的几率，觉醒 SS 天赋只有 1% 的几率，觉醒 SSS 天赋只有 0.01% 的几率。其中 E 级天赋到 C 级天赋均可小幅度提升职业特性， B 级天赋到 S 级天赋则可以较大幅度提高职业特性。至于传说的 SS 级天赋和 SSS 天赋则具有10分逆天的职业特性提升。祝各位神域玩家抽中理想天赋，游戏愉快。看完石碑上的天赋简介，陆风再次陷入沉思，我这2级算是怎么回事？也没看到天赋简介中说到有这种级别的天赋啊。算了，还是先查看下这个天赋的属性吧。切割天赋等级2级，天赋属性每次攻击都可触发1次切割伤害，此伤害为真实伤害，不受任何防御抵消，每击杀一个单位提升1点切割伤害。当前伤害1。我擦，怪不得评定为2级，原来增幅了1点伤害，确实垃圾的没边了。不过幸好这个切割可以成长，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也不知道这个神域中怪物难不难杀，这鬼天赋前期可遭罪了。唉，走一步看一步吧。他原本打算在游戏中赚点外快的，这些怕是难喽。本来战士就是氪金类的职业，若是等级、技能和装备不到位，那是打野怪都受罪。可一旦各项属性起来，却是非常舒服的职业。丁，玩家编号9527，请确定您的游戏名称。一声系统提示音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起名字吗？叫什么好呢？他想了一会说道：一剑封神。丁，该名称已被其他玩家使用，请重新确定名称。无敌剑神。丁，该名称已被其他玩家使用，请重新确定名称。随后他又起了3、4个觉得不错的名字，可惜都被别人使用。我就不信名字都被去光了。丁，该名称已被其他玩家使用，请重新确定名称。牛逼，这破名字都被人起了，那就叫冲锋小战士。丁，该名称可以使用，请问是否使用此名称？是。丁，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角色创建成功，距离开服还有16小时32分钟，请耐心等待。终于弄完了，下线。他的意识立即回到了现实中，睁开眼睛，一脸兴奋地脱下头盔。这游戏真不错，真就是在第2世界里一样，牛逼。随后他起身到厨房给妹妹和自己做个晚饭。此时已经晚上7点多了，一般这个时候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穿上围裙，嘴里吹着小曲，开始做饭。半小时后，3菜1汤出现在桌子上。小慧，出来吃晚饭了，我做了你爱吃的红烧鱼和青椒炒鸡蛋。不一会，小慧从房间出来，看着桌子上的几个菜，嘴角微微一笑。陆风正坐在餐桌上，一边倒着可乐，一边吹着小曲。哥，啥事这么高兴？没事就不能高兴啊？你哥就是天生的乐天派，不行吗？切，你今年17岁了，还有1年多就高考，哥没机会上大学，你可得好好上个大学，给我老陆家长长脸。哥，你真是吃饭都堵不住嘴。
小妹白了他一眼，他也不气，自顾自的吃饭喝可乐。一会学完了，就早些上床休息。知道了，知道了。老哥，你比老头子都烦人。嘿嘿，哥主打的就是烦人流。兄妹俩吃完饭，妹妹学习了一会就洗澡睡觉了，而她也为了明天中午的神域开服请了3天的假，早些睡觉，养足精神，明天冲一波等级，最好能卡在第一梯队。看了下时间，已经晚上9点45了，定好明天闹钟。睡觉。一夜很快过去，第二天的阳光和路边叫卖声吵醒了陆枫。看来一眼时间才早上8点多，起来简单洗漱一下，妹妹已经早就去了学校。到楼下简单吃了个早点，买了些菜就回了家里。看来下时间已经中午11点了，还有不到1个小时就到开服时间了。陆枫简单的把买回来的菜洗处理了一下，就放进冰箱了，然后来到床边，躺好戴上头盔，进入启动游戏。叮！欢迎再次来到神域世界，距离开服时间还有18分钟27秒，请耐心等待。此时他又来到那处山谷内，而山谷中除了天赋介绍石碑，已经空无一物。然后他就地而坐，闭目养神，等待开服。叮！距离开服时间还有3分钟，神域即将拉开帷幕。叮！距离开服时间还有1分钟，神域即将拉开帷幕。陆枫缓缓睁开双眼，站起身子，等待着最后1分钟。叮！距离开服时间还有最后10秒，神域即将拉开帷幕。10、9、3、2、1，咻！一道光柱从天而降，照在陆枫身上，随即他就被光柱传送走了。再次醒来，他的身边站满了人，而且此时不停的有光柱在身边闪现，看来都是被传送而来的人。卧槽！你们特么别挡路！谁特么摸老娘屁股？别再挤了，再挤就挤爆了。前面的人往前走啊，还傻逼站那里干嘛？此时的玩家就跟一群蚂蚁似的站满了新手村，很多刚传送来的玩家被挡在后面出不去。再特么挡老子，就别怪老子开红杀人了。你特么傻逼吧？这里是新手村里，你杀个毛的人！陆枫也被挡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现实生活中没遇到这种人挤人的场景，游戏中体验了一把。第3章沙兔狂魔。既然短时间挤不出去，那就查看下自己的属性和背包。姓名：冲锋小战士，等级10100，职业战士，力量10，影响物理攻击力和破坏力，1点力量等于2点攻击，敏捷7，影响攻击和移动速度，影响暴击和闪避，攻守刺客系1点敏捷，增加1点攻击，1点敏捷等于 0.0001 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等于 0.001 暴击率和 0.001 闪避率。体质10，影响血量和物理防御，1点体质增加10点血量和 0.5 物理防御。智力5，影响魔法攻击力，法系1点智力增加2点魔法攻击力。精神6，影响蓝量和魔法防御力以及回蓝速度，1点精神增加10点蓝量和 0.5 魔法防御以及 0.001 蓝量恢复速度。血量100，蓝量60，攻击21，物理防御7，魔法防御3，攻击速度2秒1刀，加成不到 0.1 秒不显示，移动速度3，加成不到 0.1 秒不显示，暴击率0，加成不到 0.1 不显示，闪避率0，加成不到 0.1 不显示。其他属性无。职业天赋切割，职业技能无。装备新手木剑，攻击+1，新手布衣，物理防御+1，新手裤子，物理防御+1。背包无，背包容量30格。看完自己的属性面板和装备，陆枫直接一句卧槽，妥妥的战五渣。这时前面的人群已经陆续散开了，一般开局应该先去找村里的 NPC 领任务，然后再出村打怪，那就去找 NPC。 就在这时，一名貌似 NPC 的女性直接一脚把一名玩家给踢飞了出去。再来烦我，我就打死你！女性 NPC 生气地说道。那名被踢飞的男性玩家撇撇嘴，不给任务就不给任务，干嘛打人啊？卧槽，哥们，你什么情况？一些玩家围了上去问道。这村里的掉毛 NPC 一个任务都不给，还打人？我擦，不会吧？这游戏难道不按套路出牌？有可能，我也问了好几个 NPC， 他们都不鸟我。附近的兄弟可有谁领到 NPC 任务的？领个几把，老子刚才还被 NPC 骂了一顿，操！陆枫看到如此场景，看来领任务这条路是走不通了，还是出村打怪吧。随即他拎着小木剑就走出了村庄，外面正有很多玩家在打草地上的小野兔。此时就是狼多肉少，小野兔一刷新就冲上去一群人围殴。
最后是谁打死的都不知道。这游戏的掉落判定有3种模式：一是怪物50%的血量伤害都是你打的，那该怪物的掉落就直接是你的；二是没有人造成50%的以上的血量伤害，那么这只怪物的掉落归属就归第一个攻击它的人；三是大型世界 BOSS， 谁都有掉落归属权，但必须等掉落1分钟后大家才能拾取。至于组队模式的掉落归属就简单了，一般队长可以在未战斗前提前设置成任意捡取模式、队长捡取模式、roll 点拾取模式3种。这时正有一只小野兔刷新在陆枫的脚边，二话没说，他一剑就砍了下去。-11，-1，小野兔眼睛一红，直接跳起就给他来了一口。-3，这只小野兔一共就100点血，看来是能打得过。-11，-1，-3，双方的攻击速度相差不大，基本就是你一剑他一口。20秒不到，这只小野兔死在了他的剑下。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击杀小野兔，获得5点经验。叮！切割伤害+1。卧槽！我打了半天毛都没爆。唉，继续找怪打。如此反复，他在新手村门口打了1个小时的小野兔。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2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他在这里和其他玩家抢了1个小时的小野兔，终于升到了2级。真就狼多肉少啊！不过此时已经有很多玩家升到了2级，去往了更高级的练级区。唉，终于升级了。这5点属性点加什么呢？就算我全加力量，也就只能增加10点攻击，但这提升也不大呀，还不如我继续提升切割天赋呢。那就先不加，放着后面再说，反正又不会少。小野兔区域的玩家已经大减，而他的切割也增加了20点额外伤害。随后再次找到一只小野兔，一剑砍了下去。-11，-21，小野兔也反咬他一口。-3，厉害啊，一剑32点血了，那我4下就能打死一只小野兔。随即3剑砍死这只小野兔。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击杀小野兔，获得3点经验。我擦，经验值还给我降低了2点，本来2级升3级就需要300点经验了，你还给我降经验。看来这小野兔是1级野怪，等级高于他，杀他经验就会降低了。唉，继续杀。然后又是2个多小时过去，他迎来再次升级。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3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2个多小时，他杀了100只小野兔，终于升到了3级。不过这时新手村门口的区域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大多数玩家都已经进入里面打高级怪物了。陆枫看着眼前的小野兔刷新，抬手就是一剑。-11，-121，瞬秒。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击杀小野兔，获得1点经验。卧槽，只给我1点经验，太少了吧？再看看3级升4级，竟然需要1000点经验。按这个经验比例，他要杀1000只小野兔。操，我他妈今天就死这里了，我就不信升不到4级。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落叶归根，第1个升5级，奖励青铜武器1把。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落叶归根，第1个升5级，奖励青铜武器1把。一个全服公告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不是吧，我在这里这么努力杀兔子，才刚升到3级，外面就有大佬升到5级了。陆枫一脸不相信，果然网游世界的大佬多啊。那我就继续杀，刷刷刷。现在小野兔区已经没几个人了，他可以安心的一刀一个慢慢杀了。平均2秒1刀，算上走路和捡东西，5秒1只小野兔，1分钟就是12只，1个半小时就能升4级了。随后他就开启单机模式，在这里无人打扰他杀野兔，一个好好的大型网游给他完成了单机游戏。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4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个小时后终于升到了4级，而此时他的切割伤害达到了1121点。不过这时他再杀小野兔已经不给他经验了，同时也不再增加他的切割伤害。叮！由于冲锋小战士击杀过多的小野兔，引来了野兔王的追杀。这时陆枫的前方正一蹦一跳出现了一只巨大金色兔子，这只兔子有2米来高，全身金毛，双眼血红的盯着陆枫。卧槽 ！BOSS 第4章首杀 BOSS 奖励，名称野兔王，等级5，品级青铜级 BOSS， 信息我擦，除了等级和品级，其他什么属性都看不到。现在也看不到这只 BOSS 的血量，万一这神域中的 BOSS 特别牛逼，那哥的处不就破在他手里了？看着一身新手装的自己，一脸无语。杀了1000多只兔子，
一件装备没给，除了爆了245个铜币和一些兔牙、兔皮材料，其他啥都没。这游戏的爆率可真特么低啊！不行 ，BOSS 都刷到脸上了，不打太亏了。要不我就先打一下，要是打不过我再跑。说干就干，陆枫直接提着木剑就冲了上去，然后一剑劈了下去。-1，负1121，叽叽！野兔王一声大叫，好像被打痛了，反手就一口咬在了陆枫的身上。-42，卧槽，攻击这么高，我才100血，他3口我就挂，这不扯犊子吗？但他此时一看，这只野兔王的血量也掉了1/5以上。陆枫心思闪电流转，看来这只野兔王血量应该在5000左右，那自己5下就能砍死他，但是以双方的速度，自己没砍死他之前就会先被挂掉，那看来就只能把属性点用了。15点属性全部加体质，如此一来自己的血量就可以增加150点血，并且还可以增加7.5的物理防御。然后他立即把所有属性点加在了体质上，他的血量也直接来到了250点，非常吉利的数字。物理防御也达到了15点。啪！-33，野兔王在他加点的时候又给他一口。操！这死兔子咬人真疼。在神域游戏里被怪物攻击会有真实的疼感，虽然只是意识传输，但痛就是痛，没法掩盖。他也不再啰嗦，抡起木剑就一下一下的砍了过去。刷！-1，负1121。第5剑砍完后，野兔王瞬间暴毙，而他自己的血量只剩下46点。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击杀野兔王，获得2000点经验。叮！全服通告，恭喜冲锋小战士首杀5级青铜级 BOSS 野兔王，奖励5级青铜职业武器1把，荣誉100点。叮！全服通告，恭喜冲锋小战士首杀5级青铜级 BOSS 野兔王，奖励5级青铜职业武器1把，荣誉100点。陆枫，我去，还上全服通告了。他看了看自己的经验条，2000-3000，打 BOSS 果然够快啊！一只就加了2000经验。看看爆了什么，随即他上前捡取 BOSS 掉落的东西。叮！您拾取了野兔王的牙齿。叮！您拾取了青铜级兔王皮帽。叮！您拾取了青铜级兔王戒指。叮！您拾取了88银币。不错呀，果然首杀的爆率很高啊。物品名称：野兔王的牙齿。介绍：拿给村中铁匠可以制作一把极品匕首，或者送给村长，村长将提高好感度。极品匕首，我一个战士也用不到，还是送村长吧。物品名称：兔王皮帽。佩戴等级5级，装备品级青铜级，物理防御+8，魔法防御+3，敏捷+3。介绍：一顶可爱且略带防御的兔耳帽。陆枫看着这顶可爱的兔耳帽，一脸黑线。开什么够把玩笑，我堂堂7尺男儿会戴这种萌萌哒的帽子？我就算光着头死在这里，我也不会戴。继续往下看，物品名称：兔王戒指。佩戴等级5级，装备品级青铜级，物理攻击+10，力量+3，敏捷+3，体质+3。介绍：使用野兔王脚爪制作的戒指，可略微提升物理攻击。这个戒指还是不错的，不仅加物理攻击力，还加了3项他需要的属性。对了，系统好像还奖励了自己一把5级的青铜职业武器，看一下。物品名称：良刀。佩戴等级5级，装备品级青铜级，物理攻击+20，力量+3，体质+3。介绍：铁匠意外打造的一把极品佩刀，可惜这几件装备自己都带不上，自己还不到5级。看了看自己的残血状态，还是先回村吧，把野兔王的牙齿交给村长再说，顺带买些药水。而此时各大论坛和一些大公会中都炸开了锅，因为这款游戏是有一小批提前测试的玩家，他们深知 BOSS 不仅难遇到，而且 BOSS 的属性非常夸张，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刚才的全服通告上明显是这个冲锋小战士单人击杀的，但这个冲锋小战士没有人知道是谁。而在官方论坛已经开始讨论起这个冲锋小战士了。花无缺，可有哥们认识这个冲锋小战士的？桃桃酱，难道姐们就不配回答你的问题了？百思不得其解，桃子别闹。不过这个叫冲锋小战士，我也是第一次听。难道是某个大佬的新马甲？战天斗地，有很大可能。快来个董哥出来解释解释啊！云水间，我没听哪个大佬改名啊，基本上都用的以前的名字啊，也有可能是新的大佬。霸天，你们真闲得蛋疼，在这里研究冲锋小战士。
本人高价收购战士的5级青铜武器，老子的木剑都特么轮冒烟了，还没打出第2把武器呢。这神域爆率也太低了吧！操，一剑就让你怀孕，嗨嗨！铜球弓箭手职业武器啊，我才是真的惨，我一个远程职业用匕首砍了几个小时，你们能信吗？太鸡儿难受了，一剑就让你怀孕的话，把大多数人给整破防了。这游戏的弓箭手上来也和刺客一样，是送一把近战匕首开局，而那些习惯用弓箭、弩箭攻击的弓手玩家，现前期可遭罪了。其实最难受的还不算弓手，因为召唤师比任何人都难受，因为他们的武器是一根棍子，和法师、牧师的初始武器一样。但法师和牧师初始都会送一个技能，法师是小火球，牧师是缓慢愈合。但召唤师要用木棍抡到10级才能学习第一个技能，除非你10级之前能打到召唤技能。这款神域的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恐怖的爆率，真实的痛感，绝望的开局。要不是这游戏太过跨时代，很多人已经被劝退了。而陆枫这时已经回到了新手村，他根本就没去看什么官方论坛，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官方论坛是可以在游戏中打开的，很多游戏功能他都不清楚。来到村长房门口，他直接大步走了进去。村长，我想送你一样喜欢的东西。砰！村长直接一脚把他给踢飞了出去，说了让你们这些人别再来打扰我，真是找打呀。陆枫被踢了个狗吃屎落地。卧槽你妈！第5章，看你骨骼惊奇。老杂毛，老子要送你东西，你竟然还打老子！陆枫非常火大的瞪着村长，自己好心要送他野兔王的牙齿，竟然无缘无故被踢飞了。哼，你们这些人想干嘛？当我不知道吗？任务没有，赶紧滚蛋！村长继续一脸嚣张的样子。陆枫直接把牙齿拿了出来。老杂毛，你看这是什么？村长脸色变了变，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嗨嗨，这位少侠，老夫刚才是看你骨骼惊奇，所以想锻炼一下你，你可别介意啊。好的很啊，我今天就是把这兔牙扔了，也不会送给你。哼！陆枫气得转身就走，刚才太他妈丢面了。哎，少侠别走啊，有话好说，我这里正好有一个任务给你。村长一脸微笑的叫住了陆枫，但是站在附近的玩家看到这一幕就有点懵逼，这神域的 NPC 不是都不带理人的吗？怎么这个村长还追着这个战士要送他任务？难道是我打开游戏的方式不对？陆枫回头看着追来的村长，老杂毛，你真有任务？嘿嘿，年轻人要懂得尊老爱幼，你可以叫我村长爷爷。陆枫一脸鄙夷的看着村长，说吧，你有什么任务？我这里有一个连环任务，第一步就是你要把野兔王的牙齿送给我，然后才可以接取下一步的任务。陆枫有些不太相信的看着村长，这家伙前后态度变化太大，一看就是老奸巨猾之人。你要是拿了我的兔牙，然后不鸟我咋办？我找谁说理去？你把本村长当成什么人了？说给你任务就肯定有任务。陆枫想想，然后还是把兔牙给了村长。呀，果然是野兔王的牙齿。村长把牙齿拿在手里看了看，然后掉头就往回跑。陆枫，卧槽，你个老杂毛真敢骗我！随后陆枫跟着村长一起冲进了屋子。少侠，我这里有一个任务给你，你做不做？刚进屋子的陆枫一脸狐疑的看着眼前的村长。老杂毛，你刚才跑什么？我这不是拿回来好好看看吗？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行，我接你的任务了。陆枫直截了当的说起任务的事情，他已经懒得和这老杂毛村长墨迹了。叮！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接取村长的任务。任务名称：村长的伴侣。任务介绍：连环任务，当前进度1/3。任务内容：收集20个小野兔的牙齿，20张小野兔的毛皮，数量越多奖励越高。任务时间：1天。任务奖励：经验值。看到系统提示出来，陆枫终于相信村长的话了。他看了下背包，此时包里有225个小野兔牙齿和186张野兔毛皮。随后他直接提交了任务。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完成任务，获得1644点经验。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5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哈哈，终于5级了，这下能带上装备了。当他再次看向经验条时，双眼一惊，经验值644100005级升6级，竟然需要1万点经验，太夸张了！少侠果然不一般，竟然有这么多的兔牙和兔皮，是老夫看走眼了。来，这是第2个任务。叮！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接取村长的任务。任务名称：村长的伴侣。任务介绍：连环任务，当前进度2/3。任务内容：收集20个森林野狼的牙齿
20山地野熊的毛皮，数量越多，奖励越高。任务时间1天。任务奖励5级装备，经验值。陆枫看到新任务，立即鸟都不鸟村长，就走出了屋子。临走时，还在村长门前啐了一口和 2E。随即他把3件装备立即装备到身上。这帽子戴起来真可爱，属性真香。随后他查看起自己的属性变化。姓名：冲锋小战士，等级564410000，职业：战士，力量16，敏捷13，体质31，智力5，精神6，血量310，蓝量60，攻击63，物理防御25，魔法防御6，攻击速度2秒1刀，移动速度3，暴击率0，闪避率0，其他属性无。职业天赋切割加1122，职业技能无，自由属性点5。装备：凉刀青铜级，兔王戒指青铜级，兔王皮帽青铜级，新手布衣新手裤子。背包 90.45 银币。此时他的攻击高达63，血量310，物理防御力25，这属性对比1级时可谓是一个天一个地了。是时候去杀高级怪了，不过还是先买些药水再说。2分钟后，他来到卖药水的大妈这里，随后看到多种多样的药水，有回复血量的 HP 药水，有回复蓝量的 MP 药水，还有解毒药水，增加增益 BF 的药水。不过最便宜的小型 HP 药水都要50铜板一瓶，还仅仅回复50点血量，并且还是5秒内回完。神域里100铜板等于1银，100银币等于1金。陆枫咬咬牙对着大妈说道：“老板，给我来20瓶中型 HP 药水。这中型 HP 药水需要2银币一瓶，5秒内回复150点血量。”好了，少侠您拿好。陆枫的资产瞬间从 90.45 银币变成了 50.45 银币。他看了看时间，自从他12点进入游戏到现在已经过去5个小时了。再过一会小妹就要回来了，还是先下线做个饭，省得小妹一会来烦自己。随后他3去52，整出了3菜1汤。而陆小慧刚好放学回到家里。哥，你休息就一直待在家里啊？小妹一脸鄙视地看着他。怎么？不行啊，哥这休息才叫休息。老哥，你不会休息3天都要窝在家里吧？你就不能出去找找美女谈谈恋爱什么的？陆枫一脸尴尬。嗨嗨，大人的事小孩少管，赶快来吃饭。第6章，与一大波妹子组队。2人吃完饭，陆枫立即把碗筷都洗了，小妹也回房间自习了。小慧，水果我给你放餐桌上了，你要是饿了就出来自己拿，老哥先去睡会觉。没人回应，陆枫也不管，直接回到房间继续游戏。上线后，他直接奔着野外就跑了出去，他的目标是找森林野狼和山地野熊。你们看那个男战士的头盔，我去，这个哥们有点变态啊！我以为自己都很变态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兔眼。可惜这些玩家的话，陆枫没听见。10几分钟，他一直在赶路找怪。他遇到了2级的狐狸、3级的野鹿，还有4级的野猪。最后在一处丛林中发现了5级的森林野狼。双方等级一样，陆枫二话没说，直接开干。就在他靠近森林野狼5米距离时，这头野狼冲着就扑了过来。卧槽，竟然是主动怪！神域里野怪也分主动和被动，像那些小野兔、野鹿什么的都是被动野怪。你不攻击他，他是不会主动攻击你的。刷！-39，-1122。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击杀森林野狼，获得25点经验。我擦！我竟然一刀秒了5级的森林野狼，这下也看不出这野狼有多少血。然后他就在森林野狼的区域一通乱杀，一刀一个，十分惬意。而且经验值也不少，足足25点。就算升级需要1万点经验，也就只要杀400只野狼就行。就在他惬意的杀着森林野狼时，不远处传来一声惊叫：“救命啊！野狼咬人好疼啊！”这时一大波妹子出现在不远处的树丛中，而他的后面还跟着3只体型较大的森林野狼。大波妹子看到陆枫后，然后啥也不管的朝着陆枫这边冲来。帅哥，快救救我！我的队友都被野狼嘎了，我一个牧师打不过呀！陆枫没有理他，而是看向后面的3只野狼。这3头野狼竟然全是精英怪，并且等级是6级。那就趁着这3头野狼的仇恨在大波妹子身上，先解决掉一头再说。随后陆枫紧握良配战刀，几步冲向右边的这只精英野狼，直接手起刀落。刷！-32，-1235。这头精英野狼血量直接掉了1/3还多，看来他的血量在3000左右，问题不大。3只精英野狼的仇恨
直接全部转移到了陆枫身上。唰，负32，负1235。被攻击的精英野狼也立即给了他一爪子，负22，伤害不高，还可以接受。不过这个伤害是对于拥有25点物理防御的情况下，正常人5级那里有这么高的防御，大多还是个位数防御。那么精英野狼的一爪最少也能打掉你40左右的血量，3只一起攻击，几秒就能杀一人。而且这精英野狼最恐怖的是，每只都有3000血量，普通小队遇到肯定是必死。唰，陆枫的第3刀砍了下去，一头精英野狼倒地毙命。他没时间去捡东西，直接杀向第2只精英野狼。负21，负22，唰，负32，负1236。10几秒后，3只精英野狼全部倒地，每只精英野狼给了他300点经验，而陆枫只掉了180点血，没啥危险。随即他直接捡取了3只精英野狼掉落的道具。叮，您拾取了青铜级野狼护腿，不错呀。3只精英野狼还掉了一件装备，看看属性。物品名称：野狼护腿，佩戴等级5级，装备品级青铜级，物理防御+8，魔法防御+3，体质+3。介绍：极品野狼皮制作的护腿，不错，直接穿上。他的血量又加了30点，防御和魔防也增加了一些。大哥你真猛！大波妹子都这一会都看呆了，他们的4人小组都打不过这3只野狼，没想到却被陆枫一人给解决了。一般，世界第3。妹子噗呲一笑，帅哥，你能带带我吗？我可以给你加血哦。然后大波妹子抬手就给他上了一个缓慢愈合，他的血量20的往上涨。这一个缓慢愈合持续10秒，也就是可以奶200的最大生命值，还不错。好吧，那我带你练会吧。哦耶，帅哥你真好。叮，冲锋小战士向您发起了组队申请。大波妹子直接一愣，冲锋小战士，这就是之前上全服公告的那个人。大神啊，怪不得如此厉害。随即妹子同意申请，大神，您就是冲锋小战士啊？有什么问题吗？没，就是很高兴认识你，我们练级吧。大波妹子一脸高兴的模样，好像吃了蜂蜜一般。陆枫也没多想，看了一眼妹子的 ID， 叫花落为谁开。随后2人继续练级了。可后面的练级画面又把大波妹子震惊了。这冲锋小战士一刀一只森林野狼，这也太夸张了。如此练级效率根本就用不到他的缓慢恢复，除非碰到 BOSS。 由于是组队，2人的经验是平分，但依然蹭的往上涨，比之前妹子4个人组队时效率快太多。大神，您都是一个人玩游戏吗？陆枫一边杀怪一边简单的回了一声。花落为谁开此时内心想着，又还跟姐装高冷，看姐不拿下你。陆枫此时的森林狼牙已经收集了100多颗，完全够了。他准备去找一找山地野熊在哪里。然后他冲着花落为谁开说道，我要去找山地野熊了，你要不要一起去？当然要一起去啦，而且我知道山地野熊在哪哦。陆枫一听内心一喜，这下省得自己像无头苍蝇一样找来找去了。看来这个妹子也不完全是个经验宝宝，还是有些用的。那好，你带路吧。然后2人就朝着东边的山岭走了过去。而就在他们2人路过一处巨石堆时，一声巨响从巨石堆里传了出来。好，不好，是8级变异青铜级 BOSS， 快跑！第7章虎口夺食。4名玩家立即从巨石堆内跑了出来，一边跑还一边叫。站在不远处的陆枫和花落为谁开看着逃跑的几人，大神，这 BOSS 我们打不？先看看再说吧，能打过再动手。说完，2人朝着巨石堆处走去。很快映入眼帘的是一头巨大的白色狼王，名称森林白狼王，等级8，品级变异青铜级 BOSS。 信息：这个白色巨狼王此时正在和一支5人小队战斗着， BOSS 的具体信息也无法查看，只能看到是头8级的变异青铜 BOSS。 从他的威势上可以看出此 BOSS 的强大，比那野兔王强了好几个档次。不过和 BOSS 对战的小队也不是菜鸟，一看就知道是配合熟练的老手。这支小队是由1名战士、1名刺客、2名法师和1名牧师组成。战士和刺客分别抗住 BOSS 的，把仇恨一直拉得很稳，让 BOSS 无法攻击后面的法师和牧师。不过他们的攻击还是不够，打 BOSS 一下才掉20至40点血，打了半天才磨掉 BOSS 1/5的血量。以他们现在的攻击节奏，肯定是打不过这头 BOSS 的。陆枫2人的到来也让这支小队更加紧张起来。野外抢 BOSS 的事可不在少数，
若这两人此时来攻击他们小队，那他们这5人就必死无疑。此时其中的刺客冲着陆枫这边说道：“那边的兄弟，我们是雷霆公会的人，希望阁下别找麻烦。”陆枫冷冷地看着他：“你们要能打死 BOSS， 我不会动手抢的，但你们要是打不过就别怪我了。”呵呵，那就先谢过了。而小队里的一名男法师不屑地在队伍频道说道：“我们5人都是老手，而且配合默契，若我们都打不过，就凭他一战一幕就打过，真是大言不惭。阿明，虽然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们好像真的打不过这个 BOSS。前面的战士有些顶不住了，他的血量也就200出头，此时已经血量见底了，而且牧师的缓慢愈合已经用过，现在还在 CD 中。王哥，你先退后一些，降低仇恨，我来扛击下。”刺客对着战士说道。看来这个战士是这个小队的队长，并且看他身上的武器和防具已经不是新手装备了，如此厉害的战士都扛不住，可想而知这头 BOSS 的强大。那你小心点，这 BOSS 攻击有些夸张。战士一个闪退，刺客立即凶猛地攻击起来， BOSS 的仇恨立即转移到他的身上。阿明，你注意防着点那边的2人，他要是敢抢，你们优先保护好小雨。王哥道。知道了。看来这名叫王哥的战士还是不太放心陆枫2人。啪！负78，森林白狼王一爪打中了刺客，把他打得一僵。本来他已经躲了2次巨狼攻击，这完全是靠身法躲避的，并不是来自闪避属性。对于这种老手刺客与 BOSS 近战游斗，基本上都是必学课程。卧槽，这 BOSS 攻击也太他妈狠了！王哥，我快顶不住了，再吃一下我就挂了。作为6级的刺客玩家，基本上血量也就100出头，没有哪个刺客会狂加体质的，所以血量都不会太多。王哥看着情况不对，吃了瓶红药，又再次冲了上去。负24，负22，王哥开始狂砍 BOSS， 森林白狼王的仇恨再次转移到战士身上，刺客的压力大减，随即灌了一瓶红药。唰！牧师一道缓慢愈合丢给了战士，远处的2名法师一直在不断的丢火球。陆枫看着配合如何默契的小队，也是很认可他们的技术。大神，我们真的不抢他们的 BOSS 吗？再看看吧，他们不一定能打得过 BOSS， 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森林白狼王还没放什么厉害的技能。10分钟过去， BOSS 的血量被磨掉了1/3。森林白狼王突然双眼一红，昂头一声巨吼，嗷呜！随即 BOSS 的攻击速度和反应速度陡然变快很快，正常2秒一爪的速度变成了1秒一爪。不好， BOSS 狂化了，完了！王哥直接压力瞬间大涨，负48，负52，负50。森林白狼王狂化后的快速3爪，直接把王哥秒了。这也不能怪王哥，实在是变化太过突然，王哥都没反应过来就被秒了。刺客立即对着法师和牧师那边喊道：“你们3个快跑，能逃一个是一个，我拦住 BOSS。” 2法师和牧师掉头就跑，根本都不带犹豫的。负82，负85。森林白狼王啪啪2下又秒了刺客，然后冲着另外3人就冲了过去。由于 BOSS 处于狂化状态，不仅提高了攻击速度，还提高了移动速度，5秒就追上了正在逃跑的3人。而这时陆枫对着花落为谁开说道：“该我们上了。”然后陆枫直接冲向森林白狼王。此时 BOSS 正在屠杀逃跑的3人，2名法师就抗了4秒就倒下了。而这个叫小雨的牧师更倒霉，竟然被 BOSS 一爪打出了暴击。负211，牧师瞬间被秒。唰！负42，负1336。森林白狼王在秒掉牧师的同时，被陆枫一刀砍中。嗷呜 ！BOSS 被一刀砍得大叫一声。没办法，陆枫的攻击太高了，直接把 BOSS 打疼了。看着森林白狼王的血量只掉了1/10不到，陆枫就预估出这头 BOSS 大概在15000血左右，有些恐怖了。5级的野兔王才5000血，这家伙竟然有15000血，3倍的血量。花落为谁开？我的血量掉下一半的时候，你再给我缓慢愈合，知道了吗？知道了，大神。唰！负43，负1336，啪！负32。森林白狼王一爪打了他32的血量，而他现在的血量有340点，抗10下完全没问题，再加上自己吃药和牧师加血，难度不大，就算 BOSS 开狂化也可以顶住。随即陆枫灌下一瓶中型 HP 恢复药剂，加30，唰！负41，负1336。这时的森林白狼王狂化效果已经结束，这 BOSS 狂化持续时间只有30秒，问题不大。随后森林白狼王又被陆枫砍了2刀，他再次双眼一红，一声狼吼，狂化再次开启。我去，这 BOSS 是掉1/3血量就开一次狂化啊！
-33、-32。由于 BOSS 的攻速提高，陆枫的血量也开始不断下滑。咻！一股绿色能量突然缭绕着陆枫的身体。+20，陆枫再次灌了一瓶红药。+30，刷！-41、-1336，又是几刀 ，BOSS 血量见底。按道理，森林白狼王在血量低于10%的时候还会开启一次狂化，但陆枫的攻击太高，基本上一刀就能打他1/10的血量，所以森林白狼王的血量还剩12%的时候，直接被陆枫2刀带走。BOSS 连吼叫都没吼出来，就直接嘎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的小队击杀森林白狼王，获得1600点经验。第8章连击斩。呼，终于干掉了这头 BOSS。花落为谁开？一脸激动地跑了过来。大神您真棒！看看 BOSS 掉了什么吧。叮！您拾取了青铜级狼牙法杖。叮！您拾取了青铜级狼王皮靴。叮！您拾取了青铜级连击斩。叮！您拾取了2金32银币，均分获得1金16银。果然又是大爆啊！哇，这把狼牙法杖给你了。花落为谁开？一脸震惊。大神，我也可以获得装备吗？能分到1金16银，我已经很满足了。而且我就丢了一个缓慢愈合。他真的有些不好意思再拿装备，今天才开服第1天，但各大交易平台都已经挂了神域游戏币的售卖。而今天的兑换比例是1铜币 1.3 元软妹币，1金币就是1万铜币，他分的1金16银也就价值15080元，经验什么的都不算在内，这是你该得的。而且你换了厉害的武器后，你的治疗也会上来，这样我们打怪才更有保障不是？花落为谁开？最后还是抵不住诱惑，点点头换上了5级的狼牙法杖。咻！一道缓慢愈合再次落到陆枫的身上。+32，陆枫和花落为谁开都微微一笑。大神说的没错，我的治疗提升了12点。好耶！陆枫开始查看另外2件物品。物品名称：狼王皮靴，佩戴等级5级，装备品级青铜级，物理防御+8，魔法防御+3，移动速度+1，体质+3。介绍：狼王的皮革制成的极品皮靴，略微增加移动速度。不错，还加了1点移动速度。自己的现在的移动速度是3.1米每秒，戴上这个狼王皮靴就有4.1了。继续看，物品名称：连击斩，物品品级青铜级，学习等级5级，物品类型战士职业技能。技能介绍：瞬间对目标斩击2次，单次伤害等于 60% 物理攻击力，冷却5秒，无视攻击间隔。技能升级后可提升单次斩击伤害和斩击次数。看完技能介绍，陆枫微微一笑。这本技能对于其他战士来说提升一般，但对于他来说就不一样了。若是卡着攻击间隔，可以瞬间砍目标3次，也就是可以造成3次切割伤害。等以后技能等级练上来，那就更加炸裂了。毫不犹豫，直接学习。走吧，我们继续去找山地野熊。10几分钟后，两人来到了一处山岭位置。大神，你看，那里就是山地野熊了。花落为谁开？开心的指着不远处的野熊。不错，那我们开练吧。这山地野熊也是6级怪，而陆枫一刀已经砍不死了。不过山地野熊也被他一刀砍的血量见底了。这6级怪应该有1500点血，那自己再杀100多只怪就可以照样秒他了。两人一刻不停地刷着此地的山地野熊。可能是现在的玩家等级还都在4、5级左右，不是高手不会跑来打这种皮糙肉厚的野熊，所以此地就只有他们2人，看不到第3个人。而此时的巨石堆处，王哥5人又再次返回。王哥 ，BOSS 死了。看着死在地上的 BOSS， 几人沉默了。我看到了，我们团灭的时候，这头 BOSS 好像还有2/3的血量吧？阿明一脸疑惑的回道：是的，我们3人都是先后被 BOSS 所杀，按道理 BOSS 不应该这么快就被杀掉啊。难道是有大公会经过？不可能，我们233号新手村没有什么大公会，我们5人算是此村最强的了。王哥他们5人本就雷霆公会的精英人员，而雷霆公会又是网游界的10大公会之一。若说这个新手村有比他们单人强的可能存在，但比他们小队强的队伍就不可能存在。此时小雨对着众人说道：我在临死前看到那名战士冲上来攻击 BOSS 了，我觉得应该是那2人杀的 BOSS。另外4人眉头都微微一皱。小雨，你是说这头恐怖的 BOSS 被2名玩家给宰了，而且其中还有1名没攻击的牧师？刺客不信地说道。应该是这样。王哥叹了一口气说道：算了，一个小 BOSS 而已，
我们继续练级吧，争取拿到第一个10级。好的。几人纷纷点头。1个多小时很快过去，陆枫这边也收集了100多张山地野熊的毛皮，而他的经验已经快升到6级了。花落为谁开已经率先抵达6级。没办法，谁让陆枫一开始杀小野兔杀了那么久，等级经验确实有些落后了。刷-48，-1554。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6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终于升级了。看着自由属性点又来到了10点。陆枫的话还没说完，就传来一声系统提示。叮！由于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过多的山地野熊，引来了山地熊王的追杀。陆枫，花落为谁开？大神，你那边有个巨熊正往我们这里冲来。陆枫顺着花落为谁开所指的方向，看到一头身长5米、全身黝黑的巨熊正奔着他们2人而来。名称：山地熊王，等级9，品级青铜级 BOSS。 信息：9级的青铜 BOSS， 可惜不是变异的，那就让我会会你。还是老战术，我血量低于 50%， 给我上缓慢愈合。陆枫对着花落为谁开说道，随即他就与山地熊王战到一起。-36，-1555，连击斩。-22，-1555，-21，-1555。陆枫直接卡着第1刀的攻击间隔释放了连击斩，瞬间就打掉了 BOSS 小5000的血量，而这头 BOSS 的血量直接掉了1/3。看来这山地熊王这血量和那边一狼王的血量一样。小 kiss。-42，山地熊王一巴掌拍了他42的血。看到这个伤害，陆枫连红药都懒得喝了。10秒不到 ，BOSS 就直接倒地了。就这还是9级的 BOSS 呢。乐色。第9章拍卖风波。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击杀山地熊王，获得2400点经验。叮！您拾取了青铜级金猎弓。叮！您拾取了青铜级熊王皮带。叮！您拾取了青铜级巨熊法杖。叮！您拾取了2金82银币，均分获得1金41银币。陆枫一看，巨熊法杖也是5级法杖，和那个跟狼牙法杖属性一样。花落为谁开这时已经很满足了，除了分了金币，就也不要其他物品了。刚才的战斗，他连一个缓慢愈合都没放，真是不好意思再要东西了。从他和陆枫组队到现在，不仅升了1级多，而且还换了把青铜级的武器，包包里还有4金多的游戏币，他真的已经收获满满了。再要东西就有点过分了。陆枫也没和他计较这些，直接全部收入包内。唯一能带的就是这个熊王皮带。物品名称：熊王皮带，佩戴等级5级，装备品级青铜级，物理防御+8，魔方防御+3，体质+3，背包空间+10格。介绍：使用熊王的毛皮制作的腰带，略微增加背包空间，还可以加了10个背包格子，直接带上。我现在要回去交任务了，你也回去吗？我跟着大神。然后2人朝着新手村跑去。10几分钟后，2人抵达村中。我去交任务，你可以买点补给什么的，一会我们在村口碰头。好，那一会见。花落为谁开开心的一蹦一跳走远了。陆枫不一会来到村中的屋子前，此时村长的房屋房门紧闭，他也不管村长怎么看他，直接一脚就把房门踹开。老杂毛，哥来交任务了。房内的村长被陆枫吓了一跳。你小子叫鸡毛呢？吓老子一跳。交个破任务，看把你嘚瑟的。陆枫也不废话，直接提交了任务。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完成任务，获得狼王皮甲，获得5200点经验。咦，你小子竟然得到这么多野狼牙齿和野熊毛皮，老夫有些小看你了呀。陆枫看着暴涨了1节经验，而且还额外送了他一件胸甲，刚好是他缺的，终于可以把新手胸甲换了。切，哥的能耐多着呢，你这老杂毛懂个毛线？还有没有更难的任务，都给哥整来。村长看着陆枫一脸嘚瑟的样子，嘴角一笑道：你小子真是给点颜色就开染房啊。行，第3环任务你接吧。叮！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接取村长的任务。任务名称：村长的伴侣。任务介绍：连环任务，当前进度3/3。任务内容：击杀废弃矿洞的狮王，获得狮王的玉符。任务时间1天。任务奖励：装备、特殊道具、荣誉值、经验值。小子，这次的任务可不好对付，切记要小心。陆枫眉头微皱，这老杂毛村长竟然会好心的提醒自己，奇怪，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老杂毛，
查看一下狼王皮甲。物品名称：狼王皮甲。佩戴等级5级。装备品级青铜级。物理防御加10，魔法防御加4，伤害减免正 2%， 体质加3。介绍：使用狼王皮毛制成的皮甲，可略微提升伤害减免。陆枫再次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姓名：冲锋小战士。等级6 7800 30000。职业：战士。力量16，敏捷13，体质43，智力5，精神6，血量430，蓝量60，攻击63，物理防御63，魔法防御19，攻击速度2秒1刀，移动速度4，暴击率0，闪避率0，其他属性无。职业天赋切割加1556，职业技能连击斩，自由属性点10。装备：凉刀青铜级，兔王戒指青铜级，兔王皮帽青铜级，狼王皮甲青铜级，野狼护腿青铜级，野熊腰带青铜级，狼王皮靴青铜级。背包物品：金猎弓、巨熊法杖。背包钱币5金12银币。背包容量40格。嘿嘿，现在哥的这防御和血量，再打青铜级 BOSS 就是随意打。然后他又跑去补充了20瓶中型 HP 回复药水，随即来到村门口，发现花落为谁开还没来，他就站村口研究起游戏的功能。他在找摆摊功能，可找了半天没找到。难道要哥站这里吆喝卖装备？那也太特么尴尬了。再找找吧。几分钟过去，他终于找到了拍卖功能。擦，原来不用摆摊也能售卖东西。随后他把金猎弓、巨熊法杖挂到了拍卖行，使用的是竞价模式，竞价时间为1个小时，底价1金币。然后他就关了拍卖，等着花落为谁开的到来。几分钟，牧师妹子就蹦蹦跳跳走了过来。呀，我竟然让大神等我，我有罪！花落为谁开？吐吐小舌头。知道有罪那就多奉献。你知道废弃矿洞在哪吗？我没去过，不过听之前队友说过，在村子的西南边，那边有个黑漆漆的矿洞，里面没怪，只有一个实木棺材而已。陆枫一听到实木棺材，就知道是这里没错了。走吧，我们去找找这个废弃矿洞，我的任务就在那里。好嘞。随后两人风风火火就跑向村子的西南边。而陆枫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游戏官方论坛已经炸锅了。一见就让你怀孕，我擦！拍卖行竟然有人上架青铜级的金猎弓，我好想要啊！我不想再用匕首捅怪了，我现在看到匕首就想说句我热烈的嘛。云水间是哪位大佬上架的巨熊法杖，在下想私下交易，价格好说，看到请回复一下。花无缺，同上。霸王硬上弓，金猎弓我要了，谁敢无脑竞价，老子就带一车人去问候他。百思不得其解，看，楼上是大傻逼，战天斗地，你们还有时间在这水论坛？现在外面的交易平台铜币价格都炒疯了，你们就等着看别人拍到吧。一见就让你怀孕，我了个去！铜币比例都特么变成1:3了，还在疯涨。很多大公会开始调集钱币，准备拍下这2件武器。有了这2把武器，他们就可以去试着开荒一些青铜级 BOSS。因为这神域的普通野怪基本不掉装备，连白装掉的都极少。若是穿着一身新手装备，根本就攻略不了青铜级 BOSS。所以这件青铜级武器，很多公会志在必得。第10章，铜币涨疯了！雷霆公会会长，雷霆风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方，必须给我拿下这2件装备。天阳公会会长，阳光普照，尽最大能力拿下这2件装备，如此我们公会就可以领先一步。烟雨楼公会会长，小桥流水，这2件装备，老娘一定要抢到！你们现在都给我收铜币去！风云再起公会会长傲天琼，看来神域的首次拍卖风波要来了，都给我去各大平台收铜币，低于5块钱比例的全秒。而外面的各大交易平台仅在30分钟内，铜币疯涨到1:7，也就是1铜币卖7元。风云再起公会副会长独孤九剑，会长，现在铜币已经炒到7元了，我们只收到2金22银币，加上我们公会筹集的3金11银币，也才5金33银而已，我怕竞争不过呀。这群奸商真是无耻，妈的，趁火打劫呀！哎，继续收，低于10元的都收。随后各大交易平台的铜币又清扫一空。陆枫和花落为谁开？这时已经来到了废弃矿洞内，里面乌漆墨黑的，走进后里面就只有一间矿室，中间有一座巨大的实木棺材。一会我会引出 BOSS， 我先攻击他，看看厉不厉害。如果太厉害，
你就别管我，直接跑。陆枫看着这口巨大的石棺说道。他也有些担心，因为那老杂毛村长不会无缘无故的提醒他小心。这个狮王 BOSS 肯定不一般。我知道了，大神一定能打死 BOSS 的，加油！陆枫走到石棺旁，用力推了推棺盖，推不动。什么情况？嘿嘿，大神，你推的方向不对，你应该竖着推。陆枫尴尬的笑了笑，然后他开始竖着推，刺，棺盖被推开了，可石棺内却是一个往下的石头台阶，看来还得往下走。我们要往下走，一会多注意，别踩到陷阱机关了。对于这种墓葬，陆枫还是第一次进入，此时他的内心也有一些小紧张。我知道了。花落为谁开？紧跟着陆枫走下了石棺中，顺着石阶，两人来到了一处石室中。石室不大，呈圆形，直径大概有10米左右。而石室中间正站着一个枯萎的尸体，从衣服和外观可以判断生前是一名女性。大神，这好像是个僵尸。陆枫没有回答牧师的话，而是紧盯着这个僵尸，此时还看不到他的信息。不过这僵尸的脚下却有着一个符文阵法，不过这阵法已经快消散了。在当陆枫观察僵尸时，一股阴风从上面吹了下来，把僵尸脚下的针把一下吹散了开。陆枫眼神一凝，僵尸突然睁开血红的双眼，对着陆枫两人就是一声大吼。吼！名称：变异狮王，等级10，品级：变异白银级 BOSS。信息：当陆枫和花落为谁开看到这只僵尸的属性后，同时说了一句：卧槽，这该死的老杂毛村长，这是想坑死老子啊！你准备往回跑，我来试试这变异狮王的能耐。陆枫说完就一下冲了上去，刷-3，-1556，连击斩-2，-1556，-1，-1556。瞬间3刀把变异狮王打掉了1/20血左右。陆枫内心一凉，这 BOSS 应该有10万血左右，这下难办了，因为他们就2人，而且这石室中也没法拉着放风筝，也没有遮挡物，这下就只能1v1男人大战了。啪！变异狮王一爪拍到他的身上，-88。操！哥63的物理防御，竟然被他一巴掌打了88的血。那要是其他人，一巴掌就是150加，血牛也就2巴掌的事。陆枫开始疯狂的和 BOSS 对砍，而花落为谁开也没有直接逃跑，在陆枫半血时给他丢了一个缓慢愈合，而陆枫自己也灌了一瓶红药，+32，+30。不过这 BOSS 的攻击频率不快，基本维持2秒一下。此时陆枫的血量又慢慢回了上去。若是这个变异狮王没有其他技能，他和花落为谁开是可以磨死这家伙的。但好景不长，在变异狮王血量降到50%时，他突然一声吼叫，立即从他的身上冒出一股毒物。叮！您中毒了，-50，你快往外跑，躲开毒物。这毒物伤害太高，每秒跳50点毒伤。以花落为谁开100出头的血量，3秒就到。而这毒物的扩散范围并不是很大，只是覆盖了整间石室。要不是陆枫提醒的及时，花落为谁开现在已经嘎了。叮！您被花落为谁开施展缓慢愈合，+32。花落为谁开在跑出去之前还给他丢了一个缓慢愈合，而这个尸毒持续时间是10秒。陆枫掉头就往后面跑起来，同时还灌了一瓶红药。哥，等你毒的时间过了再与你打。现在有药水和缓慢愈合，我1秒回62点血，你毒我50点血，还不够我长的呢。变异狮王的移动速度并不是很快，他只是攻高、防高、血高罢了。这时就看着陆枫带着变异狮王在石室跑，陆枫一边跑还一边狂灌药水。哈哈，煞比了吧？没想到我战士也会风筝术吧？10秒过后尸毒结束，花落为谁开也偷偷返回了石室内。他看到陆枫正一边跑一边回头嘲讽变异狮王，没想到大神也有如此可爱的一面。嘿嘿，刷-4，-1556，连击斩-2，-1556，-1，-1556。如此陆枫与变异狮王缠斗了几分钟， BOSS 的血量终于来到了10%。变异狮王突然再次双眼变红，大吼一声，一股尸毒再次喷来。而这时陆枫的药水已经吃完，花落为谁开的缓慢愈合还没 CD 好，这下麻烦了，没药水也没办法风筝 BOSS 了。拼了！陆枫把10点属性全部加在了体质上，他的血量立即增加了100点，然后对着 BOSS 就是一顿狂砍。而花落为谁开看着没有药水的陆枫，他的缓慢愈合还有2秒就 CD 好了，他也不准备逃出去，而是硬顶着尸毒，在自己空血前
丢了一个缓慢愈合给陆枫。负50，花落为谁开？直接被毒死，他的身体化成一道光辉回到新手村，并且还掉了1级。这神域对死亡的惩罚相当严厉，没有什么新手保护，死亡就会掉级，并且还有几率掉出身上和背包的装备。陆枫看着花落为谁开，为了奶他而死也来的脾气，老子今天不弄死你，我就不姓陆。刷，啪！而陆枫的血量此时只有411点。刷刷，连击斩，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变异狮王，获得5万点经验。第11章白银 BOSS 首杀，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变异狮王，获得5万点经验。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7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看着倒下的变异狮王，陆枫也长长的呼出一口气。不过此时他的身上依然有着尸毒，又过了几秒，尸毒消失，他的血量停在了11点。我擦，这可真惊险！要是多读1秒，哥就破处了。叮！全副通告，恭喜冲锋小战士的小队首杀10级白银级 BOSS 变异狮王，奖励队伍贡献最大者10级白银，职业武器1把，荣誉300点。叮！全副通告，恭喜冲锋小战士的小队首杀10级白银级 BOSS 变异狮王，奖励队伍贡献最大者10级白银，职业武器1把，荣誉300点。我操，这奖奖励也太好了吧！竟然给10级的本职业白银武器，还是先捡取 BOSS 掉落吧。叮！您拾取了狮王的玉符。叮！您拾取了白银级银玉护手。叮！您拾取了青铜级碧玉长剑。叮！您拾取了青铜级碧玉项链。叮！您拾取了6金46银币，均分获得3金23银币。竟然出白银装备了，爽！这狮王的玉符应该是村长要的任务道具。看看另外3件装备，物品名称：银玉护手，佩戴等级10级，装备品级白银级，物理防御加20，魔法防御加10，力量加10，体质加10，攻击速度加0.5。介绍：曾是飓风城城主年轻时使用过的极品护手，小幅度提升攻击速度。物品名称：碧玉长剑，佩戴等级10级，装备品级青铜级，物理攻击加50，力量加6，体质加6。介绍：新手村铁匠打造的最好宝剑之一。物品名称：碧玉项链，佩戴等级10级，装备品级青铜级，物理攻击加20，魔法攻击加20，力量加6，体质加6，敏捷加6，智力加6，精神加6。介绍：新手村首饰商人制作的极品项链，可略微提升所有属性。最后看下系统奖励的白银武器。物品名称：寒月宝刀，佩戴等级10级，装备品级白银级，物理攻击加70，力量加10，敏捷加10，体质加10，无视护甲10%。介绍：曾经风靡大陆的主流武器，后锻造方法丢失，故而少见。哎，可惜都是10级的装备，要是现在能带上，哥不起飞了。随后陆枫往新手村跑去，看看花落为谁开怎么样了。而这时的神域官方论坛再次炸锅了，一见就让你怀孕，这冲锋小战士到底是哪位大佬啊？竟然在开服第1天就把10级白银 BOSS 攻略了，大佬缺腿毛吗？我可以的，淘淘酱，大佬缺的是我这种会暖床的萌妹子，大佬求求同意好友申请吧，百思不得其解，我都加大佬100多次了，他都没反应，哎，我这燥热难耐的心啊！霸天冲锋小战士，你的10级白银武器我高价收100万软妹币，只要你愿意卖，价格还可以加。战天斗地冲锋小战士大佬，我们风云公会诚心邀请您的加入，加入就是团长级待遇。云水间烟雨楼诚邀冲锋小战士大佬，我会都是妹子哦。花无缺5555，烟雨楼你们不是说好的不收男玩家吗？我的纯爱之心裂开了。20多分钟，陆枫再次回到了新手村。这时花落为谁开正站在村口，看到陆枫跑回来，他甜甜的一笑，大神就是大神，一天上2次全服公告。陆枫看到只有5级的花落为谁开，有些疑惑。咦，你没分到 BOSS 经验吗？没有哦，我死回来了，与你分离太远，无法享受 BOSS 经验了，不过还是分到了钱币哦。陆枫有些愧疚的把碧玉项链交易给了他，这件装备牧师也可以戴，算是对他的一些补偿吧。但花落为谁开看到属性后并没有要，
我一个小牧师带这个太浪费了，如果大神你带上肯定会更厉害，那时我们遇到厉害的 BOSS 也可以打得过了，你说对不？陆枫看着面前的花落为谁开，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话，因为当时陆枫就是这么对他说的，花落为谁开才愿意拿狼牙法杖，现在他又反过来对陆枫这样说，这样吧，我给你一些金币，算是对你的补偿吧。哎呀，我可是很有钱的，不在乎你那点游戏币，你要想补偿我，就先同意我的好友申请，再带我练级就行。花落为谁开也是被陆枫打败了，自从他死回新手村就一直加陆枫的好友，但却一点回应都没。加好友？在哪里加啊？然后花落为谁开手把手教陆枫怎么加好友。当陆枫点开好友申请功能时，就看到那红色的999加的申请提示。卧槽，这些掉毛没事，加我干嘛？花落为谁开更加无语的看着陆枫，你不知道自己已经是神域大名人了？陆枫直接给花落为谁开提交了好友申请，然后又关闭了自己的好友申请，主要看着烦。我一普通玩家，名不名人与我无挂，我先交一下任务，然后我们去练级。那我等你。就在陆枫去往村长家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一个系统提示，叮，恭喜您的金猎弓售卖成功，扣除 5% 手续费，获得12金20硬币。叮，恭喜您的巨熊法杖售卖成功，扣除 5% 手续费，获得10金50硬币。陆枫，这些掉毛玩家都疯了不成？一件5级的青铜武器花10几金币买，有钱没处用，骚的。看着自己背包里高达30金的资产，陆枫陷入了沉思。第12章，村长的特殊奖励。砰！陆枫一脚踹开村长的房门。嘿，你这老杂毛太不是东西了，竟然让我对付一只10级的变异白银 BOSS， 你这是谋杀！村长一脸惊疑地看着陆枫，小子你见到他了？废话，不见到我怎么知道你的阴谋？嗨嗨，你现在打不过也是正常的，不过好在你没事，不幸中的万幸啊。谁告诉你我没打过的？睁大你的狗眼看好！陆枫直接把狮王的玉符递给了村长，村长直接瞪大了双眼看着他手中的玉符，你竟然真的做到了！废话少说，麻溜的给我任务奖励。好好好，果然英雄出少年啊！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完成任务，获得金丝手镯，获得勇士勋章，获得200点荣誉，获得2万点经验，经验值猛窜一截，舒服。看看其他奖励，物品名称金丝手镯，佩戴等级10级，装备品级白银级，物理攻击加30，魔法攻击加30，力量加10，敏捷加10，体质加10，智力加10，精神加10，暴击正 2%。 介绍：王国贵族的首饰之一，略微增加暴击率，又是一个全属性加成了首饰，不错。物品名称勇士勋章，佩戴等级无要求，装备品级特殊类道具，力量加10，敏捷加10，体质加10，智力加10，精神加10，幸运加2，经验加成 10%。 介绍：新手村村长的专属道具，极难获得，放入背包后属性自动生效，又是一件全属性道具，而且还不占装备栏。不过这幸运加2是啥意思？这游戏没看到有幸运属性啊。少侠，你完成了老夫多年的心愿，这枚勋章也是老夫赠送于你的，希望你能在这个世界越走越远，我看好你。陆枫看着村长的模样，总有一种不好预感。那我走了，老杂毛。村长看着陆枫远去的背影，眼中满是故事的说道：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望你跨过万重山。陆枫买完药品，然后和花落为谁开再次离开新手村，来到了8级的披甲犀牛区域。这里没人，我们就在这里练级吧。好。随即陆枫提刀冲向面前的犀牛，刷-33，-1557。擦，这披甲犀牛物理防御有点高啊，而且血量也有2500点左右，杀着怪的2刀才行。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披甲犀牛，获得27点经验，这是2人平分后的经验，而且还有越级打怪加成。不过花落为谁开获得经验更多一些，因为他才5级，越了3级，所以加成更多。一只犀牛它可以获得31点经验，而此时已经开服9个小时了，也就是夜里21点了。这时的陆小慧一脸狐疑的来到了哥哥的房间外。今天回到家后，除了自己吃饭的时候，哥哥啰嗦了2句，后面的几个小时他都没听到哥哥喊他，这不正常，非常不正常。
自己亲哥可是主打的凡人流。悄悄地打开了陆枫卧室的门，看到他正躺在床上睡觉。陆小慧，老哥在家待一天还会这么贪睡？咦，老哥睡觉戴什么头盔？难道是神域游戏头盔？好啊，这个臭老哥竟然背着我偷偷买了新游戏头盔，看来老哥是在玩游戏。哼，臭老哥！陆小慧把老哥的卧室门关上，然后回自己房间睡觉了。而游戏里的陆枫正杀怪杀得起劲呢。这神域的装备也太低了，我们在这里杀了1个多小时，就掉了一件白装护腿。陆枫有些无语了，他的杀怪效率可是无人能比的，2刀1只怪。而这一大片区域的犀牛怪已经被他一个人打得快刷新不过来了。花落为谁开也升回了6级，我们这还是打得快的情况，一般人一天都不一定能打到一件装备。我的一些闺蜜都在吐槽这个游戏爆率呢。陆枫现在已经和花落为谁开玩熟了，2人聊天的频率也加多了。不还有闺蜜一起玩？是啊，不过他们和我不是一个新手村，现在都在叫苦。花落为谁开现在跟着陆枫练级可是非常爽的，他只要负责跟在后面捡东西，时不时奶一口陆枫就行。哎，慢慢来吧。刷-38-2006，我再打几只怪就可以升8级了。你呢？花落为谁开看了下自己的经验，才到6级的1/3。我升级还早。那等我升级后，我们去找10级怪打，经验应该更高。好。不一会，陆枫这里传来系统的升级提示。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8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我擦，8级升9级竟然需要10万经验，他7级升8级时只要6万经验，现在竟然要10万，那9级升10级岂不是更夸张？升完级后，陆枫和花落为谁开始寻找10级野怪，可是逛了10分钟也没找到。这时他们看到远处有一群人正在杀着野怪，于是走了过去问道：兄弟，你们知道10级野怪在什么位置吗？正在打怪的几人看了一眼陆枫2人，一直往东边走，那里有处阴暗森林，里面到处是10级蜘蛛怪。不过我劝你们2个还是别去送死，那里怪物太多了。陆枫根本就没听到危险，送死他耳朵里只听到了怪多。谢了。陆枫和花落为谁开奔着东边森林就走了过去。李哥，你劝那2愣头青蛋吗？一个战士一个奶妈，就想干10级野怪，想屁吃呢。一个青年法师说道。小龙，你也知道咱们李哥是出了名的好人，不过就不知道这2人能坚持多久了。一个平头刺客说道。好了，认真打怪练级，别打屁了。李哥再次发话。此时阴暗森林里正有一只10级的白银 BOSS 在领地游走，这是一只巨大的花纹蜘蛛。第13章恶意抢 BOSS。陆枫和花落为谁开走了大概10几分钟，看到前方正有一处阴暗密林，这处森林的植物显得更阴森，而且地面有一些未成熟的蜘蛛卵，密林内到处都能看到蜘蛛网，整片密林的颜色都比外面的要深。大神，看来这里就是阴暗森林了。我们进去看看。2人走进去10几米，就有2只天狼蜘蛛冲他们扑了过来。陆枫抬手就是一刀砍向其中一只，刷-36-2016。这头天狼蜘蛛血量直接掉了52%左右。这里怪物血量有些多，普通野怪有4000血了，你注意点。死-15。叮！您受到天狼蜘蛛的蛛毒，持续5秒。-10。这怪攻击不怎么高，但附带中毒伤害，看来这处森林并不适合他这种战士练级，太费药了。随后几刀把这2只天狼蜘蛛砍死，经验值还不错，一直给他44点经验。这里的蜘蛛打人会中毒，不适合我们练级，我们还是换地方吧。OK， 那我们去哪里升级啊？去外面找找9级怪打吧。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这里时，一声尖锐的嘶鸣声打断了他们的想法。就看到阴暗森林内有一头8米左右的巨大花纹蜘蛛正朝着他们俩快速奔来。不好，是10级白银级 BOSS， 我们往森林外跑。现在陆枫一看到白银级 BOSS 就有点后怕。名称：花纹蛛王，等级10，品级：白银级 BOSS。信息：他回头瞄了一眼这个 BOSS 的属性，还是只能看到最基本的信息，其他 BOSS 的技能和属性啥也看不到。上次他们俩差点就一起陨落在那头变异狮王手里，这下又看到一头同级别同等级的 BOSS， 本能反应就是跑。2人刚跑出阴暗森林，就被这头花纹蛛王一个蛛网缠绕给定住了身形。大神，我们被网住了，跑不掉了。那就只能硬着头皮打了。现在陆枫的血量刚达630点，有100点是勇士勋章加的，物理防御也高达73点，应该能扛住这头 BOSS 的攻击。死
负71。叮！您受到花纹蛛王的蛛毒，持续5秒。负20。果然蜘蛛类 BOSS 的攻击附带毒伤，难打了。刷！负22。负2018。连击斩。负13。负2018。负14。负2018。花纹蛛王的血量直接掉了 13% 左右，这 BOSS 血量也高的离谱，估计有8万血。老战术，半血乃我。花落为谁开？对着陆枫点点头，他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这种虫子类的怪物对女生的威慑力是无比巨大的，没吓哭他已经算是勇敢的了。刷！负22。负2018。死！负75。负20。这 BOSS 的攻击速度比变异狮王要快点，大概在 1.5 秒攻击一次。两头 BOSS 的攻击差不多，不过他的攻击带毒。陆枫直接灌了一瓶红药，继续一刀刀的和 BOSS 对砍。连击斩。BOSS 的血量被他一套连招打到了 67% 左右。叽叽叽！花纹蛛王突然一声乱叫，然后他的8颗复眼一红，猛然一瞪陆枫和花落为谁开，两人突然就感觉自己身体动不了了。叮！您受到花纹蛛王的麻痹攻击，麻痹效果持续5秒。我擦，这 BOSS 还会范围控制？5秒的时间，以这 BOSS 的攻击和毒伤，10级前的任何玩家都顶不住。不过好在陆枫被麻痹时还有522点血。BOSS 的3次攻击加5次毒伤，直接打掉他318点血。要是其他团队伍来打，那前排的肉盾绝壁要被秒，剩下的后排肯定也会陆续被杀。可惜花纹蛛王碰到了陆枫这个大肉盾，5秒刚过，他立刻灌了一瓶红药。叮！您受到花落为谁开的缓慢愈合，效果持续10秒，加30，加35。这 BOSS 掉 30% 的血时会施法范围麻痹，你注意下 BOSS 的血量，快要到 40% 的时候，你给我丢个缓慢愈合就往跑。知道了。看来这 BOSS 没有那个变异狮王难对付，可以慢慢磨死他。就在他们两人磨着 BOSS 时，一支5人小队出现在不远处树丛中。龙哥，你看前面有2人在打 BOSS。这名龙哥是一个法师，正舔着舌头看着陆枫这边。这2人看来是高手啊，竟然可以和10级白银 BOSS 打得有来有回。兄弟们，等他们把 BOSS 打得还剩 10% 的血量，我们再出手，先杀那个前排战士，知道了吗？是，龙哥。另外4人回道。又过了几分钟， BOSS 血量掉下 40% 时，又释放了一次麻痹攻击。不过这次花落为谁开提前跑开了，陆枫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龙哥，这 BOSS 真猛，竟然可以范围控制。呵呵， BOSS 越猛说明一会掉的东西越好，我们应该感谢这2人。另外4人也都露出奸计得逞的坏笑。看来这5人抢 BOSS 不是1次2次了，应该是惯犯。又过去2分钟， BOSS 的血量已经来到 15% 左右。陆枫还在想着 BOSS 会出什么好东西时，2团魔法球直接砸在他的背后。负22。负8。叮！您受到龙飞冲天小队的攻击。陆枫，大神，有人要抢 BOSS， 你快跑！花落为谁开的话刚说完，就有5名玩家冲了出来，其中有1名战士、1名刺客、1名弓手、1名法师、1名牧师。战士和刺客率先冲了上来，对着陆枫就砍了过来。负3。负6。叮！您受到花落为谁开的缓慢愈合，效果持续10秒，加35。死！负72。负20。陆枫刚反应过来，就同时被4名玩家和 BOSS 一起攻击。卧槽！你们这群掉毛想抢我 BOSS， 找死！陆枫不再攻击 BOSS， 直接回头一刀砍向这名战士。刷！负28。负2018。叮！您正当防卫击杀了石家庄赵子农。然后陆枫又对着旁边的刺客一刀挥去 ，miss， 擦，还挺会躲。砰，啪，死。负22。负7。负75。负20。远处的法师和弓手继续对着陆枫攻击。龙哥，小赵被秒了，这战士伤害太高了。刺客大声喊道：“这战士也太肉了吧，竟然能顶住我们一起攻击，还加上 BOSS 的攻击。”弓手惊讶地说道：“再肉也得给割死。”龙哥又一发火球飞向陆枫。负21。陆枫直接灌下一瓶红药，加30，然后对着身旁的刺客就是一刀横斩 ，miss， 连击斩。负48。负2019。叮！您正当防卫击杀了，朕赐你无罪。咦，杀玩家也可以长切割伤害。第14章，恶人先告状。陆枫杀完刺客后直接冲向法师，由于他的移动速度比正常人快一些，
法师几秒就被他追上，还没等法师回头，陆枫一刀劈在法师的背上，负38，负2020，然后转头冲向另一名弓手。弓手冲着牧师喊道：“我们分头跑，能活一个是一个。”虽然弓手是高敏职业，但6级的弓手也不比其他职业快到哪里去。陆枫花了5秒就追上了对方，然后随手一刀秒了弓手，然后冲着最后一名牧师追去。死！定！您受到花纹蛛王的捕食网被定身，效果持续5秒。我擦！关键时刻 BOSS 出来搞事情，陆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名牧师跑了。连击斩，负13，负2022，负12，负2022。他只有把愤怒发在 BOSS 身上。花落为谁开？又给他上了一个缓慢愈合，随后又是几刀终结了花纹蛛王。定！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花纹蛛王，获得2万点经验。花落为谁开？头顶冒出一道金光，他升到了7级。大神，你真是我偶像啊！一人打一群人，还能把 BOSS 杀了，是那群掉毛菜，下次别让我看到他们。虽然陆枫没被抢，但他很讨厌这种无耻的行为，所以这5人已经上了他的黑名单。看看掉了什么吧。花落为谁开？满眼小星星的样子。定！您拾取了白银级蛛王法带。定！您拾取了青铜级花纹战剑。定！您拾取了青铜级花纹法衣。定！您拾取了天空城守备官的书信。定！您拾取了4金10银币，均分获得2金5银币。竟然出了2件法师用的防具，还有一个战士用的戒指，还有一个奇怪的书信。你运气不错，这2件给你。花落为谁开？接过2件装备，然后一脸激动地看着陆枫。你把白银装备都给我，现在这个品级的装备可以价值6位数。陆枫，6位数？金8不为币吗？陆枫满脸不信地说道。嘿嘿，你自己去官网论坛看看就是。哦，等我有时间再去看看吧。然后陆枫开始查看这枚戒指的属性。物品名称：花纹战剑，佩戴等级10级，装备品级青铜级，物理攻击加20，力量加6，敏捷加6，体质加6。介绍：花纹蜘蛛的金核制作的战剑，可略微提升物理攻击。物品名称：天空城守备官的书信，装备品级任务道具。介绍：把这封书信交给天空城守备官泰鲁斯，将会获得奖励和任务。原来是个任务道具，留着吧，等以后去了天空城再说。随后2人离开阴暗森林后，找到一处9级的食人花区域。这些食人花都是物理攻击，虽然这怪有攻击吸血的能力，但一次就只能吸10点血。对于陆枫来说，小 kiss 一样2刀秒。2人就定着这处开始慢慢练级了。而死回新手村的龙哥一队人开始恶意抹黑陆枫，他们竟然把刚才的 PK 视频稍作剪辑发到了官网论坛上，标题还起了个大神冲锋小战士竟恶意抢散人玩家 BOSS。 此条帖子一下就引起了很多玩家的热议。视频中只能看到冲锋小战士杀他们的画面，简直就是断章取义。花无缺，没想到这个冲锋小战士竟然是这样的人，太让人失望了。战天斗地，是啊，仗着实力强就欺负散人玩家，老子鄙视你！百思不得其解，冲锋小战士做的确实有些过了。虽然游戏抢 BOSS 是屡见不鲜的事，但抢散人玩家的 BOSS 就算了，还把这些散人都杀了，真的过了呀！淘淘酱，我不管，大神永远都是大神，我就喜欢这种霸道总裁，一见就让你怀孕。你们不觉得这个视频内容很奇怪吗？感觉好像视频被掐头去尾了。雨水间复议。不仅如此，你们认为5个6级的玩家能去攻略10级的白银 BOSS 吗？反正我不信。霸王硬上弓，我不管谁抢谁怪，我只想说，若有白银级的弓，请务必卖给我。很快就有不少玩家发现视频中很多不正常的地方，比如视频发布者为什么不把与 BOSS 战斗的视频发布出来？为什么不补上被冲锋小战士攻击的系统提示图片？还在练级的陆枫完全就不知道这些情况，他的目标就是今天升9级，升10级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大神，我刚才看了下官方论坛，有人在恶意抹黑你哦。陆枫，就是抢我们 BOSS 的那队人，他们竟然说是你抢他们的 BOSS， 而且还发了视频。这群掉毛有病吧？打不过我，用这种方法恶心我，你看我在不在乎就完了。嘿嘿，大神就是不一样。嘿嘿，你别老是叫我大神，叫我阿峰或者峰哥都行。我今年20，还在读大学，我以后就叫你峰哥吧。你可以叫我小花，嘻嘻。啊，小花可以的。陆枫一边打怪一边和小花聊天。你们大学生不上课吗？竟然有时间玩游戏？哎呀，
我们这都是私立大学，混个文凭学历就行。而且今天是5月1号，放假呢。大学就是爽啊！不想小妹这种高中生，学校都不放假的。两人在食人花这里一直练到了夜里12点。峰哥，我要下线睡觉了，明天早上8点我会再上线。哦，我再玩一会也睡觉了。那好，我先回新手村下线了。峰哥，明天见。明天见。看着小花离开，陆枫一个人继续杀怪。此时一只食人花给他55点经验，相当高了。又刷了1个小时后，他也终于升到了9级。看着时间已经是夜里1点15分，该睡觉了。随即陆枫跑回新手村，点开拍卖行上架了10级的青铜级碧玉长剑，还是竞拍模式，起拍5金，3个小时的竞拍时间。看着包里的36金27银币，这些游戏币前期应该能卖不错的价格，可以考虑卖一些。然后他下线开启电脑，看看各大游戏交易平台的神域游戏币比例。卧槽，1比7，咦，还在涨。这个铜币再次涨价，其实就是因为第一次是他挂了2件5级的青铜武器，这次涨价是因为他又上架了一把10级的青铜长剑。不到10分钟，铜币涨到了1比9，一个铜币卖9块钱。这么夸张的吗？这些人都疯了不成？这种比例还在疯狂收购，钱多了是吧？他本来玩这个游戏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神域赚点外快，哪知道这神域游戏币开服第一天竟然炒到了这么恐怖价格。卖，必须卖。第15章，开服第一天赚了几百万。陆枫把自己包里的36金以1比10的比例全部上架到交易平台，还没等他去睡觉，他的手机就收到平台的交易短信。叮，您在我平台售卖的物品已经被买家购买，请及时登录本平台与买家联系。这卖的速度也太快了吧！我记得我上架的比例是1比10，36金也就是需要360万软妹币。这是哪个大土豪一掷千金啊？陆枫毫不犹豫，立即登录交易平台与买家联系上了。您好，我是买你神域游戏币的人，麻烦您现在把36金邮寄给我，我叫独孤九剑。哦，好的，我这就邮寄给你，请稍等。陆枫再次登录神域，把自己的金币匿名邮寄给了独孤九剑，然后进行了游戏截图。再次下线联系买家。你好，我已经把36金邮寄给你了，你查收一下。我已经收到了，若你还有多的游戏币，我这边长期收，比例一定高于市场价格。好的，交易愉快。叮，您在我平台售卖的物品已交易完成，售卖价格为3600000软妹币，扣除5%的手续费，剩余3420000软妹币已转到您的指定银行卡内，平台祝您生活愉快。我去，这交易的速度也太效率了吧！我玩一天游戏赚了342万软妹币，这一下把陆枫整得有些亢奋。自己每个月辛苦打工也就5000的工资，这一波就顶他一辈子的工资了。明天好好犒劳下自己，睡觉。而在陆枫睡着后，他的那件碧玉长剑在3个小时内被抬到了22金，最后被风云公会的会长买了去。这时风云再起，工会会长傲天琼对着副会长独孤九剑夸奖道：这次独孤做得不错，让我拍下了这把10级青铜武器。都是会长领导有方，我只是跟着您的方向走而已。哈哈，说得好。虽然独孤九剑是副会长，但整个风云公会的实权都在会长手里，他也就是打工的。一夜过得很快，有的人在神域里战斗的一夜，有些人却睡了一夜。滴铃铃，早上7点，陆枫的床头闹钟响了起来。他翻身起床，嘴里打着哈欠开始洗漱，然后简单的下楼吃了个早餐，就回到房内登录神域，开始了他第2天的征程。看了下时间，早上7点40，今天他定了一个小目标，那就是升到10级。叮，欢迎再次登录神域世界，祝您游戏愉快。叮，恭喜您的碧玉长剑售卖成功，获得22金。一上线他就看到系统提示，自己的上架的装备已经卖了，而且还卖了22金。我去，这钱来的也太快了。不废话，去买药练级。对了，还是先等等小花吧。两人说好的早上8点见，现在时间也快了。陆枫买好药后，就站在村口，一边等着小花，一边熟悉游戏中的各项功能。而那官方论坛也被他找到了，他也看到了那条黑自己的视频，然后他在下面评论了一句啥波一。评论完又看了其他的几个帖子，基本上都在吐槽神域爆率低、升级慢的设定。陆枫感觉升级还好吧，爆率确实不高，若不打 BOSS， 那想打一套装备确实有些难度。喂，枫哥，你在这想啥呢？陆枫退出官方论坛，看向眼前的小花。没想啥，就是看看官方论坛。那你也看到黑你的视频了吧？切，下次再碰到他们几个，我冲上去
就一刀一个，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一刀999。嘿嘿，峰哥牛逼！走吧，我们继续练级。麻溜的开路。两人朝着村外走去，不过没走多远，就迎头遇到那5个抢他 boss 的人。陆枫看到这5人，嘴角微微一笑，哟呵，还真是冤家路窄啊，竟然让我们又碰到了。领头的龙哥神情一下就紧张了，擦，今天出门没看黄历，竟然碰到这家伙。冲锋小战士，你少得了便宜还卖乖？你看看这周边都是玩家，你要敢动手，你的名声可就真臭了。龙哥内心有些紧张的威胁道。哦，玩个游戏 PK 还怕名声变臭？名声哥不在乎，哥只想让你们几个混蛋再掉一级。陆枫说完就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第一刀就砍向了龙哥。唰，负46，负3911，叮！您恶意击杀，龙飞冲天，罪恶值加100。叮！您恶意击杀，朕赐你无罪，罪恶值加100。叮！您恶意击杀，石家庄赵子农，罪恶值加100。叮！您恶意击杀，朕赦你无罪，罪恶值加100。叮！您恶意击杀，奶爸来了，罪恶值加100。5人毫无悬念的被陆枫给逐个击杀了。旁边的路人看着如此勇猛的陆枫，都是一脸震惊。一个打5个，还能随意碾压，看来这个战士是超级高手啊！复活后的5人在新手村开始强烈谴责冲锋小战士，说他不干人事，竟然随意杀散人。然后他们又把视频上传到官方论坛上，各种开黑。但陆枫鸟都不鸟他们，喜欢喷就去喷吧，哥根本不在乎。这5人好不容易练了一夜达到了8级，现在又被杀回7级了。不过这次的视频下面有很多玩家是支持这5人的，因为确实有不少路过的玩家看到冲锋小战士恶意 PK， 而冲锋小战士的名字已经上了论坛恶人榜第3名。这个恶人榜是玩家自主投票选的，和游戏内无关。枫哥，你上恶人榜第3了，嘿嘿。陆枫。不一会，两人再次来到食人花区域，继续开始了他们的练级大业。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落叶归根，第1个升10级，奖励10级白银，职业武器1把，荣誉100点，战区等级排行榜正式开启。官方论坛再次炸裂开来。这落叶归根真是个猛人啊，实打实干爹。枫哥，你快看，你上战区等级排行榜了。小花开心地说道。陆枫立即点开战区等级排行榜。战区等级排行榜，华夏战区第1名落叶归根法师，10级1%经验。第2名阳光普照弓箭手9级68%经验。第3名傲天琼战士9级52%经验。第4名小桥流水法师9级48%经验。第5名霸天法师9级42%经验。第6名雷霆风暴刺客9级33%经验。第7名战天斗地弓箭手9级28%经验。第8名云水间召唤师9级21%经验。第9名流浪刺客9级13%经验。第10名冲锋小战士战士9级1%经验。咦，我还真上了等级排行榜。陆枫仔细看了一下前10名，其中法师最多，召唤师就1个，牧师1个没有。可怜的辅助系职业啊。枫哥，你9级升10级要多少经验啊？不多，才20万。小花，第16章，哥这一刀下去 ，boss 都得 G，20万还不多。我们打个怪才给几十点经验，20万经验需要打大几千只怪才能升级。是哦，那第1名真特娘的是个干弟在世。陆枫都有些佩服。落叶归根，我们还是赶快练级到10级吧。论坛上说10级之后可以到3级主城找职业导师学习第1个职业技能。好，那我们加快练级速度吧。他现在打这9级的食人花是一刀一个，效率非常快。而现在的第1梯队玩家都在7级8级左右，稍差的也有6级了。所以高级怪物区已经有很多人了，连他们的食人花区域都来了一些玩家。但这些玩家在尝试打几只食人花后，都纷纷摇头放弃了。主要是这食人花血厚防高，还会吸血。其他玩家打起来太慢，还不如去打同级的怪效率。2个小时不到，小花头顶冒了一道金光，他升到了8级。又过了3个小时，小花头顶再次冒了一道金光，他升到了9级。而这时陆枫的经验已经达到了9级78%，他的等级排名也冲到第7。不过这时等级排行榜上已经有4人达到了10级，这些人都死死的咬着第1名落叶归根。小花，再练1个多小时我就能升到10级了，太好了，枫哥厉害哦。叮！由于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过多的食人花，引来了食人花王的追杀。杀了5个小时的食人花，终于把 BOSS 引出去来。
这时，一株比正常食人花大3倍的食人花正在朝着陆枫快速冲来。名称：食人花王，等级9，品级青铜级 BOSS， 血量5万，蓝量5000，物理攻击120，物理防御55，魔法防御25。其他属性技能，陆枫竟然可以看到这个 BOSS 的一些基础属性了。根据这个设定，这个游戏应该是等级与怪物相同就可以看到基础属性了。不过怪物的特性和技能还是看不到。这只食人花王只有5万的血，没什么难度，直接莽就行。陆枫直接冲上去就是一刀，刷负18 8452，连击斩负11 8452，负10 8452，一秒时间他就把食人花王打掉了51%的血。BOSS 都被打得一愣，我擦，到底你是 BOSS 还是我是 BOSS？ 刺！食人花王突然就释放技能，数根枝条抽向陆枫，啪啪啪，负44，负42，负43，负45。BOSS 的4连击抽得陆枫浑身都疼，刷负17，负8452。很快呀，双方战斗仅持续了6秒，食人花王就被陆枫给砍死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食人花王，获得15000点经验，这也算是 BOSS。乐色，他杀死 BOSS 后又吐槽了几句。叮！您拾取了青铜级藤条法杖。叮！您拾取了青铜级藤条猎弓。叮！您拾取了3金26银币，均分获得1金63银币。小花，你的10级武器出来了，给，谢谢峰哥，嘻嘻，多的这个10级青铜弓就留着卖吧。继续练级，两人又继续练了1个小时15分钟。这时陆枫的头上终于冒出一道金光。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10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终于熬到10级了，真鸡儿累啊！随即陆枫把包里的几件10级装备全部佩戴上，再次看向自己的属性页面。姓名：冲锋小战士，等级10 1300000，职业战士，力量65，敏捷55，体质102，智力31，精神32，血量1020，蓝量320，攻击281，物理防御112，魔法防御45，攻击速度 1.5 秒一刀，移动速度4，暴击率0，闪避率0。其他属性：伤害减免加2%，无视护甲正10%，幸运加2，经验加成正10%。职业天赋：切割加9552，职业技能：连击斩。自由属性点15。装备：寒月宝刀白银级，碧玉项链青铜级，金丝手镯白银级，花纹战戒青铜级，兔王戒指青铜级，银玉护手白银级，兔王皮帽青铜级，狼王皮甲青铜级，野狼护腿青铜级，野熊腰带青铜级，狼王皮靴青铜级。背包：中型 HP 恢复药水 X20， 食人花叶子 X2314， 藤条猎弓28金58银币。同类材料可堆叠999占一个背包，背包容量40格。看着自己各项属性暴增，攻击从2位数直接提升到281，虽然他不太吃攻击力，但涨了这么多也不错。物防也突破了100，血量也突破1000大关。最难得的是他的攻击速度，从最开始的2秒一刀变成现在的1秒一刀，这才是他最大的提升地方。只要攻击速度够快，再强的 BOSS 他也能一战。小花看到陆枫更换了身上的不少装备，首先是陆枫的武器变成一把银色弯刀，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护手和手镯也闪烁着银白亮光，一看就是白银级装备。此时他身上的装备栏就差一个手镯没有带齐，其他都部位都带上的装备。要是能打到新的头盔就好了，这兔耳帽他是真的不想再戴了，真劲儿丢面。我堂堂一个大战士戴一个兔耳帽像话吗？这神域游戏纯的在恶心我。小花，你还有多少经验升级？我还早，差15万经验呢。没事，我们在这里继续刷，等你到10级，我们一起去主城学技能。谢谢峰哥，你最好了。而升到10级的陆枫再杀食人花就只给他20点经验了。看来越级打怪有经验加成，高出怪物等级打怪就会缩减经验。无所谓，反正在哪打怪不是打。陆枫一刀一个，快速的杀着食人花。以他112的物理防御，普通的食人花已经打不动他了。
所以他现在已经开始奔放刷怪，根本就不在乎怪物多少，冲上去就是一刀。叮！区域通告：玩家不死小强破坏阵法封印，放出了黄金 BOSS 虚弱的千年姜王，请各位勇士踊跃击杀该 BOSS。第17章，冲上去就是一刀9999。小花，你看到区域通告了吗？啊，看到了，是那个不死小强把 BOSS 给放出来了。是啊，这下不死小强也得死翘翘了吧？小花莞尔一笑，还没等他俩去找这个黄金 BOSS， 远处就跑来一群人，一边跑还一边叫：“快跑啊！黄金 BOSS 秒人了！”陆枫直接拉住一名狂奔的玩家：“帅哥，你们跑这么凶干什么？”这名玩家也是一愣，再不跑你也得掉级，这 BOSS 太凶了，打谁都是秒。BOSS 在哪里？就在后面，我先闪了。这时就听到后方传来一声嘶哑的吼叫，随即一个一蹦一跳的僵尸出现在陆枫的视野里。名称：虚弱的千年姜王，等级11，品级黄金 BOSS。信息：这头姜王一蹦几米远，抓住玩家就是一找秒。小花，老战术，奶好我上了。峰哥加油！陆枫紧握弯刀，瞬间就冲了上去，刷！-142，-9999，连击斩，-86，-9999，-87，-9999。哦！姜王被陆枫3刀砍得直叫唤，这货攻击也太高了吧！姜王甩爪给了陆枫一下，啪！-188。我去，哥112的物理防御，这 BOSS 都能打我188的血。若是那些不到10级的玩家，确实顶不住这 BOSS 一下。不过这 BOSS 被陆枫一套打了 15% 的血量，那他的总血量就是20万。这 BOSS 和那个变异狮王有些类似，属于高攻、高防、高血。吃哥一刀，-140，-9999。好，很明显陆枫的每刀都砍疼了这个 BOSS。5秒后，陆枫再次使用连击斩，直接把 BOSS 的血量打到了 50%。嗷呜！这头虚弱的千年姜王突然大吼起来：-100，-100，-100，-100，-100，-100！站在旁边的陆枫血量狂掉了500，原本就只有721的血量，直接变成了221。卧槽！范围性多段攻击，牛批！他立即灌了一瓶红药，同时身上冒出一股绿色光华，加30，加41。看到这个 BOSS 血量低于 50%， 就会发动这个大招，看来不能让他放第二次了，不然哥也危险。那就等 BOSS 血量在 15% 的时候，卡一个连击斩把他秒了。刷刷刷，啪啪啪，双方再次互打了几下。很快，这头 BOSS 的血量掉到了 14%， 一直没放连击斩的陆枫突然叫道：“是时候了！”刷，连击斩，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虚弱的千年姜王，获得6万点经验。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小队首杀黄金级 BOSS， 奖励队伍贡献最大者10级黄金礼盒1个，荣誉500点。小花开心的冲了过来：“峰哥，你杀了黄金级 BOSS， 太神了！”呵呵，不是我杀了黄金级 BOSS， 是我们。快看看掉了什么。叮！您拾取了黄金级紫玉手镯。叮！您拾取了黄金级绿鹰毒刺。叮！您拾取了白银级银丝皮帽。叮！您拾取了白银级银丝法靴。叮！您拾取了白银级银丝法裤。叮！您拾取了8金50银币，均分获得4金25银币。陆枫看了看小花，微微一笑：“小花，这次你运气不错，有2件白银装备是你的。”小花睁着大大的眼睛，满眼都是小星星。给！陆枫把银丝法靴和银丝法裤交易给了小花。这属性也太好了吧！这5件装备都是10级的装备，再练一会小花就可以带上了。然后他也开始查看剩下的3件装备属性。物品名称：紫玉手镯，佩戴等级10级，装备品级黄金级，物理攻击加50，力量加15，敏捷加15，体质加15，智力加15，精神加15，暴击正 5%， 攻击吸血正 5%。 介绍：2000年前皇室的传世手镯，随着时代而遗失。物品名称：绿鹰毒刺，佩戴等级10级，装备品级黄金级，物理攻击加100，力量加15，敏捷加15，体质加15，智力加15，精神加15，暴击正 5%，
攻击中毒，每秒20点毒伤，持续10秒。介绍：由帝国制毒大师打造的传世匕首，天生带有剧毒的武器。物品名称：银丝皮帽。佩戴等级：10级。装备品级：白银级。物理防御加20，魔法防御加10，力量加10，体质加10，闪避正2%。介绍：贵族中的流行皮帽，略微增加闪避率。一件黄金手镯，一件白银帽子，直接换上，属性再一次提升。对了，包里还有一个系统奖励的黄金级礼盒，不知道是干嘛的。物品名称：10级黄金礼盒。装备品级：黄金级。介绍：打开后可随机获得本职业的10级黄金级装备或10级的职业黄金级技能。那就直接开，反正都可以用。叮！恭喜冲锋小战士获得黄金级野蛮冲锋。物品名称：野蛮冲锋。物品品级：黄金级。学习等级：10级。物品类型：战士职业技能。技能介绍：冲锋技能的进阶版，可对20米范围内的任意目标进行野蛮冲锋，无视地形和障碍物。技能释放期间无法被控制，被冲撞的目标将受到150%的物理攻击和2秒的眩晕 ，CD 8秒。呀，这可是战士的 PK 神技啊！那些喜欢风筝战士的远程职业，遇到哥就难受了。这下真的冲上去就是一刀9999。陆枫一脸黑线，好端端的神域游戏愣是被他完成了那种国产氪金游戏，太特么溜了。第18章被主城职业导师扔了出来。此时站在陆枫远处的一些路人全都走了过来。哥，您是冲锋小战士？冲锋小战士也是你叫的？应该叫大神。大神你还缺挂件吗？我很好挂的。大神您这么猛，你家里人知道吗？大佬，我想买您刚才掉的装备，你出个价吧。陆枫被围过来的一群路人说的一愣一愣的，他也没应付这种场面，只能抓着小花的手直接开奔。跑了10几分钟，后面追着的散人都已经全部甩开了。呼！陆枫大大的喘了一口气，枫哥的手好暖和哦。这时小花的小脸红扑扑的。啊！刚才情况紧急，只能这么办，你别介意啊。不介意的，嘻嘻。那我们继续练级吧。而官方论坛又再次因为陆枫而炸裂了。百思不得其解，我勒个去！我连白银 BOSS 都没看见，这冲锋小战士已经杀了黄金级 BOSS 了，还让不让我们活啊？一见就让你怀孕，冲锋哥，您就收下我的膝盖吧。雨水间，同上。陶陶酱，大神，您介意多个美女婆姨吗？雷霆风暴，雷霆公会的大门永远向冲锋小战士大神敞开，只要你愿意来我们公会，条件随你开。小桥流水，我们烟雨楼公会热烈欢迎冲锋哥的加入，你肯定也是一位为爱冲锋的战士，烟雨楼等待你的冲锋。霸王硬上弓，弱弱的问一句，我可以进烟雨楼冲锋一次吗？我也是为爱冲锋的战士。花无缺，你一个破弓手，你哪来的冲锋？你冲击床去吧。落叶归根，收购黄金级法师装备，价格随意开。不死小强，我擦！等级榜第1的大佬说话了。霸王别姬，你个煞笔不死小强，把黄金 BOSS 放出来，自己没能力打，还把老子害死一次，别让哥遇到你，不然非打爆你的狗头。现在的陆枫已经可以随意在阴暗森林里刷蜘蛛了，这些蜘蛛的毒伤已经威胁不到他，因为他有了5%的攻击吸血。虽然自己一刀只能卡200加的伤害，切割的10000加伤害也算在吸血里，也就是他一刀下去能吸回来500加的血量，真就不死的存在了。小花就跟在后面负责捡东西，他就一直杀，效率变得更快了。3个多小时，一道金光从小花头顶升起，他也10级了。终于到10级了，枫哥，我们去主城吧。话说怎么去主城的？陆枫还不太清楚这里的道道。回新手村找村长就可以传送到附近的3级主城了，论坛里有教学的。哦，那我们回村。10几分钟后，两人回到新手村，找到村长。咦，少侠，一天不见，变化这么大。村长惊讶地看着陆枫。小花一脸疑惑，这些 NPC 从来没主动理过他，可这村长见到陆枫却变得这么特别呢。老杂毛，一天不见，你还是这么辣。小花听到陆枫的话，直接无语住了，立刻开始打圆场。村长爷爷，我们已经抵达10级了，现在想去附近的主城。村长看了看小花，然后微微一笑，看这丫头多有礼貌，某些人真该好好学学啊。陆枫一脸鄙夷地看着村长，别人不知道你啥样，我还不知道吗？还要我对你礼貌？用拳头对你礼貌倒是可以。既然你们都到了10级，也该去主城发展了，这里有4个3级主城可以选择。
村长这时放出了4个3级组成的选项，分别是钢铁城、天空城、风雪城、碧落城。风哥，我们选哪个城呢？选天空城吧，因为陆风还有这个城的守备官任务可以交，所以肯定选这里。小花点点头，对着村长说道：“麻烦村长爷爷把我们传送到天空城。”知道了。咻！小花化成一道光，直接被传送到了天空城传送点附近。咦，风哥怎么还没来？小花左右都看不到陆风的身影，因为村长并没有传送陆风，而是有话要与陆风说。少侠，未来的路会有很多险阻，你可要挺住啊！陆风看着眼前的村长，眉头微微皱起。上次这村长提醒自己注意安全的时候，就差点被变异狮王干掉，现在又在提醒他未来的路有危险。难道这老杂毛又在动什么歪心思？真尖啰嗦，快点传送吧！我这1分钟几10万上下的，别耽误我的时间。村长微微一笑，然后右手一挥，陆风化成一道光，被传送到了天空城。风哥，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传送错了呢。我们先去找职业导师学技能吧。陆风说道。他现在缺的就是技能，已有的2个技能都是单体攻击技能，他想要一个群体攻击的，就是不知道10级学习的技能是啥样的。职业大厅在东边，我们走吧。小花一蹦一跳的带头往前走了。而现在已经是傍晚6点，陆风的妹妹已经回到家里了。陆小慧来到她的房间，看到老哥还在躺着玩游戏，她也是无语了。老哥这一天是饭也没做，人也没动，竟在玩游戏了。游戏里的陆风此时正站在战士职业导师面前，这位导师是一名全身穿着盔甲的壮硕大汉。导师你好，我是来学习战士10级职业技能的。大汉打量了一眼陆风，100金学习费。陆风，多少？你小子耳朵装老驴毛了？100金听不到。导师，您不会是逗我的吧？爱学不学，不学滚蛋。陆风咬咬牙，假装微笑的说道：“能不能便宜点啊？我这里是职业导师，不是菜市场卖菜，不讲价。”而这时小花已经学习完技能，来到陆风的身边。风哥，还没好吗？小花，你学习10级职业技能花了多少金？多少金？导师就问我要了1银币啊。陆风再次看向眼前的战士导师，你这黑心导师收我100金的学习费，你是穷疯了吧？竟然敢对你的职业导师大吼大叫，还敢侮辱我！砰！陆风直接被大汉抓起来，一下扔了出去。第19章，这技能我今天就是死在这里也不会再学。陆风直接被扔了个狗吃屎的姿势。卧槽，这导师不讲武德！但是由于双方等级差距太大，陆风根本就看不到导师的等级，他也不敢真的攻击对方，就只能站在职业大厅外面无能狂怒。你这无良奸商，看你浓眉大眼的，没想到啊，你竟是这种导师！我呸！这技能我今天就是死在这里也不会再学。小花也一脸震惊的看着眼前的陆风，这都什么情况？别人学技能都好好的，怎么陆风学技能都能被导师给扔出去？小花也跟着跑了出去。风哥，你这什么情况啊？这狗逼战士导师竟然要收我100金的学习费，这哪是收费，这比抢劫都来钱快啊！啊，这傻逼导师，老子再找他就是狗！我们走。小花看着气急败坏的陆风，也一脸黑线。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NPC 导师区别对待玩家的。小花呀，你10级学的什么技能？牧师导师教了一个辅助技能全能护盾，是一个增益 buff， 可以增加自己或队友的双防、血量、抗性，我给你加一下你就知道了。说完，小花抬手给陆风上了一个全能护盾。buff 名称全能护盾，技能类型增益 buff， 技能属性物理防御和魔法防御增加 5%， 血量增加 5%， 所有属性抗性增加 5%。 技能介绍，来自花落为谁开的增益 buff， 属于牧师的传统辅助技能。陆风看到了这个技能的属性，总体来说还可以，虽然增幅不大，不过这是100%增幅，越往后期增幅越明显，还不错。我们先去找守备官，我手里有他的任务道具。两人开始寻找天空城的守备官，打听了一会，终于找到了。这 NPC 在守备兵营里，陆风和小花走了进去。你好，请问是守备官大人吗？陆风微笑地问道，他是被这些游戏 NPC 搞怕了，所以还是比较礼貌地询问了一下。守备官泰鲁斯看了一眼陆风道，我是天空城的守备官泰鲁斯，勇士有什么事吗？这个 NPC 还挺正常的，不像某些沙比 NPC。 是这样的，我在新手村的阴暗森林处发现了一封书信，就是这封。陆风说着就把书信递了过去。守备官泰鲁斯接过书信查看了一下，眉头微微一皱，感谢你，勇士。
这是我派出去探查周边魔物的队员留下的书信，里面记载了不少有用的消息。这是给予你的奖励。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完成任务，获得洞察术，获得1万点经验。咦，这任务竟然奖励了我技能，真不错呀！物品名称：洞察术。物品品级：青铜。学习等级：10级。物品类型：全职业辅助技能。技能介绍：可查看等级不高于自身5级的怪物属性，传说级以上的 BOSS 无法查看。CD 10秒。原来是全职业辅助技能，以后就可以看到怪物的属性了。陆枫心里还是挺满意的，这个 NPC 比那村长和战士导师靠谱多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守备官大人。陆枫谦虚地回了一句：既然你能阴暗森林那种地方找回书信，说明你是有一定实力的勇士。我这里还有后续任务，不知你可敢接？还真有后续任务，当然接，傻子才不接。大人，我乐意为您效劳。对于这种正常的 NPC， 陆枫还是很有礼貌的。叮！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接取天空城主线任务。任务名称：死灵巫师的阴谋。任务介绍：连环任务，当前进度2/5。任务内容：探索堕落墓地，找到阿亚拉的遗物，并带给守备官泰鲁斯。任务时间3天。任务奖励：职业装备，随即奖励经验值。看到系统的任务接取提示，陆枫内心一喜。大人，这是我的队友，不知可否一起做这个任务？守备官泰鲁斯看来一下旁边的小花，微微一笑，当然可以。随即小花也接取了相同的任务。既然你们是小队，那我就以小队的方式给予你们奖励。非常感谢泰鲁斯大人。两人离开守备兵营，开始在城中逛了起来。那个峰哥，你知道这个堕落墓地在哪吗？不知道。那这任务该怎么做啊？先去问问附近的 NPC 吧，看看有没有知道的，或者看看有没有卖天空城地图的。好，那我们2分头问，30分钟后在天空城中心碰头。行，那走起。现在的天空城基本上看不到玩家，因为现在整个华夏战区还没有100名达到10级的玩家，而且这3级主城有16座，他们的9527号新手村也就靠近4个3级主城而已。其他新手村的玩家会根据现实地域分配到不同的3级主城。反正从陆枫来到天空城后，他是一个玩家没看到。陆枫在街上一边溜达一边和一些店铺 NPC 询问堕落墓地的位置，可城里的 NPC 基本上都不搭理他，除非你买 NPC 的东西，他才会理你。切，针尖势力，打听个位置都不带理人的。这时他走到一位卖杂货的店铺面前，店铺里站着一位头发雪白的老头。小伙子，看你有些面生，肯定是外地来的吧？我这里有天空城的地图，你要不要啊？杂货店老板两眼闪着赚钱的目光。老板，你真有天空城的地图？童叟无欺，如假包换，不知多少钱一份？可10斤一份。这价格陆枫有点难以接受，哪怕是1斤他都会直接购买。可现在他身上还不到30斤，买个地图就花10斤，确实有些贵了。老板，能不能便宜点？你可知道我这地图怎么来的？这是我花重金请探险队跑遍天空城后绘制的，这其中的危险可是相当大的，卖你10斤我都觉得少了。陆枫咬咬牙，还是花了10斤买下了这份天空城地图。第20章白银级 BOSS 骷髅勇士。拿到地图后，他直接使用查看，确实是天空城附近的地图，不过有一些区域没有标注名字，只是画着一个骷髅头。老板，你这地图上怎么有一些地方画着骷髅头啊？陆枫赶忙问杂货店老板。哦，那是探险队不敢探查的区域，一般有骷髅头的地方都是危险之地，小伙子还是不要随意前往为好。陆枫数了一下，一共12处骷髅头的区域。从地图的绘画能看得出，天空城的西北方有一处墓地模样的区域，这里也标注了一个骷髅头。老板，西北方的这块墓地是堕落墓地吗？哟，没想到你小子还知道堕落墓地。不错，那里就是堕落墓地。不过我劝你没有20级，还是别去那个地方。好了，别打扰我做生意了。陆枫想了想，这杂货店老板连地图都有，那他的店里肯定还有一些其他有用的道具。可老板，不知你店里还有什么其他售卖的东西吗？杂货店老板一听他还要买东西，立即就换了副面孔。哈哈，小伙子看来还是富贵之人。来来来，我这里还有很多东西售卖，你自己看吧。陆枫开始仔细查看老板的售卖清单。不一会，他从杂货店清单里还真看到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比如天空城回城引导卷、火把、矿镐、草药铲、炼丹炉等。老板，给我来2张天空城回城引导卷，1根火把。好嘞，一共2.5斤，您收好。物品名称：天空城回城引导卷。物品类型：一次性传送道具。
物品介绍：使用后，引导5秒传送回天空城。若引导期间被攻击或主动中断引导，都会使用失败。不错，这下不用坐11路公交车回城了。陆枫又跑到卖药剂的店铺买了20瓶大型 HP 恢复药水，中型的需要2银币1瓶，这大型的竟然需要10银币1瓶。不过恢复效果确实要好一些，10秒内回复500点血量，也就是每秒回50点。这也是目前天空城最高级的回血药了。再好的药剂，那就需要药剂师这种副职业制作了。不过对于现在能攻击吸血的陆枫来说，这恢复药水也就在关键时刻用一用。正常情况他根本就没有危险。来到天空城中心，他就看到正在等他的小花。嘿，想啥呢？陆枫从小花后面突然喊道，把小花吓一跳。枫哥，你吓死我了。嘿嘿，我买到了天空城的地图，已经知道任务位置，这个回程卷给你，我们走吧。哦，枫哥真厉害，我去询问那些 NPC， 他们都不搭理我，真气人。陆枫心里想说，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会搭理你了。两人很快出了天空城，朝着西北方走去。随着两人的深入，不一会来到了一处枯萎的区域。这片区域地面都是灰黑色，地上的植物也都枯萎而死，整个区域给人一种毫无生机的感觉。应该就是这里了，给我上个 buff， 我们进去。小花抬手给陆枫上了个全能护盾，然后两人迈步走了进去。刚走几步，就看到前方出现一只骷髅怪，正朝着他们走来。洞察术，名称：骷髅士兵，等级：品级，信息：我擦，除了名字，其他属性都看不到。这什么鸡毛洞察术？难道这骷髅怪是16级以上的怪？不管了，上去试试就知道了。陆枫一个野蛮冲锋，负278，负12165，加622。被撞晕的骷髅士兵突然掉了 80% 的血量，竟然没被陆枫秒杀。我擦，这野怪竟然这么多的血量！陆枫有些小看这只野怪了，难怪杂货店老板说没有20级别来这个区域，原来这里的怪等级这么高。刷，负188，负12165，加618。趁着骷髅眩晕，陆枫又砍了一刀，直接秒掉了他。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骷髅士兵，获得297点经验。陆枫被这经验值弄一愣，两人组队的情况都能分297点经验，有点多呀。不过这怪物的血量确实够厚，应该有15000点血量。小花，你注意点怪物，别被攻击到了。这里的怪物等级特别高，应该有20级左右，你小心点。好的，我知道了。随后陆枫和小花两人就在这处墓地到处找怪打，同时也在寻找任务道具艾亚拉的遗物。不过这处墓地区域并不是很大，怪物分布也不多，很快就被陆枫给杀完了。墓地中不仅有骷髅士兵，还有骷髅弓箭手和骷髅护卫。这些骷髅的攻击力还挺高，打在100多防御的陆枫身上都能打掉90的伤害。不过哥有吸血，一点都不担心。枫哥，你看那块墓地边上有点反光。小花指着陆枫左边的一块墓地说道。陆枫走了上去，看到这处反光的物体是一把匕首，而匕首已经被土埋了一截进去。他立即把地面的土翻开，里面露出一个背包和一把完整的匕首。叮！您拾取了阿亚拉的遗物，原来这就是任务道具啊！幸好小花心血，不然根本就发现不了这个东西。叮！由于冲锋小战士拾取了阿亚拉的遗物，引来了白银级 BOSS 骷髅勇士的追杀。此时堕落墓地中心处，从坟地里爬出一只巨大的骷髅怪。骷髅怪全身穿着盔甲，手拿巨斧，身高有4米多。小花刷 BOSS 了，注意奶好我。现在的小花换上10级装备后，一口缓慢愈合比以前可强多了。野蛮冲锋，负112，负12214，加616。乖乖，这 BOSS 的物理防御真高。刷，负75，负12214，加614。连击斩，负45，负12214，加613。负46，负12214，加613。刷，负74，负12214，加614。陆枫冲上来就一套不解释连招，直接打掉了 BOSS 6万多的血量。BOSS 还在眩晕状态，就发现自己的血量掉了 21%。醒来后的 BOSS 一斧头劈在了陆枫的身上，负362。卧槽，这 BOSS 攻击有些猛啊！一斧头砍了他1/3的血量，随即双方对砍了起来。陆枫的每一刀都能砍他 3% 左右的血量，而 BOSS 的对他的伤害都被他吸血吸了上来。很快 BOSS 的血量来到了 70%， 这时骷髅勇士眼中的鬼火一亮，直接拿着巨斧旋转了起来。第21章，
陆枫的发小，直接拿着巨斧旋转了起来。-253，-251，-255，加614，-252，-248，-249，加112，加614。这就是陆枫3秒内他的血量变化。卧槽，这 BOSS 的技能竟然是持续3秒的范围性技能旋风斩，而且还是每 0.5 秒造成1次伤害。幸好各会吸血，不然就算有小花在都救不回来。双方战斗了几十秒，这只白银 BOSS 就死在了陆枫的手中。切，看起来挺厉害，其实也就这样。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白银级 BOSS 骷髅勇士，获得75000点经验。这时陆枫的经验值已经来到10级 70%， 过不了多久就能升11级了。叮！您拾取了白银级白银勇士腿甲。叮！您拾取了白银级帝国突击长弓。叮！您拾取了青铜级骷髅头盔。叮！您拾取了20金50银币，均分获得10金25银币。看到 BOSS 的掉落还是不错的，不过都是物理职业的装备，没有法系装备。物品名称：白银勇士腿甲，佩戴等级20级，装备品级白银级，物理防御加60，魔法防御加20，力量加20，体质加20，伤害减免正 3%。介绍：帝国精英战士的制式腿甲，物品名称：帝国突击长弓，佩戴等级20级，装备品级白银级，物理攻击加150，力量加20，体质加20，敏捷加20，暴击正 5%。介绍：帝国精英弓箭手的制式武器，物品名称：骷髅头盔，佩戴等级20级，装备品级青铜级，物理防御加45，魔法防御加12，体质加15。介绍：使用骷髅勇士的头骨制作的头盔。小花，这次你运气不好，没掉法系装备。这3件装备全是物理系的，而且还都是20级的装备，现在他们根本穿不上，只能等20级再说，或者等玩家等级上来后卖掉。嘻嘻，我可是分到了75000点经验和10金25银呢，装备什么的无所谓，反正我是牧师。那我们回去交任务吧。两人直接捏碎回城券，懒得再跑回去。回到城里后，小花摸了摸肚子说道：峰哥，我有些饿了，要不我们先下线吃点东西吧。小花如此一说，陆枫才想到他已经快1天没吃饭了，也就早上吃了个早餐，他的午餐和晚餐都没吃呢。看来一下时间已经19点10分了。卧槽，这都已经晚上了呀！这下完了。那我们下线吃饭，晚点天空城西门门口汇合。小妹肯定已经放学回来了，自己还没做晚饭呢，这下肯定会被小妹吐槽。哎，随即他立即下线，悄悄地来到小妹的房门前。嗨嗨，小慧，你饿了吗？老哥你可真厉害，玩了1天游戏，你都不饿的吗？小妹打开房门，气呼呼地说道。是老哥不对，今天晚上我们出去吃火锅，就当老哥赔罪了。小妹一脸狐疑地看着他，这可不像你平时的作风啊。我可是记得没有什么重大节日，你是不会请我出去吃饭的。自己老哥可是出了名的会省，吃顿火锅而已，有什么？今天你放开了点，哥不会拦着你。这可是你说的哦。那我可点2份毛肚了，嘿嘿。没问题，你就是点2份锅底，我都不会皱下眉头。其实陆枫省吃俭用的习惯也是没办法才这样的。家里父母走得早，又没有留下什么家底，他又要照顾妹妹，所以只能省着点生活。不过现在不一样了，自己有钱了，可以不用那么精打细算了。哦耶，老哥，我们走。兄妹俩很快来到了附近的一家老火锅店。此时店外已经排着长长队伍，都是等着吃火锅的人。这家火锅店生意每天都很火爆，主打的就是火锅口味。小慧取了号，准备排队等位。小妹你先坐这里，我进去找下火锅店老板。哦，知道了。这家火锅店老板和陆枫是哥们关系，两人从小玩到大。走进火锅店后，陆枫直接奔着厨房走去。路过遇到的厨师纷纷和他打招呼：枫哥你来了，有段时间没见了。亮子，阿明在后面不？陆枫给这名叫亮子的厨师递了一根烟。在后面忙呢。陆枫点点头，直接进了后厨。看到正在切肉的阿明，他伸手拍了一下阿明。别闹，这么多客人呢，赶紧干活。阿明头都没回的说道，他还以为是店里的厨师。阿明对待自家的店员跟对待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开玩笑。陈总啊，几天不见，混上去了啊。陆枫的声音传到陈明的耳中，他立即回头一看，我擦，阿峰你来的正好，赶快帮我切点牛肉，我都忙不过来了。陈明和陆枫是发小，
两人基本上无话不说，他也从没拿陆枫当外人。我是来照顾你生意的，你竟然让我给你切牛肉，太鸡儿不是人了。陆枫笑骂着说道。啊，你真爱吃火锅的？几个人？我和我小妹，不行吗？你来的不是时候啊，现在外面没座了，要不你到楼上我的卧室里，就在那里开一桌吃行不？行，在哪吃都可以。随后陆枫带着小妹直接上了2楼，来到陈明的卧室。亮子直接提了一个小煤气罐和炉灶上来。峰哥，这是菜单，要吃什么你就直接点，酒水饮料你也知道在哪，自己拿，我先下去忙了。亮子谢了。亮子冲兄妹俩笑了笑，就下去干活了。老哥你真厉害，竟然能让老板给你开小灶。虽然哥的朋友不多，但还是有几个铁哥们的。你个小馋嘴，快点点菜吧。嘿嘿，那我可点特辣了。小妹的口味比较重，她的口味属于正常，吃特辣也行，就是多喝点饮料罢了。很快火锅和菜品都被送了上来，两人开炫。爽！好久没吃火锅了，这味道真带劲。小慧一边吃一边嘴中说这爽。两人吃到一半时，陈明拿了几瓶啤酒上来，随手开了2瓶，递了1瓶给陆枫。阿峰，你有段时间没来了，哥们今天陪你喝一个。陆枫接过啤酒，也没多说，互相碰了一下，然后就一口痛饮。啊！第22章守备官的考验。小慧，你想吃什么就随意点，这顿你明哥请了。陈明知道陆枫家里的情况，所以能照顾他还是会照顾的。不过陆枫知道陈明的性子，陆枫来他店里吃火锅，他肯定不会收陆枫钱的，所以他很少带小妹来这里吃火锅。明哥大气，你家火锅可真有味道，我的同学都说这里是市里最好吃的火锅店。小慧一边吃着毛肚，一边还吹嘘着这里的火锅。陈明听到陆小慧的话，心里那是一个美啊。一般一般吧。哈哈，还是小慧会说话。陆枫又喝了一口啤酒说道。阿明，上次你不是也买了神域的游戏头盔吗？玩的怎么样了？哦，你说这事啊，哎，这神域比以往的网游要难多了，爆率又那么低，我昨天玩了一夜还没升到7级。确实爆率很低，不过这游戏确实很好玩。对了，你的职业天赋是什么呀？我选的法师，职业天赋是 B 级天赋法术精通，也就是升级额外增加法术攻击力，不过增加不多，1级加10点。陆枫想确定下其他人的天赋是不是也和他差不多，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那还可以，等级高了加的就多了。等你10级记得来天空城，我就在天空城。陈明，你不会已经10级了吧？啊，有什么问题？我擦，现在整个华夏战区才100多个10级玩家，你竟然已经10级了。嘿嘿，哥玩游戏的能力还是很强的。那我到10级后去找你，你可一定要带我飞啊。行，带你飞。飞入垃圾堆。很快3人吵吵闹闹就吃完这顿火锅。临走时，陆枫偷偷扔给收银小姐姐2000元，算是这顿火锅的钱。陈明后来发现了陆枫给的钱，嘴里嘟囔道自己又没多少钱，还给我这装犊子。唉。回到家后嘱咐了一下小妹，陆枫再次登录了神域。这时已经是晚上8点45了，看来明天要定好闹钟，给小妹做下晚饭。随后他来到天空城西门门口，小花这时已经站在门口等他半天了。嘿，我来了。小花。小花看到陆枫立即变得很开心。枫哥终于来了，告诉你一个消息哦。什么消息？刚才小桥流水完成了15级的副本前置任务，现在大家都能去刷这个副本了。副本在碧落城南边不远处，已经有很多10级玩家赶去了。副本？这个副本是1-5人本，超过5人就进不去了。原来如此，那我们先把任务交了，再去副本看看。好。随即两人来到守备官泰鲁斯这里。大人，我们已经完成您的任务了。陆枫拿出艾亚拉的遗物交给他。泰鲁斯接过任务道具，查看了一番后，很好，你们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完成速度还这么快，真让我没想到。这是你们的奖励。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完成任务，获得守备军精致腿甲，荣誉300点，2万点经验，还给了件白银级的护腿，不错呀。两位勇士，不过我从阿亚拉的遗物里发现了一些不好的信息。大人，有什么需要我们的，请尽管说。哈哈，我就欣赏你这样的勇士。阿亚拉在临死前把他发现的信息记录了下来，他发现了死灵巫师正在收集死亡能量，而我需要你们前往卢德亚大坟墓深处破坏死灵巫师的阵法，不过这处阵法有强大的怪物守护，你们要小心一些。叮！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接取天空城的主线任务，任务名称死灵巫师的阴谋。任务介绍连环任务，当前进度3%。任务内容：
破坏卢德亚大坟墓深处的邪恶阵法。任务时间3天。任务奖励职业装备，随即奖励经验值。大人，你就等我们好消息吧。两人接到任务后，直接来到了天空城的传送点。小花，你刚才任务得到了什么奖励？一件10级的青铜法系鞋子，还有荣誉、经验。哦，还不错。陆枫有点想不明白，两人做同样的任务，怎么奖励的东西不一样？他就获得了一个白银级装备。物品名称：手背军精制腿甲，佩戴等级10级，装备品级白银级，物理攻击加20，魔法防御加10，力量加10，体质加10，伤害减免正2%。介绍：主城守备军的精致腿甲。想不明白就不去想，这件白银腿甲刚好穿上。峰哥，我们现在是做任务还是去打副本？任务还有3天时间，先去看看副本吧。两人立即传送去了碧落城。小花，你先等我一下，我把之前打了2件不用的装备挂下拍卖。随即陆枫把青铜级藤条猎弓和黄金级绿鹰毒刺上架了拍卖行。藤条猎弓底价5金，竞价3小时；绿鹰毒刺底价30金，竞价3小时。然后两人一起往城南方向赶去。不过这碧落城此时有不少玩家了，看来第一梯队的玩家也慢慢抵达了10级，而且此城又有副本出现，肯定会汇聚大量的玩家。很快两人看到前方的一处山谷门口站着很多玩家，应该是那边，我们走。2分钟后，两人来到副本门口。此时这处副本门口站了几百个人，有在找队伍的，有在找队员的。副本门前有进进出出的队伍，有的队伍玩家脸带喜色，有的一脸黑。副本4等1，来个牧师就开。强力法爷带队，来牧师和召唤，不要战士。弓手大腿带队，3等2，来召唤和刺客，战士玩家请单刷。陆枫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好像这些队伍都不太待见战士啊。他走到一位男法师旁边问道：朋友，怎么这些队伍都不要战士啊？男法师看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你自己不就是战士吗？难道不清楚战士的尴尬？陆枫被男法师说的一愣。对啊，我是战士没错，但我没感觉战士哪里尴尬啊。这时旁边一名女刺客说道：看你也是战士，能在这个时间练到10级，说明也是高手了。你自己应该知道战士在现阶段的处境。陆枫双手一摆，表示并不知道。他明显是在装蒜，你还和他说这么多干嘛？男法师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不过女刺客依然说道：那你可能确实要比正常的战士厉害一点。战士作为前排抗怪职业，在现阶段是既扛不住 BOSS， 输出又低的可怜，而且对队伍一点帮助都没，完全就是累赘，明白了吧？陆枫第23章刷新副本记录。陆枫满脸不服地说道：谁说战士现阶段不行的？操！反正陆枫就没觉得战士弱，反而强的一批。哎，你不信就去打下副本的 BOSS 就清楚了，绝对让你感受什么是绝望。女刺客也不与陆枫争辩。切，还 BOSS 让我感受绝望，我不让 BOSS 感受绝望就不错了。小花，我们走。小花噗呲一笑，随后两人走入副本。女刺客表情微微一愣，这家伙2个人就去打副本了？他不知道这副本里有15级白银 BOSS 吗？男法师轻蔑地说道：他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等他们俩死回城就不装了。女刺客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走入副本的陆枫突然听到系统提示：叮！冲锋小战士，小队进入毒蛇山谷副本，请选择难度。普通模式，最高掉落10级青铜级装备；困难模式，最高掉落10级白银级装备；噩梦模式，最高掉落10级白银级装备；地狱模式，最高掉落10级黄金级装备。目前可选择普通模式，通过该模式解锁下一难度。每种模式每周可进入3次。陆枫选择了普通模式，他是很想直接地狱模式，但系统不让。哎，耽误个时间，还要从最低难度刷起。两人进入了副本内，这里是一处巨大的山谷，四周没有任何遮掩物和掩体，就是一个庞大的圆形山谷，在其中有很多毒蛇。小花上 buff， 我去也。在陆枫冲锋的时候，小花给他套了一个 buff， 刷刷刷，负212，负12215，加621。陆枫直接一刀一个，这些毒蛇等级都在12到14级。虽然毒蛇数量多，但他们根本就破不了陆枫的防御，而且陆枫还会攻击吸血，打这些毒蛇完全没压力。毒蛇的经验一般，杀一只给100点经验左右。几分钟后，200只毒蛇被他杀光，可惜一件装备没掉。叮！副本 BOSS 将在5秒后出现，请注意。刷！一头巨大的青色蟒蛇从山谷石壁上爬了下来。
对着陆枫和小花张开巨口吐着信子。洞察术，名称碧玉蛇王，等级10，品级青铜级 BOSS， 攻击150，物理防御80，魔法防御40，血量5万，蓝量3000，技能毒液喷射。介绍：毒蛇山谷内的普通蛇王具有一定攻击性，小心它的毒。看完 BOSS 属性后，陆枫直接吐槽一句：垃圾，看秒。说完他就直接冲了上去，2秒没到 BOSS 就被他给砍死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碧玉蛇王，获得1万点经验。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通关普通模式的毒蛇山谷副本，用时6分52秒，成功解锁困难模式，当前模式通关用时排名第3。我擦，哥刷的这么快，才排第3，看来游戏内的大佬还是多啊。不过他进来观察了一会副本内的情况，打怪也没用最效率的方式杀，所以才用了6分52秒。若要用最快的速度，他可以控制在5分30秒以内。还是看掉了什么吧。叮！您拾取了青铜级青蟒法鞋。叮！您拾取了青铜级青蟒皮裤。叮！您拾取了3金20银币，均分获得1金60银币。小花这个法鞋给你，谢谢峰哥。另一件也是10级的青铜裤子，没必要看属性了，等回城后直接上架拍卖。不过这时的官方论坛又炸开锅，这是陆枫刚才上架的黄金级绿鹰毒刺引起来的。现在拍卖会可以看到一些青铜装备，但白银级的还是一件没有，黄金级就更不可能了。现在整个华夏战区的刺客都在盯着这把毒刺，最后能花落谁家。10级的黄金武器还自带毒伤，非常适合刺客的武器。陆枫和小花两人退出副本后，又再次进入了困难模式。困难模式内的场地和小怪和普通模式一模一样，就是最后出来的 BOSS 变成了10级的白银级蛇王。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花纹蛇王，获得2万点经验。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通关困难模式的毒蛇山谷副本，用时5分41秒，成功解锁噩梦模式，当前模式通关用时排名第1。叮！您拾取了白银级蛇王法杖。叮！您拾取了青铜级蟒纹护手。叮！您拾取了5金60银币，均分获得2金80银币。在不耽误时间的情况下，困难模式竟然只用了5分41秒就通关了，而且排名第1。小花，给你换个白银法杖。小花开心的都跳了起来，这下她的恢复能力更强了。那就继续。两人又进入了噩梦模式的毒蛇山谷副本，不过这时山谷内的毒蛇全部变成了精英怪，等级依然不变。这些精英毒蛇有2万左右的血量，陆枫需要2刀才能砍死一只，如此大大降低了他通关的速度。不过这些精英毒蛇给他的经验非常多，一只分了他350的经验，200只就是7万的经验，再加上 BOSS 的经验，刷一趟就是11万左右。精英毒蛇还没刷完，他就已经升级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11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终于升到11级了，不容易啊！继续杀。又过了3分钟，所有精英毒蛇都被他清理完了。叮！副本 BOSS 将在5秒后出现，请注意，这次出来的是一只15级的白银级蛇王，可惜10秒没到就被陆枫给击杀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白玉蛇王，获得4万点经验。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通关噩梦模式的毒蛇山谷副本，用时11分55秒，成功解锁地狱模式，当前模式通关用时排名第1。叮！您拾取了白银级蛇王胸甲。叮！您拾取了白银级蛇王腰带。叮！您拾取了8金20银币，均分获得4金10银币。这把不错，竟然掉落2件10级的白银装备，而且都是自己用的，直接带上。这时站在副本外面的玩家都愣住了，因为副本门口的通关排名石碑再次被刷新了。这次刷新的竟然是噩梦难度的副本。第24章，看到没？这就是你们看不起的战士。陆枫和小花又再次进入了地狱模式。时间是宝贵的，陆枫不想耽误时间。这地狱模式的小怪和噩梦模式的一样，那就继续刷。很快200只精英毒蛇被陆枫清完， BOSS 紧跟着窜了出来。这是一只双头眼睛王蛇，而且个头比之前的几只蛇王都要大上1倍。洞察术，名称变异眼睛蛇王，等级15，品级变异黄金级 BOSS， 物理攻击600，魔法攻击300，血量35万，蓝量1万，物理防御200，魔方防御150，
技能：邪目石化，毒物沼泽，石化皮肤，被动技能。介绍：一只来自远古的眼镜蛇王，由于发生变异存活至今，极度危险的怪物。卧槽，这属性有些逆天了。这是陆枫到目前为止遇到最强大的 BOSS， 比那虚弱的千年姜王都要强很多。小花注意奶好我上了。野蛮冲锋，负158，负12818，加649，刷，负106，负12818，加646，连击斩，负62，负12818，加644，负61，负12818，加644，刷，负104，负12818，加646，瞬间5次攻击命中 BOSS， 直接把 BOSS 打了 18% 的血量。变异眼镜蛇王疼得一尾巴抽了陆枫462的血，妈的，可真疼啊！他现在的血量只有1300多，只要不被 BOSS 控制，他就没有多少危险。这 BOSS 一看就不会多段攻击，不过他的邪目石化这个技能应该属于控制技能，还是需要注意的。陆枫和 BOSS 的大战非常激烈，把山谷的地面都打出了很多大坑。叮！您收到花落为谁开的缓慢愈合，效果持续10秒，加138。看着陆枫被 BOSS 一尾巴抽飞，小花及时给他套了一个缓慢愈合。陆枫握紧弯刀，再次冲了上去，又是一轮输出 ，BOSS 的血量直接跌到了 50%。然后变异眼镜蛇王一声嘶鸣，从左边的脑袋上突然射出2道白色激光，直接命中了陆枫。叮！您受到变异眼镜蛇王邪目石化技能效果，身体进入石化，效果持续5秒。不好，莫躲掉，这 BOSS 是老六，放技能1点前摇动作都没。那激光的速度是人能躲掉的。操！啪啪啪！负456，加138，负466，加138，负453，加138。幸好有小花的缓慢愈合，不然真被 BOSS 杀了。刷！连击斩！陆枫直接用出卡刀连招，血量从见底瞬间回满。小花 ，BOSS 下次放完这个石化技能，你记得第一时间给我上缓慢愈合。好的。双方又继续对战起来 ，BOSS 的血量很快来到 30%。变异眼镜蛇王右边舌头眼睛红光一闪，他的身体从花色瞬间变成了冷灰色。刷！负12，负12818，加641。我去，这应该是 BOSS 的被动技能石化皮肤。原来在他血量到 30% 的时候会触发这个被动技能，防御应该增加了 50%， 也就是300的物防。10级的玩家超过300点攻击的人那是屈指可数，若是遇到这个防御的 BOSS 根本就不破防。真要是那些玩家遇到这个 BOSS， 确实挺让人绝望的。不过这 BOSS 遇到了陆枫，那就只有被欺负的份了。我让你石化皮肤，我让你石化个！陆枫越砍越带劲，很快就把 BOSS 砍到了 16% 的血量，然后就看到他往后一跳，突然对着 BOSS 一个野蛮冲撞，直接把 BOSS 给撞晕了，随后一套不解释5连斩。BOSS 还没醒来就直接嘎了，嘿嘿。这下你放不出邪目石化了吧？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变异眼镜蛇王，获得7万点经验。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通关地狱模式的毒蛇山谷副本，用时12分48秒，当前模式通关用时排名第1。叮！您拾取了黄金级眼镜王蛇战剑。叮！您拾取了黄金级王蛇战靴。叮！您拾取了18金30银币，均分获得9金15银币。我去，2件黄金级装备，运气爆炸了！看来这个副本里的 BOSS 每次最多只会出2件装备，和野外的 BOSS 不太一样。看看属性，物品名称：眼睛王蛇战剑，佩戴等级10级，装备品级黄金级，物理攻击加50，力量加15，敏捷加15，体质加15，智力加15，精神加15，暴击正 5%。闪避正 3%。介绍：远古眼镜王蛇的眼睛制作而成的戒指，深受物理系职业的喜爱。物品名称：王蛇战靴，佩戴等级10级，装备品级黄金级，物理防御加40，魔法防御加20，力量加15，敏捷加15，体质加15，闪避正 3%，移动速度加2。介绍：远古眼镜王蛇的皮革制作而成的战靴，提升一定的移动速度。陆枫心里暗暗窃喜，2件都是自己用的，可以直接换上了。现在他身上的黄金级装备有3件了。
那就继续刷，这里不仅经验高，而且还能刷到适合的装备，非常好的副本啊。陆枫和小花走出副本后，就看到外面的玩家已经开始大呼小叫起来。我去，你看啊，这个冲锋小战士和花落为谁开已经通关了地狱模式的毒蛇山谷副本，太猛了吧。是啊，这两人是第一个通关地狱难度的人，而且他们只是2人队而已。早就听说冲锋小战士猛，没想到这么猛。你们看看他的通关时间才用了10分48秒，这是现阶段能打出的通关时间吗？我怀疑这个冲锋小战士开挂，你傻逼吧，这游戏是意识进入的，哪来的挂？而且游戏全由大数据主脑操控，不可能出现外挂的情况。陆枫看到人群中正站着刚才的女刺客和男法师，他几步走到2人跟前，嘚瑟地说道：哟呵，刚才谁说战士现阶段不行的？打脸了吧？哈哈，女刺客也是一脸尴尬，不知道说什么。男法师直接对了过去：冲锋小战士是大神，你算个鸡毛，你在这叫？我擦，你小子找不自在是吧？陆枫直接就准备干这掉毛法师。女刺客这时站了出来劝道：大家都是神域的高端玩家，别因为1-2句拌嘴闹矛盾。男法师一脸不屑：哼，我是看他面子，不和你计较。然后小花突然跑到男法师面前，用法杖敲了他一下。叮！您受到花落为谁开的恶意攻击，正当防卫，持续60秒。被敲的男法师立即发怒道：你们俩别太过分。但他立即反应了过来，花落为谁开？这个名字好熟悉啊！卧槽，他俩是。第25章，怒刷一波装备。男法脸色瞬间变得尴尬起来。嘿嘿，那个，原来是冲锋哥和花落姐，是小弟刚才唐突了，我再给2位赔个不是。您2位大人有大量，就别放心上了。男法师的态度立即180度的大转弯，直接把旁边的女刺客和路人整不会了。几秒后，旁边的一些人立即大叫起来：卧槽，这2人是冲锋小战士和花落为谁开？大神求带啊！身边众人立即围了上来，纷纷献上了自己的膝盖。陆枫看到男法师态度转变，也懒得和他计较，带着小花继续刷副本。每个副本的各个难度，1周可以刷3次，4个难度也就是可以刷12次。他们俩已经刷了1轮，现在还可以刷2轮。普通模式通关1次就是3万的经验，困难的4万经验，噩梦的11万经验，地狱经验最高是13万经验。刷1轮就是31万经验。而现在他的11级升12级需要45万经验，1轮半就能再次升级，真是快啊！并且1轮下来最少能出8件10到15级的装备，可以把身上的一些5级装备都换一换了。小花，我们今天就把所有难度次数都刷完，这样我们既可以快速升级，又可以更新1次身上的装备，怎么样？都听峰哥的。随后2人花了2个多小时，把毒蛇山谷副本的各个难度副本次数全部刷完。陆枫离升13级只剩下12%的经验，也就是7万多经验。小花也升到了12级，不过经验只到了65%。2人在后面的2轮副本中刷出了20件装备，其中 BOSS 掉落16件，精英小怪掉落4件。20件装备中有4件黄金级装备，2件是法系的衣服和护腕，另外2件是战士的武器和项链。剩下的16件有8件白银，8件青铜。换完装备后，陆枫把不用的5到10级装备全部上架拍卖行，开启了竞拍模式。这时陆枫再次查看起自己的属性页面，属性完全不一样了。姓名：冲锋小战士，等级12528012600000，职业：战士，力量165，敏捷112，体质195，智力95，精神96，血量1950，蓝量960，攻击600，物理防御238，魔法防御116，攻击速度1.4秒1刀，移动速度5.1，暴击率17.1%，闪避率10.1%。其他属性：伤害减免正10%，无视护甲正10%，攻击加成正5%，攻击吸血正10%，幸运+2，经验加成正10%。职业天赋：切割加15226。职业技能：连击斩、野蛮冲锋、洞察术。自由属性点25。装备：明红刀，黄金级10级；眼镜王蛇吊坠，黄金级10级；金丝手镯，白银级10级；紫玉手镯，黄金级10级；蛇王战戒，白银级10级；眼镜王蛇战戒，黄金级10级；银玉护手，白银级10级；银丝皮帽，白银级10级；蛇王胸甲，白银级10级；
白银勇士腿甲，白银级10级；蛇王腰带，白银级10级；王蛇战靴，黄金级10级；背包，勇士勋章，天空城地图，中型 HP 恢复药水 X15，食人花叶子 X2314，蛇皮 X852， 64金22银币。同类材料可堆叠999战一个背包，背包容量45格。看着各项属性大涨的页面，陆枫满意的笑了笑。其实提升最大的是小花，她原本装备都没带齐，现在已经全身白银装和青铜装，还有2件黄金装备。这妹子升级全家的智力，所以她现在有160点智力，法术攻击直接达到了520点。现在她的缓慢愈合每秒跳270点血，属于现阶段真正的大奶。而且她的血量也有1200多点，属于又肉又奶的存在。拍卖行陆枫一共上架了14件装备，其中包括自己换下来的。看时间已经晚上12点35分了，这趟副本之行可以算是满载而归。小花，我们回天空城吧，回去后整理一下，我就要睡觉了。我也一样，那就一起睡，嘿嘿。两人出了副本，直接跑回碧落城，然后传送回了天空城。这时毒蛇山谷副本4种难度第1名的通关记录都是他们2人的，简直逆天。附近的玩家都开始吐槽道，普通级难度你用时5分08秒我可以理解，但这困难级难度也用了5分钟12秒，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有没有一种可能，大神冲锋小战士打这里的怪都是秒，所以2种难度用时才一样的？你说的这种情况还真的可能存在。兄弟，你怕是脑子没问题吧？你看那普通难度第2名可是风云公会的主力队伍，5个人都用了5分钟32秒，这已经是目前普通难度副本的极限通关时间了。他们的全程攻略视频已经发在论坛了，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看。他说的这个视频已经被官方论坛顶到第1名的位置了，标题为毒蛇山谷副本竞速攻略视频普通难度。视频里的5位风云公会的高手，不管从职业搭配还是个人操作，队伍配合都没有一丝的失误。看这种视频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可他们依然只排到了第2名，与第1名差了24秒。别看这24秒，这是很难跨过去的鸿沟。而且陆枫和小花的等级排名分别来到了第3和第4，小花也是首位登上华夏战区等级排行榜的牧师，这让那些玩牧师的人内心得到振奋。谁说牧师就上不了等级排行榜？谁说牧师练级嘛？不服可以看看等级排行榜第4的花落为谁开，大神真乃我牧师职业的代表啊！膜拜吧。毒蛇山谷副本门口的玩家依然在讨论着陆枫2人的通关记录，而2人这时已经抵达天空城，并整理好的状态下线了。2人也约好早上8点上线，继续做任务。第26章称号系统。下线后，陆枫起床看看小妹已经睡着，便又回房睡觉了。他这次定了2个闹钟时间，一个是早上7点起床时间，一个是傍晚5点做饭时间。一夜时间很快过去，被闹钟吵醒的陆枫还是老样子，简单洗漱一下，去外面吃了一顿早餐。不过这次他加了2个鸡蛋，现在哥有钱了，放开了吃。又到菜市场买了一些菜，而且还是买的那种处理好的精品菜，以前他是不会买这种品类的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处理过的精品菜价格要比其他的菜贵不少，但现在他不在乎这点钱了，就是买。回家后已经7点50了，他把菜放冰箱，就再次登录神域。叮，欢迎再次来到神域世界，祝您游戏愉快。陆枫刚进入游戏就看到旁边站着的小花。咦，你是在这里等我上线呢？嘻嘻，我也刚上没多久，看你不在线，就站着等你上线喽。哦，原来如此，那我们去做任务吧。Go go go！ 2人赶路的时候，陆枫发现昨天寄售拍卖行的装备都卖掉了，包括一开始上架的黄金武器绿鹰毒刺。由于第一梯队玩家大部分都10级了，所以现在的5级青铜装备已经卖不到多少钱了。一件5级的青铜防具也就2金多点，武器和首饰还能卖到5金以上。不过10级的青铜装备依然可以卖到10金以上，10级的白银装备基本上都是50金起步，而10级的黄金装备无法估价，因为没人卖。绿鹰毒刺卖了242金，其他15件装备共卖了322金，扣除 5% 的拍卖行手续费，还剩 535.8 金，再加上包里的64金，陆枫现在一共有600金，看来又可以卖一波金币了。哈哈，他心里突然美滋滋起来。枫哥，你咋突然笑起来了？小花看着赶路的陆枫，莫名其妙的傻笑，也不知道啥情况。我想到一些开心的事，我还以为你在想女朋友呢。陆枫这时脸色一红，自己一直都是单身狗，被小花说想女朋友，他也有些尴尬。嘿嘿，那啥，你知道那副本通关时间第1名有什么好处吗？我看论坛上好多人在
再说这个事。陆枫随便找个理由把尴尬的话题转移一下。小花嘴角一笑，知道陆枫在转移话题。枫哥，这个副本通关时间第一是可以获得奖励的。哦，那我们拿到了第一，怎么没有获得奖励？因为奖励结算时间没到啊，每周的周末24点进行统一结算副本排名奖励。而毒蛇山谷副本普通模式第一名奖励100点荣誉，困难模式第一名奖励200点荣誉，噩梦模式第一名奖励毒蛇猎杀者称号和300点奖励，地狱模式第一名奖励毒蛇征服者称号和500点荣誉奖励，其他名次没有奖励。原来如此，今天是5月3号，刚好是周日，要等夜里12点以后才能获得奖励。小花又继续说道，若是今天有人超过我们的通关记录，那就没有奖励喽。超了就超了，多大点事啊。你知道这个称号是什么东西吗？听内测过的玩家说，称号是可以增加属性的，有些称号是唯一的，有些称号是临时的，比如这毒蛇山谷副本的称号就是临时的，若下一周有人超过我们的通关记录，那称号就会被对方拿去。扫嘎，希望这周是我们的。峰哥，你看那边，我们已经到卢德亚大坟墓了。陆枫这时才发现前面有一个巨大的坟墓入口，两人小心翼翼地进入坟墓里，里面的环境非常幽暗，大坟墓的区域非常大，和一个足球场差不多大，有8根石柱支撑着大坟墓，石柱的上方有火把照亮附近区域，但一些边角区域火把就没法照到，显得格外阴暗。而这大坟墓里有不少骷髅怪，包含了骷髅战士、骷髅弓箭手、骷髅卫士，粗略一看也有300只左右。峰哥，我们怎么打？直接打呗，还是老战术，我上了。陆枫毫不犹豫，一个野蛮冲锋顶了上去。负677，负15226，加1590，一下竟然没打死，看来这里的骷髅也是20级左右的怪。刷，负466，负15226，加1569，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骷髅战士获得360点经验，经验值比那10级的精英毒蛇要高几10点，还不错。附近的10几只骷髅怪纷纷围了上来，远处的骷髅弓箭手也开始攻击他。负6，负5，负9，这些骷髅怪打在陆枫身上根本就不破防，都是个位数伤害。看来普通野怪很难打得动他了，哪怕是这种接近20级的怪也不行。两人花了20多分钟就把这里的所有骷髅都清理完了，一共300只，不多不少。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13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这里升级还是蛮快的，但是他们俩在坟墓里转悠半天也没看到守备官泰鲁斯说的邪恶阵法。小花，我们不会是找错地方了吧？按任务和地图指示应该是这里，我们再仔细找找吧。好吧，两人在这大坟墓里开始仔细寻找起来。就在这时，小花看到西北角有一个往下的楼道。峰哥，快来，这里有个楼道，还能往下走。来了。这个楼道位置不仅隐蔽还很黑，不注意根本就看不到。刷！陆枫直接拿出火把，幸好他有先见之明，在杂货店买了一个，不然这黑不溜秋的摔个狗吃屎就尴尬了。我们下去。他拿着火把走在前面，小花紧紧跟在后面。这里的环境太过阴森，非常有鬼片的那种感觉。往下走了10几秒，又看到一处足球场大小的坟墓，这一层和上面的构造格局完全一样，不过这里的骷髅怪多了一种骷髅法师。陆枫直接冲了上去。负132，骷髅法师一发火球打了他100出头的血，还算可以。不过他有1950的血，又会吸血，完全可以无视。这骷髅法师虽然攻击不错，但施法速度太慢，6秒才会发射一颗火球。20多分钟后，这一层的所有骷髅再次被清理完，也是300只。峰哥，这层好像也没有那邪恶阵法，我们可能还得往下一层走。那就走着，就当打怪练级了。两人直接往西北角走去。就在两人准备下楼道的时候，突然从左边的角落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两位勇士，千万别下去，里面有大恐怖。第27章。就这大恐怖突然冒出的声音把两人吓一跳。在这种环境下，谁知道对方是人是鬼？陆枫拿起火把往左边移去，看到角落里坐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而这个家伙的信息却是一串问号，连洞察术都无法侦测他的属性。名称：神秘人，等级、品级、其他信息。陆枫一脸无语，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你是人是鬼？在这里做什么？陆枫壮壮胆问道。我当然是人。小伙子一点礼貌没有。要不是看不到对方的信息，陆枫真想一个野蛮冲锋顶上去。嘿，那个大爷，你一个人坐这里干什么？哎，
我本是行将就木之人，在这大坟墓里等死，哪知道5天前有一个死灵法师来到大坟墓里，布置了一个巨灵邪阵，还留下了一头恐怖的怪物看守，我只能被迫从3层来到2层待着了。陆枫听完此人的话，有些不太相信，正常人哪怕要死也不会跑这鬼地方啊。那没办法了，我来这里就是破坏这个阵法的。下面那头怪物是大恐怖，你们确定要下去？怪物而已，怕毛线，哥可是超勇的。哎，既然你们不听我的忠告，我也不多说了。若是你们能击败那头怪物，麻烦把我的配件带给我，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叮！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触发神秘人的任务。任务名称：寻回神秘人的配件。任务介绍：未知任务。任务内容：前往卢德亚大坟墓3层，寻回神秘人丢失的配件。任务时间：1天。任务奖励：未知奖励。请问是否接受本任务？陆枫看到任务介绍一愣，任务奖励竟然是未知，他还是第一次遇到。既然是任务，那就接吧，反正也不会少根毛。嘿嘿，大爷，我和队友是一起的，能共享任务吗？只有1人可以接受任务，你们自己选吧。这任务果然够神秘，陆枫也不墨迹，直接自己接受了任务。随后他和小花走进大坟墓第3层，这第3层和上面2层完全不一样。首先是面积小了很多，只有1个篮球场大小，场地中间有一个正在吸收黑色能量的阵法，而阵法的前面站着一头由腐尸拼凑起来的巨大怪物。怪物有5只手、3条腿、2个脑袋，手中拿着斧头、锯子和大刀。这一层除了这个 BOSS 和阵法，没有其他怪物。洞察术，名称：血腥屠夫，等级：品级：黄金级 BOSS。其他属性：我擦，又是啥都看不到。看来这 BOSS 有19级以上，有些不好打了呀。小花给我上 buff， 你现在战通道口别出来，若是这个 BOSS 太厉害，你就直接往上跑，明白了吗？小花点点头，她这时已经很害怕了，主要是怪物的样子太恐怖。叮！您收到花落为谁开的全能护盾，效果持续10分钟。野蛮冲锋，陆枫一头顶了上去，直接抬手就是一刀下去。负148，负15826，加1597，刷！负98，负15826，加1592，连击斩！负59，负15826，加1588，负60，负15826，加1589。好，这头 BOSS 被陆枫撞晕，刚过1秒就苏醒了过来，然后一刀砍在了他的身上。陆枫身体一阵剧痛。负662，卧槽，这 BOSS 攻击真逆天，有小1000了，而且这家伙的防御也高得离谱，还有异常状态抗性，果然厉害。陆枫直接灌下一瓶大红。加50， BOSS 再次攻向他，双方开始进行对砍。由于陆枫会吸血，所以正常状态下他还是不怕这个 BOSS 的，就是担心这个 BOSS 用技能，若是 BOSS 技能厉害，他有可能会被秒。陆枫一刀能打这个 BOSS 3%的血量，那么这 BOSS 的血量大概在50万左右。10秒不到 BOSS 的血量下降到 68%， 这时 BOSS 一个旋转，从他的身体喷出一股绿色气体，这股气体扩散了10米便消，把整个3层都笼罩了。叮！您受到血腥屠夫的混合尸毒，效果持续10秒。负300，又是个会放毒的 BOSS， 这毒伤竟然高达300点，还持续10秒，那总伤害就是3000，等于是全屏攻击了。这招是团灭发动机啊！幸好小花一直站在通道内偷看，没有进来，不然他就危险了。可陆枫最不怕的就是毒，因为各有攻击吸血。要是其他队伍来攻略这头 BOSS， 绝对死得不要不要的。就这大恐怖！其实这头 BOSS 并不只有一个尸毒技能，而是有3个技能，另外2个是异常抗性增加 50% 的被动和防御增加 50% 的被动。只是这2个被动技能对于陆枫来说没有任何作用而已。感受不到威胁的陆枫立即加大了输出，而 BOSS 每掉 30% 的血就会释放一次混合尸毒，陆枫就当没事人一样，一直狂砍。血腥屠夫那个郁闷啊，自己好歹也是黄金级 BOSS， 竟然被眼前的小小人类给无视了，太鸡儿气人了，不是太鸡儿气怪了。1分钟后 BOSS 不甘的倒下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血腥屠夫，获得11万点经验。小花，快给我套个缓慢愈合。BOSS 在 10% 血量的时候放了一次技能，现在陆枫身上还有8秒混合尸毒的效果，现在没有吸血对象了，若是再没有加血，他也会死在这个尸毒之下。叮！您收到花落为谁开的缓慢愈合，效果持续10秒。加270，负300。叮！您拾取了黄金级烈焰长弓。叮！
您拾取了白银级骑士长剑。叮！您拾取了白银级幽暗皮甲。叮！您拾取了34金56银币，均分获得17金28银币。3件装备都是20级的，只有1件是陆枫可以用的，还是白银级武器，属性还没他手里的武器好，都是拍卖的货，等玩家等级上来再卖吧。第28章神秘转职卷轴。小花开心的冲了过来，峰哥太厉害了，耶！咦，小花你也升级了？boss 给了11万经验，刚好升到13级。陆枫笑了笑，然后一刀砍在了阵法上，随即阵法被他一刀破坏了。小花，我们找一找上面那老头的配件吧。两人在第3层找了找，看到一把断剑正靠在角落里，应该是这把断剑。陆枫心里想着。叮！您拾取了神秘人的配件。两人又再次回到大坟墓第2层。神秘老头瞥眼瞟了一下陆枫两人，开口道：是不是发现打不过那头怪物就灰溜溜的跑上来了？这老头竟然还看不起他们两人。陆枫心里有些不爽。前有村长，现有神秘人，这游戏里的老头 NPC 感觉都不是什么好鸟。别小看人，你看这是什么？陆枫直接把老头的配件扔了过去。神秘老头接过配件，脸色微微一震，又用手抚摸了一会这把断剑。陆枫看得有些无语，一把断剑而已，还当成了宝，真是服了。神秘老头听到陆枫的话也不恼，既然你们找回了我的配件，就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这个卷轴就是给你的奖励。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完成任务，获得神秘转职卷轴。陆枫，这任务怎么就给一个卷轴，其他经验、装备、荣誉都没给，真小气。老头，你这卷轴是干嘛用的？神秘老头也没抬眼看陆枫，还是继续的看着他的断剑道：你是战士出身，这个卷轴就是战士的进阶职业，不过能不能完成卷轴上的转职任务，就看你自己了。陆枫有一种想给这神秘老头一刀的冲动，感觉这老头完全是在忽悠他。随即他开始查看这个神秘卷轴。物品名称：神秘转职卷轴。使用等级15级。物品品级无法评估。物品介绍：使用后可获得一份神秘的战士转职任务。从这个卷轴的信息来看，确实如这神秘老头说的一样，不过需要15级才能使用，其他信息一无所获。对于这个神域游戏的职业转职，陆枫还不太清楚。小花，我们回去交任务吧。两人直接捏碎回城卷，开始引导回城。这时那个神秘老头再次说道：小伙子，钻石之下皆蝼蚁，望你跳出苦海。陆枫还没想对方话的意思，身体就直接被传回了天空城。小花，刚才那神秘老头最后一句话啥意思？小花挠挠头，然后又摇摇头，表示也不懂什么意思。陆枫也懒得多想，一个破老头的一句话而已，就当是放屁。对了，小花，你知道职业转职是什么吗？峰哥，你不会这都不知道吧？我是第一次玩这神域游戏，还不太清楚。陆枫老脸一红。这样啊，其实这神域在半年前就在内测了，当时邀请了1000名玩家进行测试，而测试的等级上限就是20级，也就是第一次职业转职。那这第一批玩家比我们优势大多了。并不是，这第一批内测玩家必须要在正式开服3天后才能重新创建角色登录游戏，原因很简单，因为正式开服后会删除那一批内测的角色，删除需要3天等待期，这也是游戏主脑对内测玩家的限制。虽然他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游戏内容，但这1000名内测玩家会比我们正常玩家晚3天玩游戏，这就很公平。原来如此，看来游戏主脑对所有玩家都是公平的呀。你说的这个职业转职，就是玩家达到20级后，可以找自己的职业导师进行第一次职业转职。这第一次转职主要是确定玩家未来职业的定位。定位？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啊，比如我是牧师，20级可以转为光明牧师、戒律牧师和神圣牧师，这3个牧师转职分别代表了治疗、攻击和 buff， 从职业导师那里接取的转职任务，每个初始职业都有3个转职方向。不过听说这游戏内还存在隐藏职业，只是那概率为亿万分之一。陆枫一想到战士的职业导师，就回想起那段不好的回忆。他可是还记恨着那名战士职业导师呢，竟然收他100金的技能学习费，一想到就来气。要是自己练到20级，需要去找那家伙，他宁死不去。小花呀，那战士有哪3个转职职业？战士啊，我记得好像有狂暴战士、盾防战士和武器战士这3种。这3个战士职业名称一听就知道其职业方向了。陆枫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走盾防战士，又肉又有输出，完美。可那狗币战士职业导师不好办啊，万一到时候他收我个1000金转职费，我到哪说理去？
我们还是先去交任务练级吧。随后两人找到守备官队交了任务。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完成任务，获得圆月斩，荣誉500点，5万点经验。卧槽，竟然奖励技能了！我爱死你了，守备官大人！果然靠谱的 NPC 就是让人爱啊。物品名称：圆月斩。物品品级：白银级。学习等级：10级。物品类型：战士职业技能。技能介绍：可对5米范围内的所有敌方目标造成 50% 的物理伤害 ，CD 5秒。终于给我出战士群攻技能了，以后练级再也不用一直打了。5555。小花，任务奖励了我一个战士群攻技能，你奖励了什么？嘻嘻，任务奖励了我一个白银法剑，刚好缺一个。守备官看着眼前高兴的两人，继续说道：两位勇士果然实力非凡，下面就是准备对付死灵巫师的道具了，麻烦两位去找本城的炼金大师罗德斯炼制圣灵水。好的，守备官大人。叮！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接取天空城的主线任务。任务名称：死灵巫师的阴谋。任务介绍：连环任务，当前进度4%。任务内容：寻求炼金大师罗德斯炼制圣灵水。任务时间：1天。任务奖励：职业装备，随即奖励经验值。第29章，炼金大师罗德斯。陆枫两人对照天空城的地图，寻找到后街的一处宅邸。按照地图指示，这里就是炼金大师罗德斯的房子了。两人看着眼前具有炼金特色的装修，确定没有找错。陆枫直接上去敲门，咚咚咚，屋内没有反应。陆枫准备再敲时，房门突然打开，一个戴着大帽子的白胡子老头出现在他的眼前。你谁啊？大白天敲我房门做什么？您好，是守备官泰鲁斯大人让我找您制作圣灵水的。陆枫还是比较客气的回道。泰鲁斯那小子，你先等等。砰的一声，门被关上。两人站在门前等了5分钟左右，罗德斯再次出来。你俩进来吧。两人闪身进入罗德斯的房内。既然是泰鲁斯那小子让你们找我要圣灵水，肯定是为了对付最近出现在天空城附近的亡灵事件了。大师说的没错，我们正为此事而来。要我制作圣灵水可以，但材料得你们自己弄来，这是配方，1天内找来我会免费帮你们制作，要是超时那我可要收费的。陆枫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这老头不会也像那战士职业导师一样黑吧？接过圣灵水配方，直接查看。物品名称：圣灵水制作配方。物品等级：10级。物品品级：白银级。物品介绍：配方需要圣水 X10瓶，紫灵花 X10朵，石金粉 X10份。此配方为任务道具，玩家不可用。这3样东西，陆枫听都没听过，1天内找到有点难度啊。行，那我们这就去找配方材料。他和小花立即分头寻找这3种材料。小花奔着牧师职业导师就寻了过去。陆枫想了想，天空城里他熟悉的 NPC 好像一个都没。对了，那个见钱眼开的杂货店老板，可以从他那里入手询问。他立即跑向杂货店。不一会，陆枫看到了杂货店老板正在摆弄着他的货品。嘿，老板，给我再来2张回城券，还有一个火把。杂货店老板回头一看，原来是你啊，我这就给你取。现在各大3级主城陆陆续续有玩家入驻，以前不太热闹的街区和商店都有很多玩家走来走去。不过杂货店老板还是记得陆枫的。那个老板，你这里有卖圣水、紫灵花、石金粉这3样东西吗？杂货店老板摇摇头，你说的这个东西我这里没有，不过圣水可以从神殿获得，石金粉可以从药剂商人那买，至于紫灵花我就不清楚了。哦，这样啊，那感谢老板的告知。然后陆枫首先找到药剂商人，买了10份石金粉，这玩意也不贵，1份1银币。买完石金粉后，小花也拿着10瓶圣水回来了。枫哥，这圣水就在牧师神殿里，导师告诉我的。那现在就差紫灵花了。随后两人到处找 NPC 打听，不过都一无所获。小花这时突然说道：既然这个配方是炼金大师给我们的，那他肯定知道材料的出处，我们回去问问他不就行了吗？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我就怕那炼金大师不愿意说啊。那现在也没有其他好办法呀。那就听你的，死马当活马医了。两人再次来到炼金大师罗德斯的门外，咚咚咚，这次门开得比较及时，没让他们等。哟，两位这么快就找到配方材料了？陆枫脸色略显尴尬地说道。那个罗大师，您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紫灵花吗？罗德斯嘴角微微一笑，他就知道两人肯定会再来找他，因为这紫灵花只有他和城主知道在哪里获得，这两人也见不到城主，那就会回来
找他询问。这个嘛，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呀。罗德斯佯装思考的。陆枫看他这模样，就知道对方肯定没憋什么好屁，八成是想要什么好处。没办法，陆枫直接拿出10个金币往地上一扔。呀，罗大师，您的金币掉地上了。来，您收好，可千万别再掉了。罗德斯意味深长地看了罗枫一眼，好像在说小伙子挺会来事啊。咦，我记得我口袋里装着30金币啊，怎么就掉了10金币呢？陆枫一脸黑线的又扔出20金币。罗大师，是小子我刚才看错了，您掉了30金币，您快收好。小伙子很不错嘛，老夫看好你。大师，您现在想起来紫菱花在哪里了吗？你瞧我这记性，我手里就有这紫菱花，每朵5金卖你好了。陆枫一听，突然感觉有股眩晕感冲上脑门，这狗币炼金大师绝对是个黑币，一朵5金，10朵就是50金，再加上刚才的30金，陆枫这一下就要花80金来做这个任务，他现在是有苦说不出啊。然后他咬着牙把50金交给了罗德斯。没想到小伙子还挺有钱的，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打交道。把圣水和10金粉给我吧。拿到另外2份材料后，罗德斯直接把房门一关。你1个小时后再来找我拿圣灵水吧。陆枫也不打算干等，趁着1个小时时间，他带着小花出城练级。不过2人刚走出城门，就发现城门外有2队人正在 PK， 有点类似约群架的那种。而其中有一个人，陆枫还有些印象，就是之前新手村告诉他阴暗森林位置的李哥。不过这时李哥的队伍已经处于劣势了，若没有援军团灭，只是时间问题。小花给我加状态，准备救人。虽然陆枫不会随意 PK， 但对于这种好心肠的玩家，他还是愿意出手一帮的。叮，您收到花落为谁开的全能护盾，效果持续10分钟。陆枫对着那边的一名法师就使用了野蛮冲锋。第30章群刷怪物就是爽，野蛮冲撞，负752加75。叮，您恶意击杀了，真雷人，罪恶值加100。这名法师竟然被自己直接撞死了，连切割的伤害都没触发就直接嘎了。而正在 PK 的2队人一脸难以置信，这是对方的高手，赶快来个战士拖住他。这个与李哥 PK 的小队以为他是李哥的人，立即安排一个战士冲了上来，准备拖住他。可惜这名战士刚上来，剑还没砍下来，就被陆枫一刀秒杀。负446，负15827，加1627。随后陆枫也不墨迹，直接冲向另外的3人，然后一人一刀给送回了城。他的罪恶值又加了500，这罪恶值高时是会被城内卫兵攻击，甚至抓回城中大牢待着。而且罪恶值高了，被杀也会额外掉落身上的装备和背包里的东西，惩罚还是相当严的。不过罪恶值会随着在线时间和杀怪不断减少。李哥这时还没认出陆枫，反倒是旁边的男法师认出了他。李哥，这人好像是之前我们新手村遇到那个2人组，就是向你打听10级野怪的2人。李哥这才想起来，于是微笑的来到陆枫旁边。兄弟，这次要感谢你了。不过你以为我们得罪了那伙人，这个请我李天虎记住了，以后有用的这兄弟的地方尽管招呼。原来此人叫李天虎，你之前也算帮过我，这次让我撞到你们在 PK， 肯定会出手相助，不算什么大事。不知兄弟怎么称呼？要不先加个好友吧。行，那我加你，叫我阿峰就行。这个李天虎看着年纪已经30多岁了，看来是个网游界的老手了。叮，虎虎生风，已成为您的好友。可那个您是冲锋小战士大神？李哥刚才被好友申请提示给震惊到了，没想到这次救他们的是这位大神。普通玩家而已，那我们先去练级了，回头再聊。哦，好，大神您忙。而李天虎旁边的几个队友也都一脸震惊地看着陆枫。等陆枫走远了，他们才反应过来，卧槽，这位竟然是冲锋小战士，活生生的大神啊！牛逼，怪不得一刀1个人呢，果然是神级玩家。哎，失策呀，竟然忘了加大神好友，这下李哥战变移了。随后几人都开始抱怨自己刚才没及时加对方好友。哈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位大神，今天咱们运气很不错，走，我们也去练级。而被杀的那队人回城后查看系统提示，也都震惊了，没想到那突然冲过来的高手竟然是冲锋小战士。大哥，我看我们还是别去招惹他们了，这尊大神我们现在还惹不起。废话，我又不傻，不过这个仇我迟早要报。画面一转来到陆枫这边，此时他和小花已经来到一片血魔狼区域，这里是一片丛林。洞察术，名称血魔狼，等级
15. 品级青铜级 BOSS， 血量12000，蓝量1000，物理攻击180，物理防御80，魔法防御40，技能嗜血，被动，奋力一击。介绍：天空城外原本的血狼族后被魔气感染，发生变异，群居，主动攻击类型。陆枫看完觉得还不错，而且这里的血魔狼特别多，适合他们练级。小花给我上 buff， 我准备群刷。叮！您收到花落为谁开的全能护盾，效果持续10分钟。枫哥加油！陆枫微微一笑，一头冲了上去，然后他带着几只血魔狼开始拉怪。不多时，他的身后就已经聚集了30多只血魔狼。但陆枫还不打算回头杀怪，继续拉。很快，他的身后跟着了50只左右血魔狼。这时，陆枫对着后面中间区域的一只血魔狼使用了野蛮冲锋，瞬间他就来到了这群血魔狼的中间。圆月斩，负278，负15832，加1611。围在他身边的50只血魔狼瞬间全部倒地，化成了经验加在了他俩身上。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血魔狼，获得210点经验。陆枫一波就获得了10000加的经验值，爽啊！然后陆枫就是负责拉怪群刷，小花就负责捡东西。两人配合默契，30分钟后，这一片丛林的血魔狼就被陆枫清完了。怪物刷新的速度完全跟不上他刷怪的速度。这30分钟，他和小花每人都获得了30万出头的经验值，而13级升14级需要80万经验，意思两人只要在这里刷1个多小时就可以升1级。很快1个小时过去，陆枫也升到了14级，小花也到了13级，78%的经验。两人不再练级，立即返回了天空城找炼金大师拿圣灵水。陆枫原本还担心这炼金大师又会整什么幺蛾子，可这次罗德斯却直接把圣灵水交给了陆枫，这也让他放下了心。随后找到守备官鲁泰斯，大人，我们已经拿到了圣灵水，2位勇士好样的，如此就可以对付死灵巫师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完成任务，获得白银骑士战靴，荣誉300点，2万点经验。陆枫一看是一个10级的白银物理系鞋子，又是拍卖品。守备官大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请发布下一步任务吧。很好，2位拿着这封书信和圣灵水前去城主府寻找城主大人，城主大人会安排一队精英卫兵协助你们斩杀死灵巫师，届时2位勇士需小心谨慎应付。叮！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接取天空城的主线任务，任务名称：死灵巫师的阴谋。任务介绍：连环任务，当前进度5%。任务内容：与城主精英护卫队一同前往死灵之塔，消灭死灵巫师。任务时间3天。任务奖励：职业装备、随机奖励、经验值、特殊奖励。第31章死灵塔。陆枫和小花接取任务后，直接来到城主府门前。这时门前有2名士兵拦住了他们。什么人？城主府闲人禁止入内。是守备官泰鲁斯大人让我来找城主大人的。陆枫解释道。2名守卫疑惑地看了看陆枫和小花。你俩在这里稍等，我去通报城主大人。不一会，这名通报的守护再次返回。2位跟我来吧。很快，他们来到一间书房内。此时，房内正坐着一名穿着华丽的中年男人。城主大人，就是这2位。我已经从泰鲁斯那里知道了2位的事情。首先感谢2位对天空城做出的贡献。这次你们要对付的是死灵巫师，这可是一个狡猾且强大的家伙。我会派一队精英护卫协助你们一起消灭他。然后城主大人拍了拍手，5个穿着精致盔甲护卫从外面走了进来。你们5人协助这2位勇士前去死灵塔消灭死灵巫师，明白了吗？是，城主大人。5人一起回道。然后城主微笑地看着陆枫2人道：这一次就有劳2位勇士了，请务必小心应付死灵巫师。好的，我们会消灭这个死灵巫师的。陆枫道。随后陆枫和小花跟随精英护卫队朝着天空城西边走去。陆枫打开地图，看到西边的远处有一座黑色塔状图标，不过这里也标注了一颗骷髅头，这里8成就是死灵塔了。20多分钟后，7人抵达死灵塔。陆枫看着眼前巨大的死灵塔，此塔宽约20米，高约100米以上。卧槽，这塔也太大了！2位勇士，这里就是死灵塔了，而死灵巫师就在此塔的第5层中，我们需要战胜前4层的怪物才能见到死灵巫师。精英护卫突然对着陆枫说道：这位护卫大哥，我观此塔有几10层之高，为什么死灵巫师只在第5层？陆枫以为死灵巫师应该在塔顶才对，哪知道才在第5层。勇士有所不知，此塔以前名为神域之塔，是诸神设置的登天塔，后来诸神大战把此塔内的阵法打坏了，
导致亡灵界占领了此塔。不过他们也只攻略到第10层而已。此后，这座塔改名为死灵塔。原来如此，那我们进去吧。7人随后进入死灵塔第1层。叮，您进入特殊区域死灵塔，此区域无法与外界联系，请注意。陆枫看到此塔第1层空间十分巨大，比一个足球场都要大一些，而且这一层的右手边有一扇关闭的大门，可以看出此门是通向上一层的通道，不过此时正处于关闭状态。这一层的中心地面刻画着巨大的阵法印记。就在这时，地面的阵法亮了起来，随后100只精英骷髅卫士从阵法中走了出来。而这些精英骷髅卫士竟然都超过了19级，导致陆枫根本就看不到他们的属性。2位勇士，守关怪物出现了，我们上吧。随即5位精英护卫冲了上去，不过这5人攻击一般般，几剑都杀不死一只骷髅怪。陆枫给小花使了个眼神，小花微微一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叮，您受到花落为谁开的全能护盾，效果持续10分钟。野蛮冲撞，圆月斩，-224，-17511，加1774。周围5米内的精英骷髅卫士全部他被打了20%以上的血量，瞬间所有骷髅怪的仇恨都转移到陆枫身上。可惜这些怪打在陆枫身上也就掉个50点血左右。1分钟不到，陆枫就把此层的100只精英骷髅卫士全部消灭。每只精英骷髅卫士给了陆枫2人900点经验。这100只骷髅怪只掉了一些银币，其他啥都没出。叮！恭喜通关死灵塔第1层，第2层大门已开放。那5位精英护卫这时来到陆枫的身旁道：“勇士，你可真厉害啊！不愧是城主大人看中的人啊！过奖了，呵呵。”随即几人来到了第2层。第2层的与第1层一般大小，只是中间站着的是5只巨大的青铜级 BOSS 骷髅盾卫。这5只青铜级 BOSS 一手持盾，一手持刀，正冷酷地看着陆枫几人。5位精英护卫直接冲了上去，陆枫也不敢拖大，也跟着冲了上去。小花，你注意看下这5名精英护卫的血量，记得给他们加血。知道了。陆枫想着不能把这5个 NPC 给玩死了，还是要照顾一下的。而这5只 BOSS 不算厉害，血量都是20万，攻击也不算高。几分钟时间，陆枫就把这5只青铜 BOSS 给打死了。每只 BOSS 都掉了2件青铜装备，可惜是20级的，属性一般不如他身上的白银黄金装备。很快7人来到了第3层。这一层有3只白银级骷髅 BOSS， 有5名 NPC 精英护卫帮陆枫拉仇恨，所以这一层也没有任何难度。掉了3件20级白银装备，3件20级青铜装备。小花，这件20级的白银法系腰带给你，谢谢枫哥。至于那些青铜装备，陆枫瞧不上，都是拍卖品而已。还有2件20级白银，一个是弓箭，一个是盾牌。物品名称：骷髅战盾，佩戴等级20级，佩戴需求：盾防战士，力量达到100，装备品级白银级，物理防御加150，魔法防御加80，力量加20，体质加20，伤害减免正5%，攻击格挡正15%，格挡成功减少80%的伤害。介绍：使用极品骷髅骨骼打造而成的战盾，略微提升伤害减免。这盾牌双防加的不少，而且还有格挡属性，这都是陆枫现在需要的，可以留着，等升到20级转成盾防战士就可以带上了。然后7人继续往上走，很快来到了第4层。此时第4层有2个20级的黄金级骷髅 BOSS， 这下难打了，竟然有2只黄金级 BOSS。 按着死灵塔妙性，这2个 BOSS 应该也是20级的。第32章白金级 BOSS 死灵巫师。陆枫原本打算和几人商议下如何战斗，哪知道这5位精英护卫 NPC 直接就莽了上去。我擦，哥几个比我还勇啊！陆枫也只好硬着头皮冲了上去。此时有3名精英护卫 NPC 攻击其中一个黄金 BOSS， 另外2名精英护卫 NPC 攻击另一只黄金 BOSS。 陆枫直接帮助这2名精英护卫 NPC 先把这个黄金 BOSS 打掉再说。不过这只黄金级骷髅 BOSS 要比之前的那个血腥屠夫弱一些，而且他的技能也属于物理型技能，对陆枫没有什么威胁。这5名精英护卫 NPC 攻击虽然一般，但血量是真的多，他们每一人的血量都有10万， BOSS 打他们一下也就掉几百点血。后面还有小花的治疗，基本上这5位 NPC 没有什么生命危险。陆枫全力攻击一只 BOSS 的情况，1分钟就可以打到100万的伤害。这黄金级的骷髅 BOSS 只有30万的血，根本就顶不住陆枫的伤害。很快2个 BOSS 被陆枫给击杀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骷髅战狂，获得8万点经验。杀完2只 BOSS 后，小花也升到了14级。叮！您拾取了黄金级陆战腰带。叮！您拾取了黄金级赤练法镯。叮！
您拾取了白银级骷髅战刃。叮！您拾取了白银级幽影皮靴。叮！您拾取了32金12银币，均分获得16金6银币。叮！您拾取了31金66银币，均分获得15金83银币。小花，给你手镯。陆枫道。哇，竟然是20级的黄金手镯，爱死你了，枫哥。陆枫脸微微一红，还是看看这腰带属性吧。物品名称：陆战腰带，佩戴等级20级，佩戴要求：力量达到100，装备品级黄金级，物理防御加100，魔法防御加50，力量加30，敏捷加30，体质加30，闪避正3%，背包空间加20个。介绍：亡灵族的顶尖物理系腰带，略微提升闪避率。这个腰带属性不错，等20级可以把身上的蛇王腰带换掉了。另外2件白银级装备属性就一般了，不看也罢。然后就在 NPC 精英护卫准备上第5层时，陆枫一下拉住了他们。这几个哥们是真的吗？刚才陆枫还想和他们商量下如何配合作战，这几位老哥就直接冲了上去，这有点吓到他了。陆枫已经觉得自己很莽了，和这5位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啊。几位老哥，我觉得我们还是商议下怎么打配合为好。下一层就是死灵巫师了，城主大人可是说此怪很狡猾很强大的。陆枫开口道。几位听完也默默点头道。那2位勇士有什么战术可以说一下？这样，我们一会到第5层时，先别急着上去攻击，先观察一下死灵巫师的情况，再做打算如何？好吧，那就依你所言。陆枫听着这位大哥的话，脸色一黑。若陆枫不拉住讲解一番，这5位老哥肯定又是直接莽上去。他真是服了。随即7人悄咪咪的上了第5层。陆枫几人这时看到第5层的中心站着一个身穿黑袍，手拿黑色法杖的巫师。巫师的身材也就2米左右，比正常人高一些。不过这名巫师此时正在翻看着手中的一本破旧书籍，并未发现几人的到来。就在陆枫准备上前几步观察时，这名巫师莫名的说话了：几位远道而来，本座有失远迎，那么就请几位成为本座的亡灵傀儡吧。我擦，这 BOSS 原来早就知道他们几人到来，只是没有第一时间攻击他们罢了。洞察术，名称：死灵巫师，等级：品级白金级 BOSS， 属性：技能。介绍：来自亡灵界的强大死灵巫师，拥有强大的死灵魔法和超高的智慧。陆枫神经立即一紧，他感觉可能要完犊子了。这货竟然是白金级 BOSS， 而且他的智慧好像不比玩家低。这时几位 NPC 精英护卫再次举起长剑冲了上去。卧槽，说好的商议一下战术呢？你们怎么又冲上去了？还商议什么战术？对方都发现我们了，正面硬刚才是我们战士的宿命。一名 NPC 护卫边冲边说道。牛批，我他妈下次再跟你们几个 NPC 做任务，我就是狗。小花，注意奶好我，还是老战术，野蛮冲撞。负356，负17620，加1798，刷，负232，负17620，加1785，连击斩，负138，负17620，加1776，负140，负17620，加1776，刷！陆枫冲上去就是一套闪现5连击，一套打了 BOSS 近9万的血 ，BOSS 直接掉了16%的血量。这 BOSS 血量应该在55万左右，防御也不低。而另外5名 NPC 护卫一剑就只能打 BOSS 100多点血，简直是击中。死灵巫师眩晕结束后，紧盯着陆枫，双眼鬼火突然大涨。看来这次我遇到了极品傀儡，乖乖享受死亡的快乐吧。死灵巫师右手法杖一抬，周围地面突然生出诡异阵法，随后20只精英骷髅爬了出来。陆枫脸色一变，这 BOSS 不讲武德，战斗刚开始就放技能。按规矩应该是打掉一定血量才会放技能的，看来这死灵巫师不能以常规 BOSS 判断。圆月斩，身旁的所有精英骷髅都被陆枫打了1/5的血。死灵巫师一发暗影剑打在陆枫的身上，负1126。卧槽，你他妈吃大力丸了吧？这么恐怖的攻击！陆枫直接被 BOSS 的伤害吓坏了，他也就2000出头的血量， BOSS 要是连续打他2下，他就得挂。不过幸好这死灵巫师的攻击频率不快，4秒才会发射一次。现在 BOSS 的仇恨全在陆枫身上，其他 NPC 和小花还是比较安全的。小花，若是 BOSS 发动控制技能，你直接给我加血，别犹豫。知道了。第33章，手杀白金 BOSS。死灵巫师虽然打陆枫疼，可陆枫会吸血，所以 BOSS 根本奈何不了他。20秒后，全场的精英骷髅被陆枫清光。
BOSS 的血量也被打掉了45%。这时，死灵巫师双眼灵魂之火大冒：“你们真的惹怒本座了，感受无边的恐惧吧！”吼 ！BOSS 一声尖锐的吼叫，陆枫和围着 BOSS 的5名精英护卫 NPC 立即捂着脑袋到处乱跑起来。这是死灵巫师的群体恐惧技能，可以恐惧身边5米内的所有敌方单位5秒时间。然后 BOSS 又一发暗影剑飞向陆枫。负1130。叮！您受到花落为谁开的缓慢愈合，效果持续10秒，加275，5秒的恐惧时间完全够 BOSS 发射2发暗影剑了。可惜小花在中间加了一个缓慢愈合给陆枫，如此一来，陆枫就不会被 BOSS 秒掉。死灵巫师第2发暗影剑打中陆枫后，发现他竟然还没死。BOSS 这时直接愤怒了：“该死的虫子，本座还真是小看你了。那么这一招，看你如何挡！”随后，死灵巫师开始默念咒语，他的身前出现一个召唤阵法，而陆枫的恐惧时间才刚刚结束，那处召唤阵法中就出现了一头巨大的人形骷髅怪。洞察术，名称：骷髅王，等级：品级：白金级 BOSS， 属性：技能。介绍：亡灵界中极为厉害的存在，曾是神域大陆里的国王。卧槽，这死灵巫师可真不要脸，竟然召唤出一头和他自己相当的 BOSS。陆枫直接吐槽起来：一个死灵巫师就很难应付了，现在又出现一头白金级 BOSS， 真要完犊子了。情急之下，陆枫直接对着那5名 NPC 喊道：“几个老哥，你们来拖住这头骷髅王，我一个人对付死灵巫师。”几名 NPC 点点头，立即冲向骷髅王，与这头 BOSS 站到了一起。陆枫也不惯着死灵巫师，一个野蛮冲锋撞了上去，唰，连击斩，唰，又是一套不解释连招，直接把死灵巫师打得还剩38%的血量。你这只虫子弄疼了本座，去死吧！死灵巫师对着陆枫就是一指。负1702，这伤害可真爆炸呀！要是其他玩家被这一指打到，基本都得跪。随即陆枫也有些打出火气了，一刀刀不停地砍在 BOSS 身上。我让你指我，说我是虫子是吧？我让你本座！一边砍，陆枫嘴里还一边骂。而另一边的5名 NPC 可就惨了，虽然他们每人都有10万的血量，但这头骷髅王的输出能力可比死灵巫师要强。这时打的5名 NPC 都掉了半血，而骷髅王连1/10血都没掉。小花现在也不敢管这5名 NPC 的血量，他只能保证陆枫一人的安全。很快，死灵巫师的血量来到10%， BOSS 再次准备放技能，陆枫往后一跳，立即对着死灵巫师释放了野蛮冲锋。哥等的就是你放技能的时候，还他妈想控制我，吃我闪电5连斩！陆枫直接一套把死灵巫师给砍死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死灵巫师，获得15万点经验。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小队首杀白金级 BOSS， 奖励队伍贡献最大者20级白金盒1个，荣誉1000点。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小队首杀白金级 BOSS，奖励队伍贡献最大者20级白金盒1个，荣誉1000点。呼，终于打死了！陆枫再次看向另一个白金 BOSS 骷髅王，二话没说冲了上去。相对于魔法系 BOSS， 陆枫更愿意打这种物理系 BOSS。虽然物理系的 BOSS 攻击频率快一些，但 BOSS 打陆枫不是很痛。随着陆枫加入这边战斗，骷髅王的仇恨一下子就转移到陆枫身上。虽然这头骷髅王的血量和防御都比死灵巫师多，但这家伙的智商很低。基本就是抵达一定血量放一次技能，其他时间都是普攻。几分钟后，骷髅王也化为一堆骷髅架子散落在地上。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骷髅王，获得15万点经验。陆枫为了快速解决战斗，连刚才死灵巫师的掉落物品都没捡，现在可以一块捡了。小花开心的跑了过来，我就知道枫哥能赢，牛逼枫哥！此时那5名 NPC 护卫也都坐在地上，开始大口喘气并互相疗伤。累死我了，还是先看看掉了什么吧。叮！您拾取了白金级死灵法杖。叮！您拾取了白金级骷髅王战盾。叮！您拾取了黄金级心灵恐惧。叮！您拾取了黄金级亡灵护腕。叮！您拾取了50金60银币，均分获得25金30银币。叮！您拾取了51金06银币，均分获得25金53银币。陆枫一看，死灵巫师竟然爆出了技能书，就是他刚才使用的群体恐惧技能。物品名称：心灵恐惧，使用等级20级，使用要求：法师、召唤师、牧师。
装备品级黄金级。介绍：消耗500点蓝，无需吟唱，瞬间释放，可对范围内5米的敌人造成恐惧效果，恐惧时间3秒 ，CD 60秒。我擦，法器通用技能还是群体瞬发控制技能，有点逆天啊！这简直就是 PK 和保命的神技。陆枫直接把这个心灵恐惧和白金级死灵法杖交易给了小花。枫哥，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这2样东西现在可是价值连城啊！你竟然就这么直接给我？小花还是有些无法相信，这2件东西哪一样拿出卖都是起步7位数的存在，陆枫就这么随意的给他了。要不是你，我也打不过这2个 BOSS， 咱们可是说好的，要是出你用的肯定优先给你用。小花2眼感动的都快流出泪水了。好了，你先看看属性吧。陆枫也开始查看另外2件装备的属性。第34章，使用神秘转职卷轴。物品名称：骷髅王战盾。佩戴等级20级。佩戴要求：盾防战士，力量达到150。装备品级白金级。物理防御加280，魔法防御加150，力量加40，体质加40，敏捷加40，精神加40，伤害减免正10%，攻击格挡正30%，格挡成功减少85%的伤害。亡灵护盾使用后可释放一层死亡能量护盾，护盾值为2000点 ，CD 30分钟。介绍：来自骷髅王的专属盾牌，具有强大的免伤格挡能力，还具备亡灵护盾技能。物品名称：亡灵护腕。佩戴等级20级。佩戴要求：力量达到100。装备品级黄金级。物理防御加100，魔法防御加50，力量加30，敏捷加30，体质加30，攻击速度加0.6，暴击正5%。介绍：来自亡灵界的极品物理护腕，可增加攻击速度和闪避。2件装备的属性都很不错，特别是这个骷髅王战盾，比之前白银级骷髅战盾属性高了好几个档次，还附带一个亡灵护盾技能。不过都是20级的装备，带不上，有些烦。还有一个系统赠送的20级白金手刹礼盒，打开看看。叮，您打开了白金级礼盒，获得雨林战盔。物品名称：雨林战盔。佩戴等级20级。佩戴要求：力量达到150。装备品级白金级。物理防御加150，魔法防御加75，力量加40，敏捷加40，体质加40，精神加40，闪避正5%，异常状态抗性正5%，伤害减免正5%。介绍：使用稀有雨林制作而成的极品物理战盔，款式华丽。看来这个任务做完后还是赶快练级吧。不过陆枫此时觉得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陆枫到处乱瞅，看看有哪里遗漏了。枫哥，你在瞅啥呢？小花，我总感觉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奇怪。嘻嘻，枫哥是不是没有收到下一层的进入提示？陆枫神情一震，对，就是这个，我说哪里不对劲呢？随即2人看向那关闭的通道之门，依然死死的关闭着。陆枫又来到5名 NPC 身旁问道：几位老哥，可知道为什么下一关的大门还没打开？你是说第6层？你现在是上不去的，这塔自带真灵，它会感应通关之人的情况。你等20级转职后再来，就可以上第6层了。原来如此，谢了老哥。我们现在消灭了死灵巫师，可以回去复命了。随后，陆枫、小花和5名 NPC 返回了天空城。2人再次找到守备官泰鲁斯。大人，您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死灵巫师已经被我们消灭了。泰鲁斯一脸高兴，城主大人已经告知我了，并且还夸奖你们俩作战英勇，是不可多得的好苗子，这是你们的奖励。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完成任务，获得银鳞胸甲、勋章升级券、荣誉1000点、10万点经验。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15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哈哈，竟然直接升级了，真不错。看看奖励的东西，物品名称：银鳞胸甲。佩戴等级20级。佩戴要求：力量达到150。装备品级白金级。物理防御加150，魔法防御加75，力量加40，敏捷加40，体质加40，精神加40，伤害减免5%，异常状态抗性正5%，生命强化加300点血量。介绍：不知使用何种生物鳞片制造而成的胸甲，非常稀有。物品名称：
勋章升级卷，使用等级无，使用要求需要至少有1枚勋章。物品介绍：使用后可指定背包内的任意1枚勋章晋升品级。这银鳞胸甲属性很不错，非常适合盾防战士这种血牛职业。而勋章升级卷陆风刚好可以使用，这泰鲁斯的奖励真贴心。感谢大人的奖励，若后面再有什么需要我们效劳的，就请直接说，我们肯定乐意效劳。哈哈，很好啊！要是天空城多出一些你这样的勇士，那就好了。然后两人告别泰鲁斯，准备出去好好练练级。小花，你的任务奖励是啥？嘿嘿，任务奖励了我1件黄金级护腿和技能升级卷。技能升级卷？啥玩意？你看，物品名称：技能升级卷，使用等级无，使用要求需要有1个可升级的技能。物品介绍：使用后可指定任意1个可升级技能提升1级。这个不错呀，你用下看看什么效果啊？峰哥，我打算把这个技能升级卷留在后面用，现在的这2个基础技能没有必要浪费这个珍贵的卷轴。陆枫挠挠头，略显尴尬的说道：那个，我们还是去练级吧。刚才太激动，所以有些犯脑残症了，竟然让小花把技能升级卷现在就用掉。然后陆枫直接把勋章升级卷用在了村长送他的勇士勋章上。叮！您使用勋章升级卷提升了勇士勋章，勇士勋章晋级为白银级勇士勋章。物品名称：白银级勇士勋章，佩戴等级无要求，装备品级特殊类道具，力量加20，敏捷加20，体质加20，智力加20，精神加20，幸运加4，经验加成15%。介绍：新手村村长得专属道具，已被晋升1次，极难获得，放入背包后属性自动生效。陆枫看完属性觉得还不错，主要现在还是不知道幸运属性是干嘛的。随后小花只是微微一笑，没有揭穿陆枫的尴尬。两人再次来到天空城外面，开始寻找适合练级的地方。而官方论坛从刚才的全服通告后又掀起了一轮热议。云水间，话说冲锋大神是要准备 buff 吗？带小弟一个可以不？我可以做您忠心的狗腿子。花无缺，请务必带上我一个，让我好好瞻仰大神的英姿。淘淘酱，唉，可惜这么优秀的男人必定不会只有我一个女人，但是我还是可以接受的。百思不得其解，桃子哥也很优秀，而且哥还专一，求加好友。战天斗地，就你！2个小时前我还看到你被一只白银 boss 撵得跟狗一样，有本事你也上下全服通告。小桥流水，冲锋大神啊，我们烟雨楼可是景好、人好、活也好，您可一定要好好考虑哦。霸天，冲锋大神，求加个好友，我有要事与您相商，一见就让你怀孕，活好？什么活？可以让我先体验一下吗？小桥流水，哦，要是你话，那我们烟雨楼的集美活可就多了，保证让你欲罢不能。陆枫和小花一边找着练级区，一边打着路过的野怪。这时他突然想到包里的神秘转职卷轴，好像就是15级可以使用的，那就直接用了，看看有多神秘。叮！您使用了神秘转职卷轴，获得转职任务。第35章不朽战士。叮！您使用了神秘转职卷轴，获得转职任务。任务名称：不朽战士转职任务。任务介绍：隐藏职业任务，当前进度1/3。任务内容：前往灰烬之地，寻找有关不朽战士的信息。任务时间3天。任务奖励：隐藏职业任务第2环节触发条件。原来这个隐藏职业叫不朽战士，不过这灰烬之地是什么鬼地方？果然想获得隐藏职业都是无比麻烦。哎，小花，你可知道灰烬之地这个地方？小花想了想，然后摇摇头。陆枫打开天空城地图，开始寻找起来。找了几分钟，一点头绪没有。枫哥，你可以去问问守备官大人，他有可能知道。小花果然聪明，一下就想到关键人物了。我们这就回去。枫哥，你要找灰烬之地干嘛？之前大坟墓那神秘老头不是给了我一张神秘转职卷轴吗？我刚才用了。隐藏职业任务就让我到灰烬之地找有关这个隐藏职业的线索。那我们先回城里打听下这个任务地方吧。很快两人又回到了守备兵营，找到了泰鲁斯。您好，守备官大人。泰鲁斯疑惑地看着陆枫两人，两位勇士还有什么事情吗？是这样的，我这里接到一个任务，需要前往灰烬之地，但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所以想请问下大人是否知道。泰鲁斯听到灰烬之地，眉头微微皱起。勇士，这个灰烬之地可是个不毛之地啊，听说那个地方是一处神罚之地，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城主大人应该了解一些。好的，那谢谢守备官大人了。两人再次来到城主府，守门的卫士认识两位，直接开口问道：两位勇士，我们都听说你们的事迹了，竟然真把死灵巫师给消灭了，真厉害啊！哼，两位小哥过奖了，我们这次是来找城主的，麻烦通传一下。那勇士稍等，我这就去通传。现在陆枫和小花已经和天空城守备兵营以及城主府的卫兵混熟了，办起事来就方便多了。很快进去的守卫把陆枫两人领了进去，还是之前的城主府书房。他们刚一进书房，城主就热情地说道：欢迎两位天空城的英雄，请坐吧。两人随意坐了下来。城主大人，此次我是想向城主请教一些事情，还请城主大人不吝赐教。呵呵，有什么事就问吧。不知城主大人可知灰烬之地的位置？城主也愣了一下，勇士为何要问此地？是这样的，我有一个任务让我前去灰烬之地调查，我不知此地在哪里，所以想请教城主。这样啊，那个地方在天空城的北方，出了天空城地界后，继续往北走30分钟就可以抵达。不过路途需要经过很多高级怪物区域，很危险的。我听泰鲁斯大人说那灰烬之地是神罚之地，此话何意？哎，这事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根据书籍记载，1万多年前爆发诸神大战，而当时的灰烬之地还叫不朽之地。由于此地得罪了神明，被神明降下灭世神雷，直接轰成了不毛之地。1万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恢复任何生机。原来如此，感谢城主大人的指导，让小子受益匪浅。不用客气，那处灰烬之地，等你们一靠近，就会立刻认出来，很好辨认的。好的，那城主大人，我们就不打扰您，先告辞了。城主微笑的点点头。出了城主府，陆枫对着小花说道：现在才中午12点多，你要是不饿，我们就直接前往灰烬之地。我不饿。嘎嘎 go！ 两人劲头十足地朝着天空城北边跑去，而城主大人站在阁楼上看着北门远去的背影。真如村长大人所言，此人乃人中龙凤也，才15级就打败了白金级的死灵巫师，太不可思议了。两人跑了50多分钟，终于抵达了城主大人说的位置。此时陆枫和小花腿都快跑断了，路途中遇到一些高级野怪，也都被陆枫轻松解决。呼呼呼，真累死我了！现实中我也没跑过这么久的路啊。枫哥，我真跑不动了，我们休息一会吧。两人没二话，直接坐在草地上开始休息。这游戏难道没有坐骑什么的吗？光靠11路公交车谁受得了？听内测玩家说，练到20级就会开放坐骑宠物系统，不过那些珍贵坐骑和宠物都需要自己寻找，城中不卖。小花道：行吧，起码有点盼头。休息了10分钟，陆枫和小花再次踏上去往灰烬之地的路程。不到几分钟，小花就指着前面一处废墟说道：枫哥，你看那边，我们应该到了。陆枫看着不远处的那片废墟区域，确实与这边不太一样。首先是那片区域的地面一点植物都没有，只有灰灰的土地和一些废墟堆。很快两人走进了这处废墟之地。叮，您进入了灰烬之地，果然是这里，终于找到了。自己隐藏职业任务的第一步算是完成了，可第二步是在这里寻找不朽战士的信息。看着一望无际的废墟之地，这让他这么找，什么破笔任务也不给个指引提示啥的，就让我干找吗？嘿嘿，小花，我这隐藏职业任务的第二步是在这灰烬之地寻找不朽战士信息，我们分头找找看吧。好的，那我往左边找，枫哥往右边找，一会我们中间碰头。陆枫点点头，随即两人分头开始找起来。时间过得很快，两人在这里寻找了近1个小时，可惜还是一无所获。这时他和小花在中间思索着这个任务的含义。2分钟后，小花突然说道：城主大人说此地很久以前叫不朽之地，而你的隐藏职业叫不朽战士，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此地的任何东西都与你的职业有关？陆枫没太听明白小花的话。小花，你能把话说明白点吗？小花一脸黑线。你在这里随便触碰一些东西，或者收取一些废墟土壤，看看有没有反应。陆枫这下明白了，果然还是女生的脑洞大啊。第36章亡灵工程。陆枫开始用手触摸这里的废墟和地面，触摸了一会，并没有传来任务提示。随后他又抓起废石头往背包里放。叮，您无法拾取了该物品。陆枫又抓了几个废石头，但依然无法拾取。操，这破任务也太难了。此时他已经有些急躁了。枫哥，不要泄气，你再试试土壤。哎，行吧。陆枫缓缓蹲下身子，抓起一把灰色土壤就往背包里装。叮，您拾取了灰烬之地、不朽之地的土壤。叮，
恭喜冲锋小战士完成任务，获得不朽之地土壤，触发隐藏职业任务第2环节。任务名称：不朽战士转职任务。任务介绍：隐藏职业任务，当前进度2/3。任务内容：找到生命之水，灌溉不朽之地土壤，并把恢复生机的土壤寻一处无人之地埋起来。任务时间3天。任务奖励：隐藏职业任务第3环节触发条件。哥又不是耕田的，还让我翻土浇水埋土，这隐藏职业不会是个生活职业吧？陆枫现在有点不好的预感。叮！全服通告：由于死灵巫师的阴谋被天空城勇士破坏，导致亡灵大帝震怒，亡灵界会在3小时后攻击天空城。怪物攻城期间，所有攻城怪物经验增加100%，请各位玩家踊跃防守天空城。若防守成功，可获得大量活动积分，可找天空城城主兑换相应物品。若天空城防守失败，所有参加活动的玩家降低1级，后续24小时内经验值降低50%，并且再无天空城。活动规则：1. 攻城怪物经验增加100%，击杀此怪物将获得积分，积分数量根据怪物实力。2. 攻城怪物不会掉落任何道具，攻城开始后，所有天空城的传送法阵关闭。3. 此次攻城共有10波怪物潮，若城主身死或天空城核心被摧毁，将判定守城失败。4. 必须抹杀所有攻城的怪物后才算守城成功。5. 攻城期间会有大量 NPC 守卫帮助守城，请玩家尽量协助 NPC 守卫防御。陆枫和小花。陆枫有些无语，什么叫死灵巫师的阴谋？天空城勇士破坏？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号码得了。这什么亡灵大帝不讲武德，搞阴的不行，现在就来正面的，不要闭脸。陆枫开始吐槽，小花也默认的点点头。枫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凉拌！我这隐藏任务第1环也完成了，下一环要我找什么生命之水，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是先回天空城吧。OK。随即两人捏碎回城卷，5秒后他们回到天空城。没多墨迹，两人直奔城主府。此时天空城中守卫已经开始紧张的布防起来，那些街道的 NPC 有的开始收拾细软，准备离开此城，有的关闭了小店，藏在家中不敢出来。很快陆枫和小花来到城主府门口。小哥，我们来找城主大人。勇士是你啊，我这就带你去见城主大人。对于这种能杀死死灵巫师的人，这些士兵还是很认可陆枫两人的。两人再次来到城主府书房，此时书房里不只有城主一人，还有守备官泰鲁斯和2名穿着精致盔甲的大汉。城主大人，我们回来了。城主和泰鲁斯看到陆枫和小花，眼神一亮。小兄弟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不过这次我们天空城遇上大麻烦了。陆枫和小花走到城主几人旁边。城主大人，我们会留下来帮助天空城防守的。泰鲁斯微微点头，果然是患难见真情啊，我没看错你。城主再次说道，既然2位勇士愿意防守天空城，那就还继续和之前的那5人精英护卫小队配合吧。你们负责守护天空城西门。陆枫立马一脸黑线，之前还发誓说再和这几人一起做任务，他就是狗来着，这还没隔天就又在一起了。不过城主已经把话说出来，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一起就一起吧，当狗也没什么不好。哎，我们天空城有3处大门，分别是西门、北门和南门，而此次怪物的主要攻击方向就是这3处。泰鲁斯，你带来守备军防守北门，阿兰斯率领城防军防御南门，迪尔你率领城中精英作战队防守西门，2位勇士也会协助你。若哪处失守，你们3人就立即释放信号弹，如此我也好支援。都明白了吗？3人一起回道：是，城主大人。那就去个自防区吧。然后城主又对着陆枫2人说道：这次拖累2位，是我们天空城欠你们的，若我们度过这次难关，我会给予2位额外奖励。城主大人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城主看着陆枫，感到非常欣慰。天空城的人都如陆枫这般，他也不用太过担心怪物攻城了。那就有劳2位了。陆枫和小花直接来到西门城墙上，此时天空城3处大门已经关闭2处，只留北门还未关闭。陆枫再次看到之前与他做任务的5个莽夫 NPC， 这5人竟然还直接向陆枫走了过来，一股很熟的感觉。哈哈，兄弟，没想到我们又要一起并肩作战了。陆枫无语道，那我们还真是有缘啊。兄弟跟我来，我带你去见见迪尔大队长。行吧。他也懒得和这5人计较，便随着他们找到正在指挥布防的迪尔大队长。
这位就是我们天空城的迪尔大队长，这位就是消灭死灵巫师的勇士。迪尔对着陆枫点点头，刚才他已经在城主府见过陆枫，算是认识了。感谢2位勇士的协助，我们会记住2位的。不过我们西门现在人手有些不够，还请2位与科尔5人一组，防守西门左侧区域，有劳了。城主和这个迪尔八成以为陆枫与这5个莽夫 NPC 配合默契，才会一直把他们分配到一起。唉，有苦不能说啊，他只能在心中吐槽傻逼队友。第37章群英齐聚天空城。而此时的天空城2处传送阵附近，神光不断闪烁，整个华夏战区的16个主城玩家纷纷传送到了天空城。华夏国的10大公会主力玩家也全部传送而来。10几分钟时间，整个传送广场站满了玩家，很多玩家都是互相认识的，有的互相拱拱手，有的互相点点头，还有一些互相敌对的势力也给了对方一个国际问候手势。此时的10大公会会长都站在了一起，他们分别是雷霆公会会长雷霆风暴，天阳公会会长阳光普照，烟雨楼公会会长小桥流水，风云再起公会会长傲天穹，兄弟会会长战九天，露天公会会长长刀踏歌行，法神联盟会长向天再借一雷法，狼牙公会会长血狼，傲视天下公会会长再无天下，两岸商会会长好说好说，风云公会会长傲天穹率先说道：诸位，此次怪物攻城活动，我们先放下以前恩怨，优先完成守城活动，大家觉得如何？其他9位会长也都纷纷点头同意。这种大型活动若最终完成，大家都会受益良多，莫必要这个时候还互相残杀。既然诸位都同意，那我们就分配下防守区域。露天公会会长长刀踏歌行开口道：我与天阳公会防守北边城门，再来一个公会一起防守北门就可以了。法神联盟会长向天再借一雷法说道：那就我们公会吧。烟雨楼公会会长小桥流水，不知哪2个公会愿意和我们烟雨楼去西门防守呢？随后傲视天下公会和风云再起公会和烟雨楼防守西门，最后剩下的4个公会防守南门，其中两岸商会的玩家战斗能力略差，所以就当附带。如此，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傲天穹道。此时10大公会的人纷纷朝着不同方向走去，而一些小公会和散人玩家也都各自找3处城门防御起来。陆枫看着陆陆续续跑来的一群玩家，也大为吃惊，这玩家也太多了吧。他就简单一看，整个西门的玩家已经有10万以上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现在离攻城开始还有1个多小时时间。处于西门的玩家全都找好位置，和附近的人打屁聊天，也有一些开始逛官方论坛，看拍卖行。迪尔队长看着眼前众多的玩家，内心也有了一些底气，若这些人能再继续增加，那西门肯定能守住。陆枫懒得和不认识的人闲聊，他一屁股坐在了城墙角落。1个多小时后可是有10波怪物潮的进攻，现在还是先休息一下。小花也拿着法杖慢慢的坐在陆枫旁边。枫哥，你怕不怕？怕什么？不就是怪物攻城吗？你看看这下面的玩家少说有10万，而且这还只是西门，其他2处城门肯定也聚集了不少玩家。枫哥说的有道理，不过就不知道这攻城的怪物等级和品级如何了。我估摸着应该有20级左右，至于品级就不好预测了。而这时远处一支5人小队朝着陆枫这边走来。HI 大神，没想到我们真有缘分。陆枫抬头一看，原来是李哥他们5人。哈哈，确实挺有缘的，你们竟然也选了西门。5人纷纷也坐在了陆枫身旁，开始聊天起来。大神，您竟然都15级了，厉害啊！是啊，现在你已经排到等级榜第2名了。陆枫一听几人提起等级榜的事，他还是真没太注意这个排名。随即他点开榜单查看，战区等级排行榜，华夏战区第1名落叶归根法师16级 22% 经验，第2名冲锋小战士战士15级 2% 经验，第3名花落为谁开牧师14级 91% 经验，第4名阳光普照弓箭手14级 72% 经验，第5名霸天法师14级 42% 经验，第6名傲天穹战士14级 11% 经验，第7名小桥流水法师13级 95% 经验，第8名雷霆风暴刺客13级 57% 经验，第9名战天斗地弓箭手13级 32% 经验，第10名云水间召唤师13级 25% 经验。陆枫记得那个叫流浪刺客的玩家原本是第9名，现在已经调出等级排行榜了。其他玩家变化都不大，看来都是干弟啊。特别是那个第1名玩家落叶归根，竟然一直保持等级第1。
随后，陆枫看来李哥他们5人的等级都在12级，算是第一梯队的玩家了。1个多小时在几人打屁聊天中过去了。叮！区域通告：亡灵界的第一波攻城怪物将在3分钟后抵达天空城，请各位玩家做好战斗准备。叮！区域通告：亡灵界的第一波攻城怪物将在3分钟后抵达天空城，请各位玩家做好战斗准备。瞬间，整个天空城的玩家全都打起了精神，等待着攻城怪物的到来。不一会，天空城这3个方向走来了黑压压的一片骷髅海，每一个方向的攻城怪物少说也有100万以上。若没有大量玩家支援天空城，那8成是收不住。陆枫朝着靠近的骷髅怪就丢了一个洞察术，名称：骷髅战士，等级10，品级：普通野怪，血量4000，蓝量100，物理攻击80，物理防御40，魔法防御20，技能重击。原来才是10级的怪物啊！那这第一波应该没有危险。这群骷髅海里还站着上百头巨大的骷髅 BOSS， 这些 BOSS 都是10级的青铜级 BOSS， 对现在的玩家难度不大。骷髅海此时已经走到了远程玩家的攻击范围内，瞬间大量的火球、箭雨飞向骷髅海中，下面的冲上来的骷髅一批批的倒下，又一批批的冲上来。此时风云再起工会会长傲天琼大声喊道：“兄弟们，全力攻击！”随后风云工会这边的远程职业攻击如雨一般落了下去，另外的烟雨楼和傲视天下工会也不甘示弱，纷纷下令攻击。而这时烟雨楼的小桥流水对着身边的一个牧师妹子点了一下头，就看这名牧师妹子双眼放光，一声咒语喝道：“神光普照！”这时突然从天空降下一道温暖的光芒，照耀着整个西门的玩家和 NPC 守卫。叮！您收到神木的神光普照，效果攻击加 5%， 效果持续10分钟。第38章，你管这叫战士？站在城墙上的陆枫现在有些无聊，原因无他，因为他是战士，现在打不到怪，他又不会远程攻击，现在骷髅怪物还没有攻破城门，他只能干看着。而那些弓箭手、法师却能不停地攻击城门下的骷髅，唉，干看着真无聊啊。小花和李哥几人听到陆枫的话，一脸疑惑：“大神，我们这样不是很好吗？若是怪物真的攻了进来，那就说明我们已经快防不住了。”李哥说道：“话虽这么说，可我们这些近战职业太吃亏了呀。”附近的一些远程玩家听到陆枫的话，立即不屑地开口道：“你一个破战士，还吐槽手不够长？我看你是失了智。”陆枫看了看这名臭屁的法师，战士怎么了？别以为你们这些远程职业就厉害了，一群脆皮罢了。哼，我们法师是脆，但我们比你战士有用啊！不服你就跳下去打怪啊！你要敢跳下去打怪，我就喊你爹！陆枫被这名法师对的有些难受，要不是在城里，他真想一刀秒了这个家伙。好好好，那你就等着喊我爹吧。小花上 buff， 小花一愣，枫哥，你冷静啊！陆枫给了小花一个肯定的眼神，小花也无奈的给陆枫加上了 buff。随即陆枫一跳跃出，直接跳下了城墙。附近的人看着陆枫的行为，人都骂了：大神这么任性的吗？一点都不考虑下自身安全。刚才那名与陆枫护队的法师也没想到陆枫会这么果断的跳下去，他也看得一愣。切，这战士是真无脑，被我说几句就真的下去送死，哎，等死吧。此时陆枫已经落在城外地面上，这一跳看似帅气，但也摔掉了他1000点血。然后他直接奔着骷髅海就冲了上去，野蛮冲撞，圆月斩，连击斩。这时陆枫冲进了骷髅海中，每一刀都带走一名骷髅怪，他的积分也在不断增加。站在城墙上的小花也同样能分到经验和积分，但小花的积分却要少一些，因为击杀怪物的那个人可以比队伍里的其他人多获得 30% 的积分。这些10级的骷髅怪一个也就4点积分，陆枫杀一只可以获得3积分，小花获得2积分。每只骷髅怪陆枫可以分到55点经验，对于15级的玩家来说，这么点经验实在太少。这还是攻城怪物有 100% 经验加成的情况，不然10级的野怪最多给陆枫30点经验。为了提高刷怪效率，陆枫开始灵活使用野蛮冲撞和圆月斩。他拉到几百只怪时，就是一个圆月斩，瞬间他的身边骷髅全部死光。然后他就立即对着不远处的骷髅怪使用一个野蛮冲撞，再拉几百只骷髅怪释放圆月斩。如此反复，他的杀怪效率比一只打要快太多，基本上就10秒杀几百只骷髅的速度。哪怕是一只骷髅只给他55点经验，100只也有5500经验，几百只就是几万经验。如此快速的练级效率，他是真的爽到了。看着面前几百万的骷髅怪，陆枫打算杀个痛快。
而且他的切割天赋也在疯狂的增长着。此时城墙的玩家已经看呆了，跳下去的那名战士还特么是人吗？在密密麻麻的骷髅海里到处乱杀，简直就是开了无双啊！这家伙每经过一处，那处的骷髅群就会被他清空。这个战士不仅能抗，而且打怪都是秒杀，说他开挂都有人信。我操，你们看到下面的那个战士了吗？当然看到了，这家伙是真低猛，不仅有胆，而且还跟吃了大力丸一样。李哥小队的那名刺客这时开口道：冲锋大神对付这种10级的小怪，还不是分分钟秒杀一片的存在？看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擦，下面这位牛人是冲锋大神啊，牛逼！卧槽，冲锋大神牛逼！破音。很快城墙上的玩家都知道，下面那个战士牛人是冲锋小战士。小桥流水这时也看着城外的陆枫，原来你就是冲锋小战士啊，可让姐姐好找啊！城墙上的玩家震惊，陆枫这时却完全不知道他已经暴露了身份，在他眼里就只有刷怪，不断的刷怪。10几分钟过去，下面的骷髅海已经少了1/10的数量，其中有一小部分是陆枫一人的功劳，大部分还是城墙上的远程职业打的。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16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这10几分钟就升了1级，真快啊！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骷髅战士，获得30点经验。我擦，这等级升高，经验反而更低了。管他呢，只要给经验，我就一直杀。陆枫疯狂地刷着眼前的骷髅，城墙上的近战玩家已经有些按耐不住了。他们看到冲锋小战士一个人可以在下面杀得这么爽，他们也想跳下去一起杀，不过都被队友给制止了。正常玩家跳下去绝对会被怪物群殴而死，不可能人人都是冲锋小战士。但偏偏有些不信邪的散人玩家也跳了下去，其中有2个刺客玩家刚掉下去就直接摔死了，简直就丢人丢到家了。而其他一些跳下去的零散玩家也被围上来的骷髅怪给群殴而死。城墙上的玩家看到这种场景，也只好老老实实待着城墙上了。他们羡慕地看着下面正在群刷骷髅的陆枫，你管这叫战士？这是信仰。很多战士玩家用一种自豪的眼神看着身边的其他职业，看到没，这就是我们战士崛起后的姿态，万军从中过，片叶不沾身。还有一些逗逼玩家说道，我本以为吕布就天下无敌了，这下方是谁的部将，竟然如此勇猛，此乃冲锋战神。曹公可是心生爱才之心了。1个多小时后，西门的所有攻城骷髅都被消灭干净，而其他2处城门的骷髅怪还剩余1/3没打完。这也意味着陆枫一人打了30多万只骷髅怪，他的等级已经连升到了18级，活动积分也达到了92万多。而积分第2是小花，第3名的玩家才8万多点。天空城的几百万守城玩家看着差距如此巨大的积分，全都骂了。而有些有心的玩家把陆枫跳下城墙杀怪录制成了视频，并发布到了论坛上，这个帖子瞬间就被顶到第1。很多还在新手村练级的玩家看到陆枫的视频后，都觉得这个游戏战士真猛，早知道就练战士了，谁他妈一开始告诉我这游戏战士不行的，我现在真想大耳刮抽他。第39章，这哪是怪物攻城，这是哥的福利。陆枫看着自己的等级已经来到了18级，内心爽歪歪。而城墙上的小花也开心地朝着陆枫不断挥手。他回到城墙下面，小花又给他加了一个全能护盾。这时他和小花2人已经是华夏战区等级排行榜的第1、第2了。陆枫查看了一下切割天赋，上面的伤害数字把他看得一惊。切割天赋等级2级，天赋属性，每次攻击都可触发1次切割伤害，此伤害为真实伤害，不受任何防御抵消，每击杀一个单位提升1点切割伤害。当前伤害341158。卧槽，一刀34万多切割伤害，这特么太鸡儿爽了。就在他沉浸在切割的伤害中时，系统再次传来提示声。叮！区域通告，亡灵界的第2波攻城怪物将在3分钟后抵达天空城，请各位玩家做好战斗准备。叮！区域通告，亡灵界的第2波攻城怪物将在3分钟后抵达天空城，请各位玩家做好战斗准备。这哪是怪物攻城，这是哥的福利啊！陆枫开心地喊道，不仅给经验，还可以刷切割伤害，等这10波攻城结束，哥的伤害还不起飞。3分钟很快过去，这时就看到城门远处又出现一大群骷髅海，不过这次的骷髅都是12级的怪物，血量和攻击比第1波要多一些，但对于陆枫而言都是秒杀的存在，就连骷髅海中的青铜级 BOSS 也都是直接秒。没办法，12级的青铜 BOSS 也才15万血左右，根本就顶不住陆枫的一刀。陆枫也懒得等攻城怪物走过来，一个人就冲向了第2波骷髅海中。这时
整个西门的玩家都看傻了。卧槽，这冲锋小战士大神不讲武德，竟然把攻城怪物拦住了！怪物不围过来，我们怎么打怪啊？就是，这哪是大神，这就是个祸害！我擦，他要这么玩，我们还玩个屁！我特么去其他城门了。很快有一波玩家气得直接跑去另外2个城门杀怪了，而那3大公会却没办法离开，因为这城门的防守是10大公会商量好的，现在变卦肯定不行。不过这第2批骷髅还明显数量要比第1波少一半，看其怪物数量最多也就50万左右。不过这50万的骷髅大军现在的仇恨全在陆枫身上。陆枫虽然能吸血，但他的血量上限还是有些低，只有2000出头。没办法，陆枫直接把剩余的5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体质上，如此他的血量又增加了500点。哥今天不杀穿你们，哥就不姓陆。这时他的身上被骷髅弓箭手的箭插满了，看起来就跟刺猬一样。又打了10几分钟，陆枫实在坚持不住了，掉血太快了。擦，你们猛还不行吗？我往后退。随后他就不要命的往城门下跑，后面跟着一大群骷髅海。跑到城墙下，他立即对着上面喊道：别说哥不给你们留汤喝，赶快攻击吧！有不少玩家其实很想给陆枫来2下，这必太贱了，一个人大口吃肉，竟然也不考虑下他们这么多的玩家。现在打不过了，跑回来说分他们一口汤，我分你2大爷！小桥流水立即下令道：所有对准冲上来的骷髅立即开火，不要省蓝，火力全开！其他2个公会也纷纷下令攻击。对于这种有奖励不赚王八蛋的事情，他们还是不会浪费机会的。瞬间大量的弓箭和火球飞向城外的骷髅，而陆枫的压力也大减。看着大量的怪物仇恨被城墙上的玩家吸引，陆枫又再次冲了上去。20分钟后，西门的所有攻城怪物再次被消灭一空。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第1个达到20级，奖励20级黄金礼盒1个，荣誉1000点。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第1个达到20级，奖励20级黄金礼盒1个，荣誉1000点。突然传出响系统通告，直接把西门的守城玩家整破防了。这冲锋小战士是肉也吃，奖励也拿呀，太他妈无耻了！这次陆枫一人就杀了22万只怪，其他玩家也只能有气往肚子陆咽。谁让这冲锋小战士牛逼呢？这是凭本事吃饭，他们只能羡慕嫉妒恨。你要有本事你也跳下去杀到怪物群里，没人会说你什么。陆枫这时靠在城墙边上大口喘气，虽然他不会死，但是不断的高强度杀怪他也会累。他看了下等级，已经21级 55% 的经验了，小花也21级 23% 的经验。这时的等级排行榜第3名落叶归根也才17级 88% 经验。现在他和小花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人了。陆枫对着城墙上的小花大喊道：你多少积分了？枫哥，我已经有210万积分了。很好，看来这次活动结束，我们俩的积分都能过1000万，哈哈。他此时的积分已经280多万了。时间又过去了10分钟，系统再次传来活动提升。叮！区域通告，由于天空城的2波完美守城成功，触怒了亡灵大帝。亡灵大帝直接派遣第9波攻城怪物进行攻击，请各位玩家做好战斗准备。叮！区域通告，由于天空城的2波完美守城成功，触怒了亡灵大帝。亡灵大帝直接派遣第9波攻城怪物进行攻击，请各位玩家做好战斗准备。我擦，亡灵大帝不按套路出牌，竟然直接从第9波开始，何止不按套路出牌，简直就是无耻。这第2波就已经是12级的骷髅怪了，那第9波会是多少级的？很快，黑压压的一片骷髅怪出现在天空城外围。陆枫立即释放了一个洞察术，名称骷髅战士，等级20，品级精英级，血量8万，蓝量1000，物理攻击400，物理防御180，魔法防御100，技能重击格挡。介绍：来自亡灵界的骷髅，没有自主意识，主动攻击怪。我擦，全是20级的精英，这下不好打了。第40章南北失守。陆枫直接把包里的20级装备换上了，又把获得的15点自由属性点加在了体质上，然后打开了刚才20级的系统奖励黄金礼盒。叮！您打开了20级黄金礼盒，获得骑士长腿甲，物品名称骑士长腿甲，佩戴等级20级，佩戴要求力量达到100，装备品级黄金级，物理防御加100，魔法防御加50，力量加30，敏捷加30，体质加30，伤害减免
正 5%， 异常状态抗性正 5%。 介绍：人类帝国骑士长的精致腿甲，华丽舒适。现在他的血量达到了4100点，物理防御830，魔法防御418。除了白金级骷髅王战盾无法佩戴，其他的5件20级装备都换上了。来吧，看哥不弄哭你们这些骷髅。陆枫看着眼前黑压压的骷髅海，估摸着应该有10万只左右，其中还有几十只20级的白银骷髅 BOSS。 不过现在他属性大涨，这些小怪打他就掉1-2点血，对他完全不构成威胁了。随后陆枫直接冲了上去，嘴上还说了句：我特么来了。野蛮冲撞，圆月斩。城墙上的玩家这时又看到陆枫一个人拦住了10万只攻城骷髅，玩家们的心态现在已经开始有些崩了。刚才12级的骷髅你还顶不住，现在20级的精英骷髅你竟然可以无视，你这也太不正常了。实锤开挂，我们要举报你。就连那3大公会的玩家也纷纷开始抗议，他们都在抱怨冲锋小战士太过自私，并且怀疑他开挂，要求游戏官方进行核查，必须给广大玩家一个解释。看着官方论坛数以百万的玩家呼声，官方运营公司也坐不住了。虽然运营公司 AON 无权干涉神域游戏主脑的运行，但还是有查看权的。随后官方的技术员在公司首席运营官的授权下，对冲锋小战士进行全面检测。20分钟后，检测数据显示冲锋小战士一切正常，并没有任何可疑行为和风险动作。别说开挂了，就连神域游戏主脑都给予冲锋小战士优秀玩家的评价。随即官方在论坛上发文公布了检测数据为冲锋小战士，证明该名玩家并未使用任何外挂，而且还得到神域游戏主脑的好评，希望其他游戏玩家能以冲锋小战士为榜样，好好玩游戏。最后祝所有玩家游戏愉快。玩家们得到官方回馈后都一脸无语，特别是西门城墙上的玩家，此时都跟吃了苍蝇一般。这官方脑子有问题吧？让我们学习冲锋小战士，意思是让我们也跳下去杀怪？我学你马！就是还以冲锋小战士为榜样，你看他那贱比样子，太他妈自私了。上一波还分我们喝汤，这波直接连汤都不分了，我去他妈了个比！哎，这就命，谁让人家强呢？我们还是去其他城门捡点汤喝吧。很快，西门的所有散人玩家和小公会都去了另外2处城门。现在的西门城墙上只有3大公会的玩家和 NPC 守卫，其中的迪尔队长满脸开心地看着城外的冲锋小战士。科尔，一开始听你汇报说这名冲锋小战士勇士非常厉害，我还有些不信，现在我觉得你说的不对，这哪是非常厉害，这是相当厉害。哈哈，迪尔队长，有他在我们的西门就没有危险了。迪尔默默地点点头。1个小时后，西门城外的所有攻城骷髅怪都被陆枫杀光了，整整10万只骷髅，外加100只白银骷髅 BOSS。 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30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小花也跟着达到了30级。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第1个达到30级，奖励30级黄金礼盒1个，荣誉1500点。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第1个达到30级，奖励30级黄金礼盒1个，荣誉1500点。2人活动积分分别高达660万和480万，再看看第3名的积分才16万，完全没法比了。不过自从2人升到30级后，这20级的骷髅就不再给他们经验了，并且陆枫的切割天赋也无法增加伤害了。看来杀怪不给经验就无法获得切割伤害，那这后面还有第10波，难道也不给经验了吗？唉，看来练级快也不好。若是陆枫的这句话被其他玩家听到，绝对要喷死他。练级快还不好，那什么好？你要不想练级，就把怪让给我们打，我们不嫌弃。别的玩家累死累活升1级，你这几个小时升了15级，你还想怎么样？随后陆枫直接打开了30级黄金礼盒。叮！您打开了30级黄金礼盒，获得骑士团长战靴，物品名称骑士团长战靴，佩戴等级30级，佩戴要求力量达到150，装备品级黄金级，物理防御加200，魔法防御加100，力量加40，敏捷加40，体质加40，移动速度加2，异常状态抗性正 5%。 介绍：人类帝国骑士团长的极品战靴，荣誉的象征，不错，直接戴上，属性也涨了一些。叮！区域通告：天空城的北门已经被攻城怪物攻破，现在正有大量的怪物涌入城内，请玩家尽快消灭这些攻城怪物。叮！区域通告：天空城的北门已经被攻城怪物攻破，
现在正有大量的怪物涌入城内，请玩家尽快消灭这些攻城怪物。突然传出的系统提示，把陆枫搞一愣。我擦，哥一个人就把西门的怪物杀光，你们竟然还守不住北门，太鸡儿废物了。随即负责防守西门的3大公会纷纷离开，前往北门支援。现在他们再去支援就不算违反约定，而且还可以过去分一杯羹。不过北城的玩家和 NPC 守卫这时已经死了一大片，死亡的玩家也都掉了1级， NPC 死亡就真的死了。此时北门的城门已经被打得稀烂，源源不断的骷髅怪物从门中冲了进来。西门的3大公会立即对着冲进城内的怪物展开攻击，可这些怪物都是20级的精英怪，里面还夹着10来只白银级骷髅 BOSS。 玩家现在也才12级左右，打这些20级的精英怪伤害太低，如同刮痧。看着不断涌入的骷髅海，玩家们的心也凉了下来。叮！区域通告：天空城的南门已经被攻城怪物攻破，现在正有大量的怪物涌入城内，请玩家尽快消灭这些攻城怪物。叮！区域通告：天空城的南门已经被攻城怪物攻破，现在正有大量的怪物涌入城内，请玩家尽快消灭这些攻城怪物。第41章亡灵大帝跨界而来。这时系统紧跟着发出南门被攻破的提示声，南北2个大门的上空同时飞出一颗信号弹，这也说明南北2门已经失守。天空城城主眉头紧皱，两边一起失守，这该支援哪边是好？而西门的小花对着城墙下的陆枫说道：枫哥，你快赶往另外2处城门，那边已经失守了。我知道了，给我加个 buff， 我这就去支援。叮！您收到花落为谁开的全能护盾，效果持续10分钟。随即陆枫冲着北门而去，而南北门的玩家和 NPC 这时已经被怪物打得节节败退，很多玩家死了又死，等级都掉到了9级。我擦，这骷髅怪也太厉害了，根本不是我们现在能对付的，这下我们完了。就在众人绝望之时，北门的城外传来了剧烈的打斗声，那些还在城外等待进城的骷髅怪已经和陆枫战到了一起。不到3分钟时间，北城城外的3万多只骷髅就被陆枫清光了，然后他再次冲向北城城门处，一路砍瓜切菜般横推而过。而城内的玩家这时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纷纷开心地喊道：冲锋小战士，大神牛逼，我要粉你一辈子。有一些女玩家直接流下了泪水，大神我爱你，我要给你生猴子。滴铃铃，陆枫正在北门杀怪时，他定的闹钟突然响起。卧槽，已经到下午5点了，这么关键的时刻没法下线给小妹做饭啊。算了，先做完活动再说吧。随即他的杀怪速度变得更快，他还一边杀怪一边嘴里嘟囔：我让你影响我做晚饭，我让你害得我被小妹骂。10几分钟，陆枫就把北城的所有怪物清理干净了。随后他又再次冲向南门，虽然现在的怪物已经不给他经验，也不增加他的切割伤害，但活动积分还是加的。又过了10几分钟，南门的怪物也被他清完了，南北2门的怪物加一起也有8万多只被陆枫所杀。叮！区域通告：亡灵界的第20波攻城怪物将在3分钟后抵达天空城，此波怪物非常危险，请各位玩家做好战斗准备。叮！区域通告：亡灵界的第20波攻城怪物将在3分钟后抵达天空城，此波怪物非常危险，请各位玩家做好战斗准备。系统竟然都提示了这波怪物危险，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怪物。很快3分钟过去，陆枫站在南门城墙上看着城外，而小花也早早来到他的身旁。枫哥，你看那边好像出现了空间裂缝。陆枫顺着小花手指的方向，看到南门的正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空间裂缝，一股股黑色能量正从裂缝中露出来，随即一头头巨大的骷髅怪物从裂缝中走了出来。几分钟后，裂缝关闭，可那处已经站着200头巨大的骷髅 BOSS。 洞察术，名称：骷髅霸者，等级20，品级：黄金级 BOSS， 血量30万，蓝粮5000，物理攻击750，物理防御300，魔法防御200。技能：亡灵意识，被动，旋风斩，强化重击。介绍：来自亡灵界的强大 BOSS， 具备一定自我意识。我擦，全是20级的黄金骷髅 BOSS， 而且里面还有一些法系骷髅 BOSS。 此时天空城3处城门外都聚集了200只20级黄金骷髅 BOSS， 加一起就是600只。虽然这波攻城怪物没有小怪，但这600只 BOSS 却让玩家和 NPC 更加绝望。这时的所有黄金 BOSS 纷纷冲向天空城，陆枫也不惯着他们，直接从南门冲了出去，对着一个近战骷髅 BOSS 就使用了野蛮冲锋。这头挨他冲锋的骷髅 BOSS 瞬间被秒，
然后他又对着附近的 BOSS 群使用了圆月斩，负326，负563158，加56348。陆枫附近的一群 BOSS 直接被秒，这些黄金级骷髅 BOSS 只有30万的血，根本就顶不住他的一刀。2分钟他就把南门的200只 BOSS 杀光了，然后他又返回天空城，冲着北门跑去。几分钟后，北门的200只 BOSS 也被他清理了，而那些玩家和 NPC 都瞪大了双眼看着他。你能秒小怪，我们就不说了，你他妈现在还能秒黄金级 BOSS， 而且还是20级的，太他妈不是人了！陆枫懒得鸟这些玩家，直接奔着西门而去。西门这时连城门都没破呢，200个 BOSS 还在奋力攻击城门。陆枫看到后，直接跳下城墙，冲上去就开始刷 BOSS。唉，可惜这些攻城怪物不掉落装备，不然这么多的 BOSS 掉落的装备，我岂不发财了？他一边刷 BOSS 一边歪歪起来。不一会，这处的200只 BOSS 也被他杀完了。叮！区域通告：亡灵界的第20波攻城怪物已经全部被消灭，亡灵大帝已经彻底愤怒，他不顾身体受损，凝聚一具分身撕裂空间跨界而来，请各位玩家做好战斗准备。叮！区域通告：亡灵界的第20波攻城怪物已经全部被消灭，亡灵大帝已经彻底愤怒，他不顾身体受损，凝聚一具分身撕裂空间跨界而来，请各位玩家做好战斗准备。这时就看到天空城的北门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突然一只巨大骷髅手掌从裂缝中伸出，然后慢慢的把裂缝越撕越大，里面的黑色气息不断往外喷涌，场面极其恐怖。天空城的城主这时也吓得双眼大睁，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你堂堂一名大地强者，竟然为了我这小小的3级主城，宁愿自损受伤都要跨界而来。城主的声音好像被这亡灵大帝听到似的，这时从裂缝中探出一颗巨大的骷髅头颅，开口说道：尔等竟然敢破坏本地的计划，无要让尔等的灵魂被我永世折磨！结！亡灵大帝的恐怖声音吓得很多玩家和 NPC 尿了裤子，这种恐怖的压迫感实在过于震撼。而这亡灵大帝的身躯起码有50米以上，相等于15层楼那么高。很快裂缝被彻底撕开，亡灵大帝的整个身躯出现在天空城的北门外。尔等准备好自己的灵魂了吗？死亡领域！随着亡灵大帝的话说完，整个天空城被一股黑色阴影笼罩住。这时的天空城城主已经满脸绝望，你这是破坏诸神条约，诸神不会饶过你的。巨大的亡灵大帝听到城主的话，发出恐怖的笑声。诸神条约？现在哪还有神明？不，吾现在就是神明，尔等还不快来膜拜本神！结！就在亡灵大帝得意忘形之时，一个渺小的身影对着他冲了上去，同时这个渺小的身影嘴里还说了一句：我他妈又来了。不用说，这个渺小的身影就是陆枫。第42章，亡灵大帝就这。这时陆枫一边冲向亡灵大帝，一边嘴里还说着：来不及解释了，小妹马上就要放学回来了。快靠近 BOSS 时，陆枫丢了个洞察术，名称：亡灵大帝分身，等级30，品级传说级 BOSS， 本体更强，血量1000万，蓝量50万，物理攻击5000，魔法攻击3000，物理防御2800，魔法防御2000，其他属性免疫所有控制。技能介绍：亡灵大帝乃是亡灵界的主宰，此身为他分身，实力仅有本体的1/10，极度危险。亡灵大帝看着冲过来的陆枫，嘴角冷笑道：蝼蚁，真是无知者无。陆枫没等亡灵大帝话说完，就一个野蛮冲锋撞了上去。可惜这 BOSS 免疫控制只造成了伤害，没有造成眩晕。-1，负563758，加56376，刷！-1，负563758，加56376，连击斩！-1，负563758，加56376，-1，负563758，加56376，刷！-1，负563758，加56376。陆枫的闪电5连斩直接把亡灵大帝打懵逼了，一套打了 BOSS 接近1/3的血量。该死的蚂蚁，你弄疼本地了，去死吧！亡灵大帝一拳打了下来，当！陆枫原本以为死定了，可他却没掉血。看着身旁举盾顶着的守备官泰鲁斯，陆枫一脸感动，还不快动手，我顶不了多久。泰鲁斯急忙喊道。看来不是感动的时候，陆枫继续挥舞着长刀，不断砍向亡灵大帝。
而 BOSS 的血量刷刷刷的往下掉。该死的蝼蚁们，都去死吧！亡灵大帝突然一声巨吼，陆枫和守备官泰鲁斯瞬间捂着脑袋跪了下来。叮！您受到亡灵大帝的亡灵恐惧，恐惧效果持续10秒。糟糕，这下要完犊子了！就在亡灵大帝准备一击秒杀陆枫和泰鲁斯时，天空城的城主站了出来。亡灵大帝，你莫不是忘了还有我？就让我看看所谓的大帝到底有多强吧！城主说完就直接冲了上去，速度比玩家快了很多。呵呵，小小的钻石级也敢对本地出手，可笑至极！在场的玩家这时就看到亡灵大帝和城主站到了一起，而亡灵大帝的每一击都把城主打得吐血不止，城主的血量不断下降。10秒的时间，城主就只剩下1/3的血量。城主撑着巨剑不让自己的身体倒下，嘴里还吐着鲜血，眼睛愤怒地看着亡灵大帝。而北城的城门处又突然冲出一群 NPC 护卫，准备与亡灵大帝一战。城主直接大声喝道：“都给我回去，这是命令！”那一群 NPC 护卫一脸紧张：“城主大人，我们再不出手，您怕是撑不住了。难道你们连我的命令都不听了吗？”这群护卫又退回了城内。他们也知道自己这个级别的护卫上去肯定就是送死，但他们不怕。守护天空城，守护城主大人是他们的职责，更是他们的人生信条。没想到你还是个有骨气的城主，那本地可要好好折磨你的灵魂了！结！刷！连击斩，圆月斩，野蛮冲锋。陆枫从恐惧醒来后，二话不说，直接又一套不解释连招。亡灵大帝这血量直接到了 25%。哈哈！该死的虫子，你真该死啊！竟然多次伤害到本地的分身，本地要将你的灵魂永世折磨。随即一只骷髅巨手拍向陆枫，砰！负3650。一声巨响，陆枫竟然没死。这个亡灵大帝的攻击虽然强，但他的出手速度并不是很快。陆枫现在的物理防御1000出头，血量有4000多，所以亡灵大帝的这一掌并未秒了他。操！疼死我了，全身骨头都感觉快要断了。刷！我特么让你拍我，我让你说我是蝼蚁，看哥不虐死你！既然亡灵大帝的一击打不死他，他感觉自己又行了。很快 BOSS 的血量来到了 10%， 这时的亡灵大帝彻底愤怒了。该死的蝼蚁们，都给我去死吧！死亡一击！陆枫瞅准 BOSS 还没放出技能，直接就是一个卡刀加连击斩。死亡一击是吧？蝼蚁是吧？亡灵大帝是吧？都给割死！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亡灵大帝，获得100万点经验。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31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小队首杀传说级 BOSS， 奖励队伍贡献最大者30级传说礼盒1个，荣誉3000点。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小队首杀传说级 BOSS， 奖励队伍贡献最大者30级传说礼盒1个，荣誉3000点。叮！区域通告，天空城攻城活动守城成功，活动结束。所有参与守城的玩家获得24小时的双倍经验加成，玩家获得的活动积分可在城主处兑换奖励，兑奖限时1天。叮！区域通告，天空城攻城活动守城成功，活动结束。所有参与守城的玩家获得24小时的双倍经验加成，玩家获得的活动积分可在城主处兑换奖励，兑奖限时1天。听到系统的提示音，整个天空城的几百万玩家瞬间炸锅，疯狂的大喊大叫起来：万岁万岁！我们守城成功了！哦耶！爽啊！虽然很多玩家掉了等级，但他们有24小时的双倍经验加成，完全可以弥补回来，甚至还可以把等级追过其他玩家。而且参加守城的玩家基本上都有一些积分，又可以兑换一些活动奖励，还是爽歪歪的。这时华夏战区的官方论坛有关天空城攻城的帖子全部被顶了上来，还有一部分冲锋小战士的帖子也被顶了上来。不过陆枫却和小花打了一声招呼就下线了，因为他要给小妹做饭。第43章找城主兑换奖励。下线后的陆枫看着刚刚回来的小慧，心里佯装淡定：小妹回来了，老哥这就去给你做饭。哈哈！小慧狐疑地盯着他看了一会，老哥，我怎么感觉你今天不太对劲？套上围裙的陆枫一边从冰箱拿出各类食材，一边说道：不对劲？我有什么不对劲的？难道我还变成了妖怪不成？小慧直接一个白眼。30分钟后，陆枫做了4菜1汤，兄妹俩很快就吃完了一桌子菜。
小妹是因为今天下午有体育课，运动量过大，导致肚子有些饿，所以吃得快。陆枫纯粹是中午和晚上都没吃饭，所以也吃得快。不过陆枫的做菜手艺确实不错，他烧了6年的菜，肯定是熟能生巧。刷完碗，陆枫拿着一些水果和牛奶送到了小妹房间。小慧，学完就睡觉，别熬夜，知道了吗？知道了。陆枫又看了看小妹的状态，然后回到了自己房间。叮！欢迎再次来到神域世界，祝您游戏愉快。刚上线的陆枫是站在北门城墙上的，此时城门处一群士兵和工匠正在建造北门的城门。看着 NPC 忙得不可开交，陆枫也没去打扰他们，直接前往了城主府。刚来到城主府门口，就看到小花站在这里，一脸微笑地看着陆枫。陆枫上前轻轻咳了2声，嗨嗨，小花你站这里傻笑什么？小花，枫哥，我猜你上线肯定要来城主府的，而且刚才我也下线吃了点东西，也就比你早上线5分钟。好吧，那我们去找城主兑换活动奖励吧。走起。现在陆枫和小花的积分已经非常夸张了，陆枫一共有1260万积分，小花也有1020万积分。来到城主府门前，还是那名认识他们的卫士。呀，两位英雄终于来找城主了，城主大人可是特别吩咐过，见到两位一定要领去见他。两位英雄跟我来吧。陆枫微笑的点点头，他还是有些尴尬。1天时间，这守卫从一开始的不让进，到现在的热脸相迎，都把陆枫整不会了。不过这时的城主府里有玩家进进出出，应该是找城主兑换活动奖励。小花，以我们俩的积分，应该可以兑换很多好东西，你说是吧？没毛病，肯定能兑换大量道具，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好东西了，嘿嘿。对了，我记得城主大人还答应我们，说守城成功会给我们额外奖励。是哦，枫哥你不说，我都忘了。很快守卫领着两人来到了上次的书房，不过城主并不在这里。两位英雄，城主大人一会就来，二位先坐，稍等一会。守卫说完就退了出去，只留两人在书房。随即陆枫和小花找了个沙发坐下。10分钟不到，城主就回到了书房，两人立即站了起来。城主一脸微笑的看着两人，哈哈，两位英雄终于来找我了，都不用拘束，坐吧坐吧。城主大人，此次我们守城成功，我和队友想来找您兑换守城奖励。应该的，这里是兑换清单，二位看看吧。陆枫和小花立即看到自己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兑换面板，大致数了一下，分为5大类，分别是装备类、技能类、药水类、特殊物品类、坐骑宠物类。这城主的货还真不少，果然是大富大贵之人。装备类是10级到30级的装备，最高品级可兑换到白金级。技能类是10级到20级的本职业技能。药水类有恢复类药水、临时增益药水和永久增幅类药水。特殊物品类就比较杂了，有技能升级券、勋章升级券、功能型道具，还有一些陆枫看不懂的东西，但他看到了一个需要的物品——生命之水。而最后的坐骑宠物类可以兑换青铜级到白金级的坐骑宠物蛋。陆枫和小花现在都是31级，所以他们首先得兑换一套30级的装备。不过30级的白金级装备一件就需要30万积分，一身需要12件装备，总计要360万的积分。陆枫和小花商议后，两人都打算兑换一套。先别急，我记得我还有个系统奖励的30级传说礼盒，等我打开看看。叮，您打开了30级传说礼盒，获得命运之刃，竟然给了武器，也不错。物品名称：命运之刃，佩戴等级30级，装备品级传说级，物理攻击加700，力量加100，敏捷加100，体质加100，智力加100，精神加100，暴击正15%，无视护甲20%，攻击吸血15%，攻击加成5%。命运选择：攻击目标时有5%的几率降低目标30%的全属性，效果持续30秒。介绍：命运之神的小玩具。我勒个去，带上这把武器那还不起飞了？如此一来，陆枫又可以省下30万的积分。两人说换就换，不过陆枫还要多换一个盾牌做备用，瞬间没了360万积分。这时城主都一脸惊讶地看着两人，这两个是土豪啊，积分竟然这么多。技能升级券5万积分一张，先来个10张备用吧。勋章升级券20万一张，陆枫先兑换了3张，然后直接使用。叮，您使用勋章升级卷提升了白银级勇士勋章，白银级勇士勋章晋级为黄金级勇士勋章，最后勋章直接提升到了钻石级。物品名称：钻石级勇士勋章，佩戴等级无要求，装备品级特殊类道具，力量加60，
敏捷加60，体质加60，智力加60，精神加60，幸运加10，经验加成30%。介绍：新手村村长得专属道具，已被晋升4次，无法再使用勋章升级卷晋升，极难获得。放入背包后，属性自动生效。下面就该兑换技能和药水了。第44章，城主的额外奖励。再看看技能类可以兑换哪些技能。10级、20级战士职业技能：连击斩、冲锋、圆月斩、钢铁之躯、被动、破坏之力、被动、战斗咆哮、buff、剑气斩、战斗践踏、压制、旋风斩。一共10个技能，最便宜的技能也需要2万积分，最贵的20万。陆枫把没学习的技能全部兑换了出来，共花了100万积分。再看看药水类，恢复类药水：超级 HP 恢复药水、超级 MP 恢复药水、中型瞬间恢复药水、大型瞬间恢复药水、临时增益药水、物理攻击增益药水、魔法攻击增益药水、双防增益药水、血量增益药水、蓝量增益药水、异常抗性增益药水、永久增幅药水、力量药水，最多使用10瓶；敏捷药水，最多使用10瓶；体质药水，最多使用10瓶；智力药水，最多使用10瓶；精神药水，最多使用10瓶。陆枫想了想，恢复类和临时增益类药水对他帮助不大，不用兑换，那就把永久增幅药水兑换了。随后他就把5种永久增幅药水都兑换了10瓶出来，每瓶药水需要5万积分，又花了250万积分，一瓶增加5点属性。二话没说，陆枫直接把50瓶药水直接喝了，他的基础5大属性全部加了50点。到目前为止，他一共花了820万积分，还剩440万积分，最后就只剩下宠物和坐骑了。继续查看，最好的白金宠物只有一种，雷霆狮鹫，需要100万积分。最好的白金坐骑也只有一种，圣光雄狮，需要100万积分。陆枫直接兑换了这只宠物和坐骑。圣光雄狮这种坐骑并不能参加战斗，只能代步使用，而雷霆狮鹫却是一颗宠物蛋，需要绑定后才会孵化出来，不过孵化出来只有1级，还要带它练级。好家伙，又多个经验宝宝。这时的小花也和陆枫兑换的差不多，他的1060万积分已经全部花完。陆枫这边还有240万积分，他也不急，再次花了5万积分兑换了一份生命之水，然后他直接把生命之水用在了不朽之地土壤上。叮，您使用了生命之水，滋润了不朽之地土壤，目前进度1/10。我擦，一份还不行，幸亏我留的积分多，不然直接把积分花完就尴尬了。随后他又兑换了9瓶生命之水，直接用了。叮，您使用了生命之水，滋润了不朽之地土壤，目前进度10/10，已完成。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完成任务，获得不朽之地土壤，触发隐藏职业任务第3环节。任务名称：不朽战士转职任务。任务介绍：隐藏职业任务，当前进度3/3。任务内容：把恢复生机的土壤寻一处无人之地埋起来，成功守护埋土之地3个小时。若守护期间死亡或者埋土之地被入侵者破坏，将判断任务失败。任务时间1天。任务奖励：奖励隐藏职业不朽战士传承。看来还得完成最后一环的转职任务才行，真尖儿麻烦。看着还剩190万的积分，让陆枫不知道兑换什么了。小花，你兑换完了吗？我已经兑换完了，你看我这身装备好看吧？嘻嘻。小花已经换上一身的30级白金装备，模样就跟神女一般，高贵又华丽。好看好看。那个的最后这个190万积分兑换什么呢？哎，不想了，全部兑换技能升级券。现在陆枫包里一共有48张技能升级券，这马上都可以搞批发了。嗨嗨，城主大人，我们已经兑换完毕了。2位英雄果然实力非凡，兑换如此多的物品。不过本城主答应过2位，会给你们额外的奖励。这2枚徽章，请2位收好。叮，您获得了帝国子爵徽章。陆枫和小花。城主微微一笑道：从现在开始，2位就是我们人类帝国的子爵了，恭喜2位。谢谢城主大人奖励。2人道。物品名称：帝国子爵徽章。佩戴等级：无。物品品级：黄金级。物品属性：人类帝国的子爵可在各大人类城邦拥有特权，如免税权、优惠权、犯罪豁免权等。自行体验：幸运+5，魅力+5。物品介绍：人类帝国子爵徽章，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奖励。城主大人还是挺豪气的，光是一个免税权就让陆枫看到了实惠之处。他经常使用拍卖行，每次交易都要扣5%的税，现在有了这个子爵徽章，就可以不用扣了，爽。至于其他权利，
陆枫还得自己体验。随后两人告别城主，出了城主府。枫哥，我们现在干嘛？先找个地方把我手中的不朽之地土壤埋起来，完成我的转职任务，然后我再帮你做一下牧师转职任务，今天就差不多了。好的，枫哥，我们走吧。随后两人唤出圣光雄狮，朝着南方奔了出去。坐骑的速度果然比11路公交车跑得快多了，这速度比陆枫自己跑要快5倍以上。此时他和小花有一种风驰电掣的感觉，而路过的玩家看到两人骑着金光闪闪的雄狮就这么跑出城，都愣住了。卧槽，我刚才看到什么了？2名骑着雄狮坐骑的玩家从我身边过去了。兄弟，我也看见了，没看错的话，那两人就是冲锋小战士。呵，花落为谁开？因为只有20级才能佩戴坐骑，现在全华夏战区就只有这两人超过了20级，不是他俩还能是谁？哎呀，我刚才为什么没有录像？不然我的帖子也能在官方论坛火一把。哈哈，我刚才就录像了，这下我赚到了。第45章，牛逼克拉斯的属性页面。在两人寻找埋土之地时，陆枫把换下来的装备全部上架了拍卖行，随后查看了自身的属性面板。姓名：冲锋小战士，等级3136120110万，职业：战士，力量770，敏捷767，体质920，智力465，精神766，血量10200，蓝粮7660，攻击3241，物理防御2486，魔法防御1576，攻击速度1.2秒1刀，移动速度6，攻击加成5%，暴击几率50%，暴击伤害230%，闪避几率20%，攻击吸血30%，伤害减免30%，异常抗性正30%。其他属性：幸运加15%，魅力加5%，经验加成正30%，无视护甲20%。职业天赋：切割加563759。职业技能：连击斩、野蛮冲锋、洞察术、钢铁之躯、被动、破坏之力、被动、战斗咆哮、buff、剑气斩、战斗践踏、压制、旋风斩。自由属性点0。装备：命运之刃传说级30级，帝国荣誉战链白金级30级，帝国荣誉战镯白金级30级，帝国荣誉战镯白金级30级，帝国荣誉战剑白金级30级，帝国荣誉战剑白金级30级，帝国将军战盔白金级30级，帝国将军战甲白金级30级，帝国将军腿甲白金级30级，帝国将军护腕白金级30级，帝国将军腰带白金级30级，帝国将军战靴白金级30级。背包：帝国将军战盾钻石级勇士勋章，帝国自觉徽章，技能升级卷轴 X48， 天空城地图，食人花叶子 X2314， 蛇皮 X852， 1245金88银币。同类材料可堆叠999战一个背包，背包容量70格。宠物：雷霆狮鹫，坐骑：圣光雄狮。看完属性，现在除了盾牌带不上，基本没有什么遗憾了。而他的技能钢铁之躯，被动是增加10%的双防，破坏之力，被动是增加10%的攻击力，战斗咆哮 buff 是增加10%的血量。其他的技能都是主动攻击技能了，是时候把盾牌带上了。他看了下盾牌的属性，还是非常棒的。物品名称：帝国将军战盾，佩戴等级30级，佩戴要求：盾防战士，力量达到200，装备品级白金级，物理防御加500，魔法防御加300，力量加50，体质加50，敏捷加50，精神加50，伤害减免正15%，攻击格挡正35%，格挡成功减少85%的伤害。绝对防御使用后自身双防增加300%，持续30秒 ，CD 30分钟。介绍：帝国将军的制式精装巨盾，守护的象征。现在的陆枫已经属于现阶段无敌般的存在了，哪怕是在遇到那个掉毛亡灵大帝分身，他也能轻松杀了。还是尽快选个好地方埋土吧。10几分钟后，陆枫和小花来到一处景色优美的山谷中，这里离天空城只有15分钟的路程。不远不近，山谷四面环山，内部的面积有5个足球场那么大，中间还有一处小湖，湖水碧绿，山谷内有一些大树。陆枫看着这里不错，而且整个山谷还没有野怪出没。小花，我们就选这里吧。这里很优美。陆枫又看了下时间，现在是20点17分，
要坚守3个小时，也就是23点20分之前结束。随后他和小花来到山谷中心，离小湖有10米左右的距离。陆枫取出不朽之地的土壤，埋进了这块地里，就看到这处原本秃秃的地面突然冒出了一小草的嫩芽，而且还在不断长大。四周的植物像是感受到生命气息似的，都在不断长大。陆枫能感受到这些植物带着欢快的情绪。叮！由于您埋藏了不朽之地的土壤，引来了堕落神使的注意，他将派遣大量属下破坏该土壤，请您务必守护好自己和不朽之地的土壤。陆枫眼神眯了眯，堕落神使这个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竟然还敢来破坏自己的好事，看哥不弄废你！小花上 buff。叮！您受到花落为谁开的全能护盾，效果持续10分钟。战斗咆哮。叮！您受到战斗咆哮增幅，血量上限增加 10%， 效果持续10分钟。陆枫拿起命运之刃，等待着堕落神使属下的到来。1分钟后，10至20级魔化的巨猿出现在山谷门口。当他们看到陆枫后，就像疯了一般冲了上来。陆枫直接一个野蛮冲锋加一个圆月斩，10只魔化的巨猿瞬间倒地。可惜没经验，也不加切割伤害，并且毛都没掉，真他妈抠门，铜币都不给。陆枫刚吐槽完，山谷门口又出现20至20级的魔化巨虎。几秒后，这20只怪又全部倒地。随后魔化怪物一波比一波多，从开始10只、20只、50只、100只、200只，到最后的1000只。而怪物的品级也从普通野怪变成了精英怪，但这些怪对陆枫来说都是一样，全部秒杀。而下一波怪物竟然出现了5只魔化的20级青铜 BOSS， 若是要正常队伍来对付，确实比较难。不过咱陆枫何许人也，一个圆月斩全部秒掉。随后又出现10至20级青铜 BOSS， 如此反复。当一次出现100至20级青铜 BOSS 时，时间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小花一只站在埋土的位置，她是陆枫安排的最后一刀关卡。要知道，小花现在的装备也是一身30级白金，并且也学了10个牧师技能。这是什么样的存在？可以这么说，现在除了陆枫能杀掉小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小花造成威胁，哪怕来一堆人也不行。打完这100只青铜 BOSS 后，下一波直接来了5至20级魔化白银 BOSS。陆枫嘴角微微一笑，堕落神使，就这。第46章，不朽战士和光明神女。随着时间的推移，3个小时的防守战只剩下最后15分钟了。而目前赶来的一波怪才是50至20级白银 BOSS， 这个阵容正常的工会都会被灭团，哪怕是10大工会遇到也头疼无比。可惜他们遇到了陆枫，简直就把这50只白银 BOSS 当小怪刷了。唉，一点挑战没有。那什么鸡毛堕落神使你自己上吧，别弄这些臭番薯烂鸟蛋来恶心我了。陆枫把命运之刃扛在肩膀上嘚瑟道，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就在他摆 pose 的时候，一颗黑色能量箭把他打了个狗吃屎。-1200，操，哪个王八蛋偷袭哥，有种出来！这时一名穿着紫色华丽长袍的人出现在山谷处，而他的身旁一只野怪都没。陆枫对着此人就使用了洞察术，名称堕落神使，等级30，品级白金级 BOSS， 血量250万，蓝量20万，魔法攻击3200，物理防御1500，魔法防御1500，技能魔法增幅，被动暗影剑，魔化堕落术，恶魔之爪，灵魂震荡。介绍：曾经的人类帝国神使被魔神引诱后自甘堕落，变成了魔神的爪牙。哟呵，终于来点像样的怪了，那就让你尝尝哥的大宝剑。野蛮冲锋，陆枫一下就把这 BOSS 给撞眩晕了。暴击6021，负563759，加170934。刷！暴击4013，负563759，加17332。连击斩，负1038，负563759，加16939，负1035，负563759，加16938。刷！暴击4012，负563759，加17332。BOSS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陆枫给秒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堕落神使，获得30万点经验。叮！恭喜您完成不朽战士转职任务，获得职业传承。陆枫的身上瞬间冒出一道金色光柱，直冲云霄。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第一个成功转职，奖励唯一称号先驱者，荣誉2000点。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第一个成功转职，
奖励唯一称号先驱者，荣誉2000点。全服通道的系统提示声并没有影响陆枫的状态，他现在进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有点类似内视入定。他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丹田处有一棵银白色小树缓缓长大开来。这棵银白色小树并没有很多枝丫，陆枫数了一下，左右树枝一共12枚，每个小树枝又有许多分叉处，这让他很常疑惑，玩个游戏怎么还有这种体验？外面的小花看着眼前浮在空中的陆枫，眼中有一些担忧。现在的陆枫正漂浮在半空，一道冲天光柱包裹着他，也不知道陆枫现在是好是坏，小花也不敢打扰他。陆枫自己在内视空间中不断感悟，不断探索，他能感觉自己身体的每一处经脉和穴位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这种感觉到底是游戏还是现实，他已经分不清了。如此状态持续了30分钟，他才从这种状态中退了出来。砰！没有能量光柱的支撑，陆枫一屁股摔了下来。哎呦我擦，屁股都摔成4瓣了。小花紧张地跑过来问道：枫哥，你没事吧？可就是屁股有点疼，没啥事。陆枫拍拍灰站了起来，他立即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页面。这时他的职业已经不是战士了，而是不朽战士，并且在他的技能栏里又多出一面技能栏。他点进去一看，里面是一棵类似科技树的页面，而这页面的左上方有一个数字12。他把意识触碰到这棵树的一处节点，轻轻点了一下。叮，请问您是否传承暗黑天眼技能？该技能消耗1枚技能点。卧槽，这名字怎么听起来这么屌，完全不像是生活职业的技能啊。随后他又在其他几个节点触碰了一下，这些节点的技能名称都非常屌，不过这都是科技树最下一层的技能。当陆枫把意识移动到第2层去触碰节点时，叮，您必须精通第1系列所有传承后才可以传承第2系列。原来如此啊。然后陆枫数了一下第1层的节点，一共有6个，左边3个，右边3个，而在这6个节点的四周又分别带着3个小圆圈。陆枫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于是用意识触碰这些小圆圈。叮，您必须精通暗黑天眼传承技能后才可以对该技能进行强化。我擦，还能强化技能，牛逼！不过让陆枫更为惊喜的是右边的第1颗节点玉器树被动，技能名称玉器树被动，物品品级成长型技能，学习等级20级，学习要求不朽战士专属技能。技能介绍：可佩戴所有类型的武器，可穿戴所有职业的防具，可双持任意武器，不受职业限制。所有佩戴的武器和防具提高 5% 的属性，每强化一次该技能加成 5% 的佩戴属性。哥要把这个技能学会了，那以后出装备就没有我不能带的了。没有犹豫，陆枫直接学习传承了此技能。学完后，他直接把包里的帝国将军战盾装备了起来，双防又大涨一波。哈哈，我看现在还有谁能破了我的防御？枫哥，你怎么一直站这里傻笑啊？不会摔到脑子了吧？小花担忧地看着陆枫。擦，差点被小花这句话整破防。嘿嘿，我就是想到一些开心的事。那个我们可以回去了。枫哥，你还是先来看看你埋的土壤吧。陆枫回头一看，那处埋不朽之地土壤的位置，现在出现了一个石碑，而这块石碑上刻着不朽2字。陆枫用手触摸到这块石碑时，他感受到一种亲近之感，就像他小时候被爷爷奶奶抚摸的感觉。叮，请问是否绑定此界碑为特定回城位置？绑定后激活不朽界并获得不朽界回城术。是。叮，恭喜您绑定成功，激活不朽界，获得不朽界回城术。随即以此界碑为中心，一股能量屏障从界碑往外扩张，然后很快包裹住了整个山谷。叮，您正处于特殊区域不朽界，由于您职业特性处于本界内，可获得 30% 的全属性加持，并且每分钟可获得一定的经验，与自身等级相关。卧槽，意思是我站在这处不朽界就能升级？要是这么说，那以前的灰烬之地里肯定有很多与我一样的不朽职业。如此逆天的能力，怪不得神明会降下攻击。看来以后我得小心谨慎一些。现在就割这一根独苗，要是玩走火就彻底湮灭了。枫哥，为什么我感觉站在这里有一种很安详的感觉？安详？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里有一种让人心神宁静、直达本心的感觉，非常奇妙。陆枫这时并没有这种感觉，他只有一种亲切感。可能是这结界弄的吧。现在我们可以回天空城帮你做转职任务了。谢谢枫哥。呵呵，跟我还客气啥？走着。随后两人使用了回城卷，而陆枫的技能栏里也多出了一个不朽界回城术。画面一转，两人又再次回到了天空城。陆枫陪着小花来到了牧师职业导师这里。
小花来到导致面前，恭敬地说道：“老师，我已经达到可以转职的级别了，请您帮我进行转职。”牧师职业导师是一名白胡子老头，这时正一脸慈祥地看着小花：“孩子，你是我100年来见过最有潜力的见习牧师，你已经无需进行转职任务流程了，我现在就直接给你赐福。”“谢谢老师。”小花给导师鞠了一躬，随后牧师职业导师嘴里念着咒语，而小花的身上慢慢浮现金色光辉。随着时间推移，小花身上的光辉越来越浓，就跟一颗小太阳一般。最后牧师职业导师双手对着小花一抬：“光明神在上，请赐福与您的教徒吧。”此时的小花面前立即出现4个职业选择，分别是光明牧师、戒律牧师、神圣牧师和光明神女。小花没有犹豫地选择了光明神女，她也没想到自己这么简单就获得了隐藏职业。陆枫看着转职后的小花，她的脑袋后面有一丝丝光辉在流转，额头处有一缕光纹，光纹照到陆枫，让他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这就是转职后的牧师吗？而此时牧师职业导师双手颤抖，双眼睁大，盯着小花说道：“这是光明神女。”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花落为谁开第2个成功转职，奖励唯一称号开拓者，荣誉1500点。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花落为谁开第2个成功转职，奖励唯一称号开拓者，荣誉1500点。第47章唯一称号和临时称号。牧师职业导师的话直接把陆枫给整蒙圈了。这小花和职业导师对一次话就可以获得隐藏职业，那为什么哥弄个隐藏职业这么难？这不公平，这是严重的性别歧视，我要抗议！小花这时满脸微笑的跑到陆枫面前：“枫哥，我也转职成隐藏职业了，嘿嘿。”“啊，我看到了，恭喜你，我还获得一个开拓者称号，加了不少属性呢。”小花的话立即提醒了陆枫，他在转职成功时也获得了一个称号，好像是先驱者。随即陆枫点击查看起来，称号名称：先驱者，称号品级：白金级，佩戴要求：每个战区第1名转职玩家可佩戴，称号类型：永久唯一类型，力量+50，敏捷+50，体质+50，智力+50，精神+50，幸运+5，经验加成正10%。称号介绍：每个战区第1名成功转职的玩家专属称号，可选择展示和隐藏，无需佩戴，默认隐藏。陆枫看完称号属性，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和一件白金装备差不多了。小花，你的称号加多少5位属性？我的加30.5位属性哦，还加了3点幸运和5%的经验加成。如此一对比，这第2名的称号要比第1名略差一级，不过还是可以的。枫哥，还有3分钟就12点了，你还玩吗？已经这么晚了，那过会就要睡觉了，今天就到这吧，我们整理一下，明天再玩。小花露出一些不舍的表情，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枫哥，我明天就要上学了，可能要到傍晚才能上线。没事，我明天白天也要去上班，也是晚上上线。那我们就约好明天下午6点城主府门口见。那就这么定。陆枫此时想到自己的那份物流工作，1个月5000大洋，还得看领导脸色，而他现在银行卡里已经有300多万，那自己还上个鸡毛班。明天上午去公司直接辞职，然后再去找陈明那小子喝一顿，就这么定。正在他想着明天的安排时，系统再次传来提示声：叮！恭喜您获得毒蛇山谷副本普通模式通关时间第1名，奖励100点荣誉。叮！恭喜您获得毒蛇山谷副本困难模式通关时间第1名，奖励200点荣誉。叮！恭喜您获得毒蛇山谷副本噩梦模式通关时间第1名，奖励毒蛇猎杀者称号300点荣誉。叮！恭喜您获得毒蛇山谷副本地狱模式通关时间第1名，奖励毒蛇征服者称号500点荣誉。咦，毒蛇山谷副本终于发放奖励了。陆枫又查看了这2个奖励的称号，称号名称：毒蛇猎杀者，称号品级：白银级，佩戴要求：毒蛇山谷副本噩梦模式通关时间第1名，称号类型：临时类，1周实现，力量+10，敏捷+10，体质+10，智力+10，精神+10。称号介绍：毒蛇山谷副本噩梦模式通关时间第1名的奖励，可选择展示和隐藏，无需佩戴，默认隐藏。称号名称：毒蛇征服者，称号品级：黄金级，佩戴要求：毒蛇山谷副本地狱模式通关时间第1名，称号类型：临时类，1周实现，力量+30，敏捷+30，
体质加30，智力加30，精神加30，对蛇类生物伤害10%。称号介绍：毒蛇山谷副本地狱模式通关时间第1名的奖励，可选择展示和隐藏，无需佩戴。默认隐藏。2个称号加一起，给他提升了40.5维属性，还加了一个对蛇类的伤害，还可以吧？不过这2个称号不是永久的，只是临时1周的，有些可惜。不过1周后，陆枫觉得自己那时已经不在乎这40点属性。随后他和小花稍作休整，就一起下线了。陆枫去下头盔，正打算去上了一个厕所，突然闻到一股臭味。这股臭味弥漫了他的整间卧室，腥臭腥臭的。卧槽，这特么什么味道？陆枫捂着鼻子就外跑，实在是太臭了。当他跑到客厅时，这股臭味依然还在。随后他打开客厅吊灯，他就发现自己的身上有一层黑红色的浓稠液体，不管是脸上还是4肢身体都被覆盖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不会是小妹和我开玩笑吧？也不像啊，小妹虽然有些小叛逆，但她不是那种调皮的孩子。他这时想到游戏里的转职经历，好像他的身体就在那时有了奇怪的变化。难道这神域游戏还能影响现实身体？左思右想，陆枫都想不明白，还是先洗澡吧，不然一会整个屋子都臭了。经过1个小时的清洗，陆枫终于把全身都洗干净了。随后他又把自己卧室的窗户和门都打开透透气，又把自己的床上4件套全部扔进洗衣机，全部换上新的。如此又折腾了1个小时，他的卧室才没有那股臭味。坐在客厅的陆枫仔细感觉了下自己的身体，好像确实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他的五感和反应都比平时要快得多，而且思维速度也变得比以前要快。随后他低头看向自己的丹田，这时他立即就进入了内视状态。他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丹田和全身经脉，而他的丹田内有一株银白小树苗，跟他游戏内的那小树苗一毛一样。我擦，这下玩笑开大了。然后陆枫就一直静静地观察着丹田内的小树苗。若有人此时看到陆枫，就会发现有一股银白能量围绕着他全身缓缓流动。他现在的状态就跟古代的修炼者一般。一夜很快过去，破晓的阳光照进了他的客厅。小慧迷糊着双眼起床洗脸刷牙，就看到闭眼坐在客厅的老哥。咦，哥，你起这么早？小慧的话打断了陆枫的修炼状态，他立即睁开双眼，看到现在已经天亮了，大为震惊。我擦，我就静静感悟一下自身状态，就过去了4个多小时。嗨嗨，昨天睡多了，所以起来的比较早。陆枫简单扯个理由搪塞小妹。这时他能感觉自己现在的身体不仅一点困意没有，而且精力异常充沛。第48章神域游戏仓现世。陆枫也简单洗漱一下，穿了一套很洋气的衣服，然后带着小妹一起在外面吃了个早餐。老哥，你今天穿这么好看干嘛？难道有喜欢的女生了？陆枫老脸一红，呵，赶快吃，大人的事小孩少管。切，我才不乐意管你呢。老古董。吃完早餐，陆枫坐着公交车来到了公司。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打卡上班，而是直接来到人事部。咚咚咚，请进。陆枫推门而入，看到公司的人事主管李敏。陆枫，你来我人事部有什么事吗？呵呵，我是来办离职的，这是我的离职报告。陆枫直接把早上写好的词呈递了过去。陆枫，你没开玩笑，你可算是公司的老员工了，而且你的部门经理有意提你当主管，你现在辞职可不是明智的选择，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陆枫在这家物流公司干了2年多，人聪明又勤快，性格也好，所以他的公司口碑还是不错的。感谢李主管的照顾了，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公司物品已经全部放在了我的办公位上，有缘江湖再见。陆枫说完就直接潇洒地走了出去。走出公司的大楼后，他回头看了看，2年的陪伴今天画上了一个句号，再见了。随后他直接打车来到了陈明的火锅店，不过此时火锅店还没开门，他直接从后门进去，上楼看到正戴着神域头盔的陈明。这小子晚上不会干了一夜游戏吧？他上前直接拍了拍陈明的胳膊，10秒后陈明拿下游戏头盔，一脸疑惑地看着陆枫。卧槽，你他妈吓我一跳，我以为我家里进贼了。阿明，你不会玩了一夜神域吧？陈明站起身子喝了一口水说道。肯定啊，白天我要开店，只有晚上玩，不过玩这神域游戏和睡觉没什么两样，反正身体都能得到休息。那就行，走，中午我请你去吃顿海鲜大餐。陈明一脸诧异地看着陆枫，这小子平时抠搜抠搜的，今天怎么这么大方？不对劲啊，不过看他的样子不像是忽悠人啊。阿峰，你没开玩笑，赶快穿好衣服跟我走吧。陈明看着往外走的陆枫，
看来这小子是来真的。随后两人骑着小电驴来到市里的高档海鲜餐厅门前。你确定是这家？你别到时候吃完让我陪你一起刷碗支付。陈明还是有些不幸地说道。赶紧的吧，我都有些饿了。陆枫和陈明大摇大摆地走进这家海鲜餐厅。此时已经快中午11点了。这时一名穿着黑色工装的高挑美女迎上他俩。欢迎光临云海海鲜餐厅，请问两位有预定吗？陆枫看了看眼前的美女，这黑丝大长腿，个头都快赶上她了。嗨嗨，没有预定，帮我开个卡座就行。好的，先生，请跟我来。然后这位餐厅美女带着陆枫两人来到一处安静的靠窗卡座前。两位先生，请坐，这是菜单，二位请过目。果然是高档餐厅啊，比那些平价餐厅逼格就是高。这卡座坐起来都舒服一些，而且这菜单一看就很高大上，比那什么扫码点餐的仪式感强多了。陈明翻着菜单看了几页，他是越看越惊讶，因为他自己就是做火锅店的，对餐饮还是比较了解的。但这菜单的价格和菜品花样都是他没见过的，基本上没有低于500的菜品，大部分菜都是4位数的价格。这要点一桌子菜，少说也要万把块，快赶上他店里一天的收入了，真吉尔贵。然后陈明就假装的翻看着菜单，他实在不想坑陆枫。不过这时陆枫已经开始点起来了。美女，这个蓝鳍金枪鱼片给我来一份，精品鱼子酱来一份，还有这个极品佛跳墙也来一份，再来份阴鳝和龙虾蛋饼。陆枫一口气点了5个菜，个个都是几千块，甚至有超过1万的菜品。可嗨嗨，那啥，阿峰，我们吃得完吗？你点这么多？陈明一边说话一边向着陆枫使眼色。陆枫看到陈明的样子，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也点一些吧，海鲜不压肚子，放开吃。陈明已经被陆枫搞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是真不敢点。那啥，我不是太饿，就点这么多行了。陆枫无奈地对着美女说道。那就先点这些吧，若是不够再加。美女微笑地收回菜单。好的，请两位先生稍等，菜品马上就来。美女走后，陈明直接小声说道。陆枫，你疯了，这菜都贵到姥姥家去了，你竟然还点了5个，你1个月才赚多少？这么一通点，你半年收入没了。哎呀，阿明你就放心吃吧，一顿饭而已，你兄弟我还是请得起的。陈明知道陆枫性格，也不再劝了。对了，阿峰，你现在神域多少级了？游戏里叫什么？哦，这个啊，我选的战士职业叫冲锋小战士，现在31级，你呢？哦，31级啊，那还好，比我高一级。什么？31级？你确定不是11级？当然真的呀，我什么时候忽悠过你？冲锋小战士这名字，卧槽，你是冲锋大神？说你是不是开挂了？陈明直接跳了起来，一把抓住陆枫的胳膊，低调低调，开挂是不可能开挂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开挂的。陈明松口他的胳膊，然后一脸猪哥相的看着陆枫。阿峰，不对，是峰哥，以后游戏里你可得罩着我，要有我法师用的装备，技能书什么的都扔给我，我不介意的。陆枫微微一笑，这个没问题。对了，王涛和李东他俩也完了吗？他们开服第1天就完了，听说现在已经13级了。那两掉毛家里比较有钱，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有时间玩。嗨嗨，行吧，我现在在天空城，你可以来这边发展。你要是能联系上他俩，也让他们过来，到时候我们一中4少又可以一起大杀四方了。行，我今晚上线找你，你记得加我好友，我叫法可游。阿峰，听说神域今天推出了新的游戏登录装置游戏舱，你知道吗？游戏舱？我还不知道，就是比游戏头盔更高端的登录装置，可以让玩家在游戏中保持身体的生理机能，可以1周不用下线，不过价格就挺不亲民，需要20万一台。原来如此。第49章，现实带来的强大改变。两人聊天不知不觉过去了10分钟，而陆枫点的菜品已经陆陆续续上齐了。美女工作人员对着陆枫两人微笑道：两位先生，您点的菜已上计，请慢用，若有什么需要，请按这边的呼叫铃。两人看着一桌的美味佳肴，立即开动了起来。这20分钟，两人是一句话没说，都在低头猛吃。陈明拍了拍鼓起来的肚子，满足地说道：果然这几万块的海鲜大餐味道就是不一样，简直把这些食材做成了艺术品，回味无穷啊。陆枫嘴里一边吃一边不停地点头，同意陈明的话。不过陈明的话传到了旁边的一桌客人耳里，这一桌坐了4个年轻男子，有2个身上全是纹身，另外2个穿着韩式小西装。其中一个纹身的男子大声说道：服务员，你们店怎么什么人都放起来啊？一点眼力见没有？
立刻一名美女服务员上前道歉：“先生您好，本店有什么照顾不周的，您请担待。”担待？老子是来消费的，消费者就是上帝，你懂吧？快点赶走那桌的2个土鳖，老子看着烦！啊，这年轻的女服务员被他的话说懵了，这种赶客人的事是千万不能做的，不然他们这家餐厅就真出名了。这我的话你没听到吗？坐在旁边的陆枫和陈明这时已经放下了筷子，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这一桌人。陆枫拿起湿巾擦了擦嘴角的油渍，然后起身来到这一桌旁边。陈明也紧跟在陆枫的身后。不知几位什么意思？吃个饭都不安生？陆枫冷漠道。这4名男子抬眼看了看陆枫，一副不屑的模样。切，乡巴佬，吃完就赶紧滚，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这名全身纹身的光头不客气地说道。陆枫心里已经生起火来，不过面上却看不出他的想法。哦，那请问什么样的人该来这个地方？哼，当然是像我们张少这种财团公子才适合。你个土鳖撑着爷爷没发火，赶紧滚！陈明这时已经忍不住，准备上去与光头理论，却被陆枫拦了下来。陆枫给了陈明一个安定的眼神，然后右手抓住这名光头的领口，一把他提了起来。这名光头少说也有150斤以上，就这么轻松的被陆枫提在空中。你想干嘛？光头慌张的说道。既然你说了只有像张少这样的人才能来，那你就出去吧。然后陆枫一下就把这名光头扔出了窗外，这窗户是全木质打造，硬度也不一般。被扔出去的光头躺在地上捂着腿不停打滚。哎呦，我的腿！张少还不动手，难道你就看着我被别人打吗？另一名纹身的状态此时反应过来，一把抓向陆枫。陆枫没有闪，就让对方抓。可对方1米9个头竟然抓不动1米8的陆枫，甚至连陆枫都没有什么力气。砰！陆枫一脚把这名纹身壮汉踢飞了出去，直接飞出餐厅，晕死在外面停车场。而坐在对面的张少和另外1名男子此时已经冷汗直流，他们能从陆枫的身上感受到一股无与伦比的气势，就好像自己被洪荒猛兽盯着一般。不过陆枫倒没有揍他俩，因为这2人虽然和刚才那货是一起的，但他俩并没有说什么对陆枫不敬的话，所以陆枫也没打算计较此2人。我爹还来，阿峰你小子真猛！陈明在一旁兴奋地说道。不过这时餐厅经理带着数名保安已经来到陆枫的旁边。嗨，这位先生，我是这家餐厅的经理，您在我们店里斗殴，我已经报警，还请几位莫要再起争斗。陆枫看到了下身旁穿着西服的中年人，哼，我打坏你们店的东西会按原价赔你们，还请经理多担待。经理一听陆枫主动赔偿，他也不再说什么，只等警察来处理。不过这时缓过来的张少却开口说道：哦，你打坏店里东西知道赔钱，那你打伤了我的朋友，难道就不用赔了吗？陈明此时立即紧张起来，这打架可小可大，万一对方讹上你，那就麻烦了。陆枫却一脸无所谓的样子。那不知道张少想要我这么赔偿呢？很简单，我只有2条选择。第一，你做我张少的跟班，那就以后就是自己人了，自己人之间打打闹闹也是常识，也没什么。第二呢，就是你要赔偿我这2位朋友200万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如此也可以。站在一旁的陈明直接叫了起来：200万？你想钱想疯了吧？那2个被打的人顶多赔个几万块就不得了了，你竟然要200万？你这么不去抢？陆枫一抬手打断了陈明的吐槽：200万吗？没问题，按你的报价就是1个人100万对吧？刚好我刚才还没打过瘾，那我把你也打一顿，也就300万了是吧？我喜欢。陆枫说完就准备上去抓张少。这时餐厅经理拦住了陆枫：这位先生，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您还是不要闹事了。陆枫直接瞪了经理一眼，经理整个人就瞬间软了下去，砰的一声坐在了大厅的地上。他刚才感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若是自己再敢拦陆枫，绝对会被打得很惨。陆枫现在终于能感受到游戏给他身体带来的巨大改变，这种100多斤的人，以前他要使出吃奶的劲才能抱起来，现在他随意一出手就可以拿捏对方，简直就像小超人一般。而张少一旁的那名男子此时也站了起来，别看此人精瘦精瘦的，但却有一种练家子的感觉。这位朋友，张少可不是你能动的，我劝你还是按张少的话了结了此事，不然你的麻烦可不会少。哦，我陆枫今天就偏不信邪，我就要动动这张少。陆枫一脸玩味地看着2人，精瘦男子一个跳跃来到了陆枫的面前，二话没说一拳直奔陆枫的胸口来。啪！拳头被陆枫的手掌挡住，然后陆枫直接抓住精瘦男子的手臂，而精瘦男子神情一变，自己一拳突袭般的打出，竟然被对方给挡住了，而且这人是怎么反手抓住自己的他都没看清楚。
金瘦男子内心暗道：糟糕，遇到高手了。张少，你快走。第50章，世界各国官方加入神域。此名金瘦男子是张少的贴身护卫，也是练武世家出身。可刚才与陆枫的短短交手，他就知道自己不是陆枫的对手，而且差距巨大。金瘦男子的话刚说完，陆枫右手一用劲，一把把他也从破窗处扔飞了出去。这一飞就是10来米远，把路边的电线杆都撞歪了。切，垃圾！陆枫啐了一口，然后再次看向张少。张少这时如临大敌：你想干什么？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要敢动我，你就死定了！就在陆枫准备动手教训张少的时候，4名警察冲了进来。都不许动，老实站好！陆枫看到警察后也没了打人的心思，主要是这些人太不耐打了，1、2下全部放倒。随着警察的介入和餐厅工作人员的反馈，终于知道事情的原委。然后警察叫了救护车，把被陆枫打飞的3人送去了医院，而陆枫3人却被带到了警察局。你叫陆枫是吧？陆枫点点头。你因为几句拌嘴就出手伤人，已经构成蓄意伤害罪，而且被你打的3人其中有2人被你打晕死过去，你这次怕是少不了赔偿。陈明直接开口道：这可不怪我兄弟陆枫，谁让那几个掉毛嘴不干净，被打也是应该的。警官微微皱眉，话是这么说，但你故意伤人却是真的，该赔偿的肯定得赔。陆枫无所谓的看着警官，不知道赔多少，我这边还有事，别耽误我的时间。陆枫的话把警官说的不高兴起来。哼，另一方已经安排律师来了，根据律师的表述，对方需要你赔偿50万的医药费、10万的精神损失费和10万的误工费，还有餐厅的餐费、破损费15万，加一起85万。没问题，这么支付。陆枫随意的回道。陈明一脸懵的看着陆枫，阿峰，这是85万，不是85块。你没听错吧？警官却没好气的对着陆枫说道，既然你同意那就好办，我这就叫对方律师过来。警官走后，陈明慌忙的说道，你到底咋想的？85万啊？你打算把你的房子卖了？陆枫拍了拍陈明的肩膀说道，放心好了，我有钱。陈明。随后律师来和陆枫当面结清赔偿后，就算私了了。警察也懒得去多管这种闲事。不过在陆枫出门时，张少却在警察局门口等着他。陆枫是吧？你很不错，我张少很少看重其他人，你算一个。凭你的身手不该默默无名下去，这是我的名片，我不介意和你这种高手合作，也算不打不相识。张少给完名片就开车走了。陆枫接过名片一看，蓝天集团董事，背面是风云工会会长。我擦，竟然还遇到了一个神域玩家。陆枫和陈明也分别回了家，此事也算告一段落。回到家后，陆枫点开电脑开始查看神域官网，里面真有预定游戏舱的界面。这个游戏舱不仅可以增加玩家的在线时长，保证玩家的生理机能，躺在里面身体和睡觉时没有什么两样，对人体还有很多好处。陆枫直接订购了一台，上面显示2天后会由物流公司送往陆枫家中。得，还要等2天。看了看时间，此时已经是下午2点20分了，还是把游戏金币出了吧，反正现在我也用不到。再次点开游戏交易平台，查看了一下现在的神域游戏币比例。卧槽，现在竟然50铜才能换1元，那我包里的1200多金也就只能卖24万。哎，还是卖了吧，不然后面游戏币还会跌。刚把金币挂上去，平台就发来已经买家购买的信息。卧槽，不会是被商人给买了吧？很快买家联系到陆枫，果然是个商人。陆枫也上游戏把1200金币邮寄给了对方。交易完成后，陆枫再次进账22万8千元。不过今天他一共支出了105万了，还是上线看看拍卖的装备一共卖了多少钱吧。叮，欢迎再次来到神域世界，祝您游戏愉快。查看了一下拍卖邮件，他昨天上架的22件装备全部被拍卖一空，20多件装备都是他原本10级、20级换下来到装备，最好的就是那3个20级的白金防具，每个拍卖了1万多金，22件装备加一起一共卖了6万5300金，而且系统并没有扣他的手续费。不错，果然没扣哥的手续费，这也是一笔不错的收益。随后他再次下线，把6万5千金挂到了交易平台。这次他的金币并没有立即被买下来，因为这个金币量太大，小商人根本吃不下。6万5千金按1金200元售卖，就需要1300万的软妹币，只有那些大公会、超级商人才能吃下这么大的金币量。陆枫也不再管这事，开始玩游戏了。站在城主府门口的陆枫现在有些盲目，他现在是练级呢，还是去找任务做呢？算了，还是练级去吧。这时画面一转，来到华夏国首都内，一间宽大又复古的办公室中，正坐着5个人。
坐在主位上的是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的老者，另外4人也都是年纪较大的人，其中最年轻的是一位40多岁、穿着军装的中年人。坐在首位的老者这时开口说道：“这次叫你们几个来，是有一个重要事项告知你们。”左手边的一位老者认真看了看首位的人，说道：“1号，不知有什么事，能让您把我和3号一起叫来，而且还把李将军也叫来了。”坐在这间屋子里的人正是华夏国的最高领导班子，其中包括1号、2号、3号最高首长，另外2人，一人是华北军区的总司令李方国，另一人是1号首长的助手赵敏珍。此次叫你们来，是因为《神域》这款游戏，相信诸位也都听说了。其他几人这时眉头微微皱起，这1号首长怎么为了一款新游戏把我们叫一起，有些不对劲啊。还请1号首长明示。3号道：“据我得到可靠消息，《神域》并不只是一款游戏那么简单，其背后有巨大背景。巨大背景？这个《神域》当时是100多个国家共同研发，我们华夏也参与了，但这背景也仅此而已啊。”2号首长疑惑地说道。对于《神域》游戏的研发，他是听过下面人的汇报的。呵呵，老张啊，你还是这么急性子。这3人共事几十年，几人什么性格，早已熟知。随即1号首长点起一根香烟，继续说道：“这《神域》游戏其实是来自外来神秘势力，它的降临当时是几大国的绝密。不过，《神域》游戏的出世是无法阻挡的。这款游戏将会给蓝星带来史无前例的冲击，因为游戏中的能力将会带到现实中来。”第51章魅魔莉莉丝。1号首长的话把在场的几人都吓到了。3号首长像是想到了什么，突然站起身问道：“1号，您没开玩笑吧？我可是听说《神域》游戏是一个魔法和武技共存的世界，若真能带到现实，那以后这个世界怕是要变天了。正如3号所说，我们这世界将会被《神域》改变。此次叫你们来是提前做好预案，让我们国家以工会组织的名义进入《神域》游戏，届时就算游戏改变了世界，我们也能保护好华夏不受他国欺负。”2号首长喝口茶水，眼皮跳了跳，嗨嗨，1号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此事，现在才告诉我们？1号吸了口烟，眉毛挑了挑，你以为我跟你似的，做什么都急吼吼的，耐不住性子？嗨嗨！2号和3号脸红的轻咳2声，意思是这里还有一名后辈，注意点形象。那按1号的意思是安排我们官方的人进入《神域》游戏。我个人建议先安排10万的士兵作为《神域》游戏的先头兵，若一切发展良好，再安排大量的华夏士兵进入。这次让李将军前来，就是让你在自己的军区中选择10万名优秀的士兵进入《神域》，你可有什么想法？李将军站起身子，对着3位首长敬礼道：“首长您尽管安排，属下保证完成任务，不辱华夏之名。”2号摆摆手，让李将军坐下。1号首长继续道：“既然李将军依然清楚此事事关未来，那这件事就看你的了。”随后在华夏国派遣了10万名士兵当作玩家，进入了《神域》游戏。而其他一些国家也先后派遣了大量的官方势力进入神域。知道这个神域秘密的人，目前还只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和一些商界巨鳄。各国的一些大型财团也纷纷进驻神域游戏，不过他们是以资金的方式扶持本国的各大工会。画面一转，来到了一所高端大气的学校内，这时一名青春靓丽的少女正一蹦一跳地走出学校大门。大门前一辆劳斯莱斯正等着这位放学的少女。这名美少女正是陪陆枫玩了3天游戏的小花。刚上车，小花就惊喜地说道：“老爸，你怎么来接我了？”后座上正坐着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人，他用手抚摸了小花的脑袋。“花呀，今天上学开心不？”“嘻嘻，开心开心。”中年男人一脸慈爱地看着小花：“爸爸看你放假3天一直在玩神域游戏是吧？”“这个游戏挺好玩的，我还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哥哥。”“那就好，从今天起你不用再上学了，专心玩神域游戏吧。老爸已经帮你办了在家学习。”小花用手摸了摸老爸的额头：“没发烧啊？怎么在这说胡话呢？”“嗨，老爸可没说胡话，这都是真的。你只要把神域玩好了，你要什么老爸给你买什么，知道了吧？”“啊，老爸，今天可不是愚人节，你别逗我了。”随即小花的爸爸从身旁拿出了一些文件，小花一看，这就是他退学的手续。“老爸，您以前可是希望我能有个好学历，怎么今天这么反常？”“那是以前，现在老爸看开了，所以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玩好神域就可以的。”小花还是一脸狐疑地看着他。而这时的陆枫已经来到了一处地底宫殿，这处地底宫殿有些类似那种古代的破旧寺庙，建筑风格十分奇特，墙上的石像并不是人类，而是一种羊头人身的怪物。这地下寺庙这么大，竟然一只怪物都没看见，奇怪。
他已经在这里溜达半天了，连根毛都没看见。这个地下寺庙已经出了天空城的范围，这里到底是哪里都不知道。唉，继续在这里逛了一会，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门，门是开着的，门内是一个往下去的石头台阶。难道还有第二层？他没有犹豫，直接走了下去。来到第二层后，这里和上一层类似，只是这里更加安静。陆枫往前走了几步，露出个脑袋瞅了瞅里面的情况。卧槽，里面都是怪，这些怪和一层墙壁上刻的羊头人身怪一毛一样。不过这些怪物都穿着盔甲，手里拿着武器，非常有组织的在行动着。看来这是一个地下怪物族群，而且还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洞察术，名称角马卫士，等级32，品级普通野怪，血量 5.2 万，蓝量1000，物理攻击1200，物理防御600，魔法防御400，技能野蛮践踏锤击。不错呀，32级的怪物，没让哥白找这么长时间。陆枫从天空城出来后一路寻找，都是30级以下的怪物，而这远离天空城的地下寺庙终于出现了30级以上的怪物，可以安心练级了。野蛮冲锋，暴击4621，负563761，加170515。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击杀角马卫士，获得8680点经验。现在攻击吸血已经达到了 30%， 根本就不需要喝药了。这只32级的角马卫士应该是6200点经验，但陆枫有 30% 的经验加成，又有1级的越级打怪加成，才获得了8680点经验，还不错，就在这里练级了。随后陆枫在这里砍了2个多小时的野怪，爆了3件30级白装和1件30级青铜装，还有一些特产材料加36金，其他啥都没。不过经验获得312万，他从31级升到了34级。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34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职业技能点。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5点22分了，再打一会就该回城了。小花马上就上线了。然后他继续在这里刷了20分钟怪，准备使用回城券回城。系统突然传来提示声，叮！由于冲锋小战士击杀过多的角马族，他们的灵魂全部献祭给了魔界之主，魔界之主派遣了他最忠实的仆从魅魔莉莉丝前来追杀你。第52章剑帮令，终于刷 BOSS 了，打完这只 BOSS 再回去吧。陆枫就安静地站在原地不动，等待着 BOSS 的降临。10秒后，不远处的空间出现一道裂缝，从裂缝中慢慢走出一位头顶羊角，样貌如人类女子，身材曼妙，背生双翅，腰间缠绕着一条黑色尾巴的怪物。这怪物双眼有一对血红的树瞳，此时正盯着不远处的陆枫。哟呵，没想到一出来就遇到一位帅气的小哥，就让奴家好好招待你吧。这只魅魔声色极具诱惑地说道。我勒个去，这怪物简直是男人的噩梦啊！洞察术，名称魅魔莉莉丝，等级35，品级白金级 BOSS， 血量1200万，蓝量30万，物理攻击4000，魔法攻击3000，物理防御2500，魔法防御2000，技能恐怖一爪、鞭挞、死亡之刺、魅惑、魔力增长。被动介绍：魔界的庞大一族曾经成功魅惑上一代教皇，让人族神殿陷入内战。看完属性后，陆枫直接吐槽：原来还是个红颜祸水啊！带妖精，吃俺老孙一棒！野蛮冲锋，负1560，负564181，加169722，刷！暴击2080，负564181，加1697878，连击斩！负675，负564181，加1694757，负674，负564181，加1694757，刷！暴击2070，负564181，加16985，旋风斩！负675乘以10，负564181乘以10，加16947x10。陆枫的一台连招下来，直接打掉了 BOSS 850万的血量。这个旋风斩可以对身边5米内的所有敌方单位造成10次伤害，每 0.5 秒跳一次伤害，每次伤害造成自身 60% 的物理攻击，耗时5秒 ，CD 30秒。这个技能太是陆枫了，7秒的时间 ，BOSS 的血量被打了 70%， 把魅魔莉莉丝都打蒙圈了。到底你是 BOSS， 我是 BOSS， 你他妈一套打我大半管血，我 BOSS 啊！1200万的血量，你跟我开玩笑呢？陆枫朝着 BOSS 笑了笑，你就说哥猛不猛吧。你
你给老娘去死吧！死亡之刺。这时，从 BOSS 的双眼中射出一道红色射线，直接打在了陆枫身上。负3215。陆枫一脸无所谓的看着魅魔莉莉丝。就这，陆枫这时一脚踩在地板上，突然释放了战斗践踏 ，BOSS 瞬间被震晕了。负509。负564181。加169407。这个技能可以眩晕附近5米内所有敌方单位2秒时间，造成自身50%物理攻击伤害 ，CD 3分钟。陆枫又是抬手2刀，直接把 BOSS 打了只剩18%的血。魅魔莉莉丝醒来后，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陆枫，然后他脸色一变，满脸带着妩媚诱惑说道：“帅哥，你忍心伤害我这样的可人吗？”叮！您受到魅魔莉莉丝的魅惑，效果持续3.5秒。看着中招的陆枫，魅魔莉莉丝毫不犹豫地一爪一爪地抓向他，直接把陆枫打掉了4000多血。不过可惜的是，陆枫不仅血高防高，他的异常状态抗性也高。原本有5秒的魅惑控制时间，现在被减少30%的控制时间，只有3.5秒了。这也是他的装备带来了的30%异常抗性加成。特么的骚货，看哥不弄死你！刷！连击斩，剑气斩。陆枫又是一套不解释连招，把魅魔莉莉丝打得只剩下5%的血量。魅魔莉莉丝倒在地上不断咳血，他看着陆枫开始威胁道：“你不能杀我，我是魔界之主的人，你要敢杀我，我的主人肯定会杀了你。”陆枫扛起命运之刃，无所吊位地看着他。魔界之主，那就让他来好了，刚好哥还没有 BOSS 打呢，你就安心的去吧。刷！陆枫一刀结果了魅魔莉莉丝。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击杀魅魔莉莉丝，获得70万点经验。唉，这白金 BOSS 已经对我没有威胁了，看来得找钻石级 BOSS 打了。叮！您拾取了白金级影魔皮帽。叮！您拾取了白金级堕魔法带。叮！您拾取了黄金级暗影匕首。叮！您拾取了特殊道具剑帮令。叮！您拾取了76金18银币。特殊道具剑帮令，竟然把这个玩意给爆出来了！我是自己用还是卖呢？陆枫自己满打满算，把身边的一些现实朋友和游戏里认识的朋友算上，好像也才10个左右。这还建个鸡毛公会，说出去都笑掉别人大牙。嗨嗨，还是留着卖吧。BOSS 掉的其他3件装备都是35级白金级和黄金级装备，都是拍卖品。随后他直接使用回城返回了天空城，把包里的一些没用的材料全部上架了拍卖行，然后找到虎虎生风的好友私聊起他。李哥，你知道剑帮令这个东西吗？正在练级刷怪的李哥发现有人私聊他，还是被他备注特别注意的好友。看到是陆枫找他，弄得他发了一下呆。旁边的队友这时开始疑惑地问道：“李哥，你看怪呢？发什么了？”“哦，你们先打，冲锋大神找我有事，我先处理一下。”其他4名队友立即来了精神，不过他们也没有打扰李哥，只是快速地清光身边的野怪。李哥立即回复陆枫道：“冲锋大神，剑帮令这个东西我听说过，现在很多大公会都在收购这个东西，听说都在抢着建立华夏战区第1个公会，不过他们都被剑帮令卡住了。那这个剑帮令大概能值多少钱？大神，您不会打到了这个东西吧？”“嗨嗨，是的，刚刚爆了一个。”“李哥，那个冲锋大神剑帮令的价格我不好说，最高能卖多少，但最低也可以卖5000万软妹币。”“哦，这么贵吗？”“呵呵，10大公会都在收购呢，其中有3个公会公开收购价为5000万底价。你要是拿着这个东西去拍卖，绝对不止5000万。”“谢了李哥，有空一起练级。”陆枫这时看着手中的剑帮令，是时候找个时间把这个东西拍卖了。第53章，城主地新任务。陆枫把包里一些不用的装备也上架了拍卖行，然后查看了一下他现在的属性：姓名冲锋小战士，等级347002517170万，职业不朽战士，力量955，敏捷952，体质1105，智力582，精神951，血量12650，蓝量9985，攻击3836，物理防御3293，魔法防御2106，攻击速度1.2秒一刀，移动速度6，攻击加成5%，暴击几率53%，暴击伤害230%，闪避几率21%，攻击吸血31%，伤害减免47%，
异常抗性正 31%， 攻击格挡正 37%， 格挡成功减少 85% 的伤害。其他属性：幸运加20，魅力加5，经验加成正 42%， 无视护甲正 21%， 对蛇类伤害正 10%。职业天赋：切割加564182。职业技能：连击斩、野蛮冲锋、洞察术、钢铁之躯。被动：破坏之力。被动：战斗咆哮 buff 剑气斩、战斗践踏、压制、旋风斩。一转技能：不朽、御气术。装备技能：绝对防御。称号：先驱者、毒蛇猎杀者、毒蛇征服者。自由属性点15，转职技能点14。装备：命运之刃传说级30级，帝国将军战盾白金级30级，帝国荣誉战链白金级30级，帝国荣誉战镯白金级30级，帝国荣誉战镯白金级30级，帝国荣誉战舰白金级30级，帝国荣誉战舰白金级30级，帝国将军战盔白金级30级，帝国将军战甲白金级30级，帝国将军腿甲白金级30级，帝国将军护腕白金级30级，帝国将军腰带白金级30级，帝国将军战靴白金级30级。背包：剑邦令钻石级勇士勋章，帝国自觉徽章，技能升级卷抽 X48， 天空城地图132金21银币。同类材料可堆叠999战一个背包，背包容量70格。宠物：雷霆狮鹫，坐骑：圣光雄狮。看完属性后，陆枫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现在的面板属性介绍的非常全，而且自己转职后每升一级不仅可以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还可以获得1点转职技能点。陆枫到现在为止只使用了1点转职技能点，还有14点没用，这一点用在了技能树的御气术上，而御气术给他带来了全身装备属性提升 5%， 就连背包里是勋章也同样得到了提升。当他看到宠物页面时，他才想起来自己是有宠物的，我怎么把宠物给忘了放出来吃经验？我这脑子！枫哥，你站这里干嘛呢？是不是在等我呀？这时他的身后传来一声熟悉的少女声音。陆枫回头看到小花正微笑地站在他身后，陆枫也对着小花微微一笑道：你终于上线了，我都出去打一圈怪了，那我们现在准备干嘛？陆枫想了下说道：还是先去把宝宝等级刷起来再说。OK， 走起。对了，枫哥，从今天开始，以后我就不用上学，可以天天陪你玩游戏了。陆枫，网瘾少女，你被学校开除了。小花一脸黑线。哎呀，我学习成绩可好了，是我老爸帮我退学了，让我专心玩神域。嗨嗨，有这样的老爸真好，请给我也来一打。陆枫有些羡慕了，都说父母管教子女比较严厉，哪有这种放任孩子玩游戏的。陆枫想了下游戏对现实身体改变，他现在也不敢问小花，虽然两人这几天一直相处的不错，但彼此还是不太了解，还是自己摸索为好。对了，把陈明添加一下好友，差点把这事给忘了。法可游，好像是这个名字。添加过后半天没有反应，看来这陈明不在线，应该在忙店里的生意，那就只能等他晚上上线了。小花，你知道神域出游戏仓了吗？两人一边往城外走去，一边聊着天。路过的玩家都纷纷拿出视频对着两人进行拍摄，原因还是他们两个的坐骑太过拉风。我知道啊，而且我已经使用上了游戏仓，是爸爸今天给我新买的，睡在里面真舒服。陆枫一脸感叹，这小花家里看来还挺富裕，20万的游戏仓说买就买。就在两人准备出城门时，一位城门守卫 NPC 叫住了他们。两位英雄，稍等一下，城主正在寻找二位。陆枫和小花。陆枫看着城门前的守卫问道：这位小哥，你说城主找我们？是的是的，我在此门等二位很久了，城主正在寻找二位，请快跟我来吧。好吧。很快两人再次来到城主府的书房内，城主大人这时正在书房。看到陆枫和小花，城主微笑地站起身，对着两人说道：两位英雄，快请坐吧。此次请二位前来是因为天空城南边密林里发现了大量的巨魔族人，由于上次的亡灵攻城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去处理那处巨魔了，我想请二位帮我们解决这个麻烦。此时二人才明白城主为什么急着找他们两人。嘿嘿，城主大人，现在天空城的勇士可是不少，为什么要找我们俩呢？你说的确实不错，但那些勇士的实力还差的有些多，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麻烦。那巨魔族人个个都是30级以上，现在天空城的外来勇士就只有二位能胜任此任务了。原来如此，怪不得要找我们，这是我们2等级达到了要求。
其他玩家等级都在15到20级左右，确实差得还很远。行，这个任务我们接了，城主大人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叮！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小队接取天空城的主线任务2，任务名称：打通去往2级主城的路。任务介绍：连环主线任务，当前进度1/5。任务内容：解决堵在天空城南边密林的巨魔族。任务时间3天。任务奖励：职业装备，随即奖励经验值。第54章宠物合作旗排行榜开启。既然现在有了任务，而且怪物还是30级以上，那陆枫和小花也省得去找怪打了，直接做任务就行，刚好又是清除野怪的任务。10分钟后，两人来到了天空城南边的密林处。峰哥，按地图上显示，应该就是这里了。对了，小花，你从城主那学了那些牧师技能，还有你的隐藏职业给了那些技能，我看看哦。不一会，小花开口说道：“城主那里学了3个被动技能，一个神圣系攻击技能，一个瞬间治疗技能，一个控制技能，还有2个 buff 技能，最后的2个就是我学过的缓慢愈合、全能护盾。对了，那个心灵恐惧我也学了。”说完，小花就给陆枫上了3个 buff。叮！您收到花落为谁开的全能护盾，效果持续10分钟。叮！您收到花落为谁开的迅捷极速，效果持续10分钟。叮！您收到花落为谁开的攻击祝福，效果持续10分钟。迅捷极速是增加3速 5%， 攻击祝福是增加 5% 的双攻，还算可以，略微提升陆枫的输出能力。我的转职技能学了3个，每5级可以学习1个，其中2个被动和1个主动。被动技能分别是致死之盾和抗性体质，主动技能是大圣光束，属于群体治疗。陆枫越听越激动，这小花现在怕是一个人形坦克，怀疑现在的一大群玩家都打不死他。666，看来自己的不朽战士的技能和小花的隐藏职业技能也不一样，他没有技能树，自己现在还有14点职业技能点，等有空好好研究下加什么技能。挺棒的，嘿嘿，都是峰哥的功劳，我只是一个小酱油。随后两人走进密林，不一会看到一处巨大的山洞，这洞的高度最少有4米以上，应该是在这个山洞里，我们进去看看。陆枫率先走了进去，小花跟在后面默念了一句咒语，他的法杖顶端亮起了温和的光辉，把整个山洞过道都照亮了。这个技能不错，以后不用怕黑了。陆枫微笑道：“这个不是技能哦，转职后我就可以释放任何光系元素，这就是聚集一下光能量罢了。”陆枫回头看了看小花：“你还挺有魔法天赋的，不用教你都能自创魔法了。”他也没想到这个小花还有这么高的魔法悟性，看来以后和他在一起不用带火把了。嘻嘻，我可是魔法美少女。这个洞穴里面的空间要更加宽大，越往里走越大。不一会，陆枫就看到前面有2头拿着10磅的巨魔。洞察术，名称：森林巨魔卫士，等级31，品级：精英野怪，血量15万，蓝量3000，物理攻击1500，物理防御800，魔法防御400。技能：碎石一击，巨魔皮肤，被动，力量强化，被动。介绍：原本住在星源大森林深处的巨魔，因为一些特殊情况迁徙到了天空城南边密林，竟然是精英野怪，这个属性对于现阶段的玩家简直就是噩梦。不过对于陆枫就是小 kiss。 我要上来，还是老战术，注意奶好我。峰哥放心吧。野蛮冲锋，刷！这2只精英巨魔瞬间就被陆枫给秒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森林巨魔卫士，获得9900点经验。小花这里经验值还可以，我们放出宠物来练级吧。好。随后两人放出1级的雷霆施救，这小家伙现在连飞都飞不起，只能跟着陆枫后面跑。不过这里的经验确实高，打了几十个怪后，雷霆施救很快就升到了10级。放出宠物后，陆枫的经验再次被分了 50%， 原本打死1只巨魔可以获得9900的经验，现在只能获得4950的经验了。不过陆枫对这个无所谓，只能给经验，他就能杀到天荒地老。反正都是一刀1只怪，没有难度。小花就跟在后面捡东西和照顾2只小雷霆施救。达到10级的雷霆施救体型明显大了一些。陆枫清完一波巨魔后，查看了一下宠物的属性，名称：雷霆施救，等级10， 34201 15万，归属：冲锋小战士，忠诚度80，最高100，血量1万，蓝量1000，攻击300，魔攻200，物理防御200，魔法防御150，攻击速度 1.5 秒一次，移动速度5，
宠物技能：能力增幅，被动，连环找击，空斗术，未学习，致命一击，未学习，尖刺鸣叫，未学习。卧槽，这小师就10级就有1万的血量，而且这个象属性也猛得很啊！可惜10级还是不会飞，再带着练吧。两人带着宠物在这个洞穴中一边做任务，一边练级，还带着练宠物，非常舒坦。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洞穴的最深处，这里是一个巨大石室，里面只有一只双头巨魔，而且还长着3只手，前面2只手拿着一把巨斧，背后的1只手还拿着一根法杖。一看这家伙就是一个 BOSS 级别的存在。先看看属性：洞察术，名称巨魔酋长，等级35，品级白金级 BOSS， 血量1300万，蓝量20万，物理攻击4300，魔法攻击3000，物理防御2800，魔法防御2000。其他属性：抗性皮肤，减少75%的控制。技能：瞬劈斩、重击、破胆吼叫、研爆术、闪电链、魔法精通。被动，远古巨魔血脉，被动。我勒个去，这 BOSS 是魔武双修的，而且基本不吃控制，简直就是法系职业的噩梦。就在两人准备开 BOSS 时，系统传来了一声公告：叮！全服通告，恭喜华夏战区已有100名抵达20级的玩家，该战区正式开启宠物合作期排行榜。叮！全服通告，恭喜华夏战区已有100名抵达20级的玩家，该战区正式开启宠物合作期排行榜。第55章3榜第一，竟然游戏开通了宠物合作期排行榜。小花，我们先把这个 BOSS 杀掉，再看榜单。好的，峰哥。野蛮冲锋，负1623，负564312，加169780。巨魔酋长只被陆风撞晕的 0.5 秒就恢复了正常，然后一斧子砍了下去。该死的人类，你们竟然敢闯入我的领地，我要活吃了你们！BOSS 巨大的吼声把陆风和小花震的耳朵生疼。陆风握紧命运之刃，开始不断的对着 BOSS 放技能：连击斩、剑气斩、旋风斩，刷刷刷！他一轮技能加普攻下来，10秒不到 BOSS 掉了900万的血。巨魔酋长被他给打击脑了，哈哈！看我烧死你！研爆术，一发巨大的火球从 BOSS 的第3只手中释放了出来，迅速的飞向陆风。砰！陆风用自己的盾牌格挡了此次伤害。叮！您成功格挡了巨魔酋长的研爆术，伤害减少 85%， 再加上他本身自带的伤害减免 47%， BOSS 的这一发法术攻击就打了他2位数的伤害。负12，切，就这还要烧死我？我看你是想骚死我！刷刷刷，连击斩，巨魔酋长不甘的倒了下去。BOSS 连技能都没放全，就嗝屁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巨魔酋长，获得32万点经验。随后他把 BOSS 掉落的物品全部拾取了。叮！您拾取了白金级兽王皮盔。叮！您拾取了白金级兽王法链。叮！您拾取了黄金级战争巨斧。叮！您拾取了73金44银币，均分获得36金72银币。擦，3件装备只有1件是我用的，而且还是个黄金武器，垃圾。小花，这个兽王法链上面要求必须是法师职业才能穿戴，你这牧师怕是穿不上了。他把这个项链属性发给小花看了一下，小花微笑道：这个项链虽然等级比我的高5级，但我的项链属性很匹配我的职业特性，可以用到40级不用换呢。而且这个还是35级的法师职业项链，我戴不上。这时陆风看到城主交给他们的任务已经标注已完成，看来可以回城交任务了。城主的任务完成，这里的巨魔已经被我们清理完了，我们可以回去交任务了。两人的宠物现在也提升到了15级，小花也提升了1级，来到了32级。随后两人使用回城卷返回了天空城，陆风把这3件装备也纷纷上架了拍卖行。虽然现在主流玩家还没达到了35级，但他懒得计较这点时间。若要等大部分玩家达到30级以上，最少还要1周时间。然后陆风点开了宠物排行榜合作期排行榜，查看了一下，卧槽，第1、第2竟然是他和小花。战区宠物排行榜，华夏战区第1名雷霆狮鹫白金级15级，归属冲锋小战士。第2名雷霆狮鹫白金级15级，归属花落为谁开。第3名白玉银狐白银级12级，归属落叶归根。第4名赤血猫妖白银级11级，归属小桥流水。整个宠物排行榜只有4名玩家拥有宠物，8成也是从城主那里换的。而坐骑排行榜更惨，只有3个人。战区坐骑排行榜，华夏战区第1名
圣光雄狮白荆棘，归属冲锋小战士。第二名，圣光雄狮白荆棘，归属花落为谁开。第三名，烈焰居白银棘，归属落叶归根。随即他又看了一下等级排行榜，战区等级排行榜，华夏战区第一名，冲锋小战士不朽战士34级 49% 经验。第二名，花落为谁开光明神女32级 3% 经验。第三名，落叶归根烈焰法师22级 31% 经验。第四名，霸天神射手21级 72% 经验。第五名，阳光普照雷电法师21级 22% 经验。第六名，小桥流水寒冰法师20级 92% 经验。第七名，战天斗地弩箭手20级 77% 经验。第八名，雷霆风暴暗影盗贼20级 51% 经验。第九名，傲天穹狂战士20级 30% 经验。第十名，云水间大地召唤师20级 25% 经验。等级排行变化不大，不过法师系职业等级都顶了上来，这个傲天穹战士排名掉了下去，果然战士中期练级就更难了。看了大家的等级和职业，此时陆枫才明白隐藏职业有多难获得。除开他和小花，另外8名大佬竟然都是普通职业转职，一个隐藏职业都没有。最让人震惊的是，第二名与第三名之间等级相差10级，这10级可不好追啊！因为你在练级的时候，别人也在练级，想彻底追赶上，那就得一直的干。峰哥，你已经3榜第一了，你真棒！呵呵，一般一般，世界第3。走吧，我们交任务去。走起！两人来到城主府，很快见到了城主，并把任务交了。两位英雄果然是我天空城的福星啊！一天没到就把那处密林的巨魔全部消灭，这样我们与兰德主城之间的来往就不会受阻碍了。再次感谢两位，这是你们的奖励。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完成任务，获得狮王长剑，荣誉1000点，20万点经验。物品名称：狮王长剑，佩戴等级30级，佩戴要求：力量达到200，装备品级白金级，物理攻击+550，力量+40，体质+40，敏捷+40，精神+40，攻击加成正5%，无视防御正15%，暴击正10%。介绍：来自天空城城主年轻时使用过的宝剑，具有强大物理伤害，外形十分亮眼。属性和外形确实不错，但对比他手中的这把传说级命运之刃就差了很多。两位英雄，下面的任务是请2位帮助天空城北边的塔罗迪小镇肃清周边的不死生物，那样他们就可以收获田里的粮食了。叮！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小队接取天空城的主线任务2，任务名称：清理塔罗迪小镇周边的不死生物。任务介绍：连环主线任务，当前进度2/5。任务内容：杀光塔罗迪小镇周边的不死生物，彻底消灭不死生物的源头。任务时间3天。任务奖励：职业装备，随即奖励经验值。好的，城主，交给我们吧。就在他刚接取任务时，李哥再次私聊他：冲锋大神，您的剑帮令还在吗？我们华夏战区的10大公会都有意收购你手中的剑帮令，他们联系不到你，只能由我转告大神了。第56章拍卖剑帮令。看到李哥的私聊，这应该是李哥从中帮自己联系的各大公会，看来这个李哥的人脉还是可以的，竟然连华夏10大公会都能联系上，以后有好东西看来都得找李哥帮忙了。于是他回复道：李哥，剑帮令还在，不知10大公会想怎么进行这次收购交易呢？不到10秒，李哥那边传来的回复：大神，您在野外还是在天空城？我在城里。那行，我在天空城广场中心等你，我们见面聊。看来此次收购剑帮令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小花，我们去广场中心。OK。不管陆枫要做什么，小花都是100%的支持。峰哥，我的闺蜜刚才联系我，说让我带他们。啊，你闺蜜几个人？多少级了？他们有4个人，等级最高的一个才16级。小花脸色尴尬，她自己都32级了，比闺蜜高了1倍的等级。那你去带你的闺蜜，反正我一时半会也不准备练级，有什么需要我的，你私聊我就行。刚好陆枫要处理一下剑帮令的收购问题，小花也能带她的闺蜜，两全其美。峰哥，你不会是特意这么说照顾我的吧？嘿嘿，嗨嗨，我说的是真的。嘻嘻，峰哥脸红了，不逗你了，我去带闺蜜玩了。小花说完就召唤出圣光雄狮跑去找闺蜜了。可能是他们2人一直在一起练级的缘故，陆枫并没有感觉哪里不对。不过小花的身材容貌绝对都是9分以上，10分满分。
他这时也来到了城中广场中心，李哥一眼就看到陆枫，然后冲着他走了过来。跟在李哥身后的还是他的4个名队友，几人见到陆枫纷纷和他点头问好。哈哈，大神终于又见面了，这次让您过来，绝对不会让你白跑。李哥道。陆枫微笑说道，这还是要感谢李哥的关照，这次只要能交易成功，我会拿出5%的交易收益当介绍费送给李哥。这使不得啊，真使不得，我就是传话，根本不用什么介绍费。陆枫的话把他弄得有些懵，这剑帮令可不是小东西，哪怕是按底价5000万软妹币来算，5%也是250万。虽然他李哥有些钱，但250万现金对他来说也是较大的资金了。就这么定了，这也是江湖规矩，不知这10大公会想怎么交易呢？陆枫一言定下，然后开始把话题转移到主题上。是这样的，两岸商会在天空城租了一个大型拍卖场，一会我带大神赶去拍卖场，1小时后将由您亲自拍卖这个剑帮令，底价是50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大神您看有没有问题？明白了。那这次参加拍卖的只有10大公会吗？何止啊，自从外面的公会得知您手里有剑帮令，两岸商会在这半天时间内就已经把此事宣传了出去，这也是为了给他们公会打响名号。原来如此，那这次参加拍卖的公会应该不在少数啊。那肯定的呀，大神我们边走边说吧。好，那就有老李哥带路。6人很快来到天空城的一处圆形大厅内，此时厅内已经坐了大半满的人。陆枫简单观察了一下，这里坐着的人起码有300多人，这还不算上2楼包间内的人。大神您稍等一下，我去找一下两岸商会的会长。陆枫点点头，不一会李哥和一名中年男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中年男人面带微笑，冲着陆枫就伸出手，陆枫也简单的与他握了握手。中年男人一边握手一边说道，想必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冲锋大神，我乃是两岸商会的会长，您叫我张先生就可以了。此人的游戏 ID 是好说好说，看来这人姓张。你好，张会长，很高兴见到你，此次麻烦你帮我弄了这么大的拍卖场地。陆枫也客套道，哈哈，这是我们互惠互利，此次拍卖会由您的剑帮令作为压轴物品，这是此次拍卖会的清单，一共12件物品，你过目下，若是没问题，我就带您去1号包厢等待。陆枫接过拍卖会清单，看了一下，其中8件黄金装备，1件白金装备，3件特殊道具。可以，那就有劳张会长了。陆枫6人跟着张会长来到了1号包厢，拍卖会还有46分钟才会正式开始。他们6人开始无聊打屁，而拍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基本上都是华夏网游界有名有脸的人物，其中不是工会会长就是职业大神，就连落叶归根也来到了现场。峰哥，您看下面那人，他就是落叶归根。李哥这边几名队友与陆枫聊熟了，也改口叫陆枫峰哥。陆枫看着1楼的那名气质神秘的男人，一眼就能看出此人是一位高手。而当陆枫注视他的时候，他也抬头看向陆枫，两人静静地对视了3秒，随后落叶归根来到了2楼1号包厢。落叶归根嘴角微微一笑，听张会长说你就是冲锋小战士。在下落叶归根，很高兴认识你。陆枫仔细打量了一下此人，气色内敛，眼神如深渊，果然是个厉害的人物。呵呵，很高兴认识你。陆枫简单的回道，阁下若有时间，等拍卖结束了，我想与你去竞技场切磋一下。陆枫一听竞技场，他也算有点懵，因为他一直在练级做任务，根本没时间关注这什么竞技场。可以，哈哈，爽快，我喜欢。那就这么说定了。落叶归根从第一次系统公告中看到冲锋小战士名字，就有与他切磋一下的想法。后来陆枫一路勇猛狂冲，等级一下冲到了34级，这更让落叶归根有一种强烈的切磋欲望。落叶归根原本是一名职业选手，虽然现在已经退役，但他的技术和游戏认知却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在其他网游里，大家都称呼他为火神或者法神。就在两人说话时，下方传来张会长的声音，欢迎各位神域的大佬参加我们两岸商会的首次拍卖会，此次拍卖共有13件物品，最重要的那件物品我想大家也知道是什么，将会在最后商场。那么现在拍卖正式开始。第57章，拍卖会上，巨大的圆形拍卖会现在已经坐满了人，而且还有一些晚来的大佬连位置都没有，只能站着参加。听到张会长宣布拍卖会开始，众人也纷纷激动起来。张会长环顾四周，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他已经很久没享受过了。以前在其他网游中都是由他的下属进行主持拍卖会，但这神域游戏不一样，他也是得到一些风声，所以这首次的拍卖会由他自己来主持。这时张会长拍了拍手道，那么第一件拍品是一件20级的黄金法杖，
相信很多法系玩家应该很喜欢。他说完就把这把法杖的属性公布出来。再次众人看到属性后都暗暗咂舌，20级的黄金武器果然牛逼，属性碾压10级的武器太多，若法师换上这把武器打怪，那效率不要太快。张会长观察大家欣赏的差不多了，继续开口道：此件拍品起步500金，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金，现在开始叫拍。520金。一名法师抬手说道：现在的1金相当于200元，520金已经超过10万软妹币了。550金。580金。第一名叫拍的法师看着很多人参加竞拍，他也有心无力地叹了一口气，看着自己手里的15级白银级法杖，又叹了一口气。660金。各位大佬，这把黄金法杖我们风云公会要了，麻烦各位给我傲天穹一个面子，请各位行个方便。风云公会傲天穹道。陆枫看了一下这人，此人应该就是今天与他发生不愉快的张少，没想到出手倒挺阔气。一会拍卖剑帮令，看我不好好坑你，让你敢索要我85万的赔偿。这时小桥流水开口道：傲天穹会长，你的面子我怕是不能给喽，你看我手中还拿着20级的白银法杖，你忍心和我抢吗？我出680金。傲天穹听完他的话，脸皮跳了下。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何况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哼，既然小桥流水也想要此法杖，那就各凭本事吧。我出700金。傲天穹冷笑道。陆枫看着下面几人为了一把20级的黄金法杖争得剑拔弩张，他有些后悔把之前报的装备上架拍卖了。若是拿到这里拍一次，那价格肯定还能翻一番。以后打到好装备得交给张会长这种人来运作，刚好李哥作为中间人，再爆出的新装备就先给李哥，然后再让他们进行拍卖，就这么定。陆枫露出开心笑容。像这种20、25级的黄金装备，他连看都看不上，所以他对后面的拍品也没有神妖兴趣。最后这把法杖被小桥流水750金的价格拍了去。傲天穹只能不甘地瞪了小桥流水2眼。他俩都是华夏10大公会的会长，也无法用要挟的话胁迫对方，所以只能有苦往肚子里咽。10大公会虽然实力上高低之分，但都相差不大，真要打起来，谁赢谁胜都不好说。而且10大公会交情错综复杂，若真打起来，那就不是2个公会的战争了，可能是多个公会都会加入。后面的7件黄金装备都在400-800金之间拍了出去，时间也过去了1个多小时。这时陆枫的私聊信息发然传来，法可游的信息。法可游，卧槽，阿峰你真是冲锋小战士，兄弟牛逼！我一上线就看到你加我好友，你现在在哪？陆枫微微一笑，看来他的哥们上线了，于是立即回道：冲锋小战士，我现在在天空城拍卖会中，坐标我已经发给你，你直接来拍卖会2楼1号包间找我就行。法可游，好，我这就来。陆枫然后和李哥说了下，他有一哥们要过来，让他们接一下。李哥点点头说没问题，随即安排队里的法师去接法可游。张会长这时轻轻咳了2声，清了清嗓子说道：下面是一件20级的白金级装备，这件装备的主人听说是从一个白金宝箱中获得，而他也因此死了1次，不过还是值得的。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件装备吧。物品名称：银角长弓，佩戴等级20级，佩戴要求：敏捷达到150，装备品级白金级，物理攻击加300，力量加40，敏捷加40，体质加40，精神加40，攻击加成5%，暴击正5%，暴击伤害正20%。介绍：使用神秘野兽头角制作的银色长弓，可提高自身暴击伤害。这件武器属性一出现，所有人激动起来。20级的白金级武器，这是买回来就能马上带上的存在。不想陆枫卖的那些30、35级的装备，虽然属性好的吓人，但短时间根本就带不上，只能当贡品供着。这时已经有人坐不住了，大声道：张会长，你就说这把白金长弓多少钱起拍吧，我已经等不及了。就是，赶快报价吧。很多人已经耐不住性子，开始嚷着张会长报价。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弓箭手，这武器实在太符合弓箭手的特性了，加暴击又加暴击伤害，对于高敏高暴击的弓箭手来说非常完美了。张会长微微一笑说道：既然大家这么热情，那我不再藏着了，此件拍品起拍价2000金，每次加价不少于50金。他说完用一种看肥羊的目光看着在场的众人，这把武器就是他们公会开宝箱开出来的。啥也不说了，我出2200金。哼，你2200金就想拿下？做梦吧！2500金，这可是白金武器，我出2800金。卧槽，2800金也好意思交出来？我一剑就让你怀孕，出3000金。
陆枫看了看这个叫得最凶的大汉，这家伙有1米9个头，虎背熊腰的，竟然玩个弓箭手，真尼玛奇葩！而且此人就是经验在官方论坛水贴的人。第58章拍卖会中，随着这把白金弓的叫价来到白热化，它的价格也涨到了4200金，最后被阳光普照给拍了下来。这种10大公会的会长经济实力远比散人玩家要强得多，而且他们还有那几十万的会员做支持，完全不怕没有戏比。这时法可尤来到了1号包间，他看到陆枫后立即就走了上去。阿峰，终于看到你了。陆枫起身拍了拍陈明，然后又把李哥几人介绍给他认识。几人互相聊了几句，就算认识了。对于陆枫的朋友，李哥几人还是比较上心的，能和这种级别的大神做朋友，那能差吗？未来肯定也是一位超级大佬。陆枫看到陈明才14级，好家伙，这还没有小花的几位闺蜜等级高。等拍卖会结束后，得好好带陈明去练练级，不然太丢面了。阿明，你先陪我看完拍卖会，等结束后我和你去练级。陈明挠挠头，笑着点点头。这种大场合把他给震到了，搞得陈明有些放不开。随后3件都是材料类型的道具，陆枫也没有兴趣，就简单看了看。20多分钟后，第3件材料被拍下。张会长对于这次的12件物品的拍价十分满意，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因为这12件物品他可以抽取10%的手续费，但陆枫的剑帮令他不敢收手续费，因为这次拍卖会的噱头就是靠剑帮令带起来的，这也等于是广告费了。张会长再次清了清嗓子说道，以上的12件拍品已经全部拍出，那么最后这件压轴物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但我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件物品是正式所有工会需要的剑帮令。张会长刚说完，下面就爆发了激烈的议论。卧槽，没想到这次拍卖会还真有这件东西，不知道是哪位大佬打到的。你笨啊，内部消息你没听到吗？都说是冲锋小战士大神打到的，你还问谁打到的？原来是这位大神啊，那就不奇怪了。听说剑帮令只有30级以上的黄金 BOSS 才有几率掉落，看来冲锋大神没少打这个级别的 BOSS 啊。张会长看着下面的议论，他也不急着打断，他这是一种享受，一种自我成就的舒爽。几分钟后，他再次开口道，那么这最后一次拍品的主持就由我们的冲锋小战士大神亲自主持，大家欢迎。听到由大神本人主持，拍卖会立即响起激烈的掌声。陆枫早已经做好准备，然后来到1号包间的扶手边，一个翻跃，他就纵身跳了下去。砰！陆枫稳稳地落在了主持台上，微笑地看着在场的众人。大家好，自我介绍就不用了，让我们进入主要是竞拍环节吧。站在台上的张会长这时被陆枫的行为吓一跳。哼，冲锋大神就是不一样，连出场都别具一格。在场众人也都纷纷激动了起来，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冲锋小战士，之前只是在公告中看到此人的名字，现在见到本人了，这趟拍卖会没白来啊。随即陆枫把剑帮令公布了出来，拍卖会中的所有人看到此物后都紧张了起来，特别是那些工会的会长副会长，此件物品是建立帮会的必须物品之一，而剩下的就是会长荣誉达到1000点，然后寻找一处无主之地作为工会领地，再经历6个小时的出剑怪物攻击，成功守护工会核心基石后才算真正建会成功。另外2个条件对于大工会来说没有难度，但就是这剑帮令是关键中的关键，而且在华夏战区第一个建会的肯定得到一定系统奖励，而且对于招收散人玩家那绝对具有强大的号召力。陆枫看了看众人后接着说道，剑帮令以现实软妹币交易，起拍价500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100万，最后拍中的人我会与您私下交易。那么现在竞拍开始。傲视天下工会会长天下第一个开口，既然冲锋大神宣布开了，那我就给大家先表个态，那就1亿。在场的众人立即齐刷刷的看着天下，这家伙疯了吗？起价5000万，你上来就1亿，脑子不好？狼牙工会会长谢狼笑着大声道，天下会长看来是不想耽误时间啊，先把那些实力差的工会淘汰了，让有实力的工会直接竞争，不错不错，我出1.2亿。血狼的话把在场的散人玩家点醒了，而此时那些小工会的会长已经开始叹气了，那种几千几万人的工会根本就没有实力拿出1亿资金去竞拍剑帮令，他们只能叹气，看着剑帮令花落他家。兄弟会会长战9天 1.3亿。风云再起工会会长傲天穹，我风云工会愿意出1.5亿。烟雨楼工会会长小桥流水1.5亿怕是有些不够，我出1.8亿。傲天穹又瞪了一眼小桥流水，他们2个工会在其他游戏就是敌对关系，现在到了神域还是一样的摩擦不断。天阳工会会长阳光普照2亿。
在场的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卧槽，这可是2亿软妹币啊！要是真有这么多钱，那现实还不起飞了？要让一些普通人有获得如此大量的资金，肯定男的夜夜做新郎，女的日日做新娘啊！雷霆工会会长雷霆风暴，哎，你们连拍个剑帮令都这么卷吗？那我只好出价2.5亿了。10大工会的会长瞬间脸色都变得不好了。这雷霆风暴嘴上说的别人卷，其实他是最卷的。10大工会有1半以上的预算只有3亿而已，超过这个数他们就会放弃，而另外1半最多不超过5亿预算，因为再多就不值了。两岸商会张会长这时也冒了一句：“哼，我两岸工会也有意买这枚剑帮令，我愿出2.6亿。”第59章，拍卖会下，天阳工会会长阳光普照，张会长，你这就有些不厚道了。这次拍卖会可是你们召开的，竟然跑出来和我们这些客人抢东西。是啊，是啊，张会长，你这么操作有点不好吧？张会长也无所谓别人怎么说他。诸位，现在的主持人可是冲锋大神，并不是我，我现在也属于客人，当然能竞拍。他的话直接把在场的人说得牙痒痒。这张会长真是够无耻的，好赖话都被他一人说了。不过这两岸商会虽然战力不是很强，但要比有钱，没有工会能比过他们。纯纯的商人工会，就是有钱。露天工会会长长刀踏歌行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我出3亿，能超过我的直接说话。这长刀踏歌行属于沉默寡言直性子，不喜和人废话，和那种不服就干的人很相似。法神联盟会长向天再借一雷法，3亿已经超过我们工会的预算，我们退出。很快烟雨楼工会、兄弟会、狼牙工会、两岸商会、天阳工会几个工会都纷纷宣布退出竞拍。3亿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价格，再高他们就不会买了。现在只剩雷霆工会、风云再起工会、露天工会3家在做最后竞拍。傲天穹，我出3.2亿，二位还加吗？雷霆风暴，呵呵，3.2亿吗？我出3.5亿。长刀踏歌行，别浪费时间了，我出4亿。若你们俩能超过我，我就退出。这个价格也是露天工会的最高收购价，所以他直接说了出来。这时，傲天穹和雷霆风暴脸色也难看起来。这两人都准备了5亿的预算，但一下子价格被提到4亿，他们还是有些难以接受。傲天穹、雷霆风暴会长，可否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如何？雷霆风暴冷笑一下，傲天穹大会长，你的人情在我这里可不值这个价，要出价你就直接报价，别打这种低级的感情牌。傲天穹被说的眼皮直跳，他玩游戏这么多年，还没有哪个人敢这么和他说话的。傲天穹，好好好，你很好，我出4.2亿。雷霆风暴想了一下，然后开口道，我出4.5亿。然后他还给傲天穹使了个不屑的眼色。傲天穹，我他妈出4.8亿。雷霆风暴4.9亿。傲天穹半天说不出话，再加也就是5亿了，那就是他的极限预算。雷霆风暴看着他半天憋不出屁，开口道，行不行啊？不行就退出，搁着表演什么个劲？傲天穹狠狠地瞪着雷霆风暴，5亿，你要是能超过我，那第一枚的剑帮令就是你的了。雷霆风暴莞尔一笑，还是我们傲天穹大会长厉害啊，有钱赢。我退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雷霆风暴是在故意抬价，专门恶心傲天穹的，但他傲天穹又不得不加价。傲天穹算是被坑到了。雷霆风暴，你很不错，你们雷霆工会以后小心着点。雷霆风暴懒得理他，然后对着陆枫说道，冲锋大神，下次再出剑帮令，我们雷霆工会预定了哈，来来来，加个好友。陆枫看到雷霆风暴把傲天穹摆了一道，又给他提了这么高的价格，他还是非常欣赏此人的。哈哈，雷霆风暴会长，你的要求很合理，我记住了，我加你。陆枫微笑道。雷霆风暴的行为立即提醒了其他大工会的会长，纷纷上前要求加陆枫好友。现在整个神域游戏只有陆枫可以轻易杀死30级以上的黄金 BOSS， 所以下一枚剑帮令有很大几率还是陆枫打出来的。现在打好关系，后面可能得到很多好处。陆枫与10大工会还有一些有实力的工会会长都加了好友。他是觉得有钱不赚王八蛋，主要是这钱赚得太简单了，割出去打打怪就能有这样的收益，还特么上班，上鸡毛班。随后陆枫来到傲天穹面前，傲天穹会长，恭喜你获得第一枚剑帮令，这是我的卡号，你把钱打到这个账户上，我收到后就会把剑帮令交易给你。傲天穹，可以，我也相信你冲锋大神的名气。3分钟后，5亿软妹币已经转入了陆枫的账号内。傲天穹，已经转过去了，
你查看一下。陆枫下线查看，果然到账了5亿。这下他就不再为钱发愁，以后可以潇洒的生活了。再次上线，他把剑帮令交易给了傲天琼。冲锋大神，我工会还有一个副会长的位置，我非常期待您的加入，不知阁下意下如何？傲天琼开始拉拢陆枫了，如此机会他肯定不会放过。陆枫想都没想，直接说道：傲天琼会长，我暂时只想当个散人玩家，若等哪天我混不下去了，再去找你，届时你可要收留我。傲天琼一听陆枫的话，嘴角冷笑一下，哼，冲锋大神真会开玩笑。这沈玉，那你要是混不下去，那我们这些玩家就更没法混了。既然大神有这种想法，那我风云再起工会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两人说完，陆枫返回了2楼1号包厢。此时这个包厢内正站着8个人，其中5个是李哥的小队，另外3个是陈明、张会长和落叶归根。张会长率先说道：哈哈，恭喜冲锋大神交易成功，希望大神下次有什么好装备好东西，还是可以由我们帮您拍卖，至于手续费，我们只收5%。可以，那我的经纪人就由李哥来当好了，以后张会长只要联系李哥就可以了，我的东西都会交由他出售。李哥直接懵了，那个冲锋大神，您没开玩笑？陆枫对着李哥微笑道：难道李哥不想做我的经纪人？不，当然愿意了。哈哈，那就好，以后我这边从你那出售的物品，你都可以提取5%的手续费，就当是给你的劳务费了，我平时也没时间忙这些东西。啊，这……李哥再次懵了。第60章首次竞技场切磋。张会长这时笑着走到李哥身旁：李兄弟，以后可要靠你好好照顾老哥了。哈哈，像张会长这种生意人，对于身份是特别敏感的，这李哥未来就是冲锋大神的经纪人了，肯定要与他打好关系。虽然李哥和张会长以前就认识，但那也是普通关系罢了。哦，好说好说。李哥缓了缓回道。随后陆枫把这里的8人都加上了好友，包括落叶归根。落叶归根看着陆枫说道：既然这边已经结束，那我们该好好切磋一下了。那你前面带路吧。陆枫又给陈明他们使了跟上的眼色。8人很快来到天空城竞技场门前。李哥5人也想看看这神域中最厉害的2位大神，到底谁更厉害点。陈明纯就是打酱油的，反正一会还要和陆枫出去练级，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在他心里陆枫就是最厉害的。落叶归根对着陆枫慢慢说道：这里就是竞技场，里面有场地保护机制，不会真把人打死，会强制保留一点血，我们进行1v1自由竞技就行，记住我不会手下留情的。说完，落叶归根就走上了竞技场中。陆枫耸耸肩，一副无所吊为的样子，然后跟了上去。叮，您进入了天空城1号竞技场，10秒后你将与落叶归根进行1v1自由竞技，请做好准备。陆枫从背后拿出武器和盾牌，他准备先试试这个落叶归根的伤害和技能，看看这家伙有多厉害。这并不是陆枫看不起他，而是双方等级装备差距确实太大。陆枫34级，落叶归根22级，差了12级。而且陆枫一身白金，这落叶归根怕是只有1、2件20级的白金装备，这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3、2、1，开始！对战时间一到，落叶归根立即给自己上了一个火焰魔法盾，然后再次抬手打出一道火球飞向陆枫。他直接把盾牌顶在前面，挡住了这发火球。-3，被格挡下来的火球只给陆枫造成了个位数伤害，这还没那巨魔酋长的研爆术伤害高呢。落叶归根看到这个伤害微微一愣，3点伤害，开什么国际玩笑？就算这冲锋小战士是防御型战士，也不可能只造成3点伤害吧。落叶归根也和其他高手大神切磋过不少次，一次没输过，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的攻击够高，能绝对压制敌方。但这3点伤害说出去怕是没人会信。陆枫此时就站在原地不动，继续等着他的魔法攻击。落叶归根再次抬手，一个连环火球射向陆枫，砰砰砰，-2、-4，暴击6，3颗火球都打在了陆枫盾牌上，造成的伤害依然是个位数。陆枫依然不动，手举巨盾防着落叶归根。这时的落叶归根脸色愈发难看，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竟然破不了陆枫的防。自己作为输出最高的火系法师，还有打不动人的时候，真特么离谱啊！然后落叶归根慢慢放下抬起的双手，对着陆枫说道：你的防御很强，已经打破了我对战士的认知，不过我还有一招需要吟唱的魔法，你若也能防下来，那我就认输。陆枫微微一笑：那你放马过来吧。落叶归根得到陆枫的回答，立即开始吟唱起来，这是他做隐藏任务获得的钻石级单秒火咒，目前为止
都没有任何玩家能抗住他这一击的。随着落叶归根的吟唱，陆枫感受到此人周身聚集了大量的火系元素，正在不断凝聚。10秒后，落叶归根大喝一声：“火龙术，去！”一颗巨大的火系龙头直奔陆枫而去。砰！负625，这招还是被陆枫格挡了下来。不过这伤害还不错的，若是不用格挡的话，那这招要打掉他小4000的血量，还是很猛的。但落叶归根却傻眼了：“你这防御也太鸡巴变态了吧！我这个魔法可是能打出自身魔法攻击20倍的伤害，竟然连1000点血都没打掉。”看着陆枫血量只掉了个血皮，落叶归根瞬间没了脾气。这下可把他恶心坏了。作为法师，最害怕的不是被刺客偷袭，也不是遇到远程物理职业，而是遇到这种你打不动的人，这是打心里难受。落叶归根内心突然有一种再也不想打陆枫的感觉，这是对他人生的巨大打击。唉，你赢了，我认输。落叶归根默默地垂了下脑袋，宣布自己输了。陆枫淡淡一笑：“其实你的伤害还是蛮高的，以22级打我34级，竟然都可以打掉600多的血。要是我2同等级，那你打我还是很痛的。”陆枫的话立即把失落中的落叶归根点醒了。对啊，我才22级，这冲锋小战士已经34级，全身都穿着30级的装备，肯定不是一个层次的。若等我也升到30级，那肯定能打疼这家伙。落叶归根对着陆枫走了过来：“感谢你的提醒，你是值得尊敬的对手，我会把你当成我的目标而努力。若等我2等级相仿时，我会再次向你发起挑战。嘿嘿，以后再说吧，我现在还得带我兄弟练级，没事我就先撤了。”陆枫已经试出他的能力，而且也知道了这竞技场的玩法，现在没必要在这里耽误时间了，还是去练级要紧。而现在的里格几人都看呆了，这落叶归根大神竟然打不动陆枫，这也太劲爆了！要不是陆枫不让他们录像，他们真想把自己看到的战斗发到官方论坛上。很快几人各自练级做任务，分道扬镳。陆枫也带着陈明来到了上次练级的羊头人参寺庙，这里都是30级以上的怪物，陆枫在这里练级也能分到几千经验，而陈明和陆枫的宠物分到的经验可就多了。阿明，我先把你带到20级，然后再回城转职，你先想想20级转什么系的法师。陈明摸摸下巴：我还是喜欢雷系法师，主要是帅。第61章，小花的求救。陆枫无语地看着陈明，这家伙还是老样子，干啥都要帅的。可行吧，那我先开怪，你就站这里当经验宝宝吧。这里都是30级以上的怪，你别引到怪了。没得问题，冲吧阿峰，我在后面给你呐喊助威。陆枫不再管陈明，直接对着怪物就使用了野蛮冲锋，直接秒杀。随后他拖着一群怪物，感觉差不多了，立即使用了下战斗践踏。砰的一声，陆枫5米范围内的怪物全部死完，陈明等级直接升了1级。这时的陈明都看呆了，卧槽，这特么是防战，一个技能秒一群同级怪，我是在做梦吗？真特么是牛逼克拉斯了。陈明这时心里有些后悔，原来这游戏战士这么强，早知道我也玩战士了，哎，失算了。不过陈明是没看到其他战士玩家的处境，那叫一个惨啊。20级的战士是要输出没输出，要防御没防御，属于未成型的职业，只是陆枫有点另类罢了。陈明看着陆枫在怪物群中无双割草，他也开始呐喊助威起来，说的一嘴的骚话。陆枫再次无语住了。2个小时后，陆枫再次把这个寺庙的怪物全部清了一遍。由于他等级34级，高出怪物2-3级，而且又有陈明和宠物2个经验宝宝平分经验，导致他只升到了35级，24%的经验。不过陈明这2个小时从13级升到了22级，爽的他都牙买蝶的叫。陆枫的宠物雷霆狮鹫也升到了25级，现在这只宠物已经可以飞行了，而且体型也长到了5米左右，进入了青年期。陆枫查看了一下雷霆狮鹫的属性，名称雷霆狮鹫，等级25，125，103，240万，归属冲锋小战士，忠诚度90，最高100，血量36000，蓝量5000，攻击900，魔攻600，物理防御500，魔法防御360，攻击速度 1.5 秒一次，移动速度6，宠物技能能力增幅，被动连环爪击，空斗术，致命一击，尖刺鸣叫，未学习。这雷霆狮鹫的成长果然够强，光血量就达到了36000，而且技能又学会2个，现在这个宠物单挑一只30级的野怪轻轻松松，就算拿来抗 BOSS 也是一把好手。不过这只是针对普通玩家而言，对于陆枫还是有些基础。咦，
这宠物的忠诚度还涨了10点，看来带着宠物日常升级就能获取忠诚度，还可以。现在已经没有怪物了，陈明跑到怪物堆里捡来捡去，那叫一个开心啊！这2个小时，光游戏币他分了16斤，按市场价200元一斤，这就是3200块，快赶上他小店一天的纯利润了。阿峰，快来一起捡啊！在那发什么呆？来了。2人捡完东西，陆峰又把掉落的材料和几件白板青铜装备挂上了拍卖行。这些30级的垃圾装备不值得他浪费时间去找人交易。阿明，这里没怪了，刚好回城做转职任务。走着。走个屁，这个回城卷给你，这样快，以后出来身上带几张回城券，天空城的杂货店有卖。哦，那感情好。2人不再废话，直接使用回城卷回到了天空城中。陈明先去接了法师的转职任务，随后找到陆峰。阿峰，我怎么感觉这职业导师有点难为我？看着陈明一脸疑惑的样子，陆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游戏的 NPC 和其他游戏的 NPC 不太一样，都有自己的思维和情绪，搞不好就出幺蛾子。我本来想转雷系法师，可是导师说我适合空间系，可我没听说过这个系的法师啊。陆峰，卧槽，你怕不是遇到隐藏职业了吧？啊，卧槽，我说那老头看我的眼神不对劲，果然哥就是传说中的天命之人。你的转职任务是什么？那法师老头让我去遥远的塔罗亚冰山击败空间巨龙，然后收集他的龙之晶核，那样就可以转职了。陆峰，陈明看着一脸黑线的陆峰挠头道：嗨，虽然我是天命之子，但这个任务还是具有挑战性的。好哥们，这回还得靠你。阿明，我感觉这法师职业导师是在晃颠你。怎么可能？我这么帅，那老头没事晃颠我干鸡毛？你觉得一个22级没转职的小菜鸟能击杀空间巨龙？陈明脸色一变，感觉陆峰说的有道理。卧槽，我现在就找那老头理论。忽悠人也不带这样的。看着气呼呼的陈明，陆峰拉住了他。不过这对别人可能是无法完成的事，但对我来说还是有希望的。你先看看这个塔罗亚冰山，天空城远不远？那我看看。不一会，陈明开口道：天空城有些小远，起码是从天空城到之前的那个地下寺庙3倍的距离。3倍啊，也还好。那就走起，咱们兄弟俩去当屠龙勇士。哈，对，当屠龙勇士。滴。陆峰看到有好友私聊他，点开一看是小花的私聊。花落为谁开？峰哥，不好了，我和闺蜜被人追杀，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没死，5555。我擦，竟然有人搞事情，敢欺负我带的小奶妈，找萧呢。冲锋小战士，小花你别急，把位置告诉我，我这就去帮你。5秒后，小花再次发来坐标位置，是天空城西边的蝴蝶谷。陆峰看来夏陈明说道：阿明，在屠龙前，看来我们得先屠人了。啥情况？阿峰，我的一个牧师朋友被人追杀，我得去救他。陈明立即撸了撸袖子，擦，阿峰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谁敢动他就是动我。走，我们去灭了他们。第62章，搞事的风云再起公会。2人很快来到了天空城西边的蝴蝶谷位置。此时有100多号玩家正在围杀一只25级的黄金 BOSS。陆峰一看这些人都是风云再起公会的，这些傲天穹不是拿到建帮令了吗？怎么还安排人在这里打 BOSS？ 不赶快去建立帮会，搁着耽误什么时间？而蝴蝶谷里面有一支10个人的小队，还在不断的攻击着小花。团长，这花落为谁开？可真牛逼！我们10个人打了20分钟还没打死他，比 BOSS 还能抗。再能抗又有什么用？他不过是个牧师，等他蓝用完了就是他的死期。小花这时还在不停的给自己加血，然后用法杖敲旁边的玩家。不过他这点法杖攻击根本就造成不了什么伤害，而他唯一的2个攻击型技能还是只能针对不死生物和魔物，不能对人使用。你们这些坏蛋，抢我们 BOSS 还杀我朋友，太坏了！嘿嘿，你也是天榜第2的大佬，能从你手里抢下 BOSS， 我们可以吹1年。这名风云再起公会的团长无耻地说道。你，小花气的脸都红了。这些人根本就打不动他，但他们可以打死他的闺蜜。而赶来的陆峰被其他风云再起公会的成员拦了下来。这里禁止进入，我们风云再起公会在此练级，闲杂人等赶紧滚！一名小队长模样的人说道。本来陆峰就带着气，这掉毛还敢这么和他说话。陆峰二话没说，抬手就是一刀。叮！您恶意击杀了，再见不是梦，罪恶值增加100点。旁边的几名风云再起公会的成员看到队长被杀，立即冲了上来，一边攻击陆峰和陈明，一边嘴里还骂道：特么的小逼崽子找死，竟然敢招惹我们风云再起公会！刷刷刷！
陆枫随手几刀秒了看门的一个小队，然后和陈明冲进了山谷之中。山谷中正在攻略黄金 BOSS 的风云再起成员立即得到了看门小队死亡的信息，一名副团长直接来到团长这边，告知了外面的情况。什么？有人入侵？是烟雨楼工会的。团长，看守小队死得太快，连信息都没汇报过来就团灭了。我已经让兄弟把 BOSS 往山谷深处拉了。做得不错，那就让我们会会这些入侵者。随后团长带着20多人挡在了陆枫面前。咦，竟然只有2人，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杀我风云再起的人，找死不成？陆枫冷冷一笑，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们在追杀花落为谁开？哼，原来是那个小妞的帮手，不错，是我们追杀的他，你能拿我们怎么样？团长一脸不屑地说道，他这里可是有24人，再加上黏住小花的10人，还有攻略 BOSS 的103人，如此规模的100人团，还能怕2个玩家？很好，非常好。陆枫像看死物一般的看着眼前的24人，然后他直接野蛮冲锋撞了上去，第一个被撞死的就是这个倒霉团长。冲到人群中的陆枫直接一个战斗践踏，一脚踩死12个。风云再起工会的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又再次冲向了旁边的几人。卧槽，这特么太恐怖了，这还是战士吗？妖孽啊！剩下的11人纷纷开始攻击陆枫，但打到他身上的攻击只造成了个位数伤害，1分钟不到，剩下的11人也全部被杀。这时站在天空城复活点的29人，包括刚才的守门小队，都愣愣地看着彼此。团长，刚才杀我们的好像是冲锋大神。废话，我眼睛没瞎，能看到提示。那啥，听说这花落为谁开，就是冲锋大神的御用奶妈，我们招惹他怕是惹祸了。团长脸色难看，然后咬着牙说道，抢 BOSS 是你们要抢的，现在又害怕了，你们真废物。我先联系下副团长，让他赶紧解决 BOSS， 然后撤退。团长，此事闹大了，我怕会长要找我们麻烦。是啊，团长，我们工会的剑帮令还是从冲锋大神手里买的，这要是刚买来就得罪他，会长怕是不会轻饶我们。团长一脸无奈的叹气道，我他妈哪知道那是花落为谁开啊？看是几个娘们，我以为是烟雨楼的臭娘们呢。众人全都叹了口气。不过大家也别怕，他冲锋大神是大神没错，但也不一定敢招惹我们风云再起工会，最多也就把我们杀了泄愤。团长再次开口安慰道。团长说的在理，他再强也就是一个人，肯定不敢招惹我们这种100万人的大工会。蝴蝶谷内，陆枫和陈明已经把围杀小花的几人全部给杀了。这时小花抓住陆枫的胳膊，那个哭的委屈啊。嗨嗨，小花，我这不是已经帮你报仇了吗？别哭了别哭了。陈明打量这陆枫和小花，好家伙，原来阿峰这是来帮自己的冤家呀。没看出来这小子现实老老实实的，游戏里也是泡妞小能手啊。可以的，兄弟我看好你。陈明也开口道，我看那边山谷还有大群人好像在打 BOSS， 这是什么情况？小花摸了摸眼泪说道，我和4个闺蜜本来在这里练级，练了1个多小时后，突然刷新了一只25级的黄金 BOSS， 我们5个正开心的打着 BOSS， 这风云再起工会突然偷袭我们，把我的闺蜜都杀了，还把 BOSS 抢了过去，他们还想杀我，幸好我不容易死，不然你们就看不到我了。5555。那你的闺蜜现在在哪？陆枫问道。我让他们先待在天空城，不然他们来了还会再被杀。我懂了，小花给我上 buff， 看哥给你报仇。小花认真的点点头，给陆枫上了几个 buff。 这位是我铁哥们，叫他明哥就行。陆枫指着陈明说道。小花对着陈明点点头，谢谢明哥来救场。哎呀呀，都是自家人，不用这么客气。哈哈。小花听到陈明的话，小脸一红。阿明，你保护好小花，我去弄死那群人。好嘞。第63章，带兄弟屠龙。随后陆枫就像猛虎冲进了羊群，直接把这风云再起的103人杀得人仰马翻，场面太劲爆，简直不忍直视。风云再起的人打在陆枫身上，全部都是几点10几点的掉血。陆枫打他们就是秒，而且还是群秒，就连旁边的这只25级黄金 BOSS 都顺带被陆枫的群攻给杀了。这 BOSS 本来也就600万的血量，被风云再起工会打了 30% 的血量，剩下400多万根本不够陆枫砍的。10几分钟后，现场只剩下20多个风云再起玩家，他们一脸恐惧地看着陆枫。他们是跑也跑不过陆枫，打也打不动他，只能等待死亡。刚才还有一些玩家想逃跑，陆枫就专打那些逃跑的。你跑得越快，陆枫杀得越激烈。回去告诉你们那团长，别让我以后再看到你们，我见一次杀一次。陆枫道。然后他直接把这20多人全部杀了回去。天空城复活点站着100多名风云再起工会的成员，每个人都好似被惊吓到一样。这特么也太无敌了，一个人打100多人，还是随意碾压。
傲天穹在得知他们这边发生的事情后，把这个团长骂得狗血淋头。首先是责怪他随意招惹冲锋小战士和花落为谁开，再就是你一个百人团竟然被一个人团灭了，会不会指挥？这名团长因此是被降成了副团长。悲催的他今天是倒了血霉了。陆枫三人回到天空城后，小花和她的4个闺蜜又再次出去练级了。陆枫和小花谈好明天去做城主的任务，然后陆枫和陈明就踏上了屠龙之路。两人边走边聊，由于他们俩关系铁，基本上啥都能聊。陈明露出坏笑的表情，看着陆枫道：“原本我以为你这种浓眉大眼、老实巴交的人不懂撩妹，没想到啊，你竟然找到这么好的妹子。可以呀，你。”陆枫，阿明，你说什么够吧呢？我找谁了？还装？陆枫尴尬的挠挠头说道：“你别瞎说，那小花就是游戏里认识的，才认识几天而已。切，不过你小子既然开窍了，那做兄弟的也省心了，嘿嘿。”陆枫觉得这阿明并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哎，算了，爱咋想就咋想吧。阿峰，你看那边是冰山。陆枫随着陈明的手指方向，看到不远处有一处连绵不断的冰山，看起来这冰山范围很巨大啊。阿明，你快看下任务地点和我们现在还有多远？陈明查看了一会回道：“大概再走10分钟左右就应该到了。”一会若是发现空间巨龙，先看看对方属性再说。OK， 没问题。陆枫可不想把自己的第一次交代在这里。随着两人的深入冰山范围，一些超过30级的野怪出现在他们眼前，有的野怪等级甚至达到了40级。而他们越往冰山深处走，遇到的野怪等级越高。阿明，看来这个区域是40级以上的玩家练级区。陈明这时已经有些害怕了。阿峰，我现在可以确定那导师老头就是在坑我。呵呵，这还用说，神域游戏里的 NPC 可跟以前那些网游里的 NPC 不一样，我感觉他们都带有自己的思维。怪的不呢，我们应该到了。就在他俩说话时，已经来到了一处冰川山谷中。山谷内特别大，起码有10个足球场那么大，整个山谷都被冰雪覆盖了。他俩这时正站在山谷通道口处。阿峰，那里好像躺着一头巨龙。陆枫此时也看到山谷中心正有一只巨大的西方龙样子的生物趴在地上睡觉。这条巨龙体型有20多米长，光一个头部就有3、4米宽。巨龙全身呈白色，额头还镶着一颗紫光流转的珠子。嘘，小声点，别弄醒他了，不然我们俩都得打。陆枫小声说道。看到这只巨龙，陆枫心里也虚，这是来自生物本能的感觉，无法克制。陆枫立即对着巨龙释放了一个洞察术，名称：空间巨龙奥利安娜·露西亚，等级：品级：传说级 BOSS， 属性：技能。介绍：一只存在8000年的巨龙，它见证了很多帝国的更替，一只拥有着空间能力的强大巨龙。弱小的生物千万别招惹它，不然你会迎来毁灭。我勒个去！传说级 BOSS， 而且等级和属性完全看不见，看来这巨龙等级最少40级以上。阿明，看样子你的转职任务要歇逼了，这家伙不是我们能对付的。陈明也看得出来，这家伙确实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好吧，那就回去找那导师老头看看能不能换个其他任务。就在他俩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声音响起：人类，我已经很久没看到你们了，还是留下来成为我的点心吧。糟糕，这只巨龙发现他们了，并没有一开始就攻击他们，这说明巨龙拥有不低于人类的智慧，而且还会说人类语言。果然活的时间长就会变妖，此话一点不假。陈明咬咬牙对陆枫说道：阿峰，你有坐骑，你快走，我来拖住 BOSS。 陆枫一脸无语地看着陈明，你觉得你能拦住这巨龙多久？而且这巨龙是掌握空间能力的，想从他手里跑了，这比登天还难，我看只能殊死一搏了。空间巨龙奥利安娜·露西亚缓缓站起身子，用翅膀拍了拍身上的积雪，然后2颗紫色的巨大眼睛看向陆枫两人。这头巨龙的压迫感比当初的亡灵大帝分身都要恐怖，一下就把陆枫盯得浑身汗毛直立。这时他体内的小树苗微微抖动了一下，一股自然安静的感觉让陆枫恢复了正常状态。这棵小树苗好似再说不用慌，正面刚。第64章花光所有技能点。陆枫这时在小树苗的影响下，立即想起了他还有15点技能点和20点自由属性点没加。操，拼了！他直接把技能树上的玉器树3个强化点全部点满，然后又把暗黑天眼、不朽战体、不朽之息学习了，并且点满了这几个技能的3个强化点。如此15个技能点全部花完，他又把20点自由属性加到了体质上，随即查看了这3个新技能。技能名称：暗黑天眼，持续型。
物品品级成长型技能，学习等级20级，学习要求不朽战士专属技能。技能介绍：开启暗黑天眼后持续120秒，在此状态期间，所有的普攻和技能攻击都附加3段额外伤害，附加的单次伤害为自身 50% 的物理攻击力，同时自身格挡几率提升原有几率的1倍，自身闪避几率提升原有几率的1倍。CD 360分钟，每次强化可提升该技能20秒的持续时间和一段攻击次数，最高强化3次。奈斯，完美的攻防一体技能，而且他已经强化了3次，持续时间就已经达到了180秒，并且每次攻击都可以附加6次额外伤害，就是不知道附加的伤害会不会触发切割天赋。技能名称：不朽战体，被动。物品品级成长型技能，学习等级20级，学习要求不朽界职业专属技能。技能介绍：不朽界职业的专属被动技能，可提升 20% 的异常状态抗性，提升 20% 的体质和精神，每次强化可提高此3项属性 10%， 最高强化3次。有这个被强化3次的动技能后，他的体质、精神和异常状态抗性都将提升 50%， 他之前就已经有 31% 的异常抗性，再加上这个 50%， 那就是 81% 了。如此一来，控制类技能对他而言就没多少效果了，起飞了。技能名称：不朽之息 buff。 物品品级成长型技能，学习等级20级，学习要求不朽战士专属技能。技能介绍：释放后增加自身 10% 的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持续10分钟 ，CD 60秒。每次强化可提升 5% 3项属性，最高可强化3次。被强化3次的不朽之息就可以提升他 25% 的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他现在的攻速是 1.2 秒一刀，要是再提升 25%， 那他的攻速就可以达到 0.9 秒一刀了。移动速度也可以从6米每秒提高到 7.5米每秒。随后陆枫对着陈明认真说道：阿明，接下来我会与这巨龙战斗，你尽量躲开点，小心别被误伤了。巨龙的巨大体型还有他的龙息和龙族魔法都是无比强大的，陈明这小身板被碰到绝对会瞬间被秒。加油阿峰，实在不行就死回去。呵呵，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陆枫说完就左手持盾，右手拿刀缓缓地走向巨龙。他一边走一边身上的气势慢慢上涨，一股幽深强大的气息从陆枫体内冒了出来。这股气息就是不朽战士特有的气息。战斗咆哮，不朽之息，暗黑天眼。陆枫突然释放了这3个技能，身上的气势再次暴涨，就连不远处的空间巨龙眼神也微眯起来。好家伙，这人类真不简单啊！短短的10秒不到，全身的气势直接涨到了这种程度。巨龙是吧？还想把我们当点心？那就看看你的牙硬不硬了。野蛮冲锋，陆枫的身体直接化作一道残影撞了上去。-12 564983，-6乘以6 564983乘以6，连击斩，旋风斩，战斗践踏。果然，暗黑天眼得6段额外伤害，也可以触发切割天赋。几秒时间，陆枫就给空间巨龙造成了35次切割伤害，把巨龙的血量直接干残。看着眼前巨龙只剩下 20% 左右的血，这 BOSS 估计有2500万左右血量。陆枫一脸不屑道：就这。空间巨龙奥利安娜露西亚被陆枫给干懵了，不断的大口吐血。你不可能，哪怕是神话级的存在也不可能如此简单的重伤我。你到底是什么人？陆枫回答他的却是剑气斩，这个技能是可以远距离攻击的。杀你的人，受死吧！空间巨龙奥利安娜露西亚被陆枫的剑气一下斩中，原本高大的身体轰然倒地。不，我是伟大的巨龙，怎么可能会死在渺小的人类手里？啊！轰！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空间巨龙奥利安娜露西亚，获得900万点经验。叮！区域通告：玩家冲锋小战士击杀空间巨龙奥利安娜露西亚，破坏了冰川山脉的封印，大量的魔兽 BOSS 从山脉中苏醒并冲向人类世界。叮！区域通告：玩家冲锋小战士击杀空间巨龙奥利安娜露西亚，破坏了冰川山脉的封印，大量的魔兽 BOSS 从山脉中苏醒并冲向人类世界。陆枫看着自己的经验涨到了35级 62%， 一只 BOSS 竟然没让他升级，现在他升1级要2000万经验。唉，任重而道远啊！阿明可以过来了，收取你的任务道具。哦，来了。阿峰，你刚才的气势真吓到我了，有点战神在世的感觉。还战神在世呢，这巨龙死了，大量的魔兽 BOSS 涌入人类世界，这下怕是难受了。
陈明一边取着巨龙金盒，一边说道：“那不是挺好？如此，我们就有打不完的 BOSS 了。”陆枫也没闲着，开始拾取巨龙掉落的道具。叮！您拾取了传说级空间龙杖。叮！您拾取了传说级巨龙项链。叮！您拾取了钻石级宠物空间巨龙蛋。叮！您拾取了特殊道具剑邦令。叮！您拾取了650金10银币，均分获得325金5银币。第65章隐藏职业空间法师。陆枫看到爆出的装备，立马兴奋了起来。这次不仅爆出了2件传说，还爆出了钻石宠物蛋和第2枚剑邦令，并且连金币都分到了300多枚，这不起飞了。先查看一下这几件东西的属性。物品名称：空间龙杖，佩戴等级50级，佩戴要求：法师职业，智力达到300，装备品级：传说级，魔法攻击加2000，力量加140，体质加140，敏捷加140，智力加140，精神加140，魔攻加成正10%，魔法穿透正25%，施法时间负20%，法术暴击正20%，空间屏障使用后释放出一道透明的空间屏障，可抵挡3次攻击 ，CD 360分钟。介绍：使用空间巨龙核心制作的传奇法杖，具有恐怖的威力。阿明，你发达了，这个法杖给你。陆枫直接把这个空间龙杖交易给了陈明。陈明一看，直接呆立当场。好一会，他才大叫一声：“我勒个去！这下哥们还不起飞了？”陆枫看着他夸张的表情，又补充了一句：“你先看看这把法杖的佩戴等级。”卧槽，竟然需要50级，这要练到猴年马月呀！陆枫耸耸肩道：“起码你有盼头了。对了，你的任务道具拿到没有？”也是，反正迟早能练到50级。任务已经拿到了，这下那老比邓导师没话说了吧？陆枫也放下心来，继续查看其他掉落的装备道具。物品名称：巨龙项链，佩戴等级50级，佩戴要求：所有职业，装备品级：传说级，物理攻击加800，魔法攻击加800，力量加140，体质加140，敏捷加140，智力加140，精神加140，暴击加成正10%，暴击伤害正25%，攻击吸血正15%，异常抗性正20%。巨龙之息，使用后释放出一道恐怖龙息，对前方10乘以3米范围内造成自身智力 X20的伤害 ，CD 180分钟。介绍：使用巨龙牙齿制作的传奇项链，可释放破坏力巨大的龙息技能。这个项链物理系和魔法系都可以戴，不过魔法系戴更合适一点，因为这项链的技能跟智力挂钩。不过陆枫对比了下自己身上的项链，还是这个巨龙项链更好，那就留给自己吧。再看看宠物蛋，名称：空间巨龙蛋，等级0，为孵化，归属未绑定，血量1000，蓝量1000，物理防御100，魔法防御100，宠物技能绑定孵化后可查看技能。宠物介绍：神域大陆远古时期就存在的种族巨龙一族，此龙蛋是巨龙一族非常稀有的空间巨龙蛋，请悉心培养，成长起来后绝对会成为你未来强大的帮手。擦，不绑定孵化还看不到具体属性和技能，不过就这颗龙蛋的属性比雷霆施救未孵化前要强出3倍以上，看来确实是很强大的宠物。不过这些宠物对于陆枫来说都没太大帮助，自己的伤害太尖高，就连这成年的空间巨龙都被他给杀了，何况这龙蛋。还是给陈明吧，他是法师，还是比较需要前排能抗的宠物的，而且他还没宠物。阿明，这个也给你，我已经有宠物了，刚好给你用。不过陈明没有立即点同意，因为这个空间巨龙蛋陆枫也能用，所以他不太好意思拿。刚才的那个法杖确实是他能用的，所以他没有说什么。阿峰，我一个酱油法师用这么好的宠物浪费了，还是你自己用吧。都是兄弟，你废什么话，让你拿着就拿着。陈明也是拗不过陆枫，他知道陆枫的脾气，于是不再多说。那我绑定孵化了，你别后悔哦。陆枫一脸无语，快点吧，磨磨唧唧的像个大娘们。嘿嘿，出来吧神龙。然后一只长着翅膀的壁虎出现在陈明的手中，大小只有小猫一般大。哈哈，这就是你说的神龙。陆枫捂着肚子笑道：嗨嗨，这也太拉胯了。小幼龙伸出舌头舔了舔陈明的手，然后认真看了看陈明，貌似是在记住他的样子。那我们回城交任务吧，
看看你的隐藏职业怎么样。随后两人使用回城券返回了天空城。很快陈明来到法师职业导师面前，老毕，嗨嗨，导师你好，我是来交转职任务的。法师职业导师是一个瘦弱老头，他看到陈明后脸色疑惑道，是你啊，小伙子，你刚才说来交转职任务？是啊是啊，我没记错的话，我交给你的任务是击杀空间巨龙，拿到他的巨龙晶核，是吧？这才1天没到，你就完成任务了？年轻人要诚实啊。陈明没有废话，直接掏出巨龙晶核递到职业导师面前。导师，你看，新鲜热乎的巨龙晶核。导师看到这个巨龙晶核后，神情大变。我的天，你竟然真拿到了巨龙晶核，小伙子前途无量啊！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还有我兄弟是谁？这点任务小意思的了。陈明头高高的昂了起来，一副自己最屌的样子。陆枫站在后面一脸黑线，这陈明什么都好，就是喜欢死要面子活受罪。不错不错，既然你完成了任务，那这个卷轴就是你了。随后陈明得到系统任务完成的提升，任务奖励是空间法师转职卷轴。他二话没说直接就用了。突然一股空间波动从陈明身体冒了出来，随着他周身空间的扭曲，他也缓缓地闭上了双眼，慢慢去感悟转职带来的改变。陆枫看到陈明这个状态，就知道他和自己转职时候类似，开始强化了。为了不让别人打断陈明的感悟，陆枫拿出盾牌和武器挡在了陈明的前面，任何人不得打扰他。这时有一些准备找法师导师学技能做任务的玩家都被陆枫给挡在了外面。第66章剑帮失败。陆枫直接亮出名字，对着这群法师说道，前方正在施工，暂时禁止前行，不听者杀。一股淡淡的杀气从陆枫身上冒了出来。不过身旁的玩家并没有被他的话吓到，而是都开始录制视频进行拍照。做任务学技能啥时候不能做，但这冲锋大神可是千年难遇，赶快录制视频，一会上传官方论坛，说不定就能火一波。陆枫也被这些玩家给弄无语了，不过他的影响力还是有的，确实没有任何一个玩家上前打扰陈明。20分钟后，陈明从感悟中醒来，然后拍了下陆枫。阿峰，你哥这站的跟258万似的干嘛？陆枫无语地瞪了他一眼，这家伙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就在两人准备拌嘴时，一道系统公告把他二人弄得一愣。叮！区域通告：风云再起公会的领地核心阵法被魔化 BOSS 攻破，此次建立帮会失败。叮！区域通告：风云再起公会的领地核心阵法被魔化 BOSS 攻破，此次建立帮会失败。陆枫和陈明，阿峰，这魔化 BOSS 好像就是我们放出来的。风云再起公会建帮失败，这不就是等于浪费了5亿？陆枫想了想道，这可不关我们的事，他自己受不住怪物攻击，跟我们有鸡毛关系？陆枫摸了摸鼻子，他也有些不好意思。这魔化 BOSS 确实是他弄死空间巨龙后跑出来的，就是不知道这魔化 BOSS 有多强了。不过根据这空间巨龙的等级，那这些 BOSS 等级最少也在40级以上。让一些10几20级的玩家去防守40级的魔化 BOSS， 确实有点难为他们了。嗨嗨，你转职成功了啊！成功了。不过我这个职业不用学习技能，每过5级就会自动学会一个技能。这陈明的隐藏职业和小花的很像，但自己的这个不朽战士却和他们都不一样，有些奇怪。陆枫看了看时间，已经21点45分了，今天又玩过头了，得下线看看小妹吃饭了没。阿明，我先下线看看我妹妹。你在城里逛逛，休整下，我一会再上。去吧。陆枫取下头盔，来到妹妹的房间。这时她的房间灯还在亮着，客厅的桌子上还放着几盘菜，看来小妹是自己做的饭菜，还给自己留了一些。小妹懂事了啊！陆枫内心一阵感动，打小就是他照顾妹妹，这和养孩子没多少区别。现在小妹也为自己做了一顿饭，陆枫还是很感动的。嗨嗨，小慧还在学习呢。陆枫站在小妹的门前说道。砰！房门被打开，小妹一脸无语地看着陆枫。老哥，你真厉害，玩游戏玩得这么入迷。菜都凉了，你自己热热吃吧。我睡觉了。哦，是老哥没注意，下次一定不会了。哈哈。不过此时陆枫肚子确实有些饿，已经开始咕咕叫了。然后他随意热了一下菜，吃饱刷碗，继续干游戏。这个世界上要说陆枫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的小妹，兄妹俩从小相依为命，父母早亡，爷爷奶奶也早早去世。所以陆枫已经忘了什么是父爱母爱，今天能吃到小妹亲自做的饭菜，口味虽然一般般，但他的脸上都是笑容。不过游戏中的傲天琼此时却一脸的愤怒和不甘。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连个简单的通道都守不住，20万人就是用命堆也堆死 BOSS 了呀！
都是废物。会长，这不能怪我们啊！要是来1-2只魔化 BOSS， 我们还是可以挡住的。可一下来了上百只魔化 BOSS， 而且这些 BOSS 等级最少都30级以上 ，BOSS 一个技能，我们死一大片人，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傲天穹气得闭上眼睛，然后瞪了一下这名说话的副会长。你们应该知道，我这枚剑邦令花了5亿从冲锋大神那里买来的，现在就这么打水漂了。从这个月开始，所有工会成员福利待遇扣1半，什么时候建立帮会，什么时候恢复原有福利待遇。在场的风云再起高层全都耷拉着脑袋，这次确实是他们没守住 BOSS 的进攻，导致风云再起工会建帮失败。现在全体降薪，他们也不敢说什么，只能赶快打到建帮令再次建立帮会。不过风云再起工会的防守视频却被发到了官方论坛上，很多玩家和其他工会都在下面议论纷纷。不过大多数玩家都觉得这次风云再起工会建会失败不是他们的实力问题，而是赶的时间不好，系统刚播报魔化 BOSS 冲出封印，风云再起工会这边却在建帮守城时间，魔化 BOSS 肯定冲着你们而去，这也是倒霉催的。不过视频中的魔化 BOSS 确实牛逼，个个都是高等级的 BOSS， 要是能击杀肯定会爆不少好东西。再次上线的陆枫找到陈明，阿明，你准备玩到几点？现在时间是22点16分，按正常来说陆枫会在12点左右睡觉，现在他戴的是游戏头盔，还是有些不舒服的，等2天后游戏仓送来，那就可以玩一夜了。看情况吧，我一般会玩到4、5点钟。牛逼，你真是干爹！阿峰，这个游戏现在这么火，今天与你玩了几个小时，光金币收益折算软妹币都有小7万的收入。我打算把我的火锅店交给亮子管理，这样就可以专心的在游戏里发展了。也不是不可以，亮子为人挺实诚，不过也别忘了给他加工资。那肯定的，明天我就订购一台游戏仓，然后让我们兄弟在神域中大赚特赚。陆枫微微一笑，他现在的银行卡里已经有5亿存款，现实的软妹币对于他而言已经只是数字而已了。对了，王涛和李东他俩呢？那2二货在碧落城，我让他们来天空城，他们不来，非要在那里刷什么毒蛇山谷副本，2个犟驴。第67章，组建战神殿。一听陈明说起毒蛇山谷副本，他就回想起自己前2天的经历，那就去找他们，看看这2二货在那刷的怎么样。陆枫道，行吧，等见到他们俩肯定吓死他们。陈明一脸坏笑，先不说陆枫是冲锋小战士，光是自己的22的等级和空间法师这个隐藏职业就能吓到他们俩，等他们知道陆枫就是冲锋大神，那就更不得了了。随后2人传送到了碧落城，直接奔着毒蛇山谷副本就走了过去。陈明也私聊了王涛和李东，说他和陆枫来找他们了。阿明，这王涛和李东选的什么职业？王涛是刺客，李东好像是弓箭手，看来还是按照他们以前玩网游的风格来的啊。陆枫露出了解的表情，这2人玩其他游戏就喜欢玩这2个职业，到了神域还是没变，包括陆枫和陈明其实都没变，他们4人原本就是不同的职业选择，刚好互补。不过辅助奶妈他们都不愿选，导致以前玩网游经常4等1。不一会，2人来到毒蛇山谷副本门口，而王涛和李东也刚刚打完噩梦难度。嗨，2二货看哥帅不帅？陈明直接把自己的名字的和等级都亮了出来，要是隐藏职业能亮出来，他肯定也会亮。王涛，卧槽，你这掉毛竟然22级了，你开挂了？陈明，什么话？什么话？哥这是实力的体现，你们懂个蛋蛋。李东，就你，大招都能反向日神仙的人，还实力？说吧，是谁带你升级的？陈明，嗨，你就不能别提以前的事吗？真是的，就是面前的这位大佬带的。陈明指了指陆枫，陆枫无语的看着几人。阿涛、东子，终于见到你们2人了，当时说好的一起，你们进游戏后就没影了。王涛和李东看到陆枫后立即笑道，原来是你小子，2天不见混上去了啊。随后他们知道了陆枫就是冲锋小战士后，全部一脸不可置信。王涛，阿峰，你就说你到底开没开挂吧。陆枫，开个够吧开，先加好友吧。然后4人来到碧落城里，找了一个酒楼包间。陆枫准备和他们4人商量一件事，就是组建工会。光靠陆枫一人肯定不行，而他游戏中信任的人又不多，满打满算也就眼前这3人。至于小花和李哥，都是游戏中认识的，现实也没见过，不能完全信任。李东，阿峰，建工会是好想法，不过前提是要有建帮令。我可是听说华夏战区10大工会都在收购这个东西，起步价都1000万，这个怕是有些难啊。陈明，你太小看阿峰了，我告诉你，第1枚建帮令就是他卖给风云再起工会的，
而且现在阿峰又打到了第2枚。李东和王涛，陈明，我早让你们来天空城，你们不来，不然你们也不会只有16级。陆枫，还是商议下建工会的事，别扯远了。王涛，若是这样的话，我支持阿峰建会，你就说怎么办吧。反正我们4个里，我执行力强，你最有主见，东子脑子最好。陈明，陈明就那样吧。陈明用一双要刀了王涛的眼神看着他，什么叫就那样吧？看来是时候教育教育他了。陆枫又看向李东和陈明，李东，阿峰，你建立工会有什么打算？你现在手中有建邦令，其实卖了话更适合，毕竟现在建邦令还是很值钱的。李东的话确实符合正常玩家的思路，不过陆枫却不一样。陆枫，我建工会第一是打算把一些玩得来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以后好有个照应。第二，我想打造一个神域游戏最顶尖的工会，不求工会人数最多，只求工会成员最顶尖。李东，既然你已经想好了目标，不管前路怎么样，兄弟几人肯定陪你走下去。陈明，那必须的。王涛，阿峰，你打算给工会起什么名字？陆枫摸了摸下巴，想了一下，于是道：那就叫战神殿吧。其他3人都是眼前一亮，非常好记又响亮的名字，随即3人都点头同意。陈明，那我们什么时候建会？陆枫微微一笑，建会有3个小时的守护期，你们要是觉得时间没问题，那就择日不如撞日，现在就去建立帮会。帮会领地我也选好了，就在天空城的附近，有一处山谷就不错。陆枫所说的山谷就是不朽界。王涛，那就走起吧，还等什么？王涛这货是个急性子，说干就干的那种。随后几人不再废话，加上好友组上队，传送到了天空城。陆枫进入工会大厅，找到工会管理员，向他递交了建会申请。由于他是帝国子爵，所以一切流程从简。陆枫拿着工会领地核心阵法基石走出了工会大厅，很快4人一路推推搡搡来到不朽界的山谷处。山谷外围有一层透明的能量护罩阻挡着，陈明被这层护罩挡在了外面，他用手敲打护罩，并没有任何反应。陈明，阿峰，这里怎么有一个阵法结界？陆枫没说话，直接一步走了进去。陈明3人一愣，这陆枫为什么能进去？他们怎么进不去？陆枫，你们稍等一下，我去设置一下阵法。很快陆枫走到不朽界碑前，把陈明3人设置了允许进入的权限。3人进来后，发现这里非常安宁，山谷中植物茂密，生机盎然。李东，这处山谷倒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另外2人也纷纷点头。随即陆枫使用工会领地核心阵法基石。叮！此处是特殊区域，已经存在归属势力，请换其他无主区域。卧槽，竟然不给用！陆枫郁闷了。陆枫，哥几个，看来我们得换个区域了，这里不能用作帮会领地，这下麻烦了。王涛，这还不简单，这山谷外面的区域也不错，左边有这山谷做屏障，我们只要防御右边就行了。王涛的话一下点醒了陆枫，刚才他还在为寻找新领地犯愁。第68章，陆枫建会。随后陆枫4人走出山谷，再次使用工会领地核心阵法基石。叮！工会领地核心阵法基石已激活，目前工会等级处于1级实习阶段，领地范围方圆1万米，请守护工会领地核心阵法基石3个小时不被破坏，守护成功奖励1级正式阶段，工会1级大厅建筑，工会1级核心阵法建筑，工会1级木质围墙建筑，工会1级传送基石建筑，工会建造功能，工会仓库功能，工会宣战功能，倒计时开始。看到系统提示，陆枫让陈明3人守着这个工会领地核心阵法基石，他自己顶在最前面。这个法阵基石在不朽界山谷的外边，背靠山谷墙壁。陈明3人也开始紧张起来，他们看着这个阵法基石在不停地汇聚着能量，好似在充能一样。2分钟不到，几百至20级左右的野怪冲向这边，陆枫迎面冲了上去，来到怪物堆里，立即释放圆月斩，瞬间他的周身5米内的野怪全部被清空。这几百只野怪2分钟就被陆枫给杀完了。随后陆枫放出雷霆施救，然后让他和陈明3人守护阵法基石。陈明也放出了自己的龙宠。王涛和李东看到陈明的龙宝宝都一愣。王涛，卧槽，阿明，你哪来的龙宠？陈明，让你来天空城，你们不来，这都是陆枫带我杀 BOSS 掉的，羡慕吧？李东，哎，真糟蹋了这么好的宠物。陈明一脸不爽道：什么话这是？你们俩就是羡慕嫉妒哥。3人正在拌嘴时，远处又再次出现了几百至20级左右的精英怪。王涛和李东这时有一些紧张起来，他们还不知道陆枫到底有多强，看到如此规模的精英怪物群，
不知道陆枫能不能搞定。不过陈明却一脸轻松。这几百只精英野怪和刚才的那波普通野怪同样被陆枫轻松地消灭了，而王涛和李东都分别升了一级。他俩现在才16级，虽然4人组队经验被平分了，但20级的精英野怪依然可以给他们量很多经验。王涛，这升级也太快了吧，真爽啊！李东也默默地点点头，他看向陆枫很轻松的模样，就知道他还没使出全力。看来这次剑会很有希望。第3波怪物几人等了15分钟后才抵达，是50至20级的青铜 BOSS。这种级别的 BOSS 对于陆枫来说一样是随意秒的怪，2分钟就杀光了这50只青铜 BOSS。陆枫对着那边喊道：“来一个人和我一起捡取东西，不然一会怪物尸体就刷新了，我一个人捡不过来。”陈明刚想动，就看到王涛一下冲了过去。我擦，这小子速度真快，不愧是刺客职业。陈明内心吐槽。很快，地上怪物掉落的东西都被2人捡完了。这3波怪光是金币就有1622枚，4人平分情况也分到了400多金。不过陆枫打这20级的怪已经分不到经验，也加不了切割伤害了。王涛和李东却又升了一级，陈明也升到了23级。这时王涛和李东才感觉到被陆枫带是多么爽的一件事。他们2之前组别人练级真是又累，练级又慢。又过去了15分钟，远处出现了30只巨大的 BOSS 身影。这第4波全是20级的白银 BOSS。好家伙，这些 BOSS 杀完，陈明3人可以换一身20级的白银装备了。可惜这些20级的白银 BOSS 依然被陆枫一刀秒了。一般20级的黄金 BOSS 才能顶住他的2次伤害，这还是陆枫不开任何状态的情况。第5波出现的是25级的白银级 BOSS， 同样是30只，一样没有什么难度，被陆枫轻松秒杀。不过现在也才过去1个小时而已，按3个小时的防守时间来算，后面最少还有5波以上。这剑会的难度确实不小，要是那种100人1000人的小公会绝对守不过去，只有那种几十万人以上的大公会才有可能守护成功。20分钟后，第6波怪物出现在陆枫的视野里，这是30只30级的白银 BOSS。 30级以上的怪物还是可以给陆枫经验的，不错。二话没说，他再次冲了上去。不过30级的白银 BOSS 已经不是陆枫能秒的怪了，这些 BOSS 已经有200多万的血量。陆枫这时被 BOSS 围在中间，他立即释放了战斗践踏旋风斩，身边的白银 BOSS 纷纷倒地。5秒后，只有6只远程白银 BOSS 没死，其他的近战 BOSS 全部毙命。而不远处的陈明3人等级猛升，首先是王涛和李东升到了22级，陈明升到了25级。这些 BOSS 给的经验太多了，3人都没反应过来就升到了20多级。陈明是因为有宠物龙的分摊经验，所以等级升的不明显。这30只30级白银 BOSS 也给陆枫贡献了大量的经验，现在他离36级还有 8% 的经验。20分钟后，第7波怪物出现，这是20只30级的黄金 BOSS。 这个等级的 BOSS 已经很强了，哪怕10大公会也要用战术才能杀死这群 BOSS。 若20分钟你打不完这波 BOSS， 那么第8波 BOSS 会再次冲上来，那样的话就不一定能守住了。所以风云再起公会能成功防住第10波 BOSS 已经非常强了，可没想到第10波没打完时又冲上来100多只魔化 BOSS， 这才让他们功亏一篑。5分钟后，陆枫再次把这20只30级黄金 BOSS 给全杀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36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职业技能点，终于升级了。王涛冲上来一个劲的捡，这可是30级的黄金 BOSS 会掉30级的黄金白银装备，而且有很小的几率掉落剑帮令。不过可惜这20只 BOSS 没掉剑帮令。陆枫，你们3个把自己的装备留一套下来，其他的装备等一会剑会成功可以都放在工会仓库中。王涛 OJ8K 第69章神域第1公会战神殿成立。很快第8波 BOSS 出现在陆枫的视野里，这是20只30级变异黄金 BOSS。 陆枫微微一笑，这些 BOSS 对于他来说就是送经验送装备的。7分钟时间，20只 BOSS 全部倒地，可惜这20只 BOSS 也没出剑帮令。第9波 BOSS 也接连而至，是30只30级变异黄金 BOSS。 这波同样是送菜，几分钟后全部倒在陆枫的刀下。这时陈明已经升到了27级，王涛和李东也升到了25级。而且这些 BOSS 除了掉落装备和金币，还掉落了4只宠物蛋和6只坐骑蛋。虽然都是白银级的，但这也让陈明3人大爽。几人纷纷选了自己喜欢的宠物和坐骑，然后绑定孵化了。陆枫看完觉得也不错，起码以后和他们一起赶路可以使用坐骑了。虽然他们的白银坐骑比他的白金级圣光雄狮要差一些，但移动速度也很快的。15分钟后，此时已经守护了2小时30分钟了，一道系统提示出现在陆枫眼前。叮！
第10波怪物携手庞大的魔化 BOSS 一同前来，请玩家注意守护，此波怪物十分强大。轰隆隆，一阵剧烈的震动，此处的大地都跟着震动起来。这时远处有100多只巨大的 BOSS 出现在陆枫的视野中。陈明三人这时脸色吓得惨白，这么多巨大的 BOSS 向着他们冲了过来，这下肯定要玩完。陆枫对着魔化 BOSS 使用了洞察术，名称魔化白金虎王，等级40，品级白金级 BOSS， 血量1600万，蓝量5万，物理攻击7000，物理防御4000，魔法防御3000，技能虎王咆哮，巨爪猛击，致命撕咬，虎王战体，被动，抗性增强，被动。这属性吓到了陆枫，他简单数了一下，一共105只魔化 BOSS，20只30级的白金 BOSS。这些30级的白金 BOSS 对陆枫没有什么威胁，但这105只魔化 BOSS 有点夸张了，每只都是40级、45级的存在。随后他对着后面陈明三人说道：“你们3个小心了，这些魔化 BOSS 都是40级到45级，属性很强大，你们别过来。”陈明三人此时都吓得脸色惨白，他们根本就不敢冲上去。陆枫直接大喝一声，战斗咆哮，暗黑天眼，不朽之息开！一股庞大的气势自陆枫身上蔓延出来，把冲过来的魔化 BOSS 都弄得一滞。陆枫眼中充满战意，看着这群 BOSS， 想破坏我公会的成立，那就看看你们到底够不够资格。唰！陆枫化作一道残影，迎着 BOSS 群冲了上去。野蛮冲锋，圆月斩，战斗践踏，旋风斩，围上来的 BOSS 瞬间就被陆枫的多段伤害给秒了。哪怕是有1600万血量的 BOSS 也顶不住陆枫的攻击力。有暗黑天眼的加持，他对 BOSS 造成的每次伤害都会额外多加6次伤害，也同样会造成6次切割伤害。一次切割就是50多万真伤，7次就是小400万伤害。而且他的旋风斩是5秒内对附近5米的敌方单位造成10次伤害，也就是5秒时间，他能对附近5米的 BOSS 造成70次切割群伤。陈明三人这时都看傻了，此时的陆枫就跟战神在世一般，不停地在魔化 BOSS 群中来回冲杀。这些恐怖的魔化 BOSS 一片片的倒在陆枫的脚下，而他们的等级也在不停的狂升。他们3人现在的大脑已经宕机了。魔化 BOSS 明显比这些普通的白金 BOSS 要聪明，看着如此强大的陆枫，他们中有的已经开始往后撤退了。但陆枫怎么可能放过他们？这都是经验和装备啊！既然来了，就别走了。陆枫是越杀越带劲，180秒的暗黑天眼时间内，他必须杀光这些 BOSS。陈明三人现在都已经看麻了，他们看到陆枫竟然追着一群 BOSS 在杀，剩下的30多只魔化 BOSS 已经开始在逃跑了。陆枫追到一个秒一个，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似的。3分钟后，所有的 BOSS 全部倒在地上，那巨大的 BOSS 尸体堆满了这片区域。我让你再跑，都给割死！陆枫一刀砍死最后一只魔化 BOSS 倒，而他的等级已经升到41级，陈明升到了35级，王涛和李东升到了34级。你们3个别发呆了，快过来捡东西！陆枫大喊道。3人被他喊醒，然后全部兴奋地跑过来。王涛，我勒个擦！阿峰，你是真猛啊！你就是我偶像！李东对着陆枫竖起了大拇指，兄弟你真牛逼！陈明没说话，他已经在捡取 BOSS 掉落的东西了。这老六！不一会，陈明大叫一声：“卧槽！剑帮令发达了！”李东这时也说道：“我这里也捡到一枚剑帮令。”10分钟后，系统终于传来提示：叮！由于您成功守护工会领地核心阵法基石3个小时，恭喜战神殿工会成功建立。叮！全服通告：恭喜战神殿工会成为华夏战区第1个成立的工会，特此奖励该会会长冲锋小战士3级工会直升卷1张，荣誉3000点。叮！全服通告：恭喜战神殿工会成为华夏战区第1个成立的工会，特此奖励该会会长冲锋小战士3级工会直升卷1张，荣誉3000点。这一条全服通告彻底掀起了华夏战区所有玩家的热论，因为3小时前风云再起工会就建帮失败了，而且当时是有很多大主播跟随全程直播，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可想而知这最后一波的魔化 BOSS 有多强。但这冲锋小战士竟然建会成功了，实在让人难以相信。第70章暗黑骑士胸甲套装。对于外界的热论，陆枫几人没兴趣去管，不过这时10大工会的会长纷纷私聊起他，大多都是恭喜之类的话，也有几位想要合作之类的。陆枫简单的回复了一下，就开始和陈明3人整理刚才的掉落了。此时的这片1万米区域已经被一圈木质围墙围了起来，原本的阵法基石已经变成了工会1级核心阵法，
在围墙中心位置有一处木质房间，这应该是工会一级大厅。工会大厅的左侧不远处有一个工会一级传送基石，果然和系统说的一模一样，这木质围墙有3米高，看起来还是挺厚实的。陆枫触摸了一下工会一级核心阵法，立即一个透明的面板出现他的面前，上面就是记录着工会的具体信息和操作界面。工会名称：战神殿。工会等级：一级。工会会长：冲锋小战士。工会人数：1人。工会建筑：工会一级核心阵法，工会一级大厅，工会一级传送基石，工会一级木质围墙。工会功能：工会建造，工会权限，会长可自行设置，工会仓库，未放置，工会宣战 ，CD 时间1周。工会状态：增加工会所有成员 5% 经验加成，工会所有成员全属性+5。工会公告：无。工会战争：无。随后陆枫点击了一下工会一级核心阵法，上面显示了阵法的能量数值，目前是1000满额状态。而且他的技能栏里也多出了一个工会回城术的技能，不过 CD 时间有1个小时。他又点了一下工会建造功能，面前的界面立即变化成全新的页面，里面包含了现在已有的4种工会建筑，另外还有2个未激活的工会建筑，分别是工会商店和工会旅馆。这6个工会建筑就是一级工会的全部建筑了。陆枫仔细看了一下这些工会建筑的升级需求，一是工会贡献点，这个可以通过会里成员杀怪做任务获得；二是一些物资材料，比如石材、木材、铁块这些东西，需求的材料数量还很多，起步都是几千。而要把工会提升到2级，首先得把工会核心阵法升到2级，然后再把所有的工会建筑都升级到2级，才算正式达到2级工会。1级工会只能招收1000人，2级工会可以收1万人，并且2级工会的加成也更多。陈明3人也来到陆枫面前，看着他在捣鼓工会界面。阿峰，这工会功能复杂不？王涛道，还行，不是很复杂，就是升级的材料比较多。随后陆枫把工会仓库放置在了工会大厅的右侧。这时一个巨大的木质宝箱出现在草地上，这个宝箱有1米高3米长。陆枫对着陈明3人道，我先把你们3人收进会，然后把刚才捡到的装备都扔进工会仓库里。随后3人全都进了战神殿工会，又把包里的一大堆装备和道具扔了进去。他们每个人留了一套30到35级的白金装备，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有1万多金币。陆枫也从仓库里找了一套40级的白金装备，而且这套防具还是套装，看来是魔化 BOSS 掉的。他查看了一下这套装的属性，物品名称：暗黑骑士胸甲，佩戴等级40级，佩戴要求：力量达到300，装备品级白金级，物理防御加400，魔法防御加250，力量加60，体质加60，敏捷加60，精神加60，伤害减免正 10%， 异常抗性正 5%， 血量增幅加1000。套装属性1/6，穿戴3件暗黑骑士防具可增加 10% 的双防，穿戴6件暗黑骑士防具可增加 20% 的血量。介绍：远古的暗黑骑士所遗留的极品胸甲及其6件可增加自身血量。不仅防具换了暗黑骑士套装，陆枫的首饰也全都换成了40级的白金首饰。他查看了一下其中的一个戒指属性，物品名称：白金虎王戒指，佩戴等级40级，装备品级白金级，物理攻击加350，力量加60，敏捷加60，体质加60，智力加60，精神加60，暴击正 5%， 闪避正 5%， 攻击吸血正 10%。 介绍：使用远古白金虎王核心制作的戒指，属性强大，具有攻击吸血能力。现在它的属性面板再次大变，除了武器没换，其他装备都换了一遍。再次查看属性页面，姓名：冲锋小战士，等级41 2024300万，职业：不朽战士，力量1149，敏捷1146，体质1978，智力640，精神1145，血量30936，蓝量11450，攻击5762，物理防御5651，魔法防御3423，攻击速度 0.8 秒一刀，移动速度 7.9， 攻击加成正 6%， 暴击几率正 49%， 暴击伤害正 230%， 闪避几率正 37%， 攻击吸血正 54%， 伤害减免正 72%。
异常抗性正 98%， 攻击格挡正 48%， 格挡成功减少 85% 的伤害。其他属性：幸运加20，魅力加5，经验加成正 45%， 无视护甲正 24%， 对蛇类伤害正 10%。职业天赋：切割加565200。职业技能：连击斩、野蛮冲锋、洞察术、钢铁之躯。被动：破坏之力。被动：战斗咆哮 buff 剑气斩、战斗践踏、压制、旋风斩。一转技能：不朽、御气术、暗黑天眼、不朽之息、不朽战体。装备技能：守护意志、盾牌技能。称号：先驱者、毒蛇猎杀者、毒蛇征服者。自由属性点30，转职技能点6。装备：命运之刃传说级30级，象王巨盾白金级40级，吞噬蟒王项链白金级40级，战地西王手镯白金级40级，大地西王手镯白金级40级，白金虎王戒指白金级40级，精灵鹰王戒指白金级40级，暗黑骑士战盔白金级40级，暗黑骑士胸甲白金级40级，暗黑骑士腿甲白金级40级，暗黑骑士护手白金级40级，暗黑骑士腰带白金级40级，暗黑骑士战靴白金级40级。背包：剑邦令 X2 3级工会直升卷，钻石级勇士勋章，帝国自觉徽章，技能升级卷抽 X48 天空城地图13259金61银币。同类材料可堆叠999战一个背包。背包容量80格。宠物：雷霆狮鹫。坐骑：圣光雄狮。对比一下30级的属性，增加最大的是血量和异常抗性。这套暗黑骑士套装加血真是猛，就是不知道这个系统奖励的3级工会直升卷是什么效果了。第71章升级3级工会。陆枫立即开始查看这个3级工会直升卷。物品名称：3级工会直升卷。使用等级30级。使用要求：正式成立工会的会长3级以下的工会。物品属性：使用后可立即让工会等级提升至3级，并且工会领地范围、工会建筑等级、工会功能都会立即提升到3级。介绍：极其稀有的工会直升卷，其中蕴含了强大且神奇的力量。陆枫看着陈明三人说道：东子，你们看这个卷轴，我是现在用还是以后用？他把这个3级工会直升卷的属性发给了陈明三人。李东立即说道：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现在我们4人的实力绝对首屈一指，而且有阿峰你这样的大神压轴，没有什么人敢招惹我们。战神殿，我觉得现在就用。其他2人也纷纷点头表示同意。行，那就听你们的。叮，您使用了3级工会直升卷，您的工会战神殿晋升3级工会，所有工会建筑和功能都提升至3级工会水平。就在这时，原本有1万平方米的工会范围立即开始向外扩散，原本的木质围墙全部消失，而在10万米范围处升起了一圈巨大的白色城墙，城墙的正中间还有一扇钢制大门。这城墙起码有5米高，而且全部是由白色石材打造，看起来防御能力就很不一般。那个大门也十分巨大，给人的压迫感很强。这个城门的规模快赶上天空城城门了。另外，工会中又升起了4个建筑，就连之前的工会核心阵法、工会大厅、工会传送基石也大变样。首先是工会大厅，由原来的木屋变成了一座精致的巨大客厅。这个客厅共有3个殿堂，分别是主殿和左右分殿。而工会传送基石也从一块阵法石变成了阵法矩阵平台，模样十分好看。不过变化最大的还是工会核心阵法。原本这个核心阵法只是个裸露在外、悬浮在空中的基石，现在这个工会3级核心阵法竟然变成了一个小城堡，里面分为会长室和核心阵法室。这下要是想攻击工会核心阵法，首先得攻破这个小城堡，然后打破几道房门才能见到工会核心阵法。除此之外，工会领地内还升起了另外4座建筑，分别是工会3级商店、工会3级酒店、工会3级竞技场、工会3级修炼室。陆枫看着现在的工会功能又再次变了很多。现在他的工会已经可以招收10万人的上限，另外还可以设置3个副会长，之前1级工会时只能设置1名副会长。就连工会 buff 也变成了全属性加15，经验加成正 15%。 不过3级工会升4级工会的材料和贡献点却是天文数字，材料每项都要几十万的数量，贡献点竟然要5000万，真是恐怖。然后他再次查看了一下工会面板，工会名称战神殿，工会等级3级，工会会长冲锋小战士，
工会人数4人，工会智能机器 NPC 20人，工会智能机器守卫 NPC 2人，工会建筑，工会3级核心阵法，工会3级大厅，工会3级传送基石，工会3级精品石质围墙，工会3级商店，工会3级酒店，工会3级竞技场，工会3级修炼室。工会功能，工会建造，工会权限，会长可自行设置，工会仓库，工会宣战 ，CD 时间1周，工会招募 NPC， 工会结盟。工会状态，增加工会所有成员 15% 经验加成，工会所有成员全属性加15。工会公告无，工会战争无，工会结盟无。咦，还送了我22名智能机器 NPC， 这是啥玩意？就在陆枫疑惑时，陈明的声音传来：“阿峰，你们快过来，我们工会有人入侵了。”陆枫。随后陆枫几人来到陈明身边，此时的陈明正在工会3级核心阵法的城堡里，他面前有一位20岁左右的女性。不过这名女性看到陆枫时，立即对着他鞠了一躬，说道：“欢迎冲锋小战士会长亲临会长室，我是战神殿工会001号智能机器 NPC。” 原来这就是智能机器 NPC 啊！阿明，你别乱叫，这是系统送的智能机器 NPC。陆枫无语道：“哦，我还以为有外人入侵呢，差点我就出手了。我们工会现在有22名智能机器 NPC， 我们都去认识一下吧，别到时候闹出乌龙。”随后几人在工会领地转了一圈，其中每个工会建筑最少都有1名智能机器 NPC， 而工会大厅有3名智能机器 NPC， 工会酒店有10名智能机器 NPC， 大门处有2名智能机器守卫 NPC， 工会修炼室一共有10个房间，是给会内成员修炼使用的。阿峰，我们这个工会现在已经具有完备的功能和强大的防御了，不知道对于收人你有什么想法？李东开口说道。陆枫对于这事他也仔细想过，兄弟们，我们战神殿收人的标准第1条就是人品，不熟悉的、不靠谱的，还有一些人品不过关的，我们都不要。第2就是不是高手，我们不收。而这个高手的定义不仅仅限制于战斗方面，比如一些生活职业的高手，我们也要。东子，我先给你设置个副会长，你主要负责工会人事方面，你再想一套符合我们战神殿的等级制度和贡献制度。李东也没推脱，点点头表示明白。陈明和王涛也不在乎什么工会职务问题。随后陈明说道：“人事和体制这些事别问我，我不喜欢想这么复杂的问题，我喜欢战斗和带美，你们懂我的。”好家伙，要说喜欢战斗还好，但你直接说喜欢带美就有点过分了。好在现在就他们4人，没有外人。陆枫无语道：“你既然喜欢战斗，那也可以，以后工会的战斗队就由你带领。现在你都35级了，一身30级以上的白金装备，带20级的玩家还是很轻松的。你愿意不？”“没问题，小意思，看我发挥吧。”哈哈。陈明这时已经开始幻想自己带着众多小弟练级，他们一脸崇拜地看着自己的场景，这要是再勾搭几个妹子，那还不爽死？第72章，陆枫的考验。王涛作为刺客，让他带人还是太慢，所以王涛负责工会的情报事务，这也是他喜欢的方面。弄明白工会功能后，陆枫就下线睡觉了。第2天一早，陆枫就早早起床，现在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要好，感觉精力无限，还是简单的吃了个早餐，买了一些菜品，就再次回家上线了。叮，欢迎再次来到神域世界，祝您游戏愉快。上线后，他第一时间看到自己拍卖的一些装备已经拍卖掉了，这是那个魅魔 BOSS 和巨魔酋长掉落的装备，一共拍卖了 5.5 万金币，再加上自己的 1.3 万金币，他的金币已经有 6.8 万多金币，而且他之前挂在交易平台的6万多金币也卖了出去，这又是1235万的软妹币进账。现在他的银行卡里一共有5亿出头软妹币，以后就不用再卖游戏币了，还是留着自己用吧。随后他点开了好友界面，此时他的好友界面也是99加的消息。他睡了一夜，竟然这么多人联系他，大多是10大工会会长的结盟、转卖工会的想法。他随意看了几眼，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开始私聊起李哥。冲锋小战士，李哥，我现在在天空城广场等你，我手里有2件东西交给你拍卖。不到10秒钟，李哥传来信息：虎虎生风，冲锋大神，我马上回来，你稍等我几分钟。对于陆枫的话，李哥还是非常上心的，起码上次他就得到了几百万的介绍费。3分钟后，李哥就快速跑了过来：大神，我来了，恭喜你昨天建帮成功啊！看着气喘吁吁的李哥，陆枫微笑的说道：李哥，我这工会没什么人的，这次叫你来是想让你拍卖这2件东西。看到陆枫交易过来的东西后，李哥呆立当场，呆了10几秒，他才醒转过来：大神，您真牛逼，我真是服了你。这2枚剑帮令你打算多少钱卖？没错，
陆枫交易给他的就是昨天魔化 BOSS 掉的2个剑邦令。至于那些 BOSS 掉落大量装备，他准备留给以后的工会成员。至于工会成员怎么获得，就让李东去想吧。陆枫想了想说道：既然现在我建立了神域第1个帮会，那这后面的剑邦令就不会那么值钱了，价格你和张会长协商一下就行，至于能拍出多少钱，就看你们本事了。手续费还是按照之前说的规矩来。我知道了，大神你就交给我吧，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陆枫也是想用这2枚剑邦令试验下李哥的人品，若是他能抵抗住这2枚剑邦令的诱惑，不私吞的话，那陆枫就会收李哥几人入会，若他敢私吞，陆枫也不会轻饶了他。行，那就有劳李哥了。随后李哥小心翼翼地离开了，看他的样子就像身怀重宝一样。陆枫也来到了城主府门口处，在此等着小花上线。昨天与小花说好的早上一起做城主任务，不过他看到好友列表里的陈明3人此时还在线呢，这3个家伙肯定是干了一夜，真特么牛逼。就在他查看拍卖行物价时，一句轻灵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西西，枫哥，我来了。陆枫转头微笑地看着小花，哟，一天不见又变漂亮了，不错不错。小花被陆枫这么一说，立即脸红了起来。看着小花不好意思，陆枫立刻转移话题道：走吧，是时候去做任务了。哦，小花轻轻哦了一声。陆枫查看了一下任务，这个任务是清理塔罗迪小镇周边的不死生物，而这个小镇在天空城北边。随即陆枫和小花骑上圣光雄狮，奔着塔罗迪小镇的方向而去。枫哥，我看昨天系统公告说你第1个成立神域工会，恭喜啊。哦，这个是啊，同喜同喜。小花，你要不要进入我的战神殿？小花毫不犹豫地点头道：好呀好呀。他对陆枫已经从最初的崇拜变成了现在的一种爱慕加尊敬，能和喜欢的人在一个工会，他肯定是100个答应。陆枫也没有再多说，一个工会邀请发了过去，小花就这么简单的加入了战神殿。虽然他俩认识时间不长，但陆枫对小花还是有一定的了解。虽说这个小花游戏天赋一般，但是他这个人却是非常真诚的，没有什么坏心思，所以陆枫开始慢慢信任他了。对了，我们工会现在除了你和我，还有3个我的死党，他们也都30多级了。陆枫介绍道。小花也看到了工会列表中的陈明3人，于是点点头。果然枫哥的死党都是厉害的大佬啊，小花心里如此想着。陆枫一边赶路一边再次查看了等级排行榜。战区等级排行榜，华夏战区第1名冲锋小战士不朽战士41级 12% 经验，第2名法可游空间法师35级 21% 经验，第3名箭射长空神射手34级 41% 经验，第4名刺菊狂魔战斗盗贼34级 32% 经验，第5名花落为谁开光明神女32级 33% 经验，第6名落叶归根烈焰法师24级 52% 经验，第7名阳光普照雷电法师22级 46% 经验，第8名小桥流水寒冰法师22级 12% 经验，第9名战天斗地弩箭手22级0200分号经验，第10名雷霆风暴暗影盗贼21级 88% 经验。看完等级排行榜，陆枫嘴角微微一笑，现在的前5名都被他们战神殿包揽了，而且3个隐藏职业还都是他们的人，简直不要太强。就在陆枫歪歪时，小花惊讶地叫道：枫哥，不好了，你看前面的小镇已经沦陷了。第73章战神殿新制度。陆枫看着眼前小镇破败的场景，也是一惊，自己不就晚来1天吗？咋就被怪物屠镇了？这下还怎么完成任务？这城主任务是解决小镇附近的不死生物，让镇民好收获田地里的农作物，这下镇民都凉了，这算不算任务失败？陆枫对着小花无奈说道：我们先去查看下小镇的情况吧。小花点点头，两人很快进入小镇之中。整个小镇的房屋都已经被破坏烧毁，地上有一些镇民的尸体。看到这种残酷的场景，小花不禁地捂住的小嘴。不一会，他们就发现一个穿着盔甲的士兵，一身是血的靠坐在墙边。小花没有犹豫，直接给这名 NPC 士兵奶了一口。被治疗后的士兵明显状态好了一些，不过他受的伤还是太重，依然在不断冒血。陆枫走上前问道：这位小哥，我是天空城城主派来解决小镇麻烦的冒险者，这里怎么变成了这样？嗨嗨，太好了，城主大人终于派人来了。昨天夜里小镇遭遇大量的不死生物攻击，我们拼死抵抗，可惜还是没有抵挡住他们的攻击，小镇被攻陷了。NPC 守卫一边咳血一边说道。陆枫拿出止血药给他服下，又让小花给他上了一个缓慢愈合，这才保住他的小命。
随后陆枫两人在小镇到处寻找，可惜除了这名守卫，其他镇民全部都死了。小花，我们还是前去任务的点，先解决不死生物的源头吧。好，枫哥。两人一路上遇到了一些拦路的20多级不死族生物，都被陆枫一刀一个秒杀了。很快他们俩来到一处洞穴门口，从洞穴中传出一股死寂的味道，应该就是这里的，我们进去看看。随后两人一起走进洞穴，小花也释放了光系魔法。在洞穴的通道中，他们遇到了一些僵尸和骷髅，不过都是些普通野怪。按说这种野怪应该攻陷不了小镇才对，这里面透露着很多疑问。两人不断深入，很快通道尽头是一处庞大的地底山洞，少说方圆也有500米以上。山洞里站满了一些正在沉睡的僵尸，不过这些僵尸明显和通道中的普通僵尸不一样，他们全是25级以上的精英变异僵尸，而且其中还有几只25级白银变异僵尸 BOSS。 在这个山洞最里面还有一处通向更深处的通道，不过陆枫两人想顺利进去，肯定要解决这密密麻麻的精英僵尸。陆枫回头看了一眼小花，小花立即点点头，给他加了3个 buff。 陆枫自己也加了一个战斗咆哮不朽之息，他的属性得到进一步提高，然后对着僵尸群中的一只白银变异 BOSS 就使用了野蛮冲锋。巨大的动静一下把山洞内的上千只僵尸都吵醒了。不过这些精英野怪全部都是被陆枫一招秒，就连那白银变异 BOSS 也就2刀的事。可惜这些25级的怪已经不给他经验和增加切割伤害了。两人把掉落的物品金币全部捡完，就继续朝着里面走去。这个洞穴的最深处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房间内有一口棺材，棺材的下方是一个小型阵法，阵法还在不断的给棺材供应能量，场景十分诡异。陆枫对着小花说道：看来我们应该找到源头了。二话没说，他上去一脚踢翻棺材，一刀把阵法破坏。吼吼吼！翻滚的棺材中立即传来一声恐怖吼叫，然后一只干瘪的僵尸跳了出来。洞察术，名称瘟疫狮王，等级30，品级黄金级变异 BOSS， 血量500万，蓝量10万，物理攻击2800，物理防御1500，魔法防御1000，技能撕裂爪击，痛苦嚎叫，狮王皮肤被动，瘟疫光环被动。介绍：一个死亡已久的小镇高手，被亡灵法师用特殊方式复活后变成了现在的模样，周身自带瘟疫剧毒。就在他还没看完这 BOSS 属性时，就已经开始掉血了。-200。叮！您受到瘟疫狮王的瘟疫光环被动影响，每秒损失200生命值。又是个带毒的 BOSS， 不好意思，哥专克这类 BOSS， 受死吧！野蛮冲锋，暴击17176，负565221，加314495。BOSS 只被他撞晕了短暂的1秒就苏醒了。连击斩，旋风斩，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瘟疫狮王，获得0点经验。可惜这30级黄金 BOSS 依然没给他经验，不过小花获得了经验。叮！您拾取了黄金级亡灵法杖。叮！您拾取了白银级尸魔胸甲。叮！您拾取了56金36银币，均分获得28金18银币。2件30级白银黄金装，等回去扔工会仓库里。小花，这任务没什么挑战难度啊。确实不是很难，不过还是峰哥太厉害了。两人正在聊天时，陆枫看到有好友私聊他，他点开一看是李东在找他。建设长空，阿峰，我整理了一个工会制度，已经通过邮件发给你了，你看下。冲锋小战士，好，我这就看看。随后陆枫对着小花说道：我这边看个邮件，你先看下，有事叫我。随后陆枫点开了邮件，看到了李东的工会制度方案。1. 工会职级由上到下，工会会长，工会最高管理者，工会副会长分管工会人事事务，工会副会长分管工会财务和生活事务，工会副会长分管工会日常安排，副会长具有收人权限、处罚权限、提拔大队长和小队长权限。2. 工会团长级分管1000名工会成员，具备收人权限、处罚权限、提拔小队长权限，其中包含生活类团长，直属上级为工会副会长。3. 工会大队长级分管100名工会成员，具备收人权限、处罚权限，直属上级为工会团长。4. 工会小队长级分管10名工会成员，具有收人推荐权、处罚权限，直属上级为工会大队长。5. 工会成员享受工会一切福利待遇和内部政策。第74章钻石级 BOSS 首杀。看完这个职级制度，陆枫还是觉得不错的。虽然他战神殿的收人宗旨和其他工会不太一样，但只要时间一长，肯定还是有很多玩家加入的。
随后他继续往下看，工会积分制度。1. 工会成员每天可自动获得1点工会积分，小队长3点，大队长5点，团长10点，工会副会长20点。2. 工会积分用于兑换工会仓库的装备和道具，具体兑换积分可自行查看。3. 工会所有成员都可捐献装备和稀有道具到工会仓库里，最低限制为20级白银装备和道具，青铜级和白板不可捐献。4. 捐献到工会仓库的装备和道具可获得相应工会积分，例如捐献20级白银防具1件，可获得20点积分，同样兑换20级白银防具也是20点积分。5. 自动退出工会或被工会开除的成员，积分将全部消失，不做任何补偿，成员的积分不可交易。看完方案后，陆枫大为欣喜，这东子果然脑子聪明，如此一来就解决了工会仓库的问题。随即他给了李东发去了私聊：冲锋小战士，东子，这套方案很好，我现在就录入工会系统中，不过现在副会长只有你一人，而且我们县工会成员也不多，更没什么生活玩家，等人员发展起来再说吧。建设长空 OK。 得到李东的回复，陆枫立即把这2种制度录入了工会系统，并把工会积分系统写在了工会公告里，好让以后进会的兄弟能第一时间了解这个东西。忙完这些东西后，他看到小花正一脸害怕地盯着那处被他破坏的阵法。小花，你害怕什么？枫哥，我刚才看到一个鬼魂从那个阵法中飞了出来，然后钻进了瘟疫狮王的尸体里。陆枫，卧槽，这是在和我玩鬼吹灯吗？就在他转头看向狮王尸体时，一股恐怖的气势从尸体上蔓延出来。叮！由于您破坏了亡灵法师莫格尼的计划，他已经亲自降临此处。陆枫立即对着狮王尸体使用了洞察术。名称：亡灵法师莫格尼，等级40，品级钻石级 BOSS， 血量2000万，蓝量100万，魔法攻击9000，物理防御4000，魔法防御3000，技能暗影飞弹、亡灵召唤、心灵恐惧、灵魂痛击、亡灵意志被动，魔力增幅被动，亡灵再生被动。介绍：亡灵界的强大法师，跟随亡灵大帝毁灭多个国家，具有强大的亡灵法术，极度危险。竟然出现了一只钻石级 BOSS，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杀过这个品级的 BOSS， 看来这个钻石手刹他也可以拿到了。亡灵大帝都被我砍跑了，就你一个小弟还跟我嚣张，拿命来吧！野蛮冲锋，刷连击斩，旋风斩。在陆枫没有开暗黑天眼的情况下，一套就把这只钻石 BOSS 给打了 45% 的血量。亡灵法师莫格尼两眼冒着鬼火，愤怒地盯着陆枫：你没想到是你，我主人的分身就是被你所伤，我要把你永世奴役。灵魂痛击，一道红色光芒瞬间没入陆枫的脑中，他感觉自己好像被针扎一般疼痛。-18000，忍住疼痛后，他看着这恐怖的伤害，要不是他的血量有3万多，可能已经被秒了。操，这鸟 BOSS 的攻击可真高，我3000多的魔防，还有 72% 的伤害减免，怎么还会被他打掉这么多血？难道这招灵魂痛击可以无视防御？不管了，还是尽快杀了这个 BOSS 才是正事。剑气斩，刷刷刷，战斗践踏，连击斩。很快 BOSS 就被打的只剩下 10% 的血量，他召唤的一些骷髅亡灵根本顶不住陆枫的群攻，纷纷被秒。你这该死的蝼蚁，等待我的惩罚吧。心灵恐惧，叮！您受到亡灵法师莫格尼的心灵恐惧影响，被恐惧1秒。就在 BOSS 准备释放暗影飞弹攻击他时，他已经从恐惧中醒来。我去，这 98% 的异常抗性果然厉害，原本有10秒的恐惧时间，现在只被恐惧1秒就解除了。他直接对着 BOSS 就是几刀砍了过去。刷刷刷，亡灵法师莫格尼不甘地倒了下来。但是陆枫并没有接到系统的击杀提示，这是什么情况？他踢了踢这个倒下的亡灵法师莫格尼尸体，也没有什么反应。枫哥，怎么没有击杀提示啊？小花也疑惑地问道。应该是这个 BOSS 有复活能力，我们再等等。刚才他查看 BOSS 面板时，就看到一个技能叫亡灵再生。10几秒后，原本倒下的亡灵法师莫格尼重新爬了起来。不过他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只有 20% 的血量。陆枫嘴角一笑，这家伙还真有复活能力，不过还得再死一次。野蛮冲锋，连击斩，刷刷刷！亡灵法师莫格尼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再次倒下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击杀亡灵法师莫格尼，获得310万点经验。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小队首杀钻石级 BOSS， 奖励队伍贡献最大者40级钻石礼盒1个，荣誉3000点。叮！
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小队首杀钻石级 BOSS， 奖励队伍贡献最大者40级钻石礼盒1个，荣誉3000点。还真拿到了钻石 BOSS 首杀，而且这 BOSS 好像大爆了。第75章神域第一次大型活动，突然冒出的全服通告，把华夏战区的玩家都弄无语了。很快官方论坛都开始热论起来。云水间，我记得从青铜 BOSS 首杀到传说 BOSS 首杀好像都是冲锋大神拿的吧？淘淘酱，冲锋大神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快来当我的米米吧。小桥流水，自信点，请把好像去掉。战天斗地，哎，难道这就是凡人和大神的区别吗？我也好想上一次全服通告啊，百思不得其解。我觉得这个冲锋大神8成获得了 SSS 级天赋，不然不可能如此强大，就是不知道他的天赋是什么属性了。花无缺 SSS 级天赋可没你想的那么容易获得。据我了解，我们华夏战区到目前为止已知的 SSS 级天赋也就3个人，而且其中的1个人还是生活方面的，一见就让你怀孕。不管冲锋大神是什么天赋，我都觉得他牛逼。对于这些水论坛的玩家，陆枫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议论自己。他的心全被 BOSS 的大爆给吸引了，直接就走上去开始捡取起来。叮！您拾取了钻石级摩天战弓。叮！您拾取了钻石级阿古斯之盾。叮！您拾取了钻石级灵魂支配法杖。叮！您拾取了白金级剔骨披甲。叮！您拾取了白金级灵魂骨刺。叮！您拾取了668金52银币，均分获得334金26银币。竟然出了3件钻石级装备，果然是大爆啊！先看看属性，物品名称摩天战弓，佩戴等级40级，佩戴要求敏捷达到400，装备品级钻石级，物理攻击加1000，力量加80，体质加80，敏捷加80，智力加80，精神加80，攻击加成正10%，暴击加成正20%，暴击伤害正30%，物理穿透正20%。介绍：曾经魔族大将军使用过的弓箭，具有强大的暴击能力和穿透能力。可惜是弓箭。不对啊，我现在好像可以使用所有武器装备，意思说我现在可以装备这个弓箭，等回城买一些箭袋就可以用了。不过就是不知道射不射得准。接着看下面的装备，物品名称阿古斯之盾，佩戴等级40级，佩戴要求盾防战士，力量达到400，装备品级钻石级，物理防御加1000，魔法防御加700，力量加80，体质加80，敏捷加80，智力加80，精神加80，双防加成10%，伤害减免正20%，攻击格挡正40%，格挡成功减少85%的伤害。真实守护，使用后出现一个持续3秒的护盾，可免疫一切伤害和控制 CD360分钟。介绍：神族遗留在时间的巨盾，具有短时间无敌的逆天技能。这巨盾不仅外形拉风，而且属性碾压他身上穿的象王巨盾，直接换上。小花这个40级钻石法杖给你，等你等级到了就可以换上了。谢谢峰哥，嘿嘿。剩下的2件40级白金装备，等回去一起扔到行会仓库中。然后他看了看城主任务的状态，已经变成已完成了，可以回去找城主提交任务了。小花，我们先回去找城主交任务吧，再把这个小镇的情况告诉城主。好。几分钟后，2人来到城主府见到了城主。得到陆枫汇报后，城主脸色难看。哎，塔罗迪小镇就这么没了，可怜了那里的几百名镇民。没想到是亡灵法师在里面搞鬼，看来亡灵大帝对我天空城贼心不死啊。不过还是感谢2位英雄的出手解决这次麻烦，我会派人去收获那里的粮食，这是你们的奖励。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完成任务，获得狮王胸甲，荣誉1500点，40万点经验。陆枫看到任务完成提示，微笑的说道：城主大人，这是我们应该做，这亡灵大帝若再敢出现，我必定会将他斩杀。城主认真的点点头，你的实力我是知道的，现在亡灵族只怕短时间不会正面与我天空城交战，但他们的阴谋诡计肯定不会少，所以我希望2位前去死灵塔切断亡灵界与这个世界的链接。叮！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小队接取天空城的主线任务2，任务名称切断亡灵界与本界的链接通道。任务介绍：连环主线任务，当前进度3/5。任务内容：前去死灵塔消灭10层内的所有怪物，消灭第10层的守塔 BOSS， 切断2界通道。任务时间7天。任务奖励：职业装备、随机奖励、特殊奖励、经验值。再次接到后续任务，
陆枫带着小花直奔死灵塔，之前他们只能冲到第5层，由于等级的限制，所以没法继续往上冲层。这次倒要好好看看上面会出现什么级别的 BOSS。路过杂货店时，他还买了10个剑袋作为备用，每个剑袋有100支剑。就在他俩刚出天空城时，系统突然传来一道全服通告。叮！全服通告：由于华夏战区玩家数量达到3亿，系统将举行本战区第1次官方大型活动——守护女神像。叮！全服通告：由于华夏战区玩家数量达到3亿，系统将举行本战区第1次官方大型活动——守护女神像。活动时间5月5日12时至18时。参与方式：等级超过10级以上的所有在线玩家，不愿参与活动的，可在进入活动地图后直接退出即可。活动内容：1. 所有参与活动的玩家将全部传送至活动地图内，该活动地图为一座方形城池，中间有一座创世女神像，玩家必须在10波活动怪物的攻击下守护好创世女神像不被破坏。2. 击杀活动怪物只会获得活动积分，积分多少和活动怪物强弱有关，波数越往后怪物越强。3. 活动结束后，根据积分排名，系统会额外奖励积分排名前10的玩家，奖励丰厚。4. 玩家获得的活动积分可以在活动结束后兑换相应的奖励。5. 若创世女神像守护失败，华夏战区所有玩家将受到经验减少 50% 的 debuff， 持续12个小时。第76章勇闯死灵塔。陆枫看了一下系统公告的大型活动，原来现在华夏战区已经有3亿玩家了呀！整个华夏也才18亿的人口，没想到有3亿人进入了神域游戏。若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算上，那神域的玩家肯定超过20亿了。牛逼！随后他又看了下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15分，还有1个多小时。小花，这个活动你看到了吧？离活动时间开始还早，我们先去死灵塔玩玩再说。都听峰哥的。小花笑嘻嘻地说道。随即两人骑着圣光雄狮直奔死灵塔而去。10分钟不到，两人已经来到死灵塔门口。小花上状态，我们准备上。小花立即给陆枫加了3个 buff， 两人推门走进死灵塔。叮！你已进入特殊区域，暂时与外界失去联系。第1层中并没有怪物出现，而且通往2层的楼梯门也是打开的状态。看来这个死灵塔是可以记录上次的通关记录。很快，两人来到了第5层。上次他们就是在这里消灭死灵巫师的。不过现在通向第6层的门已经打开，两人直接走了上去。这时陆枫看到第6层有3个全身穿着盔甲的骷髅骑士正站在塔的中心。洞察术，名称亡灵统帅，等级35，品级白金级 BOSS， 血量1200万，蓝量10万，物理攻击4000，物理防御3000，魔法防御2000，技能战斗冲锋、践踏、连突刺、亡灵战体，被动抗性增幅，被动。介绍：亡灵界中强大的骷髅统帅，是亡灵界中顶在最前方的肉盾。看完属性后，陆枫觉得一般般吧，除了双防和血量多一些，攻击和技能都没什么特色。随即他对着这3个 BOSS 就冲了上去。野蛮冲锋、战斗践踏、旋风斩、圆月斩，刷刷刷，一套群攻连招直接就把3个 BOSS 给带走了。不过好在这3只 BOSS 给了经验和6件白金级装备。然后两人继续走上了第7层。这里是3个拿着巨斧的骷髅战将，体型有5米高，非常巨大。可惜还是3只35级的白金 BOSS， 没有任何压力，陆枫再次一套带走了这3个 BOSS。第8层是3只不同类型的 BOSS， 一只骷髅法师，一只骷髅弓箭手，一只骷髅统帅。同样他们都是35级的白金 BOSS， 这3只 BOSS 中那个法系 BOSS 对自己威胁最大，所以陆枫直接第1个干这个骷髅法师。3分钟后，3只 BOSS 再次一命呜呼倒在陆枫的脚下。小花也升了1级，达到了33级。很快他们来到了第9层，这里只有2只 BOSS。不过这2只 BOSS 并不是骷髅生物，而是2个人形生物。2个人形 BOSS 从外观和体型上看和人类没什么区别，不过他们的双眼中一样冒着鬼火。陆枫立即对着他们使用了洞察术，名称死亡双子罗达亚托，等级40，品级钻石级 BOSS， 血量2400万，蓝量100万，物理攻击1万，魔法攻击6000，物理防御4000，魔法防御3000，技能死亡连斩、死亡尖叫、灵魂恐惧、堕落一击、死亡意志，被动死亡战体，被动同生共死，被动。介绍：曾经人类的高阶英雄，后来被亡灵大帝抹去自我意识，成为亡灵大帝的傀儡。卧槽，这属性比之前杀的那个钻石级亡灵法师都强，有点厉害。
而且这次还是2个一起。要是不开暗黑天眼的情况下，还真有点难度。这是2个40级的钻石 BOSS， 属性比较强，你注意奶好我。OK， 战斗咆哮，不朽之息。为了稳妥，他也给自己加了2个 buff， 随后对着右边的这个 BOSS 就冲了上去，野蛮冲锋，暴击13036，负565230，加312264，刷，连击斩，刷，战斗践踏，旋风斩。他现在的物理防御有小花和自己的 buff 加成下已经高达7000，而还有 72% 的伤害减免。2只 boss 打在他身上，每次只掉1500-2000左右的血量。对于血量已经超过3万的陆枫来说，这些伤害可以忽略不计了。几分钟后，2只 boss 只能不甘的倒下。要是正常团队进入这一层，绝对要团灭。一下出现2只钻石级的40级 boss， 还是魔武双修的存在。而且这2个 boss 有一个特殊被动，那就是你杀掉其中一个后，若不能在60秒内杀掉另一个，那么刚才杀掉的这个 boss 就会满血满状态复活。这个技能就是同生共死被动。可惜陆枫的输出太高，他根本就没体会出这2个 boss 的恐怖。陆枫看着2个 boss 只掉落了4件装备，有些无语。小花，这死灵塔 boss 好穷，每个 boss 只会掉2件装备。小花站在旁边傻笑，没说话。叮，您拾取了钻石级死亡项链。叮，您拾取了钻石级罗玉法帽。叮，您拾取了白金级堕落魔影皮靴。叮，您拾取了白金级屠戮护腕。叮，您拾取了628金12银币，均分获得314金6银币。叮，您拾取了632金40银币，均分获得316金20银币。咦，还出了一个40级的钻石项链，看看属性。物品名称：死亡项链，佩戴等级40级，装备品级钻石级，物理攻击加450，魔法攻击加450，力量加80，体质加80，敏捷加80，精神加80，攻击加成正 10%， 攻击吸血正 10%， 暴击正 10%， 闪避正 10%。 介绍：一颗蕴含死亡气息的宝石所打造的完美项链，让人无法抵抗其诱惑，还是物理魔法双攻的项链，很不错。陆枫直接换上，然后又把罗玉法帽交易给了小花。走吧，我们上第10层。第77章亡灵大祭司阿克尚。从2人跑到死灵塔到杀完第9层只用了36分钟，离活动开始还有1个小时出头，这第10层打完也是可以赶上的。陆枫和小花悄悄地上了第10层，这层中心摆着一个骷髅座椅，上面正坐着一只亡灵法师。虽然这一层只有他1只 boss， 但这只 boss 给陆枫的压迫感非常强，都快赶上那只空间巨龙了。此时这只亡灵法师貌似并没有发现陆枫2人上来，还在看着手中的黑色书籍。陆枫立即对着他使用了洞察术。名称：亡灵大祭司阿克尚，等级40，品级传说级 boss， 血量3200万，蓝量300万，魔法攻击12000，物理防御6000，魔法防御6000。技能：强化亡灵召唤，亡灵强化，灵魂锁链，死亡之指，死灵飞弹，湮灭狂潮，亡灵意志，被动，魔力增幅，被动，亡灵天灾，被动。介绍：亡灵界的首席大祭司，亡灵大帝的左膀右臂，具有强大的亡灵系法术和死亡系法术，曾毁灭过多个城池，死在他手中的人不计其数。由于本身太过强大，跨界到神域大陆后等级降低1倍，但依然极度恐怖。这属性也太强了吧！12000的魔攻，而且这还是被砍了1倍等级后的属性。这货以前是80级的传说 BOSS。就在陆枫观察 BOSS 的属性时，突然从他的口中发出了声音：“偷窥别人可不是什么礼貌的事，我已经等你们多时了。”恐怖嘶哑的声音从 BOSS 口中传出，把陆枫和小花都吓一跳。这 BOSS 也太智能了吧！然后他俩直接走了出来，看着眼前的亡灵大祭司阿克尚。在这一层的西北角还有一个黑暗传送通道，这应该就是亡灵界与本界的连接通道了。亡灵大祭司阿克尚看着眼前的陆枫和小花，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竟然是光明女神的神女，有点意思。咦，我怎么从你身上感觉到一股古老气息？随后 BOSS 稍微沉思了一下，随即2眼冒着鬼火的看着陆枫。你是不朽之地的人？不可能啊，这都已经过去万年了，怎么还会存在不朽之人？ BOSS 合起书籍，缓缓起身。陆枫感觉不到这个 BOSS 对他有杀意，只是感觉对方不像以前的那些无脑 BOSS。 亡灵大祭司阿克尚再次对陆枫说道：“你既然是不朽之地的人，
那应该知道你是诸神所通缉的存在，不如你与我亡灵界联手，一起征服这个世界，如何？陆枫一脸疑惑地看着这个 boss， 喂，你说完没？说完我就要开冲了。亡灵大祭司阿克尚，看来得先把你身边这个光明神女给解决了，再和你详细聊聊。出来吧，我的奴仆们。随着 boss 的话落，他身边的地面上冒出了10个黑暗阵法。不到3秒时间，10只不同类型的40级白金骷髅 boss 从阵法中爬了出来。然后 boss 又继续道：亡灵强化，灵魂锁链。这10只白金骷髅 boss 全身立即被一股黑色气息笼罩，他们双眼的鬼火变得更加剧烈。同时从亡灵大祭司阿克尚身上冒出一条黑色锁链链，接着其他10只 boss。陆枫对着这些被召唤出来的白金骷髅 boss 查看了一下，好家伙，他们的属性全部涨了 30%， 而且还有一个奇怪的锁链连接着彼此，这一下就变成了10只钻石 boss 的属性，有点恐怖。小花，来好我，你自己也注意安全。他还没来得及冲上去，就有5只白金骷髅 boss 冲上来围住了他，而另外5只 boss 冲着小花就冲了过去。卧槽，这亡灵大祭司阿克尚智商可以啊，竟然可以远程操控这些 boss 先杀后排，奶妈！小花你快跑，拿好自己就行。然后陆枫立即释放了战斗践踏，把身边的 boss 都眩晕了一下，对着追小花的一个 boss 就用了野蛮冲锋。-447，-51385，加27989x11。咦，怎么才掉这点血？切哥，伤害都变低了这么多。不对，刚才这11只 boss 头上都冒了掉血的提示，意思是只要有一只 boss 被攻击，其他 boss 都会分摊伤害。应该就是这个黑色锁链的功能。我擦，这技能有点恶心。不管了，先救小花。刷，连击斩，圆月斩，剑气斩。他的伤害被这11只 boss 分摊后，已经不能短时间击杀 boss 了。小花已经被打掉了半血，他还在不停地给自己奶。眼看着小花就要被围住时，他立即大声尖叫了一下，那些本该围住他的 boss 全部掉头漫无目的跑开了。这个应该是小花学习的那本群体恐惧控制技能，这释放的时机把握的还是很好的。陆枫立即加大输出，这些白金 boss 也就1000万出头的血量，哪怕一刀砍5万多伤害，200多刀就能砍死。而且他的群攻技能伤害 boss 分摊的就更多。然后小花一边拉着 boss 跑，陆枫就追在后面看。几分钟后，这些白金骷髅 boss 都掉了1半的血量。亡灵大祭司阿克尚发现这样不行，会被他们2人活活耗死，立即控制10个 boss 对着陆枫就攻了过来。来打我刚好，看个的旋风斩！围上来的 boss 全部被他群攻打到，而且还是10次多段攻击。5秒后，这些白金骷髅 boss 都变成了丝血状态。亡灵大祭司阿克尚手掌一挥，这10只 boss 突然消失，然后他对着小花就释放了死亡之指，一道红色闪电直奔小花而去。小花的头上立即冒出-32100点伤害，不过小花却没死，她的血量变成1点血，身体外有一层金色能量包裹着，这是她的隐藏被动技能，可以抵挡死亡一击3秒时间。看得陆枫小心脏扑通扑通的，这 boss 可真够狠的。第78章诸神之塔。小花也吓得立刻给自己奶了一口，要不是自己的隐藏被动，她肯定就被秒了。她才1万出头的血量，根本不可能挡住 boss 的这招。亡灵大祭司阿克尚眉头再次皱了下，竟然有保命手段，真是可惜。那就再尝尝这招。他的手中立即出现一颗黑色球体，黑球在不断压缩变形。就在他准备释放时，陆枫一个野蛮冲撞顶了上去，把他的施法给撞断了。刚才你瞬发法术我没法制止，现在竟敢当着我的面独挑施法，那就是你的不对了，给哥去死！陆枫坏笑道。刷刷刷，连击斩，剑气斩。在没有其他 boss 分摊伤害的情况下，这只亡灵大祭司血量哗哗的掉。看着他的血量已经掉下去 60%， 陆枫更加卖力的攻击起来。亡灵大祭司阿克尚双眼鬼火抖动了一下，他没想到眼前的这个弱小人类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攻击力，能把他伤成这样。哼，没想到你本事不小，果然有着不朽之地人的强大，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哗啦啦，亡灵大祭司阿克尚说完这句话，身体立即散架了。而陆枫也没得到击杀 boss 的提示。陆枫，卧槽，这是老六 boss， 打不过竟然跑了，这把他弄生气了，打了半天屁毛没掉，而且还差点把小花弄死，最后还无声无息的跑了，真尼玛窝火。然后他冲着那个亡灵界的连接通道走了过去，刷刷刷几刀把这个通道阵法给破坏了。这下你亡灵界再想来，我这个世界就没这么容易了吧。此时他的城主任务也提示完成了。叮，区域通告，玩家冲锋小战士
破坏亡灵界通道，解除死灵塔限制。现在死灵塔更变为诸神之塔。叮！区域通告：玩家冲锋小战士破坏亡灵界通道，解除死灵塔限制。现在死灵塔更变为诸神之塔。叮！您现在已通关诸神之塔第10层，等级达到30级后，可前往11-20层。系统刚提示完，那原本关闭的第11层通道之门缓缓打开。30级可以上到20层，按之前的规定，应该10级可以前往1-5层，20级可以前往5-10层。小花，现在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是回去交任务，还是继续往上闯？这时离活动开始还有50分钟，并不是太急，所以他问问小花的想法。峰哥，现在离活动开始还早，我们可以再闯一层试试，看看这个诸神之塔到底是怎么回事。小花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于是两人走上了第11层。很快两人走到11层的入口处，这里出现了一道光幕之门，和之前都不太一样。两人互相看一眼后，迈步走了进去。叮！您现在处于诸神之塔第11层，10秒后首关 BOSS 刷新，战胜后可获得奖励和通往上层的资格。咦？之前他挑战1-10层并没有这个提示，看来这个诸神之塔确实不太一样。小花，还是老战术？陆枫说完话后，发现没人回他。他往身后一看，后面是一扇关闭的铁门，哪里还有什么小花？我去，小花不见了！难道是那个光幕之门把我们都传送到不同的空间了？擦，这下坑了！我是输出职业闯关还可以，那小花一奶妈职业怎么闯关？10秒过后，一只3米高的钢铁傀儡出现在陆枫的面前。洞察术，名称：铁甲傀儡11号，等级41，品级：白金级 BOSS， 血量1200万，蓝量10万，物理攻击7000，物理防御5000，魔法防御3000，技能：钢铁身躯被动，钢铁皮肤被动，傀儡重击，钢铁冲锋。介绍：诸神之塔第11层近战职业首关 BOSS， 拥有超强的双防和免疫控制能力。这 BOSS 攻击不算高，但这双防比钻石级 BOSS 还高一些，而且还免疫控制。若是普通玩家一个人对上这个 BOSS， 80%要歇逼。不过若是30级，穿着一身白金装备，还是可以碰一碰的。陆枫没多想，直接冲向这个首关 BOSS。野蛮冲锋，暴击7590，负565232，加309324。傀儡 BOSS 并没被撞晕，他对着陆枫就是一拳砸了下去，负224。这攻击太拉了，给我挠痒痒呢。其实这个傀儡 BOSS 攻击不算低，只是陆枫的防御太高了，在有 buff 的情况下，他有6000多物理防御，而且还有72%的伤害减免。这 BOSS 要是能打动他就怪了。如果 BOSS 能说话，他现在肯定会说：“这 BOSS 你来吧，我不配。”10几秒后，首关傀儡倒在了地上。叮！您现在已通关诸神之塔第11层，奖励自由属性点10点，神能碎片1枚。您已拥有前往第12层的资格，等级达到30级后，可前往11-20层。这首关 BOSS 既不给经验，又不给装备，没想到奖励竟然是自由属性点，还是10点，这相当于升了2级，还不错。不过这个神能碎片是什么东东？物品名称：神能碎片。物品类型：特殊类道具。物品属性：具有神力的晶石碎片，收集10枚可合成一颗神能结晶。物品介绍：创世神遗留的物品，效果未知。陆枫，什么狗吧东西，看得他莫名其妙的。这不给经验和装备，还是先不闯了，等活动结束再说吧。不知道小花现在怎么样？随后他离开诸神之塔，来到了此塔大门口。不过此时这座塔的门口有一座5米高、2米宽的巨大石碑。陆枫记得他之前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石碑，这又是怎么回事？于是他走到石碑前查看起来。石碑最上面写着诸神之塔通关记录，第1名冲锋小战士通关11层，用时12秒。第79章杀意光环 LV10。原来这是记录玩家通关诸神之塔的记录。不过这塔之前1至10层被亡灵占领了，所以这前10层都不算陆枫通关，只有11层开始才算。看来小花还没结束，还是在这里等等他吧。不过既然有通关记录排名，那会不会有类似毒蛇山谷副本那种通关排名奖励？要是再奖励个称号什么的也不错。陆枫靠在路边开始歪歪起来，趁着没事看看陈明3个多少级了。这没看还好，一看这3人全部掉了1级。然后他立即私聊李东：冲锋小战士东子，你们3个怎么都掉了1级？难道还有什么怪物能击杀你们？10几秒后，李东回复他：箭射长空，哎，还不是这杀比陈明，没事去招惹钻石级 BOSS， 逼没装成，反而被团灭了。
陆枫脑中开始脑补他们的画面。冲锋小战士，嗨嗨，你们稳着点，再这么弄，怕是要掉回20级。箭射长空，这个怪我没拦住他，不过以后不会了，他已经被我和阿涛揍了一顿了，现在老实了。冲锋小战士，行吧，等活动结束，我帮你们报仇。箭射长空 OJ8K。 10来分钟左右，小花的身影出现在诸神之塔门口。陆枫看着他一脸疲惫的样子，就知道他刚经历一场大战，还是那种激烈的战斗。哟，10几分钟不见，又变得不一样了。陆枫调侃道。小花的呆毛抖了一抖，然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陆枫，小花你哭什么？5555，这破塔竟然把我和峰哥分开了，我被3个傀儡追着打，活活打了15分钟。那你通关没有？通关了。这破塔考核我的是治疗值，但是那3个傀儡打我不怎么掉血，所以奶娘加的很慢。原来是这样，看来这诸神之塔还是很智能的。那你不会把防具拖几件下来吗？那样不就能快速通关了？我没想到这样做。陆枫也无语了，那就活该被打半天。还有32分钟活动就开始了，我们先回城交任务，然后等活动开始。好。10几分钟后，两人回到天空城，很快见到城主大人。城主大人，我们已经解决死灵塔的威胁，斩断了亡灵界与本界的通道，现在死灵塔已经变成了诸神之塔。陆枫对着城主说道。哦，你们这么快就解决了那里的麻烦？哈哈，很好很好，如此一来天空城就不会再受到亡灵的侵扰了，你们做得很棒，这是你们的奖励。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小队完成任务，获得龙鹰盾牌、力量宝石、荣誉1500点、50万点经验。盾牌是40级的白金装备，同样是行会仓库货，不过这个力量宝石是啥玩意？还莫等他查看，城主又再次说道，我这里有一封天空城的报告，需要2位英雄帮忙送到兰德主城的城主手里。后续任务来了。叮，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小队接取天空城的主线任务2。任务名称：送信任务。任务介绍：连环主线任务，当前进度4/5。任务内容：把天空城城主关于亡灵事件的报告送到兰德主城的城主手里。任务时间14天。任务奖励：随机奖励经验值。果然跑腿任务连奖励都变少了，不过还是要做。好的，城主大人，交给我们吧。随后两人走出城主府，陆枫对着小花说道，我们先整理下东西，一会广场中心见。枫哥一会见哦。陆枫开始查看背包，里面20多件装备，还有一个40级钻石礼盒没开，还有那个力量宝石没查看。先开一下这个钻石礼盒。叮，您打开了40级钻石礼盒，获得杀意光环，竟然开出一本钻石级战士技能。物品名称：杀意光环。物品品级：钻石级。学习等级：20级。物品类型：一转战士职业技能。技能介绍：持续性伤害技能，开启后自身5米内的敌方目标每秒受到10%的自身物理伤害，受到伤害的敌人对你的仇恨会成倍增加，每秒消耗100点蓝量，无 CD。 这下好了，我还一直觉得蓝多用不完呢，终于来个烧蓝的技能。那这个杀意光环对的伤害不知道能不能触发切割天赋，等一会出去找个野怪试试看。物品名称：力量宝石。物品类型：镶嵌类宝石。物品属性：增加50点力量。使用要求：20级以上的黄金级装备。物品介绍：可对20级以上的黄金级装备进行镶嵌，增加50点力量属性。黄金级装备可镶嵌1枚宝石，白金级装备可镶嵌2枚宝石，以此类推。可惜是力量的，对我用处不大，还是先放着吧。不过这个宝石的获得难度有些高，到目前为止他才获得1颗。对了，我还有48张技能升级卷轴，现在可以提升一下这个杀意光环。然后他直接学习了这个杀意光环。叮，您学习了杀意光环。随后他对着这个技能开始使用技能升级卷轴。叮，您使用技能升级卷轴提升了杀意光环，杀意光环提升至 LV2。陆枫查看了下提升后的杀意光环，他的攻击范围增加了 0.5 米，伤害从 10% 提高到 12%， 非常棒，那就继续提升。叮，您使用技能升级卷轴提升了杀意光环，杀意光环提升至 LV3。叮，您使用技能升级卷轴提升了杀意光环，杀意光环提升至 LV4。叮，您使用技能升级卷轴提升了杀意光环，杀意光环提升至 LV10。连续使用了10张技能升级卷轴后，系统提示已无法提升等级。
看来只能提升到10级。再看下现在的技能属性，技能名称杀意光环 LV10，技能品级钻10级，技能类型一转战士职业技能。技能介绍：持续性伤害技能，开启后自身10米内的敌方目标每秒受到 30% 的自身物理伤害，受到伤害的敌人对你的仇恨会成倍增加，每秒消耗100点蓝量，无 CD。10米的范围已经非常大了，是时候出去试试这个技能了。第80章，活动开始。很快，陆枫来到城外，看到不远处正在吃草的野牛，他立即开启杀意光环，朝着野牛走去。负1820，负565232，加306208。卧槽，这下牛逼了！陆枫开心的跳了一下，竟然可以触发7个天赋！这下我开着这个杀意光环，跑进怪物堆里都不用动手，就能瞪死怪物，这和地图炮没什么区别了。然后他开心的走回天空城。看了下时间，还有7分钟活动开始，也不知道届时有多少玩家进入活动地图。根据之前系统提示，华夏战区已经有3亿玩家，去掉那些不满10级的玩家和不在线的玩家，起码有小1亿左右玩家会进入活动。可惜活动地图的怪物没有经验，不然自己又可以滚一波等级雪球了。2分钟后，他来到广场中心，看到小花和4个女玩家站一起聊天。嗨嗨，小花我来了。小花看到陆枫，立即开心的说道：枫哥，这4位是我的闺蜜，这位就是带我的大神。4名年轻貌美的少女走到陆枫身边，兴奋地说道：您就是冲锋大神啊，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我是小花的闺蜜苏荷。其中一个邻家少女类型的女生说道：嘻嘻，大神你好，我也是小花的好闺蜜，我叫李露露。一个萌萌哒的可爱女生道：大神你好，感谢您对小花的照顾，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唐倩。一个御姐型的女生对着她说道：冲锋大神，我是你的小迷妹，也是小花的好姐妹，我叫陈娜娜，我可以要你的签名吗？一个害羞的女生说道。陆枫被这4人搞懵了，嗨嗨，那啥，我就是一个普通玩家，你们都是小花的闺蜜，那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不用这么兴奋的。可是4人还是无比激动的样子。小花这时开口道：娜娜，你这样都把大神弄得不知所措了。李露露，这才认识几天，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决斗吧，姐妹。然后小花就和4人打闹起来，陆枫站在旁边看得一脸呆。青春洋溢的少女真好啊。叮，全服通告，华夏战区第1次官方大型活动守护女神像还有最后1分钟开启，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叮，全服通告，华夏战区第1次官方大型活动守护女神像还有最后1分钟开启，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系统提示声打断了5人的打闹，他们也变得认真起来。然后小花给陆枫立即上了3个 buff， 几人也把队伍组上了。叮，全服通告，守护女神像活动最后倒计时10、9、8、3、2、1开始。整个华夏战区的各个主城和野外地图冒出无数光柱，光柱笼罩的正是玩家，一道道光柱把玩家传送到了活动地图。叮，你已来到活动地图，该地图无法攻击其他玩家，死亡将会被传送出活动地图，不会有任何惩罚，请守护好女神像。陆枫这时被传送到了一块树林中，他的身边也有一些被传送而来的玩家，不过都不认识，看来是随机落点。好家伙，这里不能 PK。 然后组队频道里小花开始说话：大伙，我现在在女神像旁边，这里有一处巨大的城池，你们快来我这里。随即几人回复好，都朝着小花的方向走去。这个活动地图还真大啊，起码比天空城周围大得多。几分钟后，几人聚到一起，陆枫也私聊了一下陈明3人，他们也朝着女神像这边赶来。很快他们来到陆枫身旁，陈明看到小花旁边的4个美女，然后眼睛一转：阿枫，这4个美女你不给兄弟介绍介绍吗？陆枫看着陈明的样子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8成又想勾搭妹子了。不过没办法，既然大家要一起组队，肯定要介绍一下。陆枫开口道：这3位是我的好兄弟，他叫李东，是个弓箭手，他是王涛，是个刺客，最后这位是陈明，是法师。陈明上前一步立即道：嗨嗨，几位美女很高兴认识你们，我要重点说一下，我是空间法师，而且还是等级排行榜第2名。陆枫3人一脸黑线，这家伙是真自来熟，脸皮厚。几个妹子也尴尬的笑笑，简单的打了下招呼。就在陈明还想说什么时，系统再次发出提示：叮，区域通告，第1波活动怪物将在10秒后抵达本地图，请各位玩家做好防守。叮，区域通告，第1波活动怪物将在10秒后抵达本地图，请各位玩家做好防守。李东立即说道：阿枫，刚才我们观察了一下这个城池，一共4个城门，
而且都是打开的状态，意思说怪物会从4个方向进攻。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陆枫想了下说道：大家先组一起，朝着一个城门防守看看。若是怪物不强的话，那就分散开杀怪；若是怪物很强，那就聚集一起。随后众人点头同意，陆枫率先朝着南门走去，其他几人也纷纷跟上。小花的4个闺蜜，一个是召唤师，一个是弓箭手，一个是魔法师，一个是战士，现在加上陆枫4人，一共9个人。由于城门是打开状态，站在城墙上防守并没有多少意义，所以大部分玩家都堵着大门。陆枫9人登上南门城墙，眺望远方，不远处正有黑压压的一片哥布林朝着这边城池走来，不过距离太远，洞察术看不到。很快哥布林大军就冲到了城池边，陆枫一看，这都是20级的普通怪物，其中也包含一些精英哥布林和青铜 BOSS。 不过这数量是真的多，光这个南门的哥布林最少就有上千万。而在哥布林大军的中间，还有一些哥布林法师和弓箭手，甚至后面还有一些体型巨大的哥布林。4个城门的怪物加一起恐怕超过1亿。而参加活动的玩家也有2亿2千多万，因为活动面板上是可以看到玩家的数量，还有自己的积分。呜！四处城门外都传来响亮的号角声，这是哥布林大军的进攻号角。大战开始了。第81章守护女神像上。这时的南门位置正拥堵着数不清的玩家，他们的等级大多在10几级，还有少部分达到了20级。陆枫简单扫一遍，这里的玩家怕是有5000万以上，而且其中还有很多大公会在里面。这时一名法师玩家对着身边的众人喊道：兄弟们，还愣在这里干嘛？赶快出去杀怪抢积分啊！外面只有一些20级的哥布林野怪罢了，跟我冲啊！随着他的呼喊，一群玩家冲了出去。确实这第一波怪物没什么厉害的地方，出去杀怪抢积分是正常的做法。李东这时看向陆枫说道：阿峰，我们现在怎么办？先看看再说，如果其他玩家能随意战胜这波怪物，那我们也加入其中，若是他们顶不住，我们再看着办。随后几人点点头。这冲出城去的第一波玩家最少有30多万人，他们对着眼前的哥布林大军就发起了凶猛的进攻。也正如他们所料，眼前的哥布林并不强，他们只要几人一起集火几下就能杀死其中一只。随着第一波冲出去的玩家吃到甜头，后面城中的大量玩家再也坐不住了，纷纷拿起武器冲了出去。如此一来，南门有将近一半的玩家冲了出去，城外哥布林大军与玩家大军很快就混战到了一起。就在这时，哥布林后方又传来一声号角声。呜！此时依然站在城墙上的陆枫几人看到远处哥布林大军后方出现一支骑着黑狼的哥布林骑兵，而且这些骑兵起码有50万以上，他们立即从侧面开始包抄城外的玩家。陆枫也对着靠近的哥布林骑兵使用了洞察术，名称：哥布林精英狼骑兵，等级25，品级精英级野怪，血量8万，蓝量5000，物理攻击650，物理防御350，魔法防御200，技能捕获网、掠夺、被动、哥布林骑术、被动。介绍：哥布林一族的精英狼骑兵具有较强的机动性和侦察能力。看完属性后，陆枫感觉外面的玩家要倒霉。这几十万的哥布林精英狼骑兵属性对于他来说并不算什么，但对于10几级的玩家可是致命的，而且数量还如此之多。同时从哥布林大军的后方又冲出一群拿着巨斧的巨大哥布林，这些家伙一看就属于 BOSS 级别，数量也有好几万只。如此一来，城外的玩家怕是要损失惨重了。城墙上的玩家也看到了哥布林大军的动作，开始在聊天频道通知外面的玩家，可是外面的这2000多万玩家大部分都在战斗中，根本就没时间看聊天频道。最后也只有一小部分玩家退回了城中。此时哥布林大军已经把城外的玩家团团包围，然后由精英哥布林和 BOSS 级的哥布林冲在最前面，开始屠杀这些玩家。好在活动地图被怪物杀死，没有任何惩罚，只不过是被踢出活动地图罢了，所以这些玩家才敢放心冲出城外。阿峰，看来城外的玩家凶多吉少了。陈明开口道。陆枫点点头，在几千万的怪物中想冲出来，简直天方夜谭。除非城内的所有玩家一起出去救他们，但那样的话，到最后死亡的玩家绝对也不在少数。苏荷这时也叹口气道：这些人是想积分想疯了，一个如此大规模的活动，怎么可能这么容易通关？哎。陆枫看了看小花几人道：虽然这些哥布林对普通玩家有威胁，但对我没什么威胁。你们守护好城门，小花给我上 buff， 我去外面刷积分。陈明、阿峰，我觉得我也可以。李东和王涛也点点头。陆枫最后无奈道：那你们8人走，一起刷怪，别太冒进，知道了吗？几人眼中充满斗志，纷纷点头同意。来到城门口后，他自己也加了2个 buff。战斗咆哮，不朽之息开。陆枫对着不远处的哥布林大军微微一笑：我特么来了。说着
他就跑了过去，陈明8人也跟着后面冲了出去。这时南门的其他玩家都很不理解陆枫几人的操作，这外面的哥布林大军明显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收割玩家，这8人还敢往外冲，这是嫌命硬了。陆枫对着附近的一支哥布林战士就使用了野蛮冲锋，负11350，负565232，加311354，这头哥布林瞬间就嘎了。他看着眼前无数的哥布林怪物，嘴角微微一笑，是时候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无双割草了。杀意光环开，负2070乘以99，负565232乘以99，加306343x99。10米内的所有哥布林怪物瞬间倒地，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随后就看到陆枫在哥布林大军中开心地跑了起来，简直就是一个阳光大男孩。此时他跑到哪里，哪里的哥布林大军就成片成片的倒下。作为击杀者可以多获得 30% 的积分，他看到自己的积分面板在飞速的增长，简直就跟坐火箭一般。而小花8人的积分也同样迅速的增长，虽然比陆枫要少一些，但依然涨得很夸张。陆枫看着不停上涨的积分，他就越卖力的跑，这些20到25级的哥布林根本就挡不住他的一次切割伤害。这时南门城墙上的玩家都看得一愣，卧槽，那个一直在跑的玩家是什么情况？他怎么跑到哪里，哪里的哥布林怪物就纷纷倒下？难道这个掉毛开挂了？你眼瞎吗？没看到那家伙脚下有个光环跟着他在移动，肯定是泛型群攻技能。不对吧，群攻技能一般伤害都会比较低，哪怕他能秒杀普通20级哥布林，但是那些精英哥布林和 BOSS 肯定秒杀不了吧？这怎么解释啊？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家伙用了禁咒类的卷轴？你们是真傻逼！你们看看现在积分排行第1的人是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随后他们都打开了活动积分排行榜。第82章守护女神像中，守护女神像活动积分前10排名。第1名冲锋小战士562128，第2名法可游412001，第3名建设长空410213，第4名刺菊狂魔408248，第5名小荷财路尖尖角395623，第6名可爱小露露394459，第7名倩影随风394164，第8名挪是因为你394028，第9名花落为谁开393569，第10名落叶归根11260。卧槽，这前9名都特么开挂了吧？落叶大神才1万出头的积分，这9个人就已经几10万积分了。现在知道那个在哥布林大军中奔跑的男人是谁了吧？牛逼，我是彻底服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而在城外奔跑的陆枫还在不停地冲向更多哥布林怪物群中，哥布林也被他的这操作给弄懵了。5分钟过去，陆枫彻底跑没蓝了，他的杀意光环也被迫关闭了。哎，看来现在的回蓝速度跟不上每秒100点的蓝量消耗速度啊！他开始吐槽起自己的回蓝速度了。要是别的法系玩家听到，非一巴掌呼死他。你一个战士要毛的回蓝速度，正面刚不就行了吗？不过这5分钟时间，哥布林大军已经被他跑死了一大半。他看了看自己的积分，已经突破300万了，还不错，剩下的就交给其他玩家吧。先回去找小花他们，问他们要点蓝药。战场上的玩家看着陆枫又跑了回去，他们已经看麻木了。不过要不是陆枫跑过去救他们，他们肯定已经凉了。这些玩家对陆枫是又爱又恨啊。这掉毛虽然救我们不假，但现在只剩下几百万只哥布林了，这还能打到多少积分？而南门城中的玩家这时也反应过来，兄弟，都跟我出去抢怪打，不然都被冲锋大神杀光了，我们连汤都喝不到了。操！我他妈才反应过来，前面的兄弟留点哥布林啊，别让哥第一波结束还是0积分啊！3000多万的玩家蜂拥的冲出城，再加上城外2000多万的玩家，很快就把剩下的几百万哥布林给平分了。擦！我他妈就分了20多积分，这第一波算是日了狗。你好意思说我现在还是0积分呢？刚才哪个狗日的把老子撞倒了，我就慢了几步，就连汤都喝不到了。强烈建议把冲锋大神踢出活动地图，严禁这种玩家参加活动。对对对，我支持我支持。现场玩家的讨论立即转变成围攻陆枫，看来是有人在里面挑事。这时烟雨楼工会会长小桥流水说道，这南门第一波若没冲锋大神，你们有多少人要死在这里？难道你们自己不知道吗？而且这次的活动要是失败，可是会惩罚我们所有人，你们能接受吗？小桥流水的一番话点醒了所有人，他说的没错，确实是这个道理。看似陆枫抢了他们积分，但若不是陆枫在，现在怕是已经死了上千万玩家了。
而且这还是第一波活动怪物，后面有多恐怖他们还不知道。刚才哪个掉毛说要踢冲锋大神的？你们说话下次动动脑子，别瞎鸡巴乱喷。就是自己几斤几两还不知道，就知道在那狗吠。南门虽然危机已经解除，但其他3门却有大量的玩家被哥布林大军杀死了。陆枫看了下活动地图玩家在线人数，这时从最初的 2.2 亿玩家已经降低到了 1.8 亿玩家了。其他3门的玩家现在已经开始读者城门进行防守起来。陆枫也没打算去其他门帮忙，因为这第一波肯定能防守过去。10几分钟后，系统传来提示声，叮！区域通告，第一波活动怪物已全部消灭。10秒后，第二波活动怪物将抵达本地图，请各位玩家做好防守。叮！区域通告，第一波活动怪物已全部消灭。10秒后，第二波活动怪物将抵达本地图，请各位玩家做好防守。很快，城外就聚集了大量的地精怪物，而且这些地精中还有一些开着大型机器人的存在。这时已经没人敢轻易出城迎击了，都站在城里等待着。陆枫也从小花几人那里拿了一些蓝药水，这下他可以一边跑一边喝蓝药，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多跑一会了。随即他对着几人点点头，又再次冲了出去。南门的玩家一脸黑线的看着他一个人跑了出去，但也没人敢阻拦。这种级别的大神，谁敢招惹？陆枫查看了一下这些地精的数据，都是一些25级的怪物，对他没什么威胁。一个字，跑起来！就在他跑了1分钟左右，城里的一名玩家突然大声道：“你们难道要看冲锋大神一个人把怪物刷完吗？老子受不了了，冲啊！”他的话点燃了城内的玩家，然后他们又再次纷纷冲了出去。杀呀！前面的傻逼别挡老子视线啊！卧槽，谁他妈绊我一脚？操！这时南门的玩家和其他门的玩家完全就是两种状态，其他3个城门的玩家都是拒守不出，一点点消耗的金大军，而南门却爆发了几千万人在一起抢怪的场景。冲锋大神，您跑慢点，我们都没怪杀了。大神，我求您了，就留点汤给我们吧。我上有老下有小，玩个游戏不容易啊。陆枫回头看了一眼，把他都吓一跳。我擦，你们这群掉毛追我这么紧干嘛？去其他方向刷你们的怪，别来追我。陆枫吐槽道：“大神，你这积分已经甩我们几条银河系了，求求您手下留情啊！”是啊是啊，您老先回去休息休息吧，这里的怪交给我们吧。陆枫嘴角微微一笑道：“你们就不会动动脑子？这南门没怪刷，难道不会去其他门？”他的话也提醒了一些玩家，很快有一部分玩家前往了其他3座城门。第83章守护女神像下。随着南门的部分玩家转移到其他3处城门，现在南门只剩下2500多万的玩家。现在南门的怪物已经被杀完了，其他3门的地精大军还有1半以上的数量。20多分钟后，这第二波活动怪物全部被消灭。叮！区域通告，第二波活动怪物已全部消灭。10秒后，第3波活动怪物将抵达本地图，请各位玩家做好防守。叮！区域通告，第二波活动怪物已全部消灭。10秒后，第3波活动怪物将抵达本地图，请各位玩家做好防守。这波怪物依然是25级的野怪，不过里面的精英怪和 BOSS 更多了一些。随着时间推移，很快来到了第7波。陆枫看来，一下活动地图的在线的玩家，现在只剩下1亿出头的玩家了。看着眼前第7波活动怪物是巨魔一族，他心里开始担心其他3处城门。这巨魔正是30到35级的野怪，而且皮糙肉厚不好杀。现在的玩家大部分都10几级，对上这种级别的怪物肯定不好打。陆枫对着身边几人道：“一会我们杀完南门的怪物，去其他门看看情况。”几人点头同意。陆枫的话，他们几人还是非常信任的。李东这时开口道：“要是我预估不错的话，第10波8成是40级以上的活动怪物，而且里面的精英怪和 BOSS 肯定不在少数。这个级别的怪物对我们来说都是压力很大，阿峰除外。”唐倩平淡的开口道：“我们9人现在的积分基本无人能超过了，现在我们更应该保证这个活动顺利完成，所以其他3处城门我们也要去帮忙。”几人研究好战术后，陆枫又再次冲向怪物群中。10分钟不到，他就把这南门的所有巨魔大军给跑死了。他来到陈明几人身边道：“走，该去其他城门帮忙了。”随后几人开始前往西门。此时的西门正在艰难的防守着，每时每刻都有玩家死亡。一些玩家开始疯狂吐槽：“这狗币游戏系统刷几千万30多级的巨魔大军，让我们10几级的玩家打，太他妈看得起我们了吧？就是这才第7波，那第10波是不是要刷40级的怪物？这哪是活动，这是噩梦！”活动地图的玩家数量在急速减少，这还是南门被提前解决的情况。陆枫小队来到西门后，直接开刷，而他也再次跑了起来，一边跑还一边朝着不远处的玩家挥手道：“朋友们，
我来帮你们了。一些城墙上的玩家看到陆枫的小队后，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特别是那些从南门迁移到这边的玩家，他们看到陆枫既高兴又郁闷。10分钟不到，这里的所有巨魔大军再次被清理一空，陆枫小队继续朝着北门而去。这时的北门还有1/3的巨魔大军，由于陆枫小队的加入，几分钟后这处城门的巨魔大军再次被消灭。至于东门，陆枫他们就没去了，而是再次回到了南门。他们用这种支援战术成功通关了第8波和第9波的活动怪物。叮！区域通告：第9波活动怪物已全部消灭。10秒后，第10波活动怪物将抵达本地图。此波怪物均为 BOSS 级活动怪物，十分强大，请各位玩家做好防守。叮！区域通告：第9波活动怪物已全部消灭。10秒后，第10波活动怪物将抵达本地图。此波怪物均为 BOSS 级活动怪物，十分强大，请各位玩家做好防守。看到系统提示，玩家们都是一惊。我擦，竟然全是 BOSS 级怪物，这难度一下就上来了啊！不知道会来多少只 BOSS。再看现在活动地图的玩家数量已经只剩下4700多万人，这些玩家还分了4个城门防守，这难度就更大了。此时陆枫走到南门城门处，对着其他玩家说道：南门交给我们小队，你们去其他城门防守吧。现在的南门还有500多万的玩家，他们听到陆枫的话，先是一惊，然后觉得有些道理，就没多言，纷纷不约而同的前往其他城门。这种战区大型任务肯定要先完成活动，那样对整个战区都是好事。至于个人的利益，大家还是知道孰轻孰重的。很快，大量的40级黄金级 BOSS 出现在陆枫的视野里，这些 BOSS 基本都是野兽类，看其数量应该有10万只。而在这群 BOSS 的后方，还有一小群更高级的 BOSS， 这一小群是40级的白金级 BOSS， 大概也有1万只。你们依托城墙防守，小花给我加 buff， 你们防守住城门就行。我去了。说完，他就冲向 BOSS 群中。这些 BOSS 基本都有1000万左右的血量，后面那些白金级 BOSS 都是1200万以上的血量，用跑的已经不是那么容易杀了，所以他准备拦住这些 BOSS， 配合自己的其他群攻技能击杀他们。不过这时其他3处城门的玩家都一脸绝望，这种40级的黄金白金 BOSS 群，杀他们这些10几20级的玩家简直不要太轻松。看来这个任务并不是那么容易通关的，肯定是要玩家依托地形加上完美配合才能通关。而大部分玩家一开始哪里想到这点，都莽上去送了性命。现在玩家数量不够了，再想解决这第10波 BOSS， 基本上是必死之局。这3处城门的玩家还在等待 BOSS 群的进攻时，南门已经开始杀疯了。几万只 BOSS 围着陆枫在攻击，还有少量的 BOSS 冲向城门，但都被陈明几人挡在了城门口。他们8人中的所有近战职业堵在前面，让 BOSS 进不来。后面站着小花和陈明这种远程法师和牧师在不断输出奶队友。小花还是很给力的，他一人奶一队轻松松，这些40级的 BOSS 对小花来说并不是很难。而小花的4个闺蜜压力山大，她们也才刚刚20级，要不是小花的 buff 和奶粮厉害，她们已经挂几次了。此时王涛一脸黑线，因为他是刺客近战职业，又是34级，并且穿着一身30级的白金装备，所以他变成了最前方的坦克。王涛，我是真的服了，怎么就手贱选了近战职业，我都快被揍冒烟了。擦！陈明，你小子还抱怨呢，要不是阿峰在前面吸引大量的 BOSS， 现在你已经上西天了。李东，顶住，只要阿峰解决掉那边的 BOSS， 就会过来帮我们的，我们只要拖住就行。第84章，女神像被攻击。就在这时，系统传来提示声，叮！区域通告：女神像正在遭受怪物攻击，目前血量还剩 99%， 请玩家尽快消灭活动怪物。叮！区域通告：女神像正在遭受怪物攻击，目前血量还剩 99%， 请玩家尽快消灭活动怪物。陈明，卧槽，哪边城门把 BOSS 放进来的？你们上千万的人都是吃干饭的，这几只漏掉的 BOSS 是北门跑进来的。其实这不能怪玩家漏怪，在这种等级的 BOSS 面前，现阶段的玩家根本顶不住，那些防站上去也就2-3秒就被 BOSS 们给秒了。至于那些脆皮职业 BOSS 2下一个，简直就是屠杀。而东西两门的玩家稍微多一些，他们比较聪明，用战士堵住了城门，不让 BOSS 进来。但就算如此，城墙上和城门处的玩家都在不停的死亡，因为这些 BOSS 里有远程，他们可以攻击到城墙上的玩家。南门陈明几人为什么压力这么小，就是因为这处的远程 BOSS 都被陆枫吸引住了，所以他们才能顶得住。陆枫眼看女神像被打，他也开始着急了，得加快消灭这里的 BOSS 了。圆月斩、战斗践踏、旋风斩，凭借这些群攻技能无法短时间清理眼前的 BOSS， 而暗黑天眼持续时间只有180秒，肯定也无法解决整个地图的 BOSS。 现在该怎么办？对了，我还有6点职业技能点，
技能树的第一层还有2个技能没学习，看看有没有适合的群攻技能。随后他喝了一瓶蓝药，保持自己的蓝量情况下，点开了职业技能进行查看。技能树第一层共有6个技能，现在左边的3个技能已经全部被他点亮了，右边也有1个技能被他点亮。随后他将意识移到第5个技能上，这个技能叫不朽波动斩，技能名称不朽波动斩。物品品级成长型技能，学习等级20级，学习要求不朽战士专属技能。技能介绍：消耗1000点蓝量，瞬间凝聚一道巨大的波动剑光，攻击前方20乘以5米内的所有敌方单位，并造成3段攻击伤害，每段伤害为自身物理攻击的 60%， 可强化3次，每次强化增加 10% 的多段攻击伤害和 10% 的攻击范围 ，CD 10秒。这个技能也是非常吊的存在，可以攻击前方20米范围内的敌人，属于大范围攻击手段的。可惜还是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再继续查看第6个技能，技能名称不朽无双波，物品品级成长型技能，学习等级20级，学习要求不朽战士专属技能。技能介绍：消耗3000点蓝量，立即吸附自身50米范围内的所有敌方单位，对吸附而来的敌方单位造成一次自身 30% 的物理伤害，被吸附的敌方单位仇恨暴涨，可强化3次，每次强化增加 10% 的伤害和 10% 的吸附范围 ，CD 30秒。擦，这是个稀怪的技能，不是那种牛逼的群攻技能。不管了，先把这2个技能学会再说。叮！恭喜你学会了技能不朽波动斩，消耗1枚技能点。叮！恭喜你学会了技能不朽无双波，消耗1枚技能点。看着还有3点职业技能点，陆枫全部把它强化在了不朽无双波上。如此一来，他的吸附范围就达到了方圆65米。随后他直接对着眼前的怪释放了不朽无双波，那些原本的远程攻击 BOSS 全部被他吸了过来。看着面前几万头 BOSS 被他拉扯到自己的正前方，他也是一愣。卧槽，这技能原来这么屌！这一下他就不怕远程 BOSS 了，可以直接吸过来一起刷。那就让你们试试哥的这一招不朽波动斩。一股强烈的光能附着到他的武器上，随后他由上往下一刀劈了出去。这时一道10米高5米宽的剑光从他的命运之刃中冲了出去，正前方还在互相拥挤的 BOSS 瞬间被这粗大的剑光笼罩，然后毫无阻挡地斩了20米远。这些被剑光斩中的 BOSS 纷纷掉了一截血条，而且还有很多 BOSS 被直接斩死。他紧接着对里面的一只 BOSS 释放了野蛮冲锋加战斗践踏，都给哥倒下吧！陆枫大叫一声，旋风斩，刷刷刷，砰砰砰，这几万只 BOSS 被他瞬间秒光了。看着全部倒下的 BOSS， 他现在才知道这几个技能该如何组合释放。先用不朽无双波把怪物吸到身前，然后释放不朽波动斩。正常来说，普通 BOSS 已经 game over 了。若还有不死的，野蛮冲锋加旋风斩，再配合自己的杀意光环，就算来再多的怪也给你秒完。此时陈明那边还有几千只 BOSS 没杀完，他也不耽误时间，奔着城门处就冲了过去。随即他对着这群 BOSS 释放了不朽波动斩，被斩中的 BOSS 瞬间仇恨都转移到他的身上，他一个野蛮冲锋撞向最里面的一个 BOSS。后面的画面就是陆枫单方面表演了。李东疑惑地看着陆枫道：阿峰，我怎么感觉你又变强了？陆枫微微一笑道：刚把剩下的技能点用了，所以加强了一些。几分钟后，南门所有的 BOSS 被他们小队清理完了，他们也开始朝着中间的女神像跑去。叮！区域通告：女神像正在遭受怪物攻击，目前血量还剩 80%， 请玩家尽快消灭活动怪物。叮！区域通告：女神像正在遭受怪物攻击，目前血量还剩 80%， 请玩家尽快消灭活动怪物。第85章，这玩的还是一个游戏吗？李东，阿峰，我们要快点了，女神像血掉的太厉害了。现在东西北3处城门全部都漏了 BOSS 进来，这些 BOSS 全都在攻击女神像。不一会，陆枫几人赶到中心女神像位置，看到有几百只 BOSS 正在攻击着神像。你们照顾好自己，别死了，我去拉开这些 BOSS。陆枫道：野蛮冲锋，不朽波动斩。眼前的几百只 BOSS 不是被他斩到，就是被他的杀意光环伤害到了，全部调转仇恨，开始攻击他。看到 BOSS 群围了上来，他直接又是一个旋风斩，现场的几百只 BOSS 当场毙命。李东几人都看得一愣，他们知道陆枫强，但这也强得有些离谱了。1000多万血的 BOSS 还是几百头，就这么被你瞬间秒了？这特么还是41级的战士，说是战神都不为过吧？就在他们惊讶时，陆枫走过来道：我们就在这里守着神像，怪物攻破那3处城门，肯定都会来攻击这里的，我们守株待兔就好。陈明说的有道理，不过今天这风头都被你一个人出了，
我都没发挥的空间。王涛，你想发挥？可以，一会分你100只 boss， 你慢慢发挥。陈明立即就怂了，然后尴尬的轻轻咳了几声道：哎，谁让我们都是好兄弟呢？这点风头就让阿峰出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3处城门的方向陆陆续续漏掉的 boss 越来越多，这些还在坚守的玩家却迟迟没听到系统播报女神像再次掉血的提示，他们感到十分奇怪。北门的雷霆工会会长雷霆风暴对着身边的一名刺客说道：你立即去女神像那边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名刺客也达到了20级，直接进入隐身状态，奔着中心区域就跑了过去。不一会，他把女神像这边的情况汇报给了雷霆风暴。雷霆风暴，你说什么？冲锋大神的队伍在单独守护女神像，而且冲锋大神可以随意击杀这些 boss。 这名刺客玩家叫刀口舔血，他这时还隐身看着陆枫几人，随即他拍摄了一个短视频发给了雷霆风暴。看完视频后，雷霆风暴直接对着工会所有人下令道：所有雷霆工会的成员跟我回守女神像，快！北门这时候几十万名雷霆工会的人都朝着中心区域冲去，剩余的几百万名玩家也不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但还是跟着大工会的脚步开始全部撤往中心区域。如此一来，北门彻底放弃防御， BOSS 如潮水般冲了进来。而此时西门也彻底失守，所有前排职业都死光了，剩下的远程职业也开始纷纷往中心区域跑，唯一还在坚挺的就是东门了。陆枫几人看着黑压压的玩家跑了过来，难道这两门的 BOSS 都被清光了？雷霆风暴直接跑到陆枫面前，大口喘气道：冲锋大神，北门的 BOSS 马上就要冲上来了，这下就靠你了，我们实在顶不住了。陆枫，好家伙，这帮玩家是直接放弃防守跑过来的。西门的玩家开始诉说着西门已经失守，他们是逃回来的，大群 BOSS 马上就要冲上来了。陆枫对着雷霆风暴说道：你安排玩家合理防守女神像4周，别让 BOSS 摸到神像，其他的交给我。雷霆风暴嘴角微微一笑道：等的就是大神这句话呢。听说大神又打到2枚剑帮令，张会长安排在今晚8点进行公开拍卖，你可要多多照顾我呀。这都好说，大家先把这个活动通关再说。雷霆风暴得到陆枫的回答后，眼神一亮，立即开始安排人员防守神像周围。这时后面的大群 BOSS 也纷纷冲了上来，玩家看到恐怖的 BOSS 群都有些害怕。雷霆风暴这时大声喊道：都特么怂个卵子，这就是个活动地图，死了又不会少根毛，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挡住这群 BOSS。 很多散人玩家这时也变得凶狠起来。是啊，反正死了也没什么损失，怕个蛋蛋。陆枫对着身边几人道：你们守护好神像，我去先干翻一路 BOSS 再说。说完他就冲向西门，而小花此时又给他续上了3个 buff， 果然是御用奶妈， buff 的 CD 时间都算得好好的。看着西门狂冲而来的 BOSS 群，他眼神一正，对着中间的一头 BOSS 就用了野蛮冲锋、圆月斩、战斗践踏、连击斩、不朽波动斩。眼看 BOSS 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时，一股巨大的吸力从里面传了出来。西门这边的大部分 BOSS 被陆枫一个不朽无双波给吸了过去，野蛮冲锋加旋风斩，被吸过去的几万只 BOSS 被他一套连招给秒了。西门这时已经就剩下几百只单溜的 BOSS 了，就算如此，他也没放过这些遗漏的 BOSS。他只是走到 BOSS 身边，用杀意光环触发伤害和仇恨，就能成功吸引 BOSS。他在西门的通道处跑了一会，就把遗漏的几百只 BOSS 全部拖在身后了。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杀掉这些 BOSS， 而是再次奔向北门方向。野蛮冲锋，他对着北门的 BOSS 群中就冲了上去。26、27、28、29、30 CD 好了，给哥的过来吧。不朽无双波，刷刷刷！原本还在击杀玩家的北门 BOSS 都被一股巨大力量吸了过去。不朽波动斩、战斗践踏、旋风斩，现场的 BOSS 被他再次秒掉了几万只。这时其他玩家都看傻了，卧槽，这玩的还是战士吗？不是说法师才是群攻天王吗？难道是幻觉？另一名散人玩家也惊讶地说道：这已经不是职业问题了，这特么玩的都不是一个游戏。我们累死累活打不死一只 BOSS， 他到好几秒钟秒掉几万只 BOSS。 草啊，这比开挂都猛啊，哥是真服了。网游玩了10几年，第一次新服人也服。第86章活动结束。陆枫现在的活动积分已经高达9000多万，这第10波若手过去，绝对能突破1亿积分。小花8人也跟着沾光了，特别是她的4个闺蜜，完全可以靠这波活动积分起飞。很快北门和西门的 BOSS 都被陆枫清理干净了。雷霆风暴大步走向陆枫，微笑道：大神，现在就剩东门了，那里好像防守的还行啊，到现在一只 BOSS 没漏进来。
陆枫也点点头，这东门防守的确实不错，看来是有高人在指挥。那就让我们去帮帮他们吧，再怎么说也是一个战区的玩家。陆枫道。雷霆风暴耸耸肩道：兄弟们，跟着大神去东门吃肉，走起！身边的几百万人都纷纷响应起来，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东子，你们8人还是留在这里，预防意外情况。陆枫对着李东几人嘱咐道，他们几人也点点头。现在他们8人每个人的积分都有几千万，也不在乎那一门的积分了。很快，陆枫和几百万玩家来到东门，这时他们才知道为什么东门没漏怪了，因为这里的玩家用杂物把城门堵实了，同时还有一群玩家一直顶着杂物，不让 BOSS 冲过来。城墙上有一名中年男人在不停地指挥着众人攻击。咦，这人陆枫没见过，他转头问向雷霆风暴：风暴兄，那个在指挥的中年人是谁？雷霆风暴眉头皱了皱眉道：这是一股神秘势力的首领，并不是第一批进入神域的玩家，而是后面进来的。他们这个神秘势力的玩家众多，而且组织性和纪律性特别强，根据我们的调查，8成是华夏部队的人。果然有大将之风，能在这种情况下临危不乱，指挥数以千万的玩家成功阻挡第10波 BOSS 群。雷霆风暴的猜测应该是真的，也只有军方部队之人才有这种能力和气势。陆枫淡淡一笑：那我们也帮帮他们，尽快完成活动吧。雷霆风暴，好。此时这名中年人也注意到陆枫他们这群玩家，他的眼中露出疑惑的神情。难道其他3处城门已经守护结束了？怎么突然都跑到东门这边了？这时一名刺客玩家出现在中年男人的身旁道：报告，另外3处城门的 BOSS 已经全部被击杀，这群玩家正是其他3处城门的防守者。哦，我华夏果然卧虎藏龙，真令我没想到，不过这样才有趣。来到城墙上的陆枫看到下面还有2万多只 BOSS， 他看了下城墙的高度，应该摔不死吧？这要跳下去摔死了，那特么尴尬了。说完他就跳了下去。-18000，哎呀，我擦，腿摔得疼死了。不朽无双波，都给哥哥来吧！野蛮冲锋加旋风斩，城外的所有 BOSS 都被他吸了过去。随后这些 BOSS 一个个倒了下去，看着一大片一大片的 BOSS 倒下，城墙上的玩家被陆枫的操作给吓到了。中年男人也是微微一愣，这家伙找死不成？不对，我勒个去，他竟然把2万多只 BOSS 给秒了！就连一向稳重如山的中年男人都被惊讶到了，这特么还是玩家？这是超人！一定要第一时间查到此人是谁，并且要保护好他，这是中年男人此时心中第一想法。叮！全服通告，第10波活动怪物已全部消灭，恭喜华夏战区守护女神像大型活动成功守护。30秒后，所有活动地图的玩家将传回绑定的主城，积分排名前10的玩家将在30分钟后公布奖励内容，其他获得积分的玩家可在活动页面兑换相应奖励，活动兑换页面持续60分钟。恭喜华夏战区所有玩家获得经验加成 50% buff， 持续12个小时。叮！全服通告，第10波活动怪物已全部消灭，恭喜华夏战区守护女神像大型活动成功守护。耶！我们成功了，我们赢了！活动地图的上千万玩家和地图外的玩家都狂呼起来。活动地图的玩家很多都累得坐到了地上，有些人开心的流下了眼泪。30秒后，活动地图的所有玩家都被白光包裹，刷刷刷，所有玩家都被传回自己的主城之中。陆枫在传回主城的时候，他好像看到了女神像，对他露出肯定的微笑。我这是玩游戏玩出幻觉了，一个破神像还能有表情？然后他在队伍频道里发了句：我先下线去吃饭了，一会再上，你们先玩。这时已经是下午17点20分了，也是时候做晚饭了。他来到厨房洗把脸，清醒，看来玩游戏不能玩太长时间啊。就在他想拿毛巾擦脸的时候，毛巾竟然直接飞到他的手里了。他一边擦脸一边还没感觉出哪里不对劲，等他擦好了才反应过来。咦，我记得我只是一招手，毛巾就到我手里了。看着手中的毛巾，他露出一脸疑惑，这是自己记错了，还是毛巾真飞到自己手里了？要不再试验下看看。随后他把毛巾放到桌子上，他站在桌子2米的位置，抬手对着毛巾一招，毛巾唰的飞得过来。这感觉怎么这么像不朽无双波？然后他饭也不着急做了，直接找到一根木棒，来到院子里开始凝聚剑光，然后对着天空就劈了出去。砰！唰！第一声是木棍炸裂开的声音，第二声是巨大剑光冲天而去的声音。他一脸呆呆地看着手中炸裂的木棒，这是木棒承受不住自己体内的能量而爆裂的。我擦，哥们这下还不起飞了？哈哈！第87章丰厚的活动奖励。他站在院子里傻笑起来。这时小慧刚好回来，看着陆枫站在院子里傻笑，
他无语的开口道：“老哥，你中邪了。”一个人那里傻笑什么？听到小慧的话，陆枫挠挠头笑道：“小妹，哥要送你个礼物。”小慧，然后小慧走上来摸了摸他的额头，一脸疑惑道：“也没发烧啊，怎么在这里说胡话？”“嗨嗨，真的，我决定了，我要送你一个神域游戏舱。”他已经证实游戏里的能力能带到现实中来，这样的话肯定要把小妹也带上。老哥，神域我是知道的，今年最火的全新网游，我们班也有一些同学在玩。不过那个游戏舱可是价值20万，你买得起？切，不就20万吗？哥现在有钱，你看等着验收礼物吧。哈哈。对了，我先做饭。10几分钟他就把饭菜做好了，3菜1汤。兄妹俩吃完，陆枫就急匆匆的再次登录游戏。叮，欢迎再次来到神域世界，祝您游戏愉快。他这时站在天空城广场上，看着眼前大量的玩家，这神域现在越来越火了呀。先看看积分兑换页面，守护女神像积分兑换界面。装备类从青铜级到钻石级，等级50级以内只能兑换本职业装备。宠物类从青铜级到钻石级，坐骑类从青铜级到钻石级，技能类从青铜级到钻石级，只能兑换本职业技能。消耗类包含药剂、果实、一次性卷轴等。特殊道具类包含宝石、技能升级卷、杂物等。这比上次的亡灵工程兑换奖励要好一些，而且品类更丰富了。陆枫看了下自己的积分，竟然有1亿1200万，是时候消费一波了。首先派出宠物和坐骑，这2个对他没多大用处，哪怕是钻石级的也没有用处。装备的话，他现在全身最低都是白金，而且已经是40级的了，要换也是换钻石级的。技能的话，普通技能他已经看不上，除非是这种杀意光环类型的。最后就是消耗类和特殊道具是他重点关注的地方。咦，东子竟然把小花的4个闺蜜都收进会了。陆枫查看了夏宫会日志道，也好，这样省得自己去收了。我擦，这50级的钻石级装备竟然要这么多积分，一件要1000万积分。哎，换吧换吧。随即他换了一身防具和一套首饰，11件装备花了1亿1000万积分。至于盾牌和武器他暂时没打算换，而且还是2组套装，防具一组，首饰一组。防具是龙王套装，首饰是屠魔套，穿不上先放包里再说。还有200万积分，他换了5颗体质宝石和5颗精神宝石，如此就刚好花光他的积分。普通人肯定连1件都买不起啊，幸好哥刷的积分多。还有陈明他们也能换不少好东西。就在他准备仔细查看装备属性时，系统出现一道提示：叮，全服通告，华夏战区守护女神像大型活动积分排行榜第10名，落叶归根，奖励传说级宠物蛋1枚。30秒后发布第9名奖励。叮，全服通告，华夏战区守护女神像大型活动积分排行榜第10名，落叶归根，奖励传说级宠物蛋1枚。30秒后发布第9名奖励。官方论坛瞬间炸开了。云水间，卧槽卧槽，第10名都奖励传说级宠物了，那前3名还不奖励神器了？一件就让你怀孕，羡慕的流下了泪水。百思不得其解，你流的是哈喇子吧？花无缺，真希望我也是冲锋大神的腿毛啊！这积分前9名都是冲锋大神的人啊！羡慕嫉妒啊！叮，全服通告，华夏战区守护女神像大型活动积分排行榜第9名，花落为谁开，奖励传说级做奇蛋1枚。30秒后发布第8名奖励。很快积分排名前7人的奖励都发放了，全部都是传说级道具。叮，全服通告，华夏战区守护女神像大型活动积分排行榜第3名，建设长空，奖励50级史诗职业装备礼盒1个。30秒后发布第2名奖励。长刀踏歌行，建设长空，兄弟，你的这个史诗装备我要了，条件你随意开。傲天穹，长空兄弟，我和冲锋大神也是好朋友，这件史诗装备我愿意出重金买下。这是全服第1件史诗级装备，所有人都想要，但他们却联系不到建设长空，也就是李东。他现在正在城外练级呢，哪有时间关注好友申请。叮，全服通告，华夏战区守护女神像大型活动积分排行榜第2名，法可游，奖励史诗级职业技能1本。30秒后发布第1名奖励。要说装备，还有人愿意拿出来交易，但本职业的技能基本上没人愿意拿出来卖的，特别是这种史诗级的技能。王涛、阿明，卧槽，你发达了！陈明一脸嘚瑟道：一般一般，世界第2而已。哈哈，李东，快打开看看是什么技能。李东的50级史诗职业装备礼盒，他开出的是50级史诗弓箭，属性逆天的武器。陈明，天灵灵地灵灵，
千万给哥开个好技能啊！我开。李东和王涛看着陈明一脸呆滞的模样，急着问道：开出什么技能了？快说啊！陈明，我开出的竟然是法式禁咒！哈哈，你特么小鸡毛，快发出来看看是什么技能！陈明一脸豪气的把技能发给了两人。物品名称：湮灭黑洞。物品品级：史诗级、禁咒级别。学习等级：50级。物品类型：法师职业技能。技能介绍：远古空间传奇大法师艾尔龙所创造的禁咒级法术湮灭黑洞，消耗5000点蓝粮，释放出一个巨大的圆形黑洞，对周边100米范围内所有敌方单位造成吸引控制效果，并每秒持续造成自身魔法攻击100%的伤害，持续10秒 ，CD 120分钟。王涛和李东算是看出来了，这陈明是无敌幸运星啊！来，神域是干什么都幸运值爆棚。王涛，草，我就获得一个传说级装备，老天爷我不服啊！李东，下面就看陆枫的奖励了。第88章，神话级可成长型盾牌。叮！全服通告：华夏战区守护女神像大型活动积分排行榜第1名，冲锋小战士奖励神话级职业装备1个。所有奖励已发放完毕，请获得活动积分的玩家尽快兑换活动奖励。整个华夏战区的玩家全部炸裂了！卧槽！系统竟然直接奖励了神话级装备，这是逆天玩家加逆天装备，双逆天！陆枫没理会其他玩家的疯狂，开始直接查看系统奖励的装备，竟然是一个盾牌。先看看属性。物品名称：荣耀热血战盾。佩戴等级5等级。佩戴要求：盾防战士。装备品级：神话级。物理防御加 50x 自身等级。魔法防御加 40x 自身等级。力量加 5x 自身等级。体质加 5x 自身等级。敏捷加 5x 自身等级。精神加 5x 自身等级。伤害减免正 30%。异常抗性正 30%。双防加成正 20%。血量加成正 20%。攻击格挡正 50%， 格挡成功减少 90% 的伤害。无视暴击，被动，装备此盾牌后，敌人的暴击将无法作用于你。全身防御，被动，装备此盾牌后，全身无死角，享受攻击格挡。特殊属性介绍：由宇宙自然孕育的盾牌，具有无尽的防御力量。陆枫看完这个盾牌属性后，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这难道是成长型装备？而且这盾牌的其他加成属性不仅全面，而且还高得吓人。再看盾牌的2个技能，完全匹配防战职业啊！真就逆天属性。最重要的是没有佩戴等级要求，他直接就换上了这个盾牌。这时他的物理防御直接突破了1万，魔法防御也有6000多，并且伤害减免和异常抗性都突破了100%。这意味着他已经正式获得免疫控制的能力，而且只要别人没有无视伤害减免的能力，打他都是不掉血。反正他到现在还没看到无视伤害减免的装备和 BOSS， 可能是自己的等级还不够，无法接触到那种变态属性。这时李东几人在工会频道给他发来信息：箭射长空，恭喜了阿峰，这下全服第1件神话级装备被你获得了。哈哈，花落为谁开？峰哥无敌，峰哥最棒了，法可游牛逼，这下是小母牛坐火箭，牛逼到天上了。冲锋小战士，嗨嗨，你们也把积分兑换了，现在你们已经也是现阶段无敌的存在，还是快去练级吧。次局狂魔我们已经兑换完了，现在正组在一起，准备去攻略之前的那个钻石 BOSS， 有小花大佬在，我们应该很随意就可以消灭的。箭射长空，我建议我们8人一起组队练级，让阿峰单独练级，如此一来就可以保证他的等级名列前茅，并且我们以后的装备也不用担心了，你们觉得的？李东的话让小花几人意识到他们其实是陆枫的拖油瓶，不过就现阶段而言，他们8人也是最顶级的存在，99%的问题他们都可以自己解决，实在解决不掉再找陆枫。可爱小露露，虽然我很想和冲锋大神一起组队玩，可是副会长的话很有道理，我支持。倩影随风，复议。法可游必须无条件支持。最后他们都看向小花，要说几人谁和陆枫游戏玩的时间最长，还是得是小花。花落为谁开？东哥说的有道理，我同意东哥的建议。陆枫本人一句话还没说，他们就把事情决定了。卧槽，我这个工会会长都没有话语权，哎。冲锋小战士，行吧，那你们有什么困难记得叫我。法可游，阿峰，你就安心练级，我的实力你还担心什么？肯定能带大家一起飞。冲锋小战士，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你别带着大家飞到垃圾堆就行。法可游，嗨嗨，那啥，我们先攻略 BOSS 了，不聊了。陆枫对这3个发小还是知根知底的，也就陈明不靠谱，
其他几人应该没什么问题。有着这波大量的积分垫底，还有小花的辅助，他们8人肯定会成为一方大神的。自己现在也可以好好练级做任务了。随后他又从背后拿出这个盾牌，欣赏了一会。这盾牌外形是真好看，宇宙自然孕育的外形，果然审美都是巨拉风的，牛逼！赞美宇宙。对了，今晚8点还有一场拍卖会，要拍卖他的2枚剑邦令。他立即联系李哥，冲锋小战士，李哥，这次卖的2枚剑邦令记得卖游戏币，起步10万金币。还有跟张会长说下，其中1枚记得照顾下雷霆风暴工会。虎虎生威，知道了大神。恭喜你啊，神域第1件神话级装备让您获得了。随后李哥和他客套了一会，又聊了一下拍卖细节。那么接下来准备干嘛呢？是练级、做任务，还是去闯诸神之塔？现在闯塔没什么必要，也就获得一些自由属性点罢了。至于练级和做任务，倒是可以一起来。那就去2级主城兰德主城先交任务，再找怪练级。随即他唤出圣光雄狮，奔着兰德主城而去。这2级主城只有4个，分别是兰德主城、寒冰主城、绿洲主城和烈焰主城。30分钟后，当他骑着坐骑即将进入兰德主城领地时，一道系统提示出现：叮！您现在已进入兰德主城领地埃尔罗迪森林，此区域需达到40级才可进入。看到提示，他才明白原来2级主城要满40级才可以进入，幸好自己41级了。又过了20来分钟，他终于看到前方屹立着巨大的城池。终于到兰德主城了。第89章，奇怪的兰德主城城主。陆枫进入兰德主城后，先去了杂货店买了几张兰德主城回城券，然后使用工会回城术把包里的一些不用的装备和材料都扔进了工会仓库，又再使用兰德主城回城卷回到了城里，这样他的背包就留了一套50级的钻石级装备和一些自己用的东西。很快他来到了城主府门前，出示了帝国子爵勋章后，向卫兵说明了侍奉天空城城主大人之命送信给此城城主。不一会，他跟着卫兵来到兰德主城城主办公室。这位兰德主城城主也是位中年男人，大概40岁左右，穿着比天空城城主要华丽的多，而且他看向陆枫第一眼时带着一丝阴狠之色，随即他就变成了正常表情。他看完天空城主的书信后，微笑地看着陆枫道：你好勇士，我是兰德主城城主布兰克，我代表帝国感谢你对我们做出的贡献，这是你的奖励。叮！恭喜冲锋小战士完成任务，获得荣誉1000点，10万点经验。陆枫其实已经注意到一开始城主看自己的阴狠表情，他也一脸疑惑，自己和这个布兰克城主是第一次见面，之前也不认识对方，可这城主怎么会用那样的眼神看自己？奇怪。不过他没有暴露出自己的疑惑，而是很正常的回道：城主大人，这是我应该做的，消灭那些邪恶的怪物，我义不容辞。帝国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勇士啊！刚好我手里有一份调查任务，不知勇士可有兴趣帮本城主完成呢？布兰克城主一脸正色道：没问题，乐意效劳。陆枫想看看这个布兰克城主到底想干嘛，所以他需要顺着城主的任务来。城主眼中闪过一丝兴奋道：很好，在我兰德主城东南方有一处大型洞穴，里面出现了奇怪的魔化生物，我希望你去帮我调查一下，当然若你完成了，我也会给予你丰厚的奖励。叮！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接取天空城的主线任务2，任务名称探索峡谷洞穴。任务介绍：连环主线任务，当前进度5/5。任务内容：前往兰德主城东南方的一处大型洞穴，探查洞穴中生物魔化的原因。任务时间3天。任务奖励：随即奖励经验值。陆枫站起身道：那城主大人就等我好消息吧。城主这时也微笑道：好，那就祝勇士一路顺风。就在陆枫临走时，对着城主使用了洞察术。名称：布兰克，等级40，品级钻石级，职位兰德主城城主，爵位帝国侯爵。其他介绍：人类帝国贵族出身，天赋异禀，曾与魔族征战多年，后来负伤任职兰德主城城主，被帝国皇帝亲自授予帝国侯爵爵位，地位尊贵。陆枫一边走出城主府，一边回想城主的信息，从探查的面板信息来看，没有任何问题。唯一奇怪的就是那个其他，但这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不过他总感觉这个城主有问题，自从他越来越强大后，他的第六感或者叫神识感应就愈发强大。先走一步看一步吧，本来这神域 NPC 就和其他游戏不一样。
他又回想起新手村的那个掉毛村长了。随即他买了一张兰德主城地图，跟随地图指引来到了任务地点。看着眼中奇形怪状的峡谷洞穴，他能感应到里面有股邪恶的力量正在运转。二话没说，他迈步走入洞穴。映入眼帘的是一群巨大的虫类怪物，这些巨虫各式各样，而且都已经被魔化了。陆枫看着眼前的恶心虫子，他全身升起鸡皮疙瘩。若让女的来这里，肯定会吓得直接逃跑。洞察术，名称：魔化变异蜈蚣，等级40，品级：魔化精英野怪，血量20万，蓝量1万，物理攻击3200，物理防御2000，魔法防御1500，技能：猛烈撕咬、尾刺、甲靠强化，被动。介绍：曾经的变异蜈蚣被魔化后属性得到小幅度提升，40级的精英野怪，看样子能给不少经验。战斗咆哮，不朽之息，野蛮冲锋，暴击20079，负565232，加316068。叮！恭喜您击杀魔化变异蜈蚣，获得33300点经验。不错不错，经验值挺高的。不过这是有守护女神像活动50%经验加成的情况，不然没这多。那就清光这里的怪物吧，就当一边练级一边做任务了。杀意光环开，然后他就开始在洞穴中跑了起来。跑到洞穴里面后，这里实在太黑，他只能点燃火把。看来小花还是有用的，起码能充当照明作用。不朽无双波锯，瞬间几百只虫子被他吸了过来，然后被杀意光环全部秒杀。唯一麻烦的就是要拾取怪物掉落的游戏币和道具，原本这些活都是小花做的，现在他得自己来了。现在他是杀怪10分钟，捡东西20分钟，真吉尔操蛋。捡了一会，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在这个洞穴里刷了快1个小时了，却没看到一只 BOSS。 咦，难道这里没 BOSS 吗？纯小怪。很快他来到洞穴最深处，他看到了一处进入下一层的洞口，竟然还有下一层，看来这第一层应该是没 BOSS 了，那就去第二层看看。然后他一步跨进第二层，系统传来了提声音：叮，您进入了特殊神秘区域，此区域不可使用任何空间道具和技能。陆枫，意思就是不给用回城券和回城数个。不过他能感应到那股邪恶的能量就在这层，而且离他很近了。他刚想往前走，却发现后面的一层通道正在快速消失。操，这任务有问题。第90章，兰德主城城主的阴谋。终于意识到问题的陆枫大喊了一声，这布兰克城主是故意骗他来这里，然后进入这处洞穴，肯定会来到这第二层。现在第一层的通道已经消失，而且还不能用回城术和回城券，那他该怎么回去？这城主到底什么意思啊？就在这时，一声声巨吼从这层深处传了出来。很快他就听到周围出现巨大的脚步声，定睛一看，他已经被几百只 BOSS 围住了。这些 BOSS 有魔化生物，有骷髅，有僵尸，有傀儡。洞察术，名称：亡灵刀斧将军，等级45，品级：白金级 BOSS， 血量2400万，蓝量10万，物理攻击7200，物理防御4000，魔法防御2500，技能：战斧猛击、战斗践踏、旋风斩、亡灵意志，被动；亡灵战体，被动。介绍：亡灵界的强大的战争将军，拥有强大的物理攻击和爆发能力。眼前的几百只 BOSS 全是45级以上的白金 BOSS， 如此强大的阵容，就算是再强大的勇士都得饮恨在此。不过陆枫却微微一笑，正愁着没 BOSS 刷，你们这是来送菜啊？虽然这可能是阴谋，但哥喜欢。你们还等什么？来战吧！不朽无双波，给哥全都过来吧！突然一股巨大的吸力把几百只 BOSS 全部吸到了陆枫的面前。战斗践踏加旋风斩，刷刷刷 ！BOSS 一片片的倒下，系统的提示也不断传来。叮！恭喜您击杀亡灵刀斧将军，获得203万点经验。叮！恭喜您击杀魔化变异狮王，获得210万点经验。叮！恭喜您击杀。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42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职业技能点。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43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职业技能点。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10几秒后，256只 BOSS 全部倒地，他的等级也来到了49级。爽！这样练级才是真的爽啊！随后他一阵拾取，其中白金、黄金装备几百件，他已经装不下了。随即那些黄金级装备他都给扔了，只要白金级装备，并且又报了2块剑帮令。背包空间不够，这是个问题，得想个办法解决一下。
不然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就太浪费了。随后他走向那处邪恶能量的位置，很快他看到了一处邪能阵法正在维持着一座传送门，从这个传送门传出一股股邪恶气息，应该就是这些邪恶气息把这洞穴的生物感染成魔化的。陆枫摸着下巴分析道，他上前准备一刀破掉这个阵法时，一个能量巨手从传送门中探出，一把抓住他的身体，把他拽入了门内的世界。他奋力挣扎，但却没有用。临进入门内世界时，他对着这处阵法就释放一个不朽波动斩。草你二大爷的城主，你特么阴我！陆枫最后喊出了这一句。随后他好像经过了时空通道一般，不一会他被能量巨手扔到了一处阴森恐怖的山谷中。叮！你已来到亡灵界，此界为神秘小世界，禁止使用任何传送道具和传送技能，此界充满各种危险，请小心面对。陆枫两眼一呆，这里竟然是亡灵界，话说我和亡灵大帝关系可是很不友好啊，这下要完犊子了。就在这时，远处天空上出现一道人影，身穿巫师长袍，并且笼罩着无尽黑色气息。这家伙怎么有些眼熟？洞察术，名称亡灵大祭司阿克尚，等级品级史诗级 BOSS， 血量蓝凉，其他属性技能介绍：亡灵界的首席大祭司，亡灵大帝的左膀右臂，具有强大的亡灵系法术和死亡系法术，曾毁灭过多个城池，死在他手中的人不计其数，极度恐怖。原来是这个掉毛！擦！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陆枫对着天空中的亡灵大祭司阿克尚喊道：“是你把我弄到这里的？”亡灵大祭司阿克尚双眼鬼火突然亮起，看向陆枫道：“不错，我奉主人之命把你接到我们的世界，想邀请你加入我们亡灵界。”这家伙他记得以前是传说级 BOSS， 现在竟然变成了史诗级 BOSS， 而且等级和属性都看不见，看来是恢复了原本的实力，这下有些难办了。按之前在死灵塔的等级和属性来分析，这家伙起码是80级的存在。这游戏中 BOSS 等级分为青铜、白银、黄金、白金、钻石、传说、史诗、神话，而眼前的这位已经是史诗级的存在，那亡灵大帝岂不是属于神话级 BOSS？ 陆枫这时也不知该怎么办，于是道：“既然你主人想招揽我，那为什么不亲自来？”呵，虽然你很有潜力，但还没有让我主人亲自出面的地步。不过我依然很看好你。哦，想招揽我也不是不可以，首先你得打败我。陆枫开始使用拖延战术。面对眼前这种超级大 BOSS， 他不敢直接莽，万一把自己忙死了，还回不去自己的世界，那就真完犊子了。亡灵大祭司阿克尚双眼鬼火一闪，拖延是没用的，你只有2条选择，臣服或者死。我这人有个毛病，那就吃软不吃硬，想让我臣服的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很好很好，那我就只能把你炼制成傀儡了，受死吧！刷刷刷！原本一片死寂的山谷突然从土里爬出无数骷髅和僵尸，有的骨架还在不断组合中。很快它的周围就站满了各式骷髅和僵尸怪物，数量起码上万只，而且都是40级以上的，其中还有3条巨大古龙。不过好在这些怪物中大部分是小怪， BOSS 只有几百只罢了。他握了握手中的武器和盾牌，大声道：“来吧，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战士。”杀！第91章，这哪是地狱，这是天堂。亡灵大祭司阿克尚一脸冷笑地看着陆枫说道：“哼，在亡灵界，你这小小的人类战士就等于身处地狱，我看你能挣扎到什么时候？”陆枫没鸟这个 BOSS， 直接对着身边的怪物开始攻击。不朽无双波 3216x999 加 5665532x999 加 306962x999 加，围在他身旁65米范围内的所有怪物都被瞬间吸了过来，其中的那些小怪和精英怪直接被不朽无双波给吸死，剩下的只有几十只 BOSS。 一大波刷屏的经验送给了他，野蛮冲锋加旋风斩，几十只 BOSS 也不甘地倒了下来。叮！恭喜您击杀亡灵战将，获得203万点经验。叮！恭喜您击杀魔化变异熊王，获得210万点经验。叮！恭喜您击杀。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50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职业技能点。终于升到50级了，他看了一眼自己50级的升级经验，瞬间一愣。卧槽，8000万！就算是一只 BOSS 给200万经验，那也得杀40只。要是杀小怪，那就无法预估了。好在这个山谷中的怪物起码有几万只。陆枫看了看倒在他脚下的 BOSS 尸体，他也不敢去拾取掉落的道具，主要是怪物还没打完，而且不远处还有一个超级大 BOSS 盯着自己，得万分小心。亡灵大祭司阿克尚看着1000多个手下被陆枫瞬间杀掉，他脸色也难看了一下。亡灵大帝安排他捉拿这个异世界人类，若他搞砸了，肯定会被大帝训斥。
随即他直接一声巨吼：“亡灵强化！忠实的奴仆们，给我杀了他！”山谷中几万只怪物全部被一层黑色气息笼罩，这些怪物的属性全部被亡灵大祭司阿克上的技能给增强了。擦，忘了这 BOSS 还有这个技能。不过就这些小怪和白金 BOSS 根本就威胁不到陆枫。山谷中的战斗一直未停，一群群怪物冲向他，而他已经换上了自己包里的50级钻石套装。对于现在的情况，他也不打算马上击杀亡灵大祭司阿克上，完全可以把他当猪养。这个 BOSS 能不断召唤怪物和小 BOSS 来给自己送经验，这种好事肯定要好好把握。原本有2万多的怪物，经过半个小时就只剩下不到1万只了。而陆枫的等级也升到了52级，那些40级的野怪已经不再给他经验了，同样也不增加切割伤害了。不过哪怕这样，他现在的切割已经达到了647834伤害。根据陆枫的观察，这游戏与怪物等级相差10级就不会获得经验。眼前的这群怪物里，45级的还有不少，50级的也就零零散散几十个罢了。又是10几分钟过去，山谷中的怪物连3000只都不到了。这时陆枫冲着亡灵大祭司阿克上不屑道：“你就这点本事吗？有能力再弄些更厉害的出来让我打，我要打10万。”他的话把亡灵大祭司阿克上给彻底激怒：“蝼蚁，你真该死啊！竟然敢小看我，那就试试这招强化亡灵召唤！”咻咻咻！就在这时，山谷中出现无数阵法，几秒后从阵法中爬出更多的怪物，而这些怪物的等级已经达到了60级。陆枫嘴角一笑，这 BOSS 上当了。随后他假装露出惊慌之色道：“你竟然召唤出这么多厉害的怪物，你可真够狠啊！”亡灵大祭司阿克上看到陆枫的表情，他也露出阴狠的笑容：“这是你自找的，给我撕碎他！”陆枫简短的扫了一眼，这次召唤出来的怪物又有1万多只，其中也有100多只 BOSS。粗略看完山谷中的怪物后，他这次杀得更快了。这个亡灵大祭司阿克上智商还是很高的，能骗他一次肯定骗不了第二次。半小时不到，他就杀光了眼前的1万多只怪物，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56级。这哪是什么地狱，这是哥的天堂啊！现在他升1级已经需要1.2亿经验了，看来这款游戏的其他玩家要升到这个等级，唯有用时间去耗了。然后陆枫此时正紧盯着亡灵大祭司阿克上：“呵呵，你的这些小弟已经被我全宰了，下面就轮到你了。不过这个 BOSS 现在飞在天上，他也不太好攻击到他。”亡灵大祭司阿克上淡淡道：“没想到你小子竟然摆了我一道，很好，那就让我亲手解决你吧。”随即他缓缓落在了地上。陆枫看到他已经落地，那就让我看看史诗级 BOSS 的实力吧。野蛮冲锋，暴击16，负787834，加425439，刷，负3，负787834，加425432，连击斩，负2，负787834，加42439，负2，负787834，加42439，战斗践踏，不朽波动斩，旋风斩。就在他旋风斩还没转结束时， BOSS 直接一个短距离闪现躲开了他的攻击。就这短短的3秒时间， BOSS 被他攻击了11次。陆枫紧握盾牌盯着这个 BOSS， 没想到这家伙的防御这么高，他已经突破1万的攻击，竟然破不了对方的防御，看来还是等级差距太大了。不过他的切割也同样伤害了 BOSS 11次，打掉了他800多万的血。陆枫看着眼前亡灵大祭司阿克上的血量只掉了 7% 左右，我勒个去，这掉 BOSS 有1以上的血量，这下难办了。亡灵大祭司阿克上这时也看着他，突然 BOSS 眼中鬼火一闪，一道红色闪电瞬间打在了陆枫身上，负32000。陆枫的血量瞬间掉了大半，这 BOSS 的伤害这么恐怖吗？他记得这招是无视防御的攻击，曾经小花就被攻击过，不过自己现在可是有 112% 的伤害减免，难道这 BOSS 还有无视部分伤害减免的能力？第92章恐怖的面板属性。亡灵大祭司阿克上一脸疑惑地看着他道：“咦，怎么还没死？难道也有保命手段？” BOSS 说完，又是几颗暗影魔法弹飞了过来，砰砰砰，负2786乘以3，只有5万出头血量的陆枫，现在已经只剩下不到1万的血量，得赶快攻击到 BOSS， 不然会被他活活耗死。不朽无双波，给割过来！咻，负2，负787834，加42541，连击斩，剑气斩，战斗践踏，不朽波动斩。陆枫又是一套连招打在了 BOSS 身上。亡灵大祭司阿克上眉头一皱，右手一挥一股黑魔法，把陆枫给弹飞了出去。就在陆枫被弹飞的途中，他直接对着 BOSS 就使用了野蛮冲锋。
瞬间他化成残影，又再次冲了上去，一下撞晕了 BOSS。这个 BOSS 有异常抗性，所有的控制技能只有一半的效果。不过战士肉身贴住法系职业，那么哪怕是法系职业等级高出一些，战士也能恶心死对方。可恶的蝼蚁，滚开啊 ！BOSS 有些不耐烦道。随即 BOSS 的手中不断释放的各类魔法打向陆枫。对于小型攻击魔法，陆枫基本无视，只要 BOSS 释放位移或者引导类大魔法，他才用野蛮冲锋和战斗践踏破掉对方的施法。战斗被打成了消耗战，双方就这么一直纠缠着。10分钟后，亡灵大祭司阿克上的血量已经掉到了 30% 以下，他已经有些想打退堂鼓了。自己现在逃走，虽然会被亡灵大帝训斥，但也比被这人类杀死好。可恶的人类，我记住你了呀！又是一股黑魔法把陆枫弹开，然后亡灵大祭司阿克上的身体瞬间化为一滩碎骨头，就灰溜溜的逃走了。陆枫一脸可惜，这掉 BOSS 又用这招跑掉了，看来下次得防着他使用这招才行。本来他还打算击杀这个 BOSS， 弄几件史诗级装备呢，现在没戏了。不过自从自己的幸运达到20多点后，野外 BOSS 掉落高级装备的几率也变高了一些。比如之前白金级 BOSS 最多只会掉2个白金装备，现在经常会遇到掉3个白金。更可惜的是，陆枫刚才杀掉的3万多只野怪和上千只 BOSS 没来得及去拾取掉落东西，现在这些东西已经被系统刷新掉了。这次大战除了他的等级达到了56级，其他毛都没有。不过呢，他在峡谷洞穴第2层时就已经把背包拾取满了，所以他也捡不了其他装备了。现在背包也满了，还不能用回城券和回城术，真急而难受啊！陆枫开始吐槽。现在他已经换上了一套50级钻石装备，还没来得及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现在可以仔细看看了。姓名：冲锋小战士，等级56 3651万 1.2亿，职业：不朽战士，力量1530，敏捷1527，体质2845，智力1525，精神2539，血量51562，蓝量25390，攻击11340，物理防御15520，魔法防御12041，攻击速度 0.7 秒一刀，移动速度9，攻击加成正 40%， 暴击几率正 73%， 暴击伤害正 230%， 闪避几率正 49%， 攻击吸血正 73%， 无视护甲正 36%， 双防加成正 58%， 血量加成正 48%， 伤害减免正 114%， 异常抗性正 134%， 攻击格挡正 60%， 格挡成功减少 90% 的伤害。其他属性：幸运加20，魅力加5，经验加成正 55%， 对蛇类伤害正 10%。职业天赋：切割加787834。职业技能：连击斩、野蛮冲锋、洞察术、钢铁之躯、被动破坏之力、被动战斗咆哮 buff 剑气斩、战斗践踏、压制、旋风斩、杀意光环 LV10、工会回城术、不朽回城术。一转技能：不朽御气术、暗黑天眼、不朽之息、不朽战体、不朽波动斩、不朽无双波。装备技能：无视暴击、被动全身防御、被动镶嵌宝石、体质宝石 X5、精神宝石 X5。称号：先驱者、毒蛇猎杀者、毒蛇征服者。自由属性点85，转职技能点15。装备：屠魔战刃钻石级50级，荣耀热血战盾神话级5等级，屠魔项链钻石级50级，屠魔手镯钻石级50级，屠魔手镯钻石级50级，屠魔戒指钻石级50级，屠魔戒指钻石级50级，龙王战盔钻石级50级，龙王胸甲钻石级50级，龙王腿甲钻石级50级，龙王护手钻石级50级，龙王腰带钻石级50级，龙王战靴钻石级50级，背包剑邦令 X2 神能碎片钻石级勇士勋章帝国自觉徽章，技能升级卷抽 X38 力量宝石天空城地图兰德主城地图33万2059金61银币一背包白金级装备，同类材料可堆叠999战一个背包，背包容量100格。宠物雷霆狮鹫，坐骑圣光雄狮。属性再次大变，至于龙王套装是加 20% 的双防和 20% 的血量，屠魔套装是加 10% 的攻击。现在陆枫最难受的是背包满了，就算这些黄金白金装备他用不上，
也可以给工会的人用啊。他又再次怀念起小花和陈明他们了，虽然他们战斗方面帮不了什么忙，但是可以捡东西啊。然后他看了下身边的这处山谷，现在他还处于亡灵界中，得找办法回到神域大陆，还有就是找兰德主城城主的麻烦。现在他的属性可是非常恐怖的，最厉害的在伤害减免和异常抗性这2条属性上。若敌人没有减免这2条属性的能力，那就是控不住他又打不动他。不过刚才的那个亡灵大祭司阿克上明显有救无视一部分伤害减免的能力。第93章等级狂升至60级。现在陆枫最主要是要找到回到原世界的方法。他走出山谷，漫步在亡灵界中，这个世界满目都是破败死寂的场景，走在这里让人有一种孤独寂寞的感觉。不过一路上他却没遇到多少怪物，这应该是之前的大战，他杀的都是周边召唤来的怪物。20多分钟后，他来到一处超大的坟场。这处坟场是那种露天的，里面全是各种骨头，其中还有一些漫无目的游走的骷髅怪。洞察术，名称骷髅精英枪兵，等级50，品级精英野怪，血量45万，蓝量5000，物理攻击6000，物理防御3500，魔法防御2500，技能长枪突刺、连突刺、亡灵体质、被动。介绍：亡灵界中的精英骷髅兵种，数量极多，属性一般般，不过等级还可以，可以刷一刷。野蛮冲锋，暴击36572，负787834，加601815。叮！恭喜您击杀骷髅精英枪兵，获得87000点经验。这个精英野怪依然被他给秒杀了，经验还是不错的。不过就在这时，他周围地面上的骨头突然组成了一个个的骷髅怪，这个大坟场中骨头也纷纷组成了大量的骷髅兵。我去，我还以为就几十只骷髅怪呢，没想到这些坟地上的骨头也是骷髅怪的一部分。整个大坟场有5个足球场那么大，如此大的范围占满了骷髅怪，他这是把这里的野怪都吵醒了。这可是个练级的好地方啊！杀意光环开，然后他开始在这群骷髅堆里跑了起来，看着骷髅怪一片片的倒下，他的经验在飞快增加，并且他的切割伤害也在猛涨。几分钟后，系统传来升级的提示声。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57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职业技能点。他只杀了1000只左右的骷髅怪就升级了，而眼前的骷髅怪最少有几万只，那就继续杀。随着他不断击杀骷髅怪，等级也在不断提升。1个小时后，大坟场的所有骷髅都被他给杀光了。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60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职业技能点。这等级升的真爽啊！已经60级了。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到60级，华夏战区提前开启职业2转，所有达到60级的玩家可前往1级主城进行2次转职。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到60级，华夏战区提前开启职业2转，所有达到60级的玩家可前往1级主城进行2次转职。咦，2次转职开启了。陆枫看到突然出现的系统提示，疑惑道：他现在处于亡灵界，怎么去1级主城？而且他这个职业还是隐藏职业，正常的职业导师根本就没法给他进行2次转职。看来还得去不朽界去看看能不能进行2次转职，还是先找找除去的方法吧。而神域的其他玩家已经再次无语了，这冲锋大神的等级提升速度就跟坐火箭一样，他们累死累活才升到25级，就连落叶归根这种干地也才31级，其他玩家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一见就让你怀孕，都是同样一起玩游戏的，为什么冲锋大神可以这么猛？您这么玩，我们还怎么活啊？云水间，冲锋大佬，我想知道您现在在哪里练级呢？这练级速度也太夸张了吧！陶陶酱，大神你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人，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百思不得其解，嗨嗨，我觉得大家还是别去和冲锋大神对比了，他和我们玩的不是一款游戏，我们还是好好玩自己的。雷霆风暴，是啊是啊，不过我还是要感谢冲锋大神的照顾。众多玩家在官方论坛开始各种水起来，他让李哥拍卖的2枚剑邦令已经成功拍卖出去了，一共卖出了56万金币。不过现在的游戏币比例已经降到1金币比100软妹币，而且这个比例已经稳定下来，56万金币也就是5600万软妹币，扣除手续费还有50.4万金币。李哥私聊他，但却提示对方在处于特殊区域，无法接收外部消息，这也让李哥十分焦急，身怀如此巨款在身上，他也有一些不安。不过陆枫现在正为一事头疼，那就是他的等级达到60级后，打很多小怪已经不给经验了，
此时他一边刷着路过的怪物，一边嘴里哼着小曲。最后所有人目光移向我，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啦啦啦，阳光开朗大男孩。又是1个多小时后，他看到不远处有一座巨大的灰黑色宫殿，他能感应到这个宫殿里有很多恐怖的存在。咦，怎么还有2股熟悉的气息在里面？陆枫疑惑道。就在他准备靠近宫殿时，一层巨大的能量屏障阻挡了他的前进。这个能量屏障是宫殿的保护罩，他抬手就是一刀砍在了屏障上。-1，-812556，+593166。没打破，这么不给面子。连击斩加不朽波动斩。叮！您破坏了亡灵大帝宫殿的守护结界，宫殿内的大量强大怪物正在赶往这里。亡灵大帝宫殿，原来是这个掉毛 BOSS 的老巢啊，怪不得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很快，他的眼前就出现了大量的不死生物和骷髅怪，其中还有很多 BOSS 级的存在，他粗略一看都是60级以上的存在。哈哈，不错不错，又可以收割一波经验了。陆枫开心道。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前。没错，这道身影正是逃跑的亡灵大祭司阿克尚。小子，你既然敢来到亡灵大帝的宫殿，这次诸神也救不了你了。结！陆枫看着眼前的上万怪物和亡灵大祭司阿克尚，这里面有不少钻石级 BOSS 和几个传说级 BOSS， 最后就是这个史诗级的亡灵大祭司阿克尚。救我？我看需要救的是你们！哈哈，眼前的这些野怪和 BOSS 可都是经验和极品装备啊！这把他高兴坏了。狂妄，忘了告诉你，你若在此界被杀，那么你的灵魂也会被永远困在这里。届时我会用你的灵魂点魂灯，让你经受1000年的折磨。哦，是吗？那你可别让我失望哦。我特么来了。话刚说完，陆枫就化成一道残影冲了过去。第94章。说什么魔鬼？我可是阳光大男孩。陆枫第一个锁定的目标就是亡灵大祭司阿克尚，这家伙在他手里溜了2次。若再让他跑了，就丢人了，所以必须先干了他。他一下撞晕了亡灵大祭司阿克尚，一个巨大伤害从 BOSS 头上冒了出来。暴击12，-812556，+593175。刷！连击斩，剑气斩。附近的怪物还没反应过来，他们没想到这个人类竟然敢主动攻击他们。亡灵大祭司阿克尚醒来后无比愤怒道：“你们这些废物还愣着干嘛呢？给本座杀了他！”随着他的命令下达，数万的怪物蜂拥般的围了上来。陆枫不仅没有一丝紧张，反而嘴角一笑，杀意光环开，然后他对着怪物堆就是一套技能甩了过去。战斗践踏，剑气斩，不朽波动斩。身边的小怪纷纷倒地，只剩下 BOSS 级的怪物没有死。他又对着亡灵大祭司阿克尚开始疯狂攻击起来，一边砍还一边骂道：“我让你这鸟 BOSS 跑，看哥这次不弄死你！”而亡灵大祭司阿克尚一边和他拉开距离，一边用法术攻击着他。不过这些法术虽然能打动他，但他身边的这群 BOSS 和小怪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吸血回复，他的血量一直处于满血状态。现在想杀他只有2种方法，一是能直接秒了他，二是控制住他用大量的远程火力激活把他秒了。不过他的异常抗性已经超过 100%， 控制对他无用，所以除了能一招秒他，其他的方式都杀不掉他。随着怪物不断倒下，他的等级又再次提升。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61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职业技能点。叮！恭喜冲锋小战士等级提升至62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职业技能点。又是1个多小时后，除了6个传说级 BOSS 和亡灵大祭司阿克尚没死，其他的野怪和 BOSS 都死完了，他的等级也来到了67级。这时的亡灵大祭司阿克尚脸色已经变得非常难看，并且他已经有些畏惧陆枫了。这家伙简直就不是人类，就如同魔神降世。你也别过来。陆枫微笑地看着身边最后的几个 BOSS， 刚才你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怕什么呢？你根本就不是人类，你是魔鬼。对，你是魔鬼。你可别胡说，不然我会告你诽谤的。呵呵，说什么魔鬼？我可是阳光大男孩。随后他不再啰嗦，再次对着亡灵大祭司阿克尚冲了上去。现在这个 BOSS 的血量已经下降到 26% 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他嘎了。一想到能爆出史诗级装备，陆枫就兴奋起来了。亡灵大祭司阿克尚不断的在逃离陆枫，还一边惊恐的大喊道：“你们快拦住他！”他身边的6名传说级 BOSS 这时血量也都不多了，他们也非常害怕陆枫，哪里敢再去阻挡他。呵呵，你们别跑不掉，给我过来！不朽无双波，战斗践踏加旋风斩，
此时他已经可以查看到这6只传说级 BOSS 的属性了，全是70级的存在，并且他们的血量都有7、8千万左右。但陆枫的一套输出就打了他们10%的血量，这让本就血量不多的 BOSS 们现在都只剩下了不到20%的血。不朽波动斩，这几只 BOSS 纷纷开始向不同方向逃跑。陆枫一边战斗一边有些疑惑，他能感应到宫殿中那股熟悉的气息，就是亡灵大帝，但这个家伙怎么还没出现？这都打到他的家门口了，而且还屠杀了他的这么多手下，这样都能忍得住？很快这6只传说级 BOSS 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亡灵大祭司阿克上这血量也已经不足10%了。他之前的逃跑技能正是亡灵天灾被动这个技能，不过现在这个技能还在 CD， 他想跑也跑不掉了。陆枫杀光6只传说级 BOSS 后，他看向了亡灵大祭司阿克上，该轮到你了。亡灵大祭司阿克上一脸惊恐道：不，你不能杀我，大帝救我！野蛮冲锋，连击斩，刷刷刷！就在亡灵大祭司阿克上即将被杀时，一只无比巨大的骷髅巨爪拍向了陆枫，砰！负12200，陆枫被这一爪直接拍飞数十米，然后他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恐怖威压。他抬头一看，一个上百米高的骷髅出现在自己面前。蝼蚁，你不仅伤我分身，还杀我这么多奴仆，你该死！亡灵大帝说完就带着亡灵大祭司阿克上一个传送回到了宫殿之中。陆枫趁着他们逃走的时间，扔掉背包里大部分白金装备，把刚才杀掉的6只传说级 BOSS 和钻石级 BOSS 掉落道具全部拾取了，可千万不能再让这些高级装备被刷新掉。看着巨大的宫殿，他露出疑惑的表情。这亡灵大帝搞鸡毛呢？偷袭我一下就跑了？难道有阴谋？还是有什么其他特殊情况？这时宫殿中的亡灵大帝正虚弱地坐在巨大的骷髅王座上。亡灵大祭司阿克上跪在他面前，卑微地说道：大帝，是属下无能，没能杀掉他。哼，废物！要不是看你跟随本帝多年，你已经死了。这亡灵大帝上次跨界入侵天空城，被诸神的规则之力惩罚，伤了本源。另外他的分身还被陆枫给消灭了，所以他现在实力大损，只有坐在宫殿内进行休养。多谢大帝出手相救，眼前那个人类确实是个祸害，我们该怎么办？放心吧，他进不来的。这处宫殿有神能规则，凭他还破不了。不过这人类确实有些厉害，留在我们亡灵界始终是个祸患。这样吧，你立即制造传送阵法，把他给本帝传回去。是，属下这就去办。而在宫殿大门前的陆枫却怎么也打不破这座大门。擦，这破门竟然打不开！就在这时，一道空间裂缝从他后面展开，裂缝那边正是神域大陆的兰德主城。第95章返回神域大陆。咦，这个裂缝后面好像是兰德主城的城主府。陆枫看着眼前展开的空间裂缝，他有些疑惑。这种传送阵一般都是双向的，若对面没有子阵法，是无法直接打开空间通道的。就在他疑惑时，亡灵大帝的声音再次出现：蝼蚁，滚回你的世界去吧，下次再见到你，本帝定会捏死你。哼，这亡灵大帝竟然主动赶我走，难道是害怕我了？要是这样，哥还真不太想走了。这里又能升级，又能爆更高级的装备，他是真的喜欢。不过他看了下时间，已经夜里1点35分了。在亡灵界下线，他的身体会依然停留在此界之中，届时肯定危险，所以还是先回去整理一下背包再说。对了，还有那个阴我的布兰克城主，也要找他麻烦。他不讨厌这种正面对付他的怪物，但他讨厌那种背后玩阴的家伙。对于这种搞阴谋的，他可不会心慈手软。随后他也回了亡灵大帝一句：下次再见就是你的死期。说完他就迈步走进了空间裂缝，不一会他出现在兰德主城城主府的后花园中。这时布兰克城主发布的任务早已完成，是时候见见这个家伙了。陆枫找到府中卫兵后，由卫兵带他见到了城主布兰克。布兰克在见到他的第一眼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然后表情立刻恢复正常，微笑地对着陆枫说道：原来是你啊，我亲爱的帝国子爵，不知道找本城主有什么事？陆枫也淡淡一笑，这个家伙还真是个老狐狸。呵呵，城主大人，我是来交任务的。哦，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个任务，真让本城主没想到啊。陆枫内心道：你没想到的还有很多。随后他把峡谷洞穴的情况告知了布兰克城主，但并没说洞穴2层出现的陷阱。布兰克此时也内心疑惑，他是知道亡灵大祭司阿克上的全部计划的，那处陷阱是他看着布置的，怎么现在陆枫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这让他感觉奇怪，难道出现了什么意外，还是阵法出现了什么故障？
布兰克城主稍稍一想后，又再次假装开口道：“原来是这样，我代表本兰德主城感谢你的付出和贡献，这是你的奖励。”叮！恭喜您完成任务，获得金币100枚，20万点经验。操！看到这个任务奖励，陆枫真想抽出武器砍对方一刀。就奖励这么点东西，打发要饭的呢？不过他还是忍了下来，然后道：“若城主大人没其他事，那我就告辞了。”说完，他就直接离开了城主府。他真怕自己忍不住当着卫兵的面把这个城主给杀了。随后，他使用工会回城术回到了工会领地。他看了一眼私聊和工会聊天，又是99加条未读信息，简单过滤了一些不重要的信息。他看到李哥的私聊，而现在李哥还处于在线状态，于是他回了李哥一句：“冲锋小战士，不好意思，李哥，刚才我在任务地图，现在才出来。既然2枚剑邦令拍卖掉了，你直接把金币邮寄给我就行。我这里又出了2枚剑邦令，还是麻烦李哥继续帮我拍卖了。”李哥在看到陆枫的私聊回复后，先是一喜，然后又是一愣，这冲锋大神竟然又报了2枚剑邦令，牛逼啊！于是他快速把50.4万金币邮寄给了陆枫，同时也接收了陆枫的邮寄。而且陆枫给的邮件里还有着3件40级的白金装备，虽然不多，但也算是陆枫对李哥的认可。虎虎生风，大神您是不是邮寄多了几件装备？冲锋小战士，那是我送你的装备，你就收着吧，后面的拍卖事宜你就多费心了。李哥这时也不知道说什么了，他现在才26级，包里的3件40级武器，其中正好有1件是他用的，另外2件也可以送给他的小队成员。陆枫这是真照顾他啊。然后他也不再废话，简单聊下拍卖内容后，他就继续练级了。陆枫走到行会仓库旁边，把背包里的60级以下的装备全都扔了进去。最后他的包里只剩下16件70级的传说装备和12件70级的钻石装备，这是那6只传说级 BOSS 掉落的东西，加上李哥邮寄给他的金币，他现在的金币总数已经有136万。现在他才67级，70级的装备他还穿不上，现在他穿的是一套60级钻石套装，属性比之前积分换的50级钻石套装要强得多。60级是2转节点，所以从60级以后的装备和怪物都要强很多。同时60级的装备带有几个特殊属性，那就是无视伤害减免、无视异常抗性和增加属性伤害。他现在的血量已经高达7万多，并且还有140点自由属性点和26点职业技能点没使用，得想办法解决背包不够的问题，还有尽快升到70级，换上这70级的传说装备。16件传说级装备，其中有6件是战士传说级套装，另外首饰也有一套70级的钻石套装。70级的装备，他除了盾牌不用换，其他都可以换一换。随后他私聊起李东，这家伙和陈明3人现在还在线呢，并且他们的等级也升到37、38级，而小花的4个闺蜜也升级到28级，不过他们5个现在已经下线了。果然男生和女生还是有差别的。冲锋小战士东子，你可知道怎么提高背包容量？几秒后李东发来私聊回复：建设长空，阿峰，刚才我们私聊你，但却看到系统提示说你在特殊区域，无法接收消息。你现在出来了？冲锋小战士，是的。建设长空，我擦，阿峰，我刚看了下工会日志，你又捐了这么多高级装备。冲锋小战士，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怎么提高背包容量啊？建设长空，哦，这个我了解一些，你可以找那些副职业选择裁缝的玩家，听说他们可以制作高级背包，容量要比我们现在的大一些。冲锋小战士，副职业，第96章，不朽，修罗天地。随后李东发给陆枫一份副职业介绍，他仔细阅读了一下，原来玩家达到20级，不仅可以选择第一次转职，还可以选择一种副职业。副职业有很多种类，其中大多是辅助战斗或者生活职业，包括锻造、采矿、采药、炼金、分解、裁缝、制药等。看了一会，他就明白了这个游戏的副职业内容。这个分解比较适合我啊。他算过，就算裁缝可以提高一些背包容量，那也解决不了他爆装备的速度，只有分解才可以。分解这副职业是把任意装备进行分解，装备分解后可以获得部分原始材料，并且分解的等级直接影响产出的材料数量和品级。还有就是装备品级限制分级等级，比如初级分解师只能对黄金级及以下的装备进行分解，中级分解师可对传说级及以下的装备进行分解，高级分解师可分解史诗级，大师级分解师可分解神话级。转职副职业需要到3级主城找该职业的 NPC 学习，一般都比较简单。随后陆枫思考了一下，现在已经快夜里2点了，还是先睡觉吧。明天先去处理2转问题和副职业，然后再想办法解决那个可疑城主。做好安排后，他直接下线取下头盔，简单上个厕所，又洗了个澡，就睡了过去。
很快一夜时间过去，一道闹铃声吵醒了陆枫。看了一眼，已经是5月6号早上7点了。起来后，简单的吃了点东西，又买了些菜回来，他就继续登录了游戏。叮！欢迎再次来到神域世界，祝您游戏愉快。对了，今天好像我订购的游戏仓就要送来了，那以后就可以玩一夜了。上线后，他简单回复一下会里成员的信息，然后就走向不朽界中。他的公会领地旁边就是不朽界，来到此界的石碑面前，他用手触碰到石碑上，立即一股信息传来。叮！恭喜你已经达到2次转职的资格，请仔细查看不朽战士的2转职业介绍，选择适合的职业。不朽战士的进阶职业一共有5个，分别是不朽幻影剑神、不朽鬼影罗刹、不朽修罗天帝、不朽暗夜君主和不朽狂血噬天。转职后，他的技能数会随着职业变化而进阶，之前学习的1转职业技能也会进行相应进化。看着眼前狂壮酷炫的5个2转职业，他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动起来。我勒个去，这5个名字好像都很吊啊，到底该选哪个？这5个职业只有对于职业特性的介绍，并没有介绍转职后的技能介绍。比如不朽幻影剑神就是这么介绍的，没有强大的天赋和运气，平凡是这个职业唯一的特点，只有一次次的出剑，一次次的战斗，才能感受那股特殊的信念，那种与剑合为一体，与剑一同飞舞的感觉。褪去繁华，就让长剑长伴无身。一位逝去的不朽幻影剑神。看完这个职业介绍，陆枫头上出现3个问号，这特么介绍的什么？我咋一点看不懂？难道欺负我书读的少？然后他又看向另一个职业介绍，不朽修罗天帝，刀斩肉身，心斩灵魂，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律动，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思深虑，犹如密藏。长剑破空，神雷降世，照亮内心与世间所有黑暗。黑暗炼灵魂，雷霆断肉身，神光现，慧眼生。从此见一切所想见，感一切所想感，洞察一切事物本质。凡有律动之处，你的力量将无所不及。这就是属于你的全能。一位逝去的不朽修罗天帝。好家伙，又是一段看不懂的职业介绍。这些介绍好像都是之前死去的人所诉说的。这样来说，这些职业介绍还是非常贴合实际的。随后他又看了其他3个职业介绍，全都是这种类型。对于这5个职业，他还是比较倾向不朽幻影剑神和不朽修罗天帝这2个职业。在反复琢磨后，陆枫最后选择了不朽修罗天帝。叮！请问您是否确认选择转职成不朽修罗天帝？确认。轰轰轰！就在这时，陆枫的上空出现旋转乌云，一道道粗大神雷在乌云中汇聚，而陆枫本人也无法动弹，一股强大的能量由他体内的银色小树苗涌入他的身体。他的双眼冒出白光，额头中心慢慢出现一丝雷霆印记。随着乌云越来越大，一道恐怖的灭世神雷直击陆枫。轰！毁灭的雷电之力劈在了他的身上，这股狂暴的雷电在他体内疯狂乱窜，一股股撕裂心扉的疼痛传入他的脑中。还莫等他大叫出来，又是接连几道灭世神雷劈了下来。轰轰轰！此时的陆枫身体好像皲裂开了，一边受着神雷摧残，一边小树苗在治愈着他的伤势。啊！难以诉说的疼痛让陆枫放声大叫。他从出生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这般痛苦的经历，这真快要了他的命。还真如这个不朽修罗天帝的职业介绍，黑暗炼灵魂，雷霆断肉身。随着时间推移，天空中的乌云慢慢散去，已经全身皲裂鲜血满地的陆枫这时突然额头中心的雷电印记缓缓撕裂而开。此时的疼痛感仿佛就像他的灵魂被撕裂一般，他连放声大叫的力气都没了。随着额头中心的雷电印记全部撕开，一道粗大的恐怖神光从其中射向天空，就连身处天空城地的玩家都能看到这道巨大的冲天神光。很快神光散去，一颗竖着眼球出现在陆枫的额头中间，和二郎神的很像。此时他能清晰感应到身边万物的生命波动和能量波动，还有一种命运的波动，并且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如初。恢复好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大和坚毅，仿佛是时间完美的肉身一般。不一会，他慢慢睁开双眼，发现自己的巨大变化。卧槽，我变二郎神了！他有些无语了。不过很快就发现这个额头的树眼是可以隐藏的，隐藏后就变成一道雷霆印记。呼，幸好能隐藏，不然陈明他们肯定吐槽我3只眼。随即一道道系统提示声传来。第97章传新的技能面板。叮！恭喜您成功转职成不朽修罗天帝，您的职业技能树和已学一转技能发生进阶，请仔细查看。叮！全服通告，恭喜玩家
冲锋小战士，成为华夏战区第1位2次转职玩家，奖励神能结晶1颗，荣誉5000点。全服通告，恭喜玩家冲锋小战士成为华夏战区第1位2次转职玩家，奖励神能结晶1颗，荣誉5000点。恢复正常的陆枫终于2转完成了，他长呼一口气，刚才的进阶过程让他灵魂和肉身都经历了非人的痛苦，下次的再也不乱选职业了，差点把哥疼死。陆枫吐槽道。外界的玩家又一次被他的行为给震惊到了。此时的等级排行榜上，所有华夏战区的玩家都能看到陆枫的2转名称。战区等级排行榜，华夏战区第1名，冲锋小战士不朽，修罗天地67级，68%经验。第2名，法可游，空间法师38级，15%经验。第3名，箭射长空神射手37级，62%经验。第4名，刺菊狂魔暗影盗贼37级，59%经验。第5名，花落为谁开光明神女36级，43%经验。第6名，落叶归根烈焰法师31级，22%经验。第7名，阳光普照雷电法师30级，16%经验。第8名，小桥流水寒冰法师30级，11%经验。第9名，战天斗地弩箭手30级，5%经验。第10名，雷霆风暴暗影盗贼29级，85%经验。小花的4个闺蜜虽然由陈明3人带着一起升级，但他们的等级还是没挤进前10，不过也差距不大了。其他玩家看着这个排行，全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实在是第2名和第1名差距太过巨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陆枫的游戏名声也越来越大，很多公会都下达了死命令，那就是千万别去招惹战神殿公会的玩家，特别是冲锋大神。他们可不想在游戏初期惹这样的一个变态，不然自己公会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各大公会、官方论坛、社交圈和媒体都在热论陆枫。神域这款游戏现在已经完全进入所有人的视野里，小到孩童，大到老人都知道了这款游戏的魅力。而这款游戏的难度却要比之前的那些网游要难很多。首先就是装备的爆率和练级速度都让人难以接受。若正常玩家一个人在没有大运的情况下，玩3天都不一定能玩出一身青铜级装备。所以这也是一款考验团队配合的游戏。你想攻略大型 BOSS， 肯定的组很多队友才行。不过陆枫却打破了这个规律，谁说 BOSS 就不能单刷？而且不仅可以单刷，还把 BOSS 当小怪刷。然后他点开了自己的技能树面板进行查看。之前他学了6个1转职业技能，现在这6个技能已经随着他2转获得进阶。他先查看了玉器术，技能名称修罗玉器术，被动，物品品级成长型技能，学习等级20级，学习要求不朽，修罗天地专属技能。技能介绍：可佩戴所有类型的武器，可穿戴所有职业的防具，可双持任意武器，不受职业限制。所有佩戴的武器和防具提高 40% 的属性，该技能已强化3次。卧槽！以前满强化状态时提高 20% 的装备属性，现在竟然又增加了1倍，牛逼！而他的那些攻击类技能也同样提高了1倍的技能伤害和范围，还有他的不朽战体也同样提升巨大。技能名称修罗不朽战体，被动，物品品级成长型技能，学习等级20级，学习要求不朽，修罗天地职业专属技能。技能介绍：不朽界职业的专属被动技能，可提升 100% 的异常状态抗性，提升 100% 的体质和精神，该技能已强化3次。这下哪怕他不穿任何装备，别人也控不住他了，并且他的体质和精神也提高1倍。最后一个技能就是他目前的终极大招暗黑天眼。技能名称修罗暗黑天眼，持续型，物品品级成长型技能，学习等级20级，学习要求不朽，修罗天地专属技能。技能介绍：开启暗黑天眼后持续360秒，在此状态期间，所有的普攻和技能攻击都附加9段额外伤害，附加的单次伤害为自身 100% 的物理攻击力，同时自身格挡几率提升原有几率的1倍，自身闪避几率提升原有几率的1倍。CD 180分钟，该技能已强化3次。进化后的修罗暗黑天眼不仅持续时间增长，攻击也从 50% 涨到 100%， 其中最重要的多段伤害也从6次涨到了9次。这要是开启此技能，那还不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好家伙，这下陆枫算是彻底变态了，血量也增加到了9万多，接近10万大关了。查看完所有变化后，下面就是去弄副职业了。几分钟，他来到天空城的分解大师罗克宁屋子前，敲了敲门。一位中年男人出现在他的眼前。原来是我们天空城的英雄，不知您找我有什么事？
罗克宁稍稍惊讶道。陆枫和小花的美名已经传遍整个天空城，并且他还是帝国子爵，所以很多这里的 NPC 都认识他。罗大师你好，我是想找您学习分解师副职业的。陆枫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哦，那请先进来说话吧。随即陆枫跟着罗克宁大师走进了屋子，屋子中摆满了各式材料和瓶瓶罐罐。请坐吧。既然你想学分解师这个副职业，那我会用心去教你。像你这样的英雄，肯定学得很快。那就多谢罗大师了。呵呵，客气了。随后他向陆枫详细讲解了分解师的来历、特点和运用。分解师其实是炼金学里的一块，但后来从炼金学中分离出来，专成一派。经过罗大师的详细讲解后，陆枫很快就学会了初级分解技能。罗大师一脸惊喜又释然的点头道：果然英雄出少年啊，不仅战斗实力强大，而且学习其他东西也是非常有天赋，很好。你拿着这个手册，里面有关于分解师进阶的详细讲解和很多原材料的用途，算是老夫送你的。陆枫一惊，没想到这个罗大师竟然对他这么好。这个手册的价值可是不一般的，特别对于他这种神域新手，以后分解的原材料就知道是干嘛用的了。随后他拜谢了罗大师，就直接赶往了兰德主城。第98章，揭穿布兰克城主的真面目。随着一道白光闪过，陆枫出现在了兰德主城中。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待解决，那就是如何破掉这个布兰克城主的阴谋面具。这个城里现在只有他一个玩家，其他玩家还没40级，根本过不来。哪怕他现在把这座兰德主城给毁了，也没人知道。站在广场中的他摸着自己的下巴，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个事。正面硬刚杀进城主府，不行，太难了。偷偷溜进城主府，然后偷袭城主，貌似也不行。对了，既然对方是钻石级 NPC， 肯定不会被他一刀秒杀。他只要说自己有关于亡灵天灾的情报，对方肯定会接见自己，然后再趁机逼他出手。就这么办。然后他来到城主府门口，由卫兵带领他前去见城主大人。很快他跟着卫兵来到了城主大殿中，布兰克城主正坐在大殿主位上。陆枫微笑地对着他说道：城主大人你好啊，我这里有关于亡灵天灾的情报，需要向你汇报。布兰克表情稍露疑惑，然后道：哦，是吗？那就请说吧。他看着布兰克竟然如此淡定，一点紧张之感都没有，这家伙100%有问题。走到跟前后，他小声地对着布兰克城主道：这亡灵天灾就在城主府。城主大人，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布兰克明显有所防备，一下子就退后了几米，然后大怒道：来人，给我拿下这个亡灵奸细！大殿中的几名卫兵突然一愣，刚才还好好，而且这位进来汇报情况的貌似是帝国子爵，还是天空城的英雄，怎么会是亡灵奸细呢？这把在场的卫兵都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布兰克脸色一变，随后大声道：你们还愣着干嘛？本城主的命令没听见吗？这卫兵没有立即行动，而城主府中的其他卫兵听到这里的声响，也纷纷跑了过来。陆枫这时能清晰感应到布兰克城主根本就不是人类。自从他2次转职后，他已经可以看透世间万物的本质，任何幻象、幻觉都瞒不过他。在他的眼中，此时的布兰克是一只披着人皮的亡灵法师。然后他对着众卫兵说道：你们的城主已经被调包了，他现在是一只亡灵怪物，现形吧。咻！一支箭矢从陆枫手中的长弓飞出，啪的一声打在了布兰克身上。不一会，布兰克就从一名人类变成了一只亡灵法师。你这该死的家伙，你是怎么发现的？亡灵法师愤怒道。其实原来的布兰克城主早就被亡灵大帝给抹杀了，现在的这个只不过是亡灵法师假扮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亡灵界的行动。就你这点小伎俩，还想瞒过我？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所有情况，我可以考虑暂时不杀你。陆枫冷笑道。亡灵法师是一只钻石级 BOSS， 等级是60级。听到陆枫的话，他反而笑了。愚蠢的人类，你以为你留得下我？说完他就一下飞了出去，然后准备冲天飞走。下面的卫兵此时也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的情况已经超过了他们认知。要知道自己伺候多年的城主是一只亡灵怪物，他们肯定接受不了。想跑？你跑得掉吗？陆枫对着他就释放了修罗不朽无双波，直接把他给吸了回来。既然你不配合，那就去死吧。陆枫看着眼前的 BOSS 道：连击斩、剑气斩、战斗践踏、修罗不朽波动斩。亡灵法师还没反应过来，陆枫一套连招就打了他一半的血量。看到如此恐怖的陆枫，他再次想逃跑，但陆枫怎能让他轻易跑掉，立即对着他就是一个野蛮冲锋，把他撞晕了下来。然后又是一套连招，他的血量只有10%了。
这时陆枫的所有控制能都处于 CD 中，他看准时间再次飞了起来，而陆枫掏出弓箭，咻咻咻，很多道箭矢飞了过去，直接把想要逃跑的亡灵法师给射死了。虽然搁准都不行，但直接射到你身上就可以，没说一定要射到他的头上，而且距离也不远，肯定能命中。亡灵法师就这么窝囊的死掉了。旁边的大军卫兵看着眼前死掉的 BOSS， 他们全程在看戏。要是按游戏中的说法，就是全程边缘 OB。 很快一名穿着重盔甲拿着巨剑的战士跑了过来，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一名卫兵小声的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他。很快他走到陆枫面前，然后鞠了一躬道：您好，子爵大人，我是兰德主城的防卫团长马洛克，这里发生的事我无法处理，我会向一级主城汇报这里的情况，在此期间请大人您配合我们的工作。没问题，马团长。不过一级主城那边要多久才能来处理这里的事？我的时间也很珍贵的。这个我无法准备回答，不过这种大事一般上面会立即派人来处理，而且主城之间有传送阵，相信用不了多久。行吧，那我就在这里等你们领导来处理。说完陆枫就走到亡灵法师的尸体旁，拾取了他的掉落3件60级钻石装备，2件60级白金装备，还有一些金币。可惜分解不了，他的分解师等级不够。不到2个小时，一位年轻华贵的20岁美女出现在陆枫的眼前，跟在他身后的是一群精英卫兵。陆枫抬头一看，对他释放了洞察术。好家伙，大人物出现了！名称：帝国长公主艾丽娜，等级60，品级钻石级 NPC， 血量4000万，蓝量500万，魔法攻击18000，物理防御8000，魔法防御7000。技能介绍：现今人类帝国长公主与帝国大皇子不和，被派遣到兰德主城处理这边问题，并暂代城主之位。第99章新城主帝国长公主。帝国长公主艾丽娜几步走到陆枫面前道：听说就是你解决了伪装的布兰克城主。陆枫这时发现了奇怪的地方，那就是这只亡灵法师的尸体一直没被系统刷新掉。随即陆枫对着公主道：正是在下，不知这位大人是？还莫等公主说话，一位如同宫中侍女的人大声道：此乃帝国长公主殿下，你们还不快快行礼！附近卫兵一听是长公主，立刻全部跪了下来。陆枫早已知道她的身份，所以神色并没有多大变化，而是对着长公主拱手拜道：帝国子爵拜见长公主殿下。长公主淡淡道：都起来吧，无关之人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子爵阁下请留下。随后大殿内的卫兵都退了出去，只留了2名亲卫和那名侍女留在这个大殿中。长公主走到亡灵法师的尸体旁，仔细检查了一下。咦，变异药水，难怪。长公主嘀咕道。不一会，她检查完尸体，就走到主座上坐了下来，然后看向陆枫：你的事，本宫已经从天空城城主那里知道了。你不仅破坏了亡灵大帝的入侵，而且还消灭了他的分身，在此本宫代表帝国向你表示感谢。那么，还请子爵阁下把这个假冒的布兰克城主之事详细的说一下。陆枫看着年纪只有20岁的年轻公主，不仅有着高深的智慧，而且本身的气质和魅力也是相当不凡。随后他把布兰克城主的事情说了一遍，不过把去过亡灵界的事隐藏了起来。听完陆枫诉说完后，长公主没有第一时间说话，而是看着陆枫的眼睛。没想到自爵阁下有辨识之能，刚好我手中有一件东西需要辨认，还得有劳自爵了。陆枫心中暗道，这长公主果然聪慧异常，她刚才说自己拥有辨识真假的天赋，所以才能一眼看出伪装的布兰克城主，但长公主也没法判定她说的是真是假，所以才会试探她一下。若她真能辨出真假，那自然也就说的是真的；若是辨不出真假，那怕是今天很难从城主府走出去。哼，能为公主殿下效劳是在下的荣幸，还请殿下拿出那件需要辨识的东西吧。陆枫微笑道。长公主也不废话，立即从身上拿出了一个小盒子，盒子是经过特殊方式密封的，而且还附加了一层阵法。那就请阁下辨识下这个盒子里有什么东西吧。长公主把盒子放在了桌子上，陆枫这时并没有移动，他与公主之间有3米的距离，然后他闭眼感应了一下，这个盒子里是一颗红色珠子，而且珠子里蕴含血色气息。然后他拿出罗大师送给他的那个手册看了起来，他记得这个手册里有与这颗珠子相似的东西，只是自己记不住了。很快他就找到了，这颗珠子是龙血珠，是制作高阶魔法武器用的材料。他收回手册，对着公主道：长公主殿下，经过我的辨认，此盒子中是一颗龙血珠，是非常高级的魔法武器制造材料。公主眼神微微一闪，随即又恢复正常，
然后对着陆枫微笑道：“阁下天赋真是厉害，不碰不摸就能辨认出河中之物，本宫算是开眼了。你帮助帝国除掉这种高级卧底，我会奏请父皇给予你奖励，同时本宫也会给予你该有的奖励。”叮！恭喜您揭穿伪装的布兰克城主，获得帝国长公主的奖励兰德城主子令，荣誉3000点，50万点经验。这个令牌是啥玩意？物品名称：兰德城主子令。物品类型：特殊类。魅力：+5。物品介绍：此令是兰德城主主令的附属令牌，拥有次一级的城主权力，可调动兰德主城1000名以内的卫兵，享受部分免罪权，享受随意进出城主府特权等。原来是实打实的权力令牌，这长公主看来是舍得的人。多谢长公主殿下。陆枫开心地对着公主拱手道。长公主点点头，她之前的沟通和行为都是在试探陆枫，现在她已经可以80%的信任陆枫了。帝国发生这种2级主城城主被调包的事，可谓千年难遇，所以帝国皇帝大为震怒，特意派信得过的大女儿来彻查此事。虽然长公主与大皇子不对付，那也变相说明长公主的能力之强。一位女性公主能让大皇子忌惮，可想而知这位公主绝非一般人能比。以后你可随意出入城主府，本宫会暂代此城城主之位，若你有什么发现，可随时来找本宫。另外，此城北面的钢铁要塞已经多次请援，而本宫现在要处理城中问题，没有时间和兵力派去支援，还请阁下先前往那处要塞告知那里的秦将军，本宫7日后会派兵前去，让他守护好要塞。兰德主城的北面，钢铁要塞。陆枫还在思考时，系统再次传来提示声。叮！恭喜您获得史诗级主线任务魔族的入侵。任务名称：稳住钢铁要塞的守军。任务介绍：连环主线任务，当前进度1/5。任务内容：把长公主的嘱托告诉钢铁要塞的秦将军，并协助秦将军做好防守工作。任务时间3天。任务奖励：随机奖励经验值。请问是否确认接受此任务？确认。陆枫内心一喜，没想到自己在城主府待了一会，还获得了一个史诗级的主线任务。于是他对着公主道：“请长公主放心，我会完成这个任务的。”公主点点头，那就有劳了。随后，陆枫走出城主府，朝着此城北门而去。帝国长公主艾丽娜看着陆枫远去的背影，眼中毫无波澜，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不一会，她对着身边的侍女道：“按照这个名单，解决掉此城中的奸细。本宫不想看到自己治下的城池还有这些宵小之徒。”侍女恭敬道：“是，殿下。属下这就去处理。”第100章魔族战场。骑着圣光雄狮的陆枫用了30多分钟，终于赶到了钢铁要塞。这个要塞是建在一处峡谷中，刚好卡住了山谷的出入口，要想从这里进出，就必须经过这个要塞。可以说，这个要塞是易守难攻的位置。还是先把任务给完成了，再看看有什么后续任务吧。他一路赶来，遇到不少怪物，但大多都是40到50级的。超过50级的怪物，他就遇到几只。对于现在已经67级的他来说，这个级别的怪物已经不给他经验了，所以他要找60级以上的怪物，最好是70级的。之前系统提示他已经可以前往1级主城进行2转，但他现在已成功2转了，所以也没有必要去1级主城，他得先把这2级主城玩明白再说。很快他来到钢铁要塞门前，2名卫兵拦住了他，然后他拿出兰德城主子令，并告诉卫兵他是奉城主大人之命来找秦将军的。随后卫兵带着他来到秦将军面前，这位秦将军是一位50岁左右的老将军。此时他正站在沙盘前，一边思考一边研究。将军，这位是城主大人派来的。卫兵说完就退到了一边。秦将军抬头看着陆枫，眉头一皱道：“本将军已经多次向城主大人和帝国请援，怎么就派来一人？”陆枫淡淡道：“我奉帝国长公主之命前来告知秦将军，7日后公主会派兵前来支援，还请将军您先稳住此处要塞。”还没等秦将军回话，系统就传来了任务完成的提示。叮！恭喜您完成任务，获得荣誉1000点，20万点经验。7日，时间太久了，老夫怕坚持不到援军赶来了。秦将军不假思索地回道：“秦将军，长公主曾命我前来协助将军，我应该能帮到将军。”你一个人？罢了罢了，长公主殿下和阁下的心意我接受了，不过现在的钢铁要塞已经快要抵挡不住敌军的攻击了，没有5万的援军怕是守不住，你还是尽快回去复命吧。陆枫一听老将军的话，5万援军，那说明敌军应该数量更多，这还不起飞了？秦将军是否能告知在下现在我们的具体情况？若是我真的帮不上忙，我也好回去告知长公主这里的情况。秦将军也拗不过陆枫，于是无奈道：“也罢，
现在我们钢铁要塞一共只有12000人的守军，其中还有3500多人的伤兵无法参战，而要塞外的平原上有一支20万的魔族大军正在不断进攻我们。哎，听完秦将军的讲解，他也明白了过来，这可是好机会啊！要是让我出去在魔族大军中跑一会，那他还不原地起飞了。多谢秦将军如实告知，在下想去要塞之外看看魔族的情况，还请将军行个方便。我刚才的话你没听懂吗？外面可是有20万的魔族大军，你还要出去？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秦将军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在下只是出去侦查一下，自保方面我应该可以的，还请将军放心。秦将军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陆枫。哼，既然阁下如此自信，那这样吧，你要是能接老夫一掌而不受伤，那老夫就放你出去侦查。陆枫微微一笑，这个老将军还是挺有智慧的，他不想让自己出去送死，所以特意出这个难题。若陆枫被他一掌击伤，身体负伤的情况下，那也就不可能再外出侦查了。若老将军一掌伤不到陆枫，那就说明他的实力不弱于老将军，这样也确实有自保的实力。陆枫对着老将军拱手道：“那就请将军赐教。”请。秦将军运转内力，然后一掌拍出去，一只半米大的掌印飞向陆枫，随即砰的一声，格挡52，掌印打在了陆枫的双手之上，他不仅没有受伤，就连半步都没后退。老将军眼神一边，然后口中大声道：“好功夫，小伙子，没想到你是个高手，是老夫小看你了。不过你要出去侦查，还是要多多小心，感觉不对就赶快回来。”陆枫能感受到这位老将军的关怀之意，于是微笑道：“秦将军承让了，您的话我会记在心里，那在下就先出去侦查了。”去吧。陆枫走后，老将军自言自语道：“现在的年轻人可真厉害啊，老夫7成的功力竟然伤不到他分毫，前途不可限量啊。”刚才他为了让陆枫知难而退，又不能杀了他，所以才用了7层功力，不过他没想到陆枫竟然有这么强。叮！恭喜您获得史诗级主线任务魔族的入侵，任务名称：协防钢铁要塞。任务介绍：连环主线任务，当前进度2/5。任务内容：协助秦将军防守要塞7天，坚持到长公主的援军到来。任务时间7天。任务奖励：职业装备、随机奖励、特殊奖励、经验值。不错，任务更新了。既然要我协助老将军防守要塞，不过哥还是更喜欢进攻啊。走出要塞后，陆枫走出峡谷，看到外面是一处平原，平原上正驻扎着一处巨大的营寨，看到其中的卫兵正是魔族的大军。这下发达了，这么多魔族军队，而且最低级的都是60级，其中不乏70级以上的怪物，这下又可以好好刷刷级了。不过现在的活动经验加成已经没了，所以经验值就没那么高了。不过经验高不高对他来说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怪物够不够他杀。而眼前的20万魔族大军，这下可要倒大霉了。拿出武器和盾牌，陆枫径直跑向魔族营寨。魔族，我特么来了！营寨外围巡逻的魔族卫兵立即发现了他，纷纷冲了过来，而且还吹响了警报。吹，使劲吹，把其他魔族大军都吹过来！嘎嘎！陆枫开心道。杀意光环开，跑过来的魔族巡逻队还没到他的身边就倒下了。叮！恭喜您击杀魔族精英巡逻卫兵，获得15000点经验。叮！恭喜您击杀魔族精英巡逻骑兵，获得15000点经验。叮！恭喜您击杀10几只巡逻兵，还没反应过来就全部嘎了。还没等他杀进营寨时，就有大量的魔族军队冲了出来，他们大吼着跑向陆枫，而在军队的后面还有一个骑着魔兽、穿着一身华丽盔甲的魔族。陆枫直接对着他就使用了洞察术，名称：魔族前将军罗龙后，等级70，品级传说级 BOSS， 血量6000万，蓝量500万，物理攻击28000，物理防御15000，魔法防御10000，技能连突刺、神龙摆尾、横扫千军、灭天一击、战意涌动 buff， 狂暴战体被动，抗性皮肤被动。介绍：魔族10大将军之一，曾斩杀人类大将数十人，不管在魔族还是人族都是声名赫赫的存在。原来只是传说级 BOSS 啊，气势和模样弄得这么吊，搞得以为是史诗级 BOSS 呢。陆枫内心无语，嘿，那边的小钻风，你爷爷来找你了。